老奴才，你在本宫这里行杂役一职，距今已有100余载，本宫已知晓，你寿元将近，念在你兢兢业业100余载的份上，在你驾鹤西去前，可有何遗憾？本宫可尽力满足你。仙气飘飘的人工湖亭子里，一名身姿婀娜、长得沉鱼落雁、宛若谪仙般的紫衣仙子坐在石质茶桌前，玉手撑着下巴，翘着2郎腿，语气颇显慵懒。而在她面前，一名身穿粗布麻衣、两鬓斑白、干瘦苍老的老者单膝跪在地上，嘴上的话说得好听，但紫衣仙子看向老者的眼中充满了嫌弃之色。已经100年了吗？岁月真是不留人啊。老者语气微微颤抖，深陷的沧桑眸子中既有对死亡的恐惧，亦有对自身的解脱。他名林默，是诸多穿越中的一员。100多年前穿越到此方修仙界，但因天生灵脉低下，导致其修炼资质堪忧，又因出生在贫困家庭，父母无奈之下，只能将他卖到这出圣宗来当杂役。来到出圣宗之后，林默还遭到了其他杂役弟子的欺凌和打压，为了生存下去，他只能更加卖力的干活。所幸在几年之后，因为自身杂役工作干得出色，林默被出圣宗掌门刘子嫣相中，便安排他来到自己的寝宫负责杂役工作。这一干就是100年。按理说干了100年杂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说的对，但这里是出圣宗，整个天渊大陆最臭名昭著的魔门宗派之一。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底下的弟子们尚且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为了获得多一点的修炼资源，不惜欺凌、打压、出卖、背刺同门师兄弟，更别说作为出圣宗掌门的刘子嫣了。对于林默，100年来他始终只是将林默视为一位下人、奴役，用更难听一点的话来说，那就是狗。今天突然这么好心的问林默有什么临终遗愿，不过是他一时兴起，又或者说把林默当作无聊时的玩弄工具罢了。陪伴这位翻脸如翻书的掌门100年，林默再是清楚不过他的性格了。所以林默并未天真的以为这是刘子嫣突然善心大发。启禀掌门，老奴从小就进入出圣宗，对父母早已心无挂念，而今寿元将近，唯一的遗憾便是如今仍是童子之身。因为即将油尽灯枯的原因，林默说话都开始颤抖了。老奴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只求掌门能赐老奴一名伴侣，陪老奴最后一程。刘子嫣一听乐了，呵呵，你这老奴倒是个贱种，死到临头了居然还想着这方面的事情，果然你们这些男人都是一个模样。本宫倒是奇怪了，以你这副风中残烛的躯体，还有那方面的能力吗？刘子嫣冷笑着嗤之以鼻道。林默没有说话。按照常理来说，110多岁的年纪早就丧失男女方面的能力了，但这里毕竟是修仙界，林默的修炼资质虽然有一点点差，但凭借着100年来积累的那为数不多的灵力，他还是能让自己稍微支棱起来的，不然林默也不会向刘子嫣提此要求了。也罢，你这副下流的德性倒也符合我们出圣宗的风格，本宫便大发慈悲，赐你一名年轻女子。本宫很想知道，像你这种风中残烛的躯体，究竟还具不具备那方面的能力呢？可不要让本宫失望啊！哈哈哈哈！刘子嫣玩味的大笑着，似乎兴趣大增。谢谢掌门。林默激动的那宛如干柴般的身体都在微微颤抖着。在出圣宗的100余年，林默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活着上面了。虽说来到刘子嫣的寝宫后，他不会再受到其他杂役弟子的欺凌和打压，但如果杂役工作做得稍微有点瑕疵，被刘子嫣发现了，那他的惩罚远比被其他杂役弟子欺凌和打压来得更加恐怖。林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只因一个角落的灰尘没有打扫干净，就被刘子嫣吊在树杆上暴晒了7天7夜，差点提前去找阎王爷报道了。这牛马的一生如履薄冰，林默好几次都觉得自己可能已经走不到对岸了。所幸他的八字够硬，还是活到了110好几。也因为这些缘故，林默的这一生甚至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摸过。他没什么遗愿，只是觉得以童子之身入土，未免也太丢人了。这不过是人之常情。那些弹指间即可破碎空间、移山填海、拥有通天之能的地级强者，尚且有这方面的欲望，更何况是林默一个牛马了一辈子的人。哼，本宫不需要贱种的感谢，该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了。刘子嫣起身，不容置喙地命令道：记住，要死了就死外面去，别弄脏了本宫的地方，否则本宫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是，掌门，老奴记住了。等刘子嫣回寝宫了，林默方才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那充满着岁月痕迹的嘴边噙着一抹自嘲的苦笑，自言自语道：穿越者混到我这个地步，也真是失败。年轻时，林默对出圣宗这个宗派以及成天打骂他的刘子嫣充满了恨意，发誓有一天崛起了，要向他们所有人复仇。但现实是残酷的，连一品灵脉都算不上的他，在出圣宗这种畜生遍布、打着灯笼都难找一个善心人的地方，
光是为了活下去就用光了所有的精力。至于复仇，那更是无稽之谈。如今寿元将近，林默已经没有精力再去思考复仇的事了。如何体面、没有遗憾地告别这个世界，才是当下的他最优先考虑的。没有时间多想，稍微整理了一下情绪。为了刘子嫣应予给自己的年轻女子，林默又开始忙碌了起来。年轻时精力旺盛，打扫一遍刘子嫣的紫天宫，顶多花个1-2天时间。可随着年纪的上涨，精力的下滑，再打扫一遍紫天宫，林默所需的时间越来越多。现如今，他至少需要花个6-7天时间，才能细致地将刘子嫣的寝宫打扫一遍。转眼7天时间过去了，将最后一袋垃圾倒掉之后，林默终于再次将紫天宫打扫干净。站在紫天宫门口，背对着落日的余晖，林默内心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或是因为年事已高，反应迟钝的原因。好一会儿之后，林默方才猛然想起，是了，说好给老夫的女人呢。过去7天时间里，刘子嫣一直在紫天宫修行，从未踏出紫天宫半步。她似乎完全没有把当天应与自己的事放在心上。鬼知道刘子嫣此次修行又要修炼多长时间。你他娘的，感情刘子嫣这女魔头在耍老夫？说好满足自己的临终愿望，赏赐自己一名年轻女子，结果你倒好，直接缩在紫天宫里修行不出来了。根据过往的经验来看，刘子嫣每次闭关修行最少都要2-3年时间。林默时日无多，他已经等不起了。他本想进去找刘子嫣理论，但一想到刘子嫣那残暴的手段，林默又本能地缩了缩脖子。干！片刻，林默怒骂了一声，反正老夫也没多少时间可活了，还怕你个卵啊！当了一辈子的牛马和受气包，100年来积压的负面情绪，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这一刻，如火山喷发般爆发了。当天刘子嫣要是没答应自己的临终遗愿，还则罢了，你他妈答应了，就别耍老子啊！佛尚且有火，更别说是受了一辈子气的人。林默心里清楚，自己这一去，极有可能会提前迎来自己生命的终结，但那又如何？对一般人来说，死亡是最大的威胁，可对于一名寿元将近又受了一辈子气的人来说，死亡不过是解脱。相较于死亡，林默更怕的是活了100多年都没能为自己争一口气。当林默迈开步伐，重新踏入紫天宫，太阳已消失在地平线，夜幕开始降临。刚踏入紫天宫大殿，一阵轻飘飘却又无比勾人心魄的呻吟声从紫天宫浴池的方向传来，落入林默的耳中。林默一怔，他知道这是属于刘子嫣那个女魔头的声音，只是这声音未免有点太让人想入非非了一点。难道是？很快林默想通了，陪伴刘子嫣70载，他知道这位出圣宗的女魔头掌门修炼的是一卷名为阴阳邪魔功的功法。有一次在紫天宫打扫时，林默偶然从书房的书籍中得知，阴阳邪魔功是一种邪修功法。所谓阴，指的自然是女修；阳，指的便是男修。唯有阴阳结合，方才能将阴阳邪魔功的威能发挥到最大。若阴阳不调，那么就像是初一的月亮那般，是不完整的。如此一来，阴阳邪魔功这一卷功法自然也是不完整的。可怪就怪在紫天宫100年，林默从未见过刘子嫣带过道侣回来，宗门内部也没有刘子嫣结合道侣的消息，所以眼下这怪声才会让林默犯了嘀咕。难道是刘子嫣在近期结了道侣了？还是说她在做手工活？好，不过老子死活，自己反倒躲在这里偷偷爽是吧？本就在气头上的林默，脑海中忽然就产生了一个极为大胆且僭越的想法。在紫天宫干了100年杂役，林默对刘子嫣的品性已经很了解了。怎么说呢？刘子嫣是一个自视甚高且性格孤僻之人，在他眼中，男人就像下水道里的蛆虫一般肮脏不堪，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从未结交道侣的主要原因。过去100年里，自己做杂役时，有一次只因偷偷多看了他2眼，马上就被刘子嫣警告，眼珠子不要了。自那之后，但凡刘子嫣在时，林默为了保住自己的眼睛，做杂役时都会小心翼翼地低着头，生怕刘子嫣这女魔头突然发疯，真把自己眼珠子给挖了，那就不值当了。平时不是不让我看你吗？今天老子就把你看个精光，你又当如何应对？放在平时的话，林默定然是不敢产生如此僭越的想法了。但眼下，老子孑然一身，都半截身子入土了，还怕个鸟啊！临死前，若是能一窥刘子嫣那宛如艺术般的无瑕胴体，倒也算值了。此时不疯狂，难不成等入土了再疯狂吗？随即，为了不引起刘子嫣的注意，林默蹑手蹑脚，悄无声息地来到了紫天宫浴池门外。站在浴池门外，刘子嫣那摄魂夺魄、令人气血翻滚的呻吟声更是清晰可闻，直击灵魂深处。林默深吸了口气，耳边传来的砰砰砰的心跳声，诠释着此时的他究竟有多么的紧张。咕噜，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林默那凹陷的苍老眸子中闪过一抹狠色，当即伸出如干柴般的手，在浴池墙的纸上戳了个食指大小的猫眼，而后瞄向浴池。浴池内朦胧的热气升腾，水面上还飘着一朵朵红色花瓣。刘子嫣背靠浴池边，双眸紧闭，那宛若天仙般的绝美俏脸上是一抹黯然销魂的神色。水面之上，刘子嫣那线条分明的锁骨、吹弹可破的雪白肌肤，以及那道将真实形体隐藏于水面之下的弧线，狠狠地冲击着林默的视觉神经。再结合着刘子嫣娇艳欲滴的朱唇边发出的仿佛能够摄魂夺魄的呻吟，使得林默心头的气血翻滚得更加厉害了。仅仅只是从门外一窥刘子嫣这般销魂的模样，给予林默的视觉与心灵上的冲击便已经无法言语了。我勒个魅魔，奶奶的，要是能和他来一场终身难忘的邂逅，老子死也值了。林默再次咽了一口口水，有点口干舌燥的暗暗道：论修为和地位，放眼整个天渊大陆，刘子嫣或许称不上顶级，但若是论颜值、身材和气质的话，她绝对是属于大陆顶尖的。对任何一位男性来说，征服这样的女人，那成就感不比征服天下要弱多少。林默看得格外的认真，目不转睛，血脉喷张，似乎是因为过于投入的原因，又或许是林默的修为实在太低了。沉醉于自己世界中的刘子嫣完全没有发现门外偷窥的林默。许久，刘子嫣似乎已经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开始在浴池里不停地翻腾了起来，就连其身上散发的灵气都开始变得混乱起来了。啊！在水中翻腾的刘子嫣很是痛苦，无比懊悔地咬牙切齿道：本宫就不该修行这阴阳邪魔功，强是强了点，但本宫岂会让肮脏的狗男人玷污我这具纯洁高尚的身体？刘子嫣美眸阴沉，阴阳邪魔功确实是一卷堪称顶级的邪修功法，但其弊端也很明显，若无阳气辅助，阴阳调和，那它就只能算作是比较一般的功法，甚至还会对自己产生副作用，就像现在的刘子嫣这样。起初刘子嫣以为凭借自己那堪称妖孽般的天赋和悟性，可以对阴阳邪魔功进行改良，摆脱对阳气的依赖。事实证明，他还是低估了这卷阴阳邪魔功了，或者说他高估了自己。这也就导致了他现在想要推倒重来，改换修行其他功法，成本已经高到他无法接受的地步了。也因此，此时的刘子嫣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作恶多端的女魔头，没想到你也有今天。瞥视着那在浴池中痛苦挣扎的刘子嫣，林默心中幸灾乐祸道。看了这么久，林默也已经逐渐不再满足于视觉上的享受了。若是能狠狠地羞辱一番刘子嫣这女魔头，那该有多爽！光是脑补着这一幕，林默就有点心痒难耐了。咕噜，何方宵小，给本宫滚出来！就在林默口干舌燥地咽了一口唾沫之时，浴池里的刘子嫣忽然警觉了起来。她玉手一挥，浴池的大门当即被打开。身穿粗布麻衣，身形如干柴般消瘦的林默就这样倒映在刘子嫣的美眸之中。和刘子嫣四目对视，林默心肺骤停，一时间不知所措，就这样怔怔地愣在了原地。他的脑海中唯有一个念头闪过：完了，我命休矣！是你这贱种！见门外偷窥之人竟是林默，刘子嫣又羞又怒，连忙招来一块浴巾遮住了自己的上半身。那再次看向林默的眼中，已是浮上了一抹冰冷的肃杀之意。本宫的身体，岂是你这种卑贱的狗奴才可以窥视的？本宫定要挑断你的全身经脉，剥去你那肮脏的臭皮囊，挖去你的双眼，将你钉在柱上，在无尽的痛苦折磨中死去。刘子嫣银牙紧咬，嗔怒道，他眼中的滔天怒火几乎快要凝聚成实质。刘子嫣本来就是天下所有男修如蛆虫，岂能容忍男人玷污她的清白？更别说此人还是在他眼中连狗都不如的贱种。林默刘子嫣愤怒的言语也是让林默回过了神。也许是因为过去100年来的心理阴影的原因，刘子嫣的死亡威胁刚发出时，林默还真背脊一凉，如坠冰窟。但转念一想，老子特么都没几天可活了，还怕你的威胁？掌门，老夫本就没多少时日了，你真觉得我还会怕吗？浑浑噩噩地活了110多年，此刻的林默选择了当一回真正的男人。他直视着刘子嫣那双冰冷又美得不可方物的美眸，浑然不惧，又格外僭越的道：你这具美妙的胴体躲在这里自娱自乐，有点暴殄天物了。掌门，不如让老奴来助你修行，如何？说完，林默的心脏再次砰砰砰的剧烈跳动了起来。他这辈子都没当着刘子嫣的面说过如此大胆如此僭越的话。找死！本宫这就捏死你这只虫子。对刘子嫣来说，要杀死林默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可就在他调动体内灵力准备捏死林默时，脑袋忽然嗡的一声，刚刚调动的灵力不受控制般的被瞬间遣散。同时，一股空虚、寂寞、渴望难修阳气的强烈欲望自内心深处升腾而起。
使得他身体在顷刻间变得柔弱无力起来。怎会如此？刘子嫣扶着额头，眼神阴沉，内心又惊又惧。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那股渴望难修阳气的强烈欲望，正如同海啸般不断地冲击着他的理智。这是阴阳邪魔功在作祟。刚修炼时，刘子嫣尚且可以压制这股欲望，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缺少阳气滋补的阴阳邪魔功对于阳气的渴望便会愈发的强烈。直到眼下这一刻，刘子嫣再也无法凭借自己的理智压制住这股欲望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刚才会显得如此痛苦的原因。他想杀了林默，但多年未曾获得阳气滋补的阴阳邪魔功却在驱使着他，给他灌输一股想要采补林默阳气的冲动与欲望。哪怕眼前的林默只是一介糟老头子，用人话来说就是因为缺失阳气的滋补，此刻的刘子嫣已经几乎快要走火入魔了。刘子嫣的变化也是让已经做好必死之心的林默一头雾水。虽然不清楚刘子嫣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已经察觉到眼下的刘子嫣似乎杀不了自己。如若不然，以刘子嫣的狠辣手段，他早就被挫骨扬灰了。这也让林默变得更加大胆了起来。他一步步地朝浴池中的刘子嫣逼近，一边说道：掌门大人，你可知老夫在出圣宗的100年是如何过来的？这些我就不说了，牙碎了就往肚里咽，苦只有自己知道。我寿元将近，时日无多，临终遗愿也不过是想要一名年轻女子配老夫罢了。你也应允了，可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修行，浑然不顾我的临终遗愿？所以这就是你这贱种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刘子嫣眼中喷着火焰，勃然大怒地娇斥道：给本宫站住，再往前一步便是无尽地狱。无尽地狱。林默冷笑，浑然不在乎刘子嫣的威胁，继续迈着步伐往前。对老夫而言，在出圣宗的100余载才是真正的无尽地狱。我身处无尽地狱100余载，又岂会再害怕无尽地狱？掌门大人，老夫也理解您要修行的苦衷，所以我也不要求您赏赐老奴年轻女子了，让老夫助您修行一次，便当你已经满足了老夫的临终遗愿吧，如何？说话之余，林默已是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了刘子嫣身后。滚，混账东西！刘子嫣以不容置喙的口吻呵斥道：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胆敢碰本宫一根毫发，本宫定将你这只蛆虫捏成齑粉。若是换作平时，林默早就被刘子嫣这番极具羞辱性的话给骂得红温破防了，但眼下已经破罐子破摔的林默早就不在乎刘子嫣怎么辱骂自己了。相比之下，他更想狠狠地羞辱一番刘子嫣，为自己过去100年来所受的屈辱出一口恶气。呵呵呵，哈哈！林默不怒反笑：掌门大人，老夫岂会不知自己是什么德行？不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不是好癞蛤蟆。我了解你的性格，掌门，眼下你要是能杀我，我早就被你挫骨扬灰了。我想是因为阴阳邪魔功的原因吧。刘子嫣咬着牙，脸色阴沉，有点无能狂怒。确实如林默说的那样，要不是阴阳邪魔功作祟，他早就捏死林默了，岂会让他如同苍蝇一般在自己耳边嗡嗡嗡地响。随即林默蹲了下来，目光落在刘子嫣那仿若吹弹可破的嫩滑香肩上，啧啧道：如此角色，将来便宜其他男人，倒不如便宜老夫。林默话音刚落，刘子嫣便是感觉到林默的一只手已经搭在了他的香肩上，和他那紧致嫩滑的肌肤来了个亲密接触。刹那间，仿佛有一股电流自其脚底直冲天灵盖，他的娇躯也随之一颤，他的身体也在此刻释放出了一股想要更多的信号。但刘子嫣的理智仍然还在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于他而言，林默就像是那下水道里的老鼠，自视清高如他，岂能容忍下水道里的老鼠玷污自己？把你的脏手从本宫身上拿开，狗奴才！刘子嫣娇躯微颤，咬牙切齿道：否则。只是这种反应。林默心中一喜，完全无视了刘子嫣的警告。自己明明都碰到他了，结果只是给自己一个不具任何威胁的警告。看来阴阳邪魔功对刘子嫣的影响确实很大。一想到这，林默的呼吸都开始变得急促了起来。紧接着，林默更加胆大妄为，得寸进尺干枯的手掌一把挑起了刘子嫣的下巴，再次与刘子嫣四目对视。此时刘子嫣那双绝美的脸蛋上有惊慌，有愤怒，有耻辱，更有一股渗人的冰冷杀意。林默耸了耸肩，戏谑道：掌门大人，您不是说想看看老奴究竟还具不具备那方面的能力吗？您亲自来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事后会怎么样，林默已经不在乎了，但他知道眼下也许是他唯一能羞辱刘子嫣的机会了。若真能狠狠地羞辱一番刘子嫣，满足自己的欲望，事后即便是死又有何惧？混账东西，本宫命令你马上给本宫滚出去，本宫尚且可以留你一条全尸，否则……刘子嫣怒目圆瞪，
有点歇斯底里的骄喝道：“待本宫恢复，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呵呵，横竖不过是一死，老夫早就抛诸脑后了。林默冷冷一笑，凹陷的眼中也是浮上了一抹狠色。老夫给你当了100年杂役，你也羞辱、折磨、打骂了老夫100年，这不过是给老夫的一点小小补偿罢了。刘子嫣越是辱骂，越是威胁自己，林默的内心便越是疯狂。随即，林默伸手扯掉了刘子嫣那遮在身前的浴巾，一条真实形体隐藏于水面之下的万丈沟壑，狠狠地冲击着林默的视觉神经。刘子嫣心头一颤，又羞又怒的她抬手想要将林默拍成齑粉，但此刻几乎被欲望占据了理智的她根本使不出任何的灵力。扑通，下一息，林默竟也跳进了浴池，直勾勾地盯着刘子嫣那暴露于水面之上的绝美动体，以及那股扑鼻而来的诱人芳香。这辈子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的林默彻底忍不住了，干枯的手掌弹出，一把搂住了刘子嫣那深藏于水面之下不及盈盈一握的水蛇腰。刘子嫣一声娇吟，内心深处竟开始逐渐期待了起来。刘子嫣眼神迷离，那张浮上了一抹红晕的绝美俏脸近在咫尺。林默激动的声音都开始微微颤抖了起来：“掌门，一个人修行很难受吧？让老夫来助你修行。”刘子嫣轻手轻点，也顺势伸出皎洁的玉手抱住了林默。这一刻，浴池内的气温瞬间飙升，不断升腾的热气使得整间浴池都变得朦胧不可见。压抑了100年的林默与因为阴阳邪魔功从而欲望高涨的刘子嫣，在浴池中展开了一场疯狂的缠斗。缠斗过程中，刘子嫣贪婪地攫取着林默身上的阳气，随着阳气的补充，他那停滞了数十年的修为竟在此刻开始松动。而对于林默来说，自身阳气虽被刘子嫣不断的攫取，但由于自身修为太低的原因，交缠过程中从刘子嫣身上隐隐间散发出来的阴气，同样也在滋润着他这具风中残烛般的躯壳。一夜时间过去了，天边露出第一抹鱼肚白，宣告新的一天开始了，万物一开始复苏。浴池内，刘子嫣已经重新穿好了那一袭尽显雍容与尊贵的紫色纱衣，她那张倾国倾城般的脸颊上浮现着一抹红润之色，其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竟比昨夜之前要强横了数倍不止。只不过她那双美眸依旧如万年玄冰般冰冷，看着那瘫坐在墙边的林默，眸中闪过一抹肃杀之意。呵呵，林默瘫坐在墙边，沧桑的脸上噙着一抹满足而又解脱的轻松微笑，如释重负道：“掌门大人，能与你来一场邂逅，老夫来这世上一遭，也算死而无憾了。要杀要剐，请便吧。”昨夜林默在来之前就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再加上对刘子嫣的了解，因此林默并不对刘子嫣这女魔头抱有任何的奢望。就算刘子嫣不杀自己，林默也没多少时日可活了。再加上有了昨晚与刘子嫣那难忘的一夜，林默穿越过来一趟，已经死而无憾。老贱种，玷污了本宫，真以为自己可以如此轻易获得解脱？刘子嫣冰冷的眸子微眨，冷声道。虽然很不想承认，但不知为何，刘子嫣竟觉得此刻的林默看上去似乎不是那么的不顺眼了。他昨夜明明还发誓要将林默碎尸万段来着。回想起昨夜那段经历，刘子嫣就恨不得当场手刃了林默。林默不过是初圣宗的一介杂役，地位连狗都不如，而他呢，是实力强大、地位尊贵的初圣宗掌门。他被林默趁虚玷污的事，若是传出去，他的名声和形象肯定是毁了。可偏偏昨晚的一夜激情让他食髓知味了。林默明明是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却还有如此威猛的爆发力，也许是他积攒了100年都未曾释放的原因。本来他是瞧不起世上所有男修的，宁愿自娱自乐，也绝不愿让肮脏的狗男人玷污自己的身体。但无论如何，林默也确实让他认识到了，男人带来的快乐远不是他的宗旨可以比拟的。更重要的是，卡了他几十年的桎梏，就如他那坚守了数百年的贞洁一般，被一夜之间捅破，彻底打破化神期圆满的瓶颈，迈入了炼虚期的境界。这才是刘子嫣昨夜最大的收获。若没有昨晚林默临死前的谏言，他这辈子大抵也不会知道阴阳调和对于阴阳邪魔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想要突破化神期的瓶颈，进入炼虚期，也许还需要再花费100-200年的时间。他更加不会知道，男人才是女人最大的补品。这也是为什么人类会有男女2种性别的原因。但如果要论刘子嫣犹豫究竟杀不杀林默的主要原因，还是阴阳邪魔功。阴阳邪魔功是由远古时期的一位邪修大能和他的道侣所创造。其道侣为了避免自己的夫君在外面拈花惹草，于是将阴阳邪魔功改造了一番，使得阴阳邪魔功只认第一次所吸收的阳气或是阴气。也就是说，如果要继续修阴阳邪魔功，刘子嫣只能通过和林默阴阳调和来提升自己的修为。但凡换一个男人都不会有任何的效果。但
林默这一副糟老头子的模样，又着实让他感到有些埋汰。至于林默命不久矣的问题，对林默来说或许是问题，但对他来说则完全不是问题。一枚续命丹即可让林默延长个3-5年寿命，但3-5年时间对他这个修为的人来说又能够做什么呢？最终还是得让林默自己去提升修为，从而增加自己的寿命才行。为了修炼，本宫倒也不是不可以给这剑种一次机会。若他胆敢再僭越本宫，即使拼着高成本转修其他功法，本宫也定要将他扒皮抽筋。心中如此想着之时，林默那深沉沙哑而又麻木的声音传来：掌门大人，老夫这辈子是被你折磨过来的，如今老夫这具老骨头也经受不起折磨了。你若是想解气，倒不如一巴掌将老夫拍成齑粉，想折磨老夫，恐怕是不能如你所愿了。哼，本宫有说要现在杀你吗？刘子嫣冷冷一笑，随即玉手一挥，一卷玉石卷轴以及一枚储物戒便出现在林默身前。林默微微一怔，满脸疑惑地抬头看向刘子嫣，这又是几个意思？此为阴阳邪魔功阳卷，且拿去修炼吧，能不能修炼成功，就看你这老奴有没有这种悟性了。储物戒里有一些修炼资源，还有一枚续命丹，给你这短命鬼续个3-5载寿命，看看你这坨烂泥能不能扶上墙。刘子嫣以不容置喙的口吻命令道。一时间，林默倒是被刘子嫣给整不会了。昨晚不是还囔囔着要杀自己，怎么这会儿又搞这死出？等等，不对劲！林默眼睛危险的眯起，以他对刘子嫣的了解，刘子嫣绝不可能如此好心。同时，林默也不会天真的以为是因为自己昨晚睡了他就轻心自己了，指不定是刘子嫣这女魔头在打着什么样的馊主意呢？说不定刘子嫣想是让自己修炼到筑基期，提升寿命上限的同时，等他身体状况逐渐好了之后，再开始折磨虐待自己。不得不说，这种可能性很大。不愧是最毒妇人心啊！想通这一切之后，林默咧嘴一笑，拒绝道：如果我说不呢，掌门大人，老夫对这个世界已无挂念，你还是赐老夫一个痛快吧。你没有拒绝的余地。刘子嫣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林默，若你不自觉，本宫会亲手替你自绝。闻言，林默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不愧是他印象中的女魔头，这女人疯起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比如说把她囚禁起来，强迫她服下续命丹，再喂她各种丹药，让她的身体日渐好转，再开始折磨她，届时她恐怕真就生不如死了。没办法，林默只好做出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麻木地捡起了玉石卷轴和储物戒。滚出去！刘子嫣一声呵斥，林默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他妈的，想让我修炼，不应该先提升我的灵脉吗？就我这废不拉几的灵脉，能修炼得了阴阳邪魔功？从紫天宫出来，林默心中嘟囔道：灵脉是修炼的基础，灵脉的品阶越高，就意味着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越快，修炼速度自然也就越快。灵脉共分10个品阶，1至9品以及9品之上的神品。然而林默体内仅有半条灵脉，连1品灵脉都称不上。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被父母卖到出圣宗来当杂役的主要原因。一个人自身有几条灵脉，基本上都是属于天生的，当然也有通过后天手段扩展体内灵脉数量的方法，但成本过于昂贵，条件也极为苛刻，因此这不是一般人能够享受得了的待遇。哪怕刘子嫣真舍得下血本给林默提升灵脉品阶，但以他自身的硬件条件，再加上他这一把年纪，再怎么提升灵脉数量也就那样了，而且还未必折腾得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林默不太愿意再修炼的原因。真搞不懂这女魔头究竟是什么脑回路，给老子一个痛快不行吗？以前贪生怕死的时候，他得小心翼翼，耗尽精力才能在这出圣宗狗活下来。现在想死了，刘子嫣反倒不杀他了，这林默找谁说理去？纳闷之余，林默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一栋位于紫天宫门口右侧草地上的小木屋。木屋占地不大，仅有10来平米，但里面该有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此时太阳刚刚升起，站在木屋门前的草地上，沐浴着初升的晨阳，林默只感觉体内暖暖的，内心忽然产生了一股想要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老夫这盏在风中摇曳的残烛，若能重新焕发出炙热的光芒，倒也不错。可惜啊，可惜，奇迹不会眷顾一个苦命之人。轻叹了口气，林默背着佝偻的身躯返回了木屋，摊开刘子嫣给予的阴阳邪魔功阳卷，一行行充满玄奥，晦涩的文字与图案映入眼帘，上面记载了阴阳邪魔功的修炼之法、注意事项以及利与弊。奇怪的是，以林默这一品都称不上的灵脉以及悟性，竟真的看懂了这卷堪称顶级邪修功法的阴阳邪魔功，而且毫无障碍。不对，怎么回事？这是老夫能看得懂的吗？林默惊呆了，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林默随即沉下心神，查探了一下体内的灵脉，然并没有出现林默预料之外的情况。他体内仍然只有半条灵脉，修为也仍然停留在炼气7.2重。且慢，体内的灵脉虽无变化，但林默发现了自己体内的阳气竟格外的旺盛。不仅如此，他的经脉、骨骼隐隐间还散发着一股如太阳般炙热的气息。再结合以自己的修仙资质，竟破天荒的能看得懂阴阳邪魔功的修炼之法。林默得出了一个大胆又令他感到狂喜的结论：难道说我激活了纯阳圣体？林默陡然睁开眼睛，那双满历岁月沧桑的浑浊眼睛竟在此刻变得清澈了不少。因为过于激动，他的身体也在微微颤抖着。过去100年来，因为自身灵脉太废的原因，林默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在修炼上，反倒是书籍他看过不少。毫不夸张地说，刘子嫣书房里的万千书籍他基本上都看过了，其中就有一本介绍有关天渊大陆各种特殊体质的书籍。根据书籍描述，在天渊大陆有一种至阳至刚的特殊体质，名为纯阳圣体。这是一种隐性特殊体质，唯有在达到一定程度的阴气冲击之下，方才有极小的概率激活。这个概率不足以1/1000，你走在阳光明媚的马路上，突然遭雷劈的概率都比这要高得多。我说怎么跟女魔头鏖战了一晚上，老子居然还没被榨干呢？感情我是在和刘子嫣鏖战的过程中阴差阳错的激活了纯阳之体，这就不奇怪了，这就不奇怪了。呵呵呵，哈哈，老天有眼啊！林默瞳孔瞪大，近乎癫狂的大笑了出来，丝毫不掩饰此刻内心的激动和狂喜。刚才他还在叹息奇迹不会眷顾苦命之人，没想到回旋镖来得如此之快。而根据书中描述，纯阳圣体不仅有着堪称龙吸水般的恐怖修炼速度，同时还具有绝顶的天赋和悟性。除此之外，激活纯阳圣体之人，自身阳刚之气也会无比的旺盛，使得自身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一股独特的男人味和魅力。回过神，本来已经对此事无所挂念的林默，重新燃起了继续活下去的欲望。有纯阳圣体的话，他这条咸鱼想要翻身，还真不是什么痴人说梦了。旋即，林默不再浪费时间，当即参悟起了刘子嫣给予他的阴阳邪魔功阳卷。在纯阳圣体的逆天悟性加持下，对于寻常修士来说，既晦涩又玄奥无比的阴阳邪魔功，在林默眼中就如同一条康庄大道一般通透明亮。按照卷轴上所描述的修炼之法，林默仅用了数天时间，就已经将阴阳邪魔功阳卷给初步练成了。所谓功法，就像是建造房子的地基，地基越牢固，所能建造的房子也就越大越高。功法亦是同理，功法的品级越高，那么相同境界下自身所能容纳的灵力就会比同等境界下修炼了低级功法的修士更甚。因此，本身属于顶尖功法的阴阳邪魔功，林默自然也就不是那么关心它究竟是不是邪修功法了。咦，刚打算收起阴阳邪魔功阳卷，林默方才发现卷轴的末尾居然还有一行隐藏的文字。出于好奇心，林默再次将意识探入玉石卷轴之中。一道苍老的声音随即自林默的耳边响起：后世修炼此功法者，恭喜你掉坑里了。林默眼中弹出一个问号，什么意思？吾乃阴阳邪魔功创始人邪魔大帝，阴阳邪魔功乃世间顶尖双修功法，受大陆亿万邪修追捧。但受本作道侣所迫，本作不得不对阴阳邪魔功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动。修炼此功法者，阴阳邪魔功将会绑定第一次双修之人的阴气或阳气，日后若是更换双修之人吸收了不同的阴气或阳气，则会引来阴阳邪魔功的反噬，轻则境界跌落，修为大损，重则伤及根基，留下不可逆的损伤，日后再难更进一步。林默傻眼了，你特么管这叫小小的改动，还能再坑一点吗？早知道这么坑的话，林默都不这么着急修炼这阴阳邪魔功了。嘿嘿，所以后世修炼此功法者，修炼此功法之后，可要精心挑选双修之人，莫怪本作没有提醒。若是身怀意万中无一的纯阳圣体，则把本作上面的话当放屁即可。还好还好，吓老子一跳。听完最后一段话，林默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早说纯阳圣体不受影响不就行了吗？害得老夫还担心了好一会儿。老夫终于明白刘子嫣这女魔头为什么不杀我了。既然阳卷会绑定第一次合修之人的阴气，那阴卷大概也一样。刘子嫣想继续修炼阴阳邪魔功，并且迈向更高的境界的话，那她就不能杀自己。难怪当时完事之后，刘子嫣不仅给她阴阳邪魔功阳卷的修炼之法，还给续命丹和修炼资源。感情她是想把自己当成长期的炉之鼎啊。对象是刘子嫣的话，老夫倒也可以勉强接受。别的不说，刘子嫣的身材和颜值确实够顶，自己还激活了纯阳圣体，完全不用担心被刘子嫣榨干。待林默修炼起来之后，谁把谁当炉之鼎，那可就不好说了。但在这之前，老夫还是得苟活一阵。虽说刘子嫣是绑定了他的阳气，可这并不代表
他就可以在刘子嫣面前肆无忌惮的起脸输出了。若是惹恼了刘子嫣，他哪怕是拼着转修其他功法的高成本，也会将自己当场镇杀吧。不过至少自己应该是不用像以前那样那么低声下气，在夹缝中求生了。只要不触及刘子嫣的底线和向他提出太过分的要求，想来刘子嫣应该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眼下还是先提升修为吧，但在正式修炼之前，还是得先吞服一枚续命丹才行。林默估算着，他的寿元顶多还有不到半个月时间。纵使是有纯阳圣体以及阴阳邪魔功加持，他显然也是无法在短短的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从炼气二重突破到筑基期的。只有突破到筑基期，他这具肉体凡胎的躯体才能突破寿命的上限。从刘子嫣给予的储物戒里找到龙眼大小的续命丹，林默毫不犹豫地将其吞服了下去。续命丹味道较为苦涩，但入口即化，要孝顺着喉咙进入体内，仅片刻功夫，林默便是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一股生机盎然的能量在体内遍布开来。不多时，他那双浑浊的眼睛变得清澈了不少，满是岁月痕迹，如同枯萎的花一般的皮肤，竟像是逆转了时间的创伤，从松弛变得稍微有些紧致了起来。不仅如此，林默还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原本那所剩无几的精力也变得旺盛了不少，真是神奇。感受着自身这具半只脚踏入鬼门关的残躯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林默不由啧称奇道：现在他也总算知道，品阶不高，也只能给寿元将近之人续命3-5年的续命丹为何能卖得那么贵了。灵石不过身外之物，但对于一个即将油尽灯枯之人来说，时间便是无价之宝。就像现在的林默，他剩余的寿元不过短短半月，若无续命丹续命，即便激活了纯阳圣体又如何？那也不过是黄粱一梦，白高兴一场罢了。收回心神，从储物戒中取出10枚灵石，林默便开始进入了修炼状态。刘子嫣考虑得很周到，储物戒中甚至还有几枚可以加速自身吸收灵气的丹药，但对现在的林默来说都多余了。相较于以前仅有半条灵脉时，在激活了纯阳圣体之后，林默吸收灵气的速度，不说有了质的飞跃吧，至少也可以说是如同小母牛坐火箭一飞冲天了。源源不断的纯粹灵气顺着鼻息以及全身上下的无数毛孔进入体内，在经过一条条经脉之后，最终汇入丹田。这一刻，穿越到此世110余载的林默终于体验到了修炼所带来的那种力量显著变强的快感。如此半个月时间转瞬即逝，有了纯阳圣体以及阴阳邪魔功的加持，再加上有着充足的灵石作为修炼储备，林默这短短半个月时间便直接从最初的炼气2重突破到了炼气3重。这种速度不可谓不快。过去100年来，林默虽不常修炼，但总的修炼时长加起来至少也有7-8年时间。然而这才仅仅让他从炼气1重突破到炼气2重，眼下他却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突破到炼气3重了。相比于上一次突破，这一次突破所用的时间足足缩短了100倍不止。你说的对，但这就是纯阳圣体。至于林默为什么只突破到炼气3重就退出修炼状态了，那是因为有人来敲门了。本来不出意外的话，这会儿林默应当是走完了他这悲惨的一生了。所以负责管理出圣宗所有杂役弟子的杂役部便派了人过来，准备给林默收尸，免得脏了掌门刘子嫣的地方因涉及到掌门刘子嫣，因此来给林默收尸之人是杂役部往生堂的主管赵东海。但当看到林默仍然活生生地坐在床榻边上，甚至精神气色还格外旺盛时，主管赵东海一时间呆在了原地，连同他身后带来的2名杂役弟子亦是如此。不是说林默已经寿终正寝了，这又是怎么个事？赵主管，呵呵，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林默起身，苍老的脸上挤出一抹麻木的笑容。他知晓赵东海为何而来，但这时候得装傻。杂役部往生堂的人不是来给他收尸的，难不成还能是来跟他谈人生理想的？赵东海皮笑肉不笑道：根据杂役部的人事记载，你这会儿应该是寿终正寝了，倒是令我没想到你居然还如此容光焕发，想来你还能有一些时日了。林默，哼，也许是上天眷顾我这老头子吧，还能为掌门大人尽最后一份薄力。林默说道。那倒是不必了。赵东海不容置喙道，上面已经指派了其他人来负责紫天宫的杂役事务，既然你这具老骨头还有一些时日，便回杂役部好好安享晚年吧。你为出圣宗献出了一生，杂役部不会亏待你的，将来我会主持往生堂，让你体面的离开人世。闻言，林默不可名状的笑了，他犀利的问道：赵主管，你说的这个将来是指明天还是后天？林默丝毫不怀疑，一旦他离开紫天宫回到杂役部，最迟不过2天便会背后身中8刀自杀身亡。赵东海干脆也不装了，戏谑道：
明明已经快要入土了，你的脑子倒是还挺好使。你一无修炼天赋，二无精力再履行杂役一职，你于初圣宗而言还有何价值？现在我是给你一个自己体面的机会，不识趣的话，我会帮你体面。杂役部是初圣宗地位最低的部门，但在杂役内部同样也是有鄙视链的。一般来说，紫天宫的御用杂役算是一个最舒服的杂役岗位了。为什么？刘子嫣固然严格了一点，但至少你不用被杂役部的前辈欺凌打压，而且闲暇时间相对自由。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资历。从紫天宫御用杂役的位置上下来之后，日后在杂役部基本上可以算是平步青云了。除了紫天宫的御用杂役之外，其他的杂役弟子，特别新来的，什么脏活累活都得你去干，你还得忍受来着前辈们的欺凌打压。刚到初圣宗当一名萌新杂役弟子的那几年，林默深有体会，即便混成了老油条，同样还要面对杂役部的内部斗争。但凡不够油滑或是死板一点，那你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因此紫天宫御用杂役这个位置，不知多少杂役弟子盯着呢。当初一无背景二无人脉的林默之所以能当上紫天宫的御用杂役，全靠刘子嫣的亲自提拔。当初也是杂役部屡次派去紫天宫的御用杂役都干得不好，刘子嫣一怒之下惩罚了杂役部的同时，也自己亲自挑选了一名业务能力出色的杂役，此人便是林默。林默这一干便是100年，从当初意气风发的少年到如今白发苍苍的垂暮之人。如今林默寿元将近，杂役部管事自然想要迫不及待地安排自己的人上来取代林默的位置。林默若不愿意配合，他们也完全可以采取强制手段，因为林默确实是老了，而且时日无多，即便是刘子嫣也不会再过问。初圣宗虽是魔门宗派，但宗派有明文规定，同门之间不允许互相残杀，至少明面上不可以。可如果回到杂役部，那他们有的是手段让林默自杀身亡，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人间蒸发。身为老油条的林默自然是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绝不能跟赵东海回杂役部。等刘子嫣反应过来，即便有心想救他，那会儿他恐怕都已经去阎王爷那里报道了。林默直视着赵东海的眼睛，反讽道：赵主管，你跟老夫说这些没用，老夫可以接受杂役部的人事安排，也可以回杂役部安享晚年，但你这个杂役部往生堂的主管似乎不具备杂役部人事调动的权利啊，让老夫腾出这个位置回杂役部，可以让杂役部管事来找老夫吧。赵东海嗤之以鼻道：老杂碎，我看你是完全没搞清楚自己是什么货色，你也配让管事大人亲自来？林默这么一个一无人脉而无背景的小喽啰，若不是仗着自己杂役活干得出色，岂能在紫天宫御用杂役的位置上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么多年？说着，赵东海大手一挥，就欲招呼随行的2名杂役弟子，将林默强行抬出去。林默一摆手，打断了那2名杂役弟子的动作，慢条斯理道：赵主管，这里可是紫天宫门口，你若是敢胡来，可得考虑清楚，你是否能够承受得住掌门大人的怒火。初圣宗10万弟子谁不清楚，掌门大人最是不喜别人扰他清修，老夫烂命一条无所谓，你可就不一样了，身为往生堂主管，你的命和前途可比老夫金贵啊。好，那么好。林默一番话让有点上头的赵东海瞬间冷静下来了。仔细一想，他确实没必要为了一个将死之人在紫天宫门口搞出那么大的动静。给我乖乖在这里等着，老杂碎。赵东海眼神阴鸷，森冷道。等回到杂役部，他有的是手段和力气对付林默。往生堂虽说不具备杂役部的人事调动权力，但他赵东海好歹也是身负杂役部往生堂主管之名，岂能容忍林默这种地位低下的杂役挑衅自己的威严？林默耸了耸肩，满不在乎道：老夫身子骨不好，便恕老夫不能远送了。赵主管。打发走了赵东海几人，林默摸了摸鼻子，乐道：杂役部名下往生堂的主管而已，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什么主管呢。正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的就是赵东海这种人。从整个初圣宗的宗门来说，赵东海的地位也不比他们这些底层的杂役弟子高多少。话又说回来，老夫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此事。若不是续命丹，他现在确实已经驾鹤西去了，所以杂役部那边才会提前安排来顶替他位置的杂役弟子。林默本想去找刘子嫣出面，但仔细想想又不太可能。刘子嫣可能会出面帮他解决，但让刘子嫣出面不太可能，说不定刘子嫣那女魔头就在紫天宫里看着呢。刚才的事基本上可以算是发生在刘子嫣的眼皮子底下了，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就说明刘子嫣并不想管此事，或者说他想看林默自己要如何处理眼下的困局。当不当紫天宫的这个御用杂役，林默是没多大所谓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一旦他回到杂役部，那指定没他好果子吃。他娘的，老夫现在要是住机期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杂役部本质上就是一群废柴聚集地，但凡有点修炼资质的，谁会被分配来杂役部当杂役弟子？即便是杂役部的管事，也不过堪堪筑基初期修为。刚才那位赵东海，杂役部往生堂的主管，也仅仅只是炼气期中，但他们对于现在的林墨来说，仍然是不可匹敌之敌。是了，下一息，林墨豁然开朗，杂役不用脑，活该一辈子受欺负。以他现在的修为，在杂役部管事手下，肯定是挣扎不了的。但这并不代表林墨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了。他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掌门刘子嫣手底下做事，其次便是资历。在出圣宗100余年，更深的秘密他不敢说，至少杂役部的那些见不得光的琐事，林墨是心知肚明的。于是林墨立即回屋，取来纸和笔，开始奋笔疾书。约莫2个时辰之后，一封举报信便落成了。出了木屋，看着紫天宫的大门，林墨却是犯难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如何把举报信送到刘子嫣手里。不需要打杂的时候，按照规矩，身为杂役的林墨是不被允许随意进出紫天宫的。林老头，一阵子不见，你看上去好像精神了不少呢，瞌睡了来枕头。就在林墨一筹莫展之际，一道青白相间的倩影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芬芳朝着紫天宫而来。那是一名约莫18岁左右的少女，略显稚嫩的绝美俏脸，噙着一抹天真烂漫的微笑，浓密的3000青丝系成一条马尾辫，高高翘起，如飞流而下的瀑布般一直蔓延至小腿处。苏雨，出圣宗圣女，亦是刘子嫣的亲传弟子，18岁的年纪便已是筑基后期修为，如此恐怖的天赋，堪称人中龙凤，万中无一。苏雨的出现使得林墨顿时大喜。两人身份地位虽然悬殊，但苏雨性格比较平易近人，所以一来二去，林墨跟这位圣女大人倒也说过几句话，所以刚才见到林墨的时候，他才会主动打招呼。他连忙拱手作揖，恭恭敬敬道：“老奴见过圣女。”按照礼数，林墨区一个杂役，见到圣女苏雨，应当是要下跪的。但苏雨似乎并不喜欢如此隆重的礼节，所以见过苏雨几次之后，林墨只需拱手作揖，打个招呼即可。圣女可是来找掌门大人？虽然有点废话文学，但林墨还是要问的。你怎么了？有事吗？哼，也没有多大事，只是有件东西需要拜托圣女帮老奴转交给掌门大人。什么东西？正好我要去见师尊，拿来吧。林墨不敢怠慢，赶忙将举报信递交给了苏雨。我走了，拜拜林老头。苏雨没有看信里写的是什么，只是收好之后便转头进了紫天宫。进入紫天宫庭院，苏雨方才取出林墨写的举报信，翻看了起来。举报杂役部管事吕明通吗？有趣，那我更得呈交给刘子嫣了。苏雨朱唇微扬，明亮的银色瞳眸中闪过一抹狡黠之色。瞬息之后，苏雨脸色又恢复了正常。他黛眉微蹙，心中疑惑道：奇怪，刚刚我为什么会突然觉得林老头居然还挺帅气的？明明以前都没有这种感觉来着，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苏雨百思不得其解，竟然出奇的顺利。回到屋里，林墨暗暗地松了口气，只要那封举报信交到刘子嫣手里，他不信刘子嫣还能无事。出圣宗内部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比如说各个不堂的高层以权谋私，又或是贪污受贿，这种事屡见不鲜，但几乎所有人都很默契地对此三缄其口。只要不把这些事摆到台面上来，刘子嫣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事是不可能杜绝的。刘子嫣作为掌门，自然是清楚这一点，只要大家拿钱办事，把出圣宗管理好，他倒也不会过问太多。可如果有人把这些事摆到台面上来，那这些原本不足4两重的事情，千斤都打不住了。更何况只是区一个杂役部，即使清算了杂役部，对出圣宗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大不了换一个管事就是。紫天宫书房，谁给你的？苏雨。刘子嫣神态慵懒地斜躺在软榻之上，纤纤玉手撑着太阳穴，紫色纱衣裙摆下垂肩，露出她那足以令万千男修为之疯狂的修长大白腿。对于苏雨呈交上来的举报信，刘子嫣并不急着翻看，而是明知故问了一番。禀师尊，是门口的林老头。苏雨目不转睛地和直视着刘子嫣，一脸真诚地道。刘子嫣睫毛轻抬，语气冰冷得听不出任何感情。今后莫要谁给你的东西都呈交给为师，何况是区一个杂役。是，师尊，弟子谨记于心。训斥完苏雨，刘子嫣玉指方才轻轻一挥，翻开了举报信。刘子嫣原以为林墨是自己摆不平杂役部的事情，所以向他求救。事实证明，他错了。林墨拜托苏雨呈交上来的并非求救信，而是举报信。举报信中详细说明了现任杂役部管事吕明通那些见不得光的苟且之事。林墨虽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但既然有举报信，按照宗门规章制度，执法堂也应该将杂役部管事吕明通控制起来，对其展开调查。哼，
这老东西不是一心寻死，而今为何还要想办法自救？刘子嫣心中鄙夷，林默若真心寻死，直接躺平不就好了？何必还要想出举报杂役部管事的法子来自救？果然，世上的男人口中浑然没有一句真话。回过神，刘子嫣又将举报信交给了苏雨，吩咐道：“将其交给执法堂，命他们彻查此事。”是，师尊，弟子这就去办。咚咚咚，翌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强行将林默从修炼状态拉了回来。除了杂役部管事吕明通之外，还能是何人？吕管事，好久不见，你看上去似乎越来越年轻了。呵呵。开门之后，吕明通那张熟悉之中又带着些许不悦的脸庞映入眼帘。林默还是一如往常的问候了一声：“你怎么知道我5年前刚进入筑基，寿命提升了200年？”林默露出一抹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笑容：“特么的，谁问你了？”吕明通清新脱俗的装了一波，这才转回正题，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说道：“林默，你小子见到我为何不跪？是骨头痒，欠揍了吗？”呵呵。林默不动声色一笑，道：“在掌门大人门口，你要老夫跪你？吕管事，你好大的威风啊！”打过招呼，林默自然也不惯着吕明通了。反正对吕明通的举报信他已经提交上去了，无论刘子嫣管不管，他都没必要再像以前那样对吕明通低声下气的了。要么吕明通被执法堂带走倒台，要么自己死。但林默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想当初他刚来出圣宗时，就没少遭到吕明通的欺凌和打压。当时吕明通还只是一名普通的杂役弟子，因为来的时间长，所以混成了老油条。没想到100年过去，当年那个只会仗势欺人的混小子，如今倒是混成了杂役部的管事。被林默拿刘子嫣的名头来压，吕明通还真无法反驳。索性他也懒得计较林默跪不跪他的事了，转而呵斥道：“哼，一段时间没见，你胆子倒是大了不少，是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吗？不过我可不会看你快死了就可怜你。我今天来的目的应该不用我再叙述一遍了。紫天宫的杂役事务以后会有其他人来负责，你就回杂役部给老子好的安享晚年。”见林默愣在原地不动，吕明通讥讽道：“怎么，不愿意走？还是说要老子把你抬回去？”说着，吕明通大手一挥，跟在其身后的几名杂役弟子便是上前，打算将林默给架回去。不必劳烦，吕管事，老夫自己会走。跨过吕明通一行人，林默率先离开了屋子。在吕明通一行人的护送之下，林默重新回到了杂役部。刚回到杂役部，一道盗目光便朝林默投了过来。有疑惑的，有戏谑的，有看热闹的，还有那些来自女杂役弟子的花痴目光。跟苏雨的情况一模一样，林默明明是一副风中残烛的沧桑模样，却给那些女杂役弟子一种独属于老头的魅力的既视感。林默也不是初来乍到的小萌新了，对于那些朝他投来的诸多目光，他已经可以做到内心毫无波澜。来到杂役部的一间偏僻房间前，吕明通说道：“进去，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这个房间半步，就算是死，也给老子死里面。”林默懒得与吕明通浪费太多口舌，他太了解吕明通了，现在的他跟100年前几乎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身为杂役部管事的他更加肆无忌惮了。回到杂役部，吕明通自然也不用再跟林默装了。对于偌大的出圣宗而言，像林默这样的杂役跟小透明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年轻的杂役弟子莫名其妙死了，他还得给执法堂那边一个交代。但林默不一样了，他毕竟是一个寿元将近的垂死之人，某一天死了也不会有人去过度深究，这就给了吕明通很大的操作空间了。哐当，待林默进去之后，2名杂役弟子当即将房门重重地关起来上锁，盯着他，他要是跑了，我拿你们是问。是，吕管事。房间里，林默盘膝而坐，沧桑的眼睛如同一潭止水，没有一丝的波澜。以当天刘子嫣对他的态度来看，倘若他真的希望自己活着，并且收到了自己委托苏雨呈交上去的举报信，那么想来刘子嫣应该会顺着这个台阶下才对。林默来出圣宗的时间虽说不短了，但他其实没有什么人脉，唯一的人脉也许就是那种捉摸不定其态度的刘子嫣了。现在林默也只能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到刘子嫣身上了。趁着无人打扰，林默也不浪费时间，当即便开始修炼了起来。他的修为还是太弱了，无论是在出圣宗亦或是在天渊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实力才是唯一的真理。如今激活了纯阳圣体的林默，没理由再像以前那样摆烂。是夜，开门声以及一阵密集的脚步声惊醒了林默，退出修炼状态，睁开眼睛，只见吕明通带着一群人进来了，其中还有一道熟悉的身影。杂役部往生堂主管赵东海。赵东海来到林默跟前，一脸戏谑道：“知道现在这种情况叫什么吗？”
老杂碎，当然知道。林默眼皮轻抬，面无波澜道：最后的狂欢，狂欢？我可看不出你有什么可狂欢的。赵东海纠正道：你就像是掉进陷阱里的老鼠，杀不杀你，全看我们的心情。后方的杂役弟子们跟着发出了一阵戏谑的大笑。林默也是咧嘴一笑，道：呵呵，旅馆是赵主管，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知道是什么人吗？林默那带着几分自信的目光落在吕明通和赵东海身上，片刻后，方才为他们揭晓答案。愚蠢的人，愚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闻言，赵东海等人笑得更大声了，就连吕明通也是被林默给整乐了。这就像是一只被包围的猎物，对猎人说：你们要完蛋了一样可笑。放声大笑过后，赵东海接着冷嘲热讽道：亏我昨天还夸你脑子挺好使，现在看来是我错了。你不是脑子好使，你是已经神志不清了，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的处境。随即赵东海大手一挥，几名杂役弟子一拥而上，将林默五花大绑了起来。还在这跟我装？赵东海注意到了林默那双微微颤抖的瞳孔，冷笑道：害怕了？吓老子一跳，搞得刚才我还以为你真不怕死呢。说话之余，赵东海的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玉瓶，玉瓶中装着一枚通体漆黑的丹药。赵东海稍微摇晃了一下玉瓶，不紧不慢地道：认识这是什么丹药吗？不认识不要紧，听我慢慢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一枚死气丹，顾名思义，只要服下一枚，它会疯狂吸收人体的生气，最后只剩下一具腐朽的躯壳。我想明天旅馆事就可以对外宣布，杂役部林默于昨晚在睡梦中寿终正寝，然后光明正大地处理你的尸体。相信我，不会有人来调查的。看着赵东海手中的死气丹，林默那被束缚的干枯手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心跳也随之加速。刘子嫣那女魔头真不管老夫了。一抹冷汗自林默额头滴落。你要么就不管，要么能不能效率一点啊？执法堂的人再不来，他恐怕真要毁在吕明通和赵东海手里了。这执法堂的人怎么也有这种拖延的毛病？内心虽然慌得一批，但林默表面依旧稳如老狗。今天他哪怕是死，也要死得优雅。赵主管，依老夫看，没搞清楚自身处境的人应该是你们。踏踏踏。就在这时，屋外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不同寻常的脚步声。林默顿时大喜，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而后大笑出声：老夫还是刚才那句话，这是你们最后的狂欢，但也到此为止了。赵东海嘴巴微张，刚要说点什么，却被吕明通伸手打断，因为他也注意到了屋外那一阵阵牵动着他心跳的脚步声，一股不安的预感涌上心头。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是，旅馆是。还看？收你来了。两名杂役还没走到门口，房门便被暴力的踹开，一群身穿统一服饰、手持长枪与刀剑的执法者鱼贯而入，将本就不大的房间围了个水泄不通。吕明通、赵东海顿时吓得双腿一软，他们转身，只见站在众多执法者中间的是一名精明干练、英姿飒爽、身材又不失丰满的仙子。仙子双手背负，如鹰般锐利的双眸正直勾勾地盯着他们。无情队长。当看清楚来者之时，吕明通瞳孔陡然紧缩，心肺骤停。上官无情，执法堂朱雀分队队长。执法堂4支分队队长，要说最不愿意落入其手中的人，当属朱雀分队队长上官无情莫属。至于为什么，吕明通并不清楚，只是宗门内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但凡被上官无情抓去之人，就没有能够活着回来的。无情队长，我们犯了什么事了？因为过于害怕，吕明通浑身都忍不住的在颤抖着。要不是被2名执法弟子搀扶着，他怕是已经瘫下去了。上官无情出示一张执法堂开具的逮捕令，语气淡漠：有人举报你涉嫌私下残杀杂役弟子上百人，利用杂役部管事一职，中饱私囊，零食数千，法器若干。闻言，吕明通两眼一黑，差点昏死过去。上官无情可不管吕明通是什么反应，他招了招手，2名执法弟子将吕明通挪至一边。那被五花大绑在一张椅子上的林默随之映入眼帘。上官无情紧紧地盯着林默好一会儿，方才继续说道：私底下虐待老年杂役，罪加一等。对于宗门内部各个不堂的欺凌打压现象，初圣宗高层都是知道的。一般来说，没有人会管这些闲事，毕竟初圣宗推崇的就是弱肉强食、隐者通杀的战略方针。可如果有人要针对你，那就另当别论了。就像现在这样，上官无情本可以不管林默这件事，但落水狗嘛，谁都恨不得上去踹2脚。更别说上官无情管这事
还有自己的私心所在。但吕明通不知道，他刚才还在寻思到底是谁举报自己，直到上官无情说他虐待老年杂役，吕明通方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林默，你举报老子！吕明通目赤欲裂，恶狠狠地看向林默。若眼神可以杀人，林默早就被他杀了不下10次了。能如此了解他犯下的这些罪行，恐怕也只有林默这种在杂役部待了100年的老油条了。难怪刚才林默一直有恃无恐，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呵呵，举报你就举报你，还要挑个良辰吉日吗？林默咧嘴笑道：“老夫可不是刚来杂役部那个被你拳打脚踢却不懂反抗的小毛孩了，想弄死老夫，摸摸你那张狗见狗嫌的脸，够格吗？”混账！吕明通胸口一闷，一口鲜血差点喷薄而出。他眼神阴鸷，只恨没有趁早送林默归西，反倒还栽在他手里了。他不甘心，不甘心！闭嘴！上官无情一巴掌将吕明通扇得人仰马翻。有什么话等到了执法堂再说。随后在上官无情的指示下，一名执法弟子给林默松了绑。你叫林默对吗？上官无情走上前说道。林默颔首，是，无情队长。你既是举报人，也是遭受吕明通虐待的受害人，想来十分了解杂役部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了。你也需要跟我回执法堂配合调查和问询，有意见吗？林默哪能有意见？他也不敢有意见。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带回执法堂收队。紫天宫还是有些虚浮，想要巩固境界，至少还需10年8载。寝宫内，刘紫嫣在为自己那略显虚浮的境界发愁。当日一夜之间从化神期圆满突破至炼虚期，固然令其欣喜，但同时也带来了境界虚浮的后果。若非他在化神期圆满时所积累的沉淀足够，当初的一夜之间突破，境界只会更加虚浮，一个不慎，甚至还有可能跌落回化神期圆满。得益于阴阳邪魔功的缘故，通过合修之法固然能加快自身修炼速度，但同时快速提升的修为并不算稳固，除非继续保持合修之法，便能迅速稳固通过合修之法所提升的修为。但真是糊涂，早知如此，本宫该寻一个上好的男人合修，如今却被一只蝼蚁趁虚而入，强行与本宫绑定。林默不仅是出圣宗地位最低的杂役，更重要的是，即便服用了一枚续命丹，林默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若在剩下的时间里，林默不能突破到筑基期，增加寿命的话，这都怪我自己。刘紫嫣无奈地扶了扶额，因为一些特殊缘故，她天生就是全天下的男人为下水道里的老鼠，还曾发誓自己哪怕是孤独终老，也绝不会结交任何一位道侣。当初在一处远古遗迹中得到这一卷阴阳邪魔功时，他就知道这是一种合修功法了。只是高傲如他，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后天改良这卷阴阳邪魔功，不需要通过与男人合修也能将其修至大成。再加上阴阳邪魔功又是他有生以来遇到过的最顶级的功法，于是便舍弃原来的功法，转修了阴阳邪魔功。直到前不久阴差阳错之下和林默进行初次合修之后，刘紫嫣方才发觉这其中的诸多好处，不仅是身心上的愉悦，同时修为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若非那老东西一副埋汰相，本宫倒也勉强可以接受。现在刘紫嫣纠结住了，一方面她享受到了合修带来的诸多好处，另一方面她又觉得与她绑定的林默着实过于埋汰了，身份、地位、长相全方位的埋汰。看林默那一副风中残烛的模样，她甚至都担心会不会在某次修行中把林默给榨干了，导致其驾鹤西去。只是碍于阴阳邪魔功一旦与某个人的阳气绑定，便无法更改。但是吧，要让刘紫嫣舍弃阴阳邪魔功转修其他功法，她又着实不愿舍弃当下的修为。同时若是被敌宗察觉，难保他们不会趁机向出圣宗发难，届时出圣宗极有可能会被抹去，从此消失在天渊大陆的历史舞台上。权衡利弊之下，刘紫嫣也只能勉强接受这个事实了。找个机会让那老东西来助本宫稳固境界吧。眼下林默被执法堂带走协助调查了，虽说他可以直接出面向执法堂要人，但刘紫嫣又不愿意让其他任何人知道，身为出圣宗掌门的他竟然跟一个杂役部的糟老头子合修，他可丢不起这个人。执法堂朱雀分队办事处，在一间单独的问询室里待了一会儿，上官无情便推门进来了。有点昏昏欲睡的林默连忙打起精神，正色道：无情队长，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需要。上官无情如是说。林默沧桑的脸上弹出一个问号，这又是为何？证据？呵，很重要吗？上官无情不可名状的笑道：我刚才查了你的资料，你在出圣宗待的时间也不短了，难道还对这里一无所知？这老夫实属不知。
林默汗颜。他知道初圣宗这个魔门宗派名声确实不好，也知道杂役部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二三事，但对初圣宗其他不堂的事情，林默就一无所知了。或者说，这不是他区区一个杂役能够接触得到的层面。更别说他当了100年的紫天宫御用杂役，平时除了打扫紫天宫之外，其余时间基本上都是待在自己的小木屋里看书，可以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主要是他再出圣宗也没人脉和背景，就算闲暇时间离开自己的小木屋，又能去干嘛呢？出圣宗黑暗他知道，但出圣宗究竟有多黑暗，他还真不知道。就像是高档小区的保安，你永远不知道小区里的业主生活究竟有多么奢靡。哈，上官无情似乎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又似乎是觉得有点好笑。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不可。林默赶忙摇头，惊慌道：无情队长，老夫只想安度晚年，不想知道太多老夫不应知道之事。上官无情不以为然道：没关系，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已，不算什么秘密。关于吕明通，上头给我的命令是只管将其抓起来，即刻打入自修自焚之塔，其余的就不归我管了。对于各个部堂的内门弟子，我们执法队尚且需要讲证据，但是杂役部，有这个必要吗？言下之意，杂役部数千名杂役弟子不算人。林默释怀的笑了，老夫时日无多，倒也不在乎这些了。吕明通被打入自修自焚之塔，对老夫而言倒是一个好消息。自修自焚之塔，林默岂会不知？这是初圣宗用于惩罚触犯宗门条例、各个部堂之间斗争的牺牲品以及处理尸体之地。一旦进入自修自焚之塔，便再无活着出来的可能。你的血肉、骨头以及元神魂魄都会被分离开来，用于炼丹、炼器等各个方面所需的材料。这边是大多数出圣宗弟子的终点，即便是死了，也要榨干你自身最后的剩余价值。出圣宗可不是什么慈善机构，若是宗内弟子不能给宗门创造价值，那出圣宗早就倒闭了。你似乎高兴的有点太早了。上官无情双手抱胸，直勾勾地盯着林默，朱唇边噙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威严耸听道：吕明通被打入自修自焚之塔，于你而言确实是好消息，但还有一个坏消息在等着你。你不是新人了，应该不用我再给你详细解释了。闻言，林默眉头一皱，他知道上官无情是什么意思。吕明通倒台之后，那么下一任杂役部管事将由现任杂役部副管事接任。现任杂役部副管事周泽恰好就是吕明通的同乡兼好友。林默可不敢保证周泽在接任杂役部管事之后不会找他麻烦，毕竟有吕明通这么一个前车之鉴在这里，这可如何是好？林默一时犯了难。他倒是可以继续举报周泽，问题是这一次又要如何将举报信交到刘子嫣那里呢？老夫不过是想安安静静的修炼罢了，有这么难吗？林默心中暗暗吐槽。现在他是一个头两个大，似乎看出了林默的困扰，上官无情随即提议道：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想听听吗？无情队长请讲。林默竖起耳朵，我的住处正好缺一位杂役，你不如去我那里，我可以保你安享晚年。上官无情一脸严肃，看上去不像是在开玩笑。闻言，林默顿时警觉了起来。在他听来，上官无情这种话简直就像是一个小女孩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怪叔叔，跟他说叔叔家里有好吃的糖果一样，这就是纯阳圣体，真是不讲道理。林默暗暗心惊，他现在还只是一副糟老头子的模样，纯阳圣体的魅魔体质就已经可以将上官无情给迷得神魂颠倒了。要是再年轻个10几20岁，林默都不敢想象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林默上下打量了上官无情一眼，该说不说，上官无情身材确实不错，该大的地方大，该翘的地方翘，那宛如水蛇般的小蛮腰一看就是特意训练过的结果，长相也是那种英姿飒爽的耐看类型。虽然比之不上刘子嫣，但放在整个初圣宗而言，上官无情的颜值也绝对是属于第一梯队的。但问题是，这里可是初圣宗啊，吃人不吐骨头的初圣宗，鬼知道上官无情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坏水。执法堂的分队队长又如何？林默根本信不过他，他还是想回到紫天宫，回到自己的小木屋里，安安静静的修炼。嗨，无情队长，老夫不过一介时日无多的杂役，何德何能承受您如此恩情？林默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婉拒道：您的好意，老夫心领了，您就不用管我了，任由我自生自灭吧。上官无情沉默了好一会儿，方才一摊手，坦然道：随意，我不过是看你可怜，想帮你一把而已。既然你不需要，我自然乐意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林默双手合十，感激道：感谢无情队长理解，既然不需要配合调查和问询，老夫可以回去了吗？随时可以。上官无情没有过多为难林默，只是在做了一个简单的登记之后，便放他离开了。
从执法堂朱雀分队办事处出来，林默迈着佝偻的身躯迈入夜色之中，总感觉哪里不太对。虽然顺利从朱雀分队办事处出来了，但林默总有一股惴惴不安的预感。那上官无情真有那么容易放过自己吗？还是赶紧回去为妙。没有时间多想，林默加快了脚步，并不是回杂役部，而是回到紫天宫门口的小木屋。只有在刘子嫣的眼皮子底下，他才有一丝的安全感。其他人尚且不清楚，至少林默现在可以确定刘子嫣暂时不会杀他。林默很清楚，现在他必须得苟住了。等自己修炼起来，凭借着纯阳圣体的超级魅魔体质，要多少女人没有？一个上官无情，没什么值得可惜的。他可不想为了一个自己一点都不了解的上官无情，冒着未知的巨大风险。然而，在返回紫天宫的路上，经过一片昏暗偏僻的竹林时，一阵不知名的阴风突起，林默残躯一震，一股毫无征兆的凉意自脚底直冲天灵盖。该来的还是来了。下一息，一道黑色残影自竹林中窜出，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朝林默疾驰而来。林默甚至来不及反应，一记手刀便将他给击晕了过去。而后黑色残影扛着林默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翌日，执法峰，这里是执法堂的总部所在。师傅，您找我。上官无情迈着干练沉稳的步伐走了进来。大殿中央的蒲团上，一名宫装美妇盘膝而坐。直到上官无情进来，宫装美妇方才缓缓睁开了眼眸。美妇有着一张风韵犹存的脸蛋，即便身穿一袭宽松的宫装，仍然掩盖不了她那傲人的身材。无情，为师昨夜让你去逮捕杂役部管事吕明通，你把那位叫做林默的杂役也一并带回去了吧？美妇紫色的朱唇轻启，一道仿佛能将男人的骨头融化的御姐音缓缓落下。是。他人何在？美妇琴手轻点，注视着上官无情的眼睛，继续问。上官无情微微一怔，而后一拱手：禀师傅，弟子不知，昨天夜里弟子给他做了个登记之后，便让他离开了。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是回杂役部了。不过师傅，一个杂役而已，你有必要在乎他的行踪吗？上官无情不解，林默确实是杂役部的一名杂役无疑，可为什么他的师傅执法堂堂主居然会向他问起林默的行踪？美妇没有回答上官无情的问题，而是带着质问的口吻说道：杂役部的人昨夜并没有见到林默归来，那弟子就不知了。上官无情微微垂眸，铿锵有力道：昨夜弟子确实是放他离开了，办事处的师弟师妹们都可以作证。美妇紧紧地盯了上官无情好一会儿，稍微放缓了语气，语重心长道：无情，你是为师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为师也并没有质疑你昨夜是否已经放林默离开了，现在的问题是他失踪了，而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为师不管你用何种方法，即便是掘地3尺，也要把他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是要切记，不可引起太大的动静。弟子遵命。上官无情不敢再追问太多，匆匆忙忙地退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林默终于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映入眼帘的是一间装修颇为奢华的房间，房间密不透光，唯有几盏烛火在黑暗中摇曳，提供着为数不多的照明。林默本想呼救，但看着环境，大声呼救也不过是白费力气了。他的双手双脚也被束缚了起来，躺在一张大床上。束缚他的绳索似乎是某种限制法器。林默本想调动灵力挣脱束缚来着，笑死，根本调动不了。造孽啊！挣脱无果的林默长叹了口气。当晚他没有看清楚袭击者，但大致也能猜得到，袭击他的人极大概率就是执法堂朱雀分队队长上官无情。除了上官无情之外，林默已经想不出第二个人了。那上官无情到底想干嘛？也想把老夫当炉置顶，还是说真就只是被纯阳圣体的超级魅魔属性给魅惑住了？无论是前者亦或是后者，林默显然都是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逃出上官无情的魔爪。最要命的是，现在他还搞不清楚刘子嫣对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这一次指望刘子嫣来救他，怕是没什么指望了。嘎吱，蓦地房门被毫无征兆地推开，正神经紧绷思索着如何逃出升天的林默被吓了一跳，随即一道响指响起，房间里的烛火大盛，将整个房间照得亮如白昼。不出林默所料，来者正是上官无情。醒了，关好房门，上官无情眼角带笑地坐到了床榻边。无情队长，老夫已是将死之人，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你把老夫绑来有何意义啊？在上官无情面前，林默没有露出惊慌之色。我问你，你在宗门内有什么人脉关系吗？上官无情没有回答林默的问题，而是反问了回去。他是看过林默的个人资料，
但也只记载了最基础的个人资料，像人脉关系这些是不会记录的。人脉关系，林默一怔，他怎么不知道自己在初圣宗还有人脉关系？再仔细想想，见林默的反应不像是演的，上官无情接着又道：倘若林默在初圣宗没有什么过人的人脉关系的话，为何他的师父会如此在意林默的行踪，而且还给他下了死命令？哎，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无情队长。林默脑海中灵光一闪，正儿八经道：其实老夫的人脉是掌门大人。不知上官无情为何会突然问他人脉关系的问题，但想来不会是空穴来风。于是林默便寻思着，看看能不能拿刘子嫣的名头唬他一下蒙混过关。万一呢？万一上官无情真被唬到放了自己，岂不妙哉？然而上官无情非但没有被唬到，还仿佛像是听到了什么国际笑话一般大笑了出来。我说，你不会真觉得你在紫天宫当了100年杂役，掌门大人就会重视你了吧？莫说100年，即便是1000年万载，在掌门大人眼中，杂役就是杂役，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被上官无情揭穿，林默一时间有点尴尬。其实林默也是这么觉得的，要不是因为阴阳邪魔功会绑定阳气的问题，他早就被刘子嫣一巴掌拍成肉泥了。现在之所以还未杀他，只是看他还有一点利用价值罢了。由此，上官无情也得出了结论，林默确实只是一名没有任何人脉关系的老杂役。至于他的师父为何会给他下这种死命令，上官无情暂且不得而知，但只要林默活着回去，想来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我也不想太为难你，我帮你来。只是觉得你身上有一股属于老年人的独特魅力。我还听说过，你年轻时长得确实较为帅气，只是因为你不具备修炼的资质，所以才会被安排到杂役部当一名杂役，对吧？说着，上官无情坐到床头，稍稍俯身，紧紧地注视着林默那张沧桑的老脸，邪魅笑道：只要你乖乖配合我，来一场紧张刺激的鱼水之欢，说不定我一高兴就把你放回去哦。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上官无情也不外如是。但不知为何，白发苍苍，一副垂暮之相的林默，却能给他一种心动的感觉。出圣宗并不是只有林默这一位老年人，其他老年人上官无情没有任何感觉，唯独对林默，虽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注视着上官无情那张近在咫尺的漂亮脸蛋儿，林默半信半疑道：无情队长，老夫年纪大了，你可莫要骗老夫。上官无情说的要是真的，林默倒也不是不可以勉为其难。哈哈。上官无情抓住林默的衣领，妩媚而又危险地道：你觉得你有选择的余地，那你先把老夫放开吧，老夫愿意配合你。林默只能选择妥协。想跟我耍花招？上官无情警觉了起来。林默无奈地苦笑道：无情队长，老夫不过炼气3重的修为，你觉得老夫能在你面前耍什么花招吗？这倒是实话。在上官无情面前，林默这炼气3重的修为就犹如地上的一只蚂蚁，上官无情可以随手碾死他。倒也是，上官无情一想，确实没毛病，于是便将林默给解开了。重获自由的林默活动了一下筋骨，体内的灵力也随之流动了起来。相较于被绑着，任由上官无情肆意妄为，林默还是更喜欢主动一些。旋即，上官无情宽衣解带，褪去了衣裳，一具令人直喷鼻血的傲人娇躯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林默面前。上官无情妖娆妩媚一笑，那看向林默的美眸中充满了一股迫切的期待之色。跟平时那个英姿飒爽、锐气逼人的执法唐朱雀分队队长上官无情相比，简直就是判若两人。林默倒还真听说过一种说法，据说一个女人正不正经与性格无关，哪怕是平时看上去安静、温柔、矜持的淑女，在私底下和喜欢的人待在一起时所表现出来的浪荡和主动，简直可以刷新你对她的认知。所以眼下的上官无情表现得如此的急不可耐，也是有说法的。见林默磨磨唧唧的，急不可耐的上官无情一把将林默推倒在床上，便准备霸王硬上弓。犹如瓮中之鳖的林默也放弃了抵抗，任由上官无情糟蹋。在此之前，林默完全没想到他竟然也会有这么一天。这也就是在魔门宗派的初圣宗才可能发生的事情。若是在仙道门派，即使有先天圣体加持，仙道门道的仙子估计也不会表现得像上官无情这样的急不可耐。不管怎么样，因为纯阳圣体的存在，至少当下的林默还是挺享受的。当上官无情迫不及待地与其合二为一时，林默体内的阴阳邪魔开始悄然运转，贪婪地攫取着上官无情的阴气。而在上官无情不知不觉间，来自林默身上的炽烈阳气亦在对其进行反哺。虽说上官无情所修行的功法并非阴阳邪魔功，但纯阳圣体对世上所有的女修而言，都相当于十全大补完纯阳圣体的阳气，
对女修不仅有美容养颜、强身健体的功效，甚至那些炙热而不暴躁的雄浑阳气，还能在无形间使得女修的修为水涨船高。这也是为什么纯阳圣体对世间女修有着如此巨大诱惑力的主要原因。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外面的天色都暗下来了，逐渐有点顶不住林默攻势的上官无情，这才主动结束了这场激烈万分的鏖战。上官无情眼神迷离，脸色通红，心满意足又感到不可思议道：老家伙，你的战斗力还挺出人意料的嘛，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状态，按理说他都应该是碾压林默的才对，可事实居然是他顶不住林默的攻势，这就让上官无情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也满足了他的生理需求。林默只是呵呵一笑，没有说什么。开玩笑，在这方面连刘子嫣都没能让他起不来，更何况区区一个上官无情居然突破了。沉下心神，林默方才惊讶地发现，和上官无情的这一场鏖战竟直接让他从炼气三重突破到了炼气四重，体内的灵力雄浑程度相比于炼气三重强横了数倍不止。明明上一次和刘子嫣鏖战时，他的修为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提升，难道是阴阳邪魔功的缘故？除此之外，林默已经想不出其他的可能性了。阴阳邪魔功毕竟是顶级的合修功法，更别说如今的林默还有纯阳圣体的加持，因此在与上官无情合修攫取了足够的阴气之后，直接从炼气三重突破至炼气四重，似乎也并不足为奇。不仅如此，林默还发现，在来自上官无情阴气的滋润下，他这具干瘦如柴的躯壳竟逐渐焕发了第二春，皮肤上的褶皱明显变少了不少，而且还多了一些肉感，不像以前那样干瘦的好像只剩一具骨架了。只是他的脸依旧没什么变化，和女修和修静还有此等神奇的功效。嘿嘿，看来以后要想想办法，多多益善才行。尝到甜头之后，林默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过他也并不着急，眼下他的身体只是刚刚有一些焕发第二春的苗头而已，想要发生肉眼可见的明显变化，估摸着至少要突破到筑基期才行，毕竟只有突破到筑基期，才能增加他这具肉体凡胎的寿命。无情队长，老夫刚才还算配合吧，可以让老夫离开了吗？回过神，林默小心翼翼地问道。现在他就怕尝到甜头的上官无情出尔反尔，强行把他扣下来。要真是这样的话，林默只怕是要欲哭无泪了。但在这之前，我还有一个条件。沉吟片刻，上官无情方才说道。什么条件？林默问。日后我有需求去找你的时候，不准拒绝。要不是他的师父下了死命令，尝到甜头的上官无情还真想把林默关在这里据为己有，因为他发现他体内的灵力竟比办事之前要雄浑了许多。难怪男女合修被天渊大陆的仙道门派视为邪门歪道，看来还真是有说法的。实则不然，若不是修炼了合修功法，或是有什么特殊的体质，只是进行最原始的鱼水之欢的话，其实是没什么说法的。他的修为之所以出现了明显提升，完全是得益于林默的纯阳圣体。好吧，现在实力还弱，林默只能应承上官无情的要求。当然了，他现在也确实需要通过和异性合修来快速提升修为。若是敢跟我耍花招，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另外，若是有人问起，不准提及任何关于我的事情，听懂了吗？老夫是不是迷路了？这是什么地方？不行，老夫得回去了。林默起身，装作完全没看到上官无情的模样，自言自语道。见林默如此上道，上官无情为林默打开了房门。起初上官无情本想自己带着林默去师父那里复命，但仔细一想，如此一来的话，岂不是实锤了林默就是被他给绑起来了？所以思索再三之后，他还是决定让林默自己回去，如此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从屋里出来，生怕上官无情反悔的林默不敢过多停留，当即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这片是非之地。林默没有回杂役部，而是直接返回了紫天宫的小木屋。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时分了，天刚蒙蒙亮，太阳尚未升起。回到木屋，点亮了烛火，环顾着屋内熟悉的布局和家具陈设，林默内心产生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怀念与安全感。还是自己的小窝舒服啊，林默感慨道。虽说简陋了一点，但这里毕竟是他生活了超过100个年头的小窝。要说林默在这个世上最亲的是什么，那么大概就是这间小木屋了。老奴才，滚来紫天宫见本宫。林默刚打算躺下休息会儿，刘子嫣那不容置喙的冰冷声音便从虚空中传来，传入林默的耳中。林默一时语塞，自己才刚回来不到1刻钟，刘子嫣就传音要召见他了。这女魔头该不会是一直在等我回来吧？念头刚闪过，林默很快便否定了这种想法。以刘子嫣那女魔头的修为，至少在紫天宫周遭的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神识感知才对。只是
林默也不知道刘子嫣这会儿召见自己干什么，关键是他还不得不去。唉，真是没个消停。无奈的叹了口气，林默只好暂且打消了休息一会儿的念头。紫天宫大殿的首座之上，身穿紫色纱裙，外披一件白色纱衣的刘子嫣端庄优雅而坐，柔顺的3000青丝盘起，尊贵优雅仙气飘飘的气质扑面而来。她翘着二郎腿，侧向一旁的纱裙裙摆，露出令人浮想联翩的大长腿。林默站在30米开外，遥遥望去，一股令人心生敬畏的王者气势压得林默几乎喘不过气来。看什么？眼睛不想要了吗？刘子嫣那如天籁般动听，却又如冰山般冰冷的声音传来，将林默的思绪给拉了回来。又不是没看过，心中暗暗吐槽了一句。林默赶忙双膝跪下，声音沙哑道：杂役部林默，见过掌门大人。抬起头来，林默迟疑了片刻，还是按照刘子嫣的指示抬起了头。不过他眼皮还是微微下垂，看向了地面，免得刘子嫣这女魔头又发什么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林默那张满是岁月痕迹的沧桑老脸，刘子嫣柳眉微蹙。怎么回事？为何本宫会觉得这老贱奴是越看越顺眼了？前不久在浴池里完事时，刘子嫣还以为是自己刚刚和林默和修完的原因，导致她产生了一丝错觉。可眼下证明，这并非是她的错觉。在此之前，她看林默明明就像是看垃圾一样，如今林默的样貌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难不成是因为阴阳邪魔功的缘故？又或者是……刘子嫣一时想不明白，她只好命令林默上前，来到5米开外处，重新打量起了林默。这一次，她总算发现了一些端倪。林默身上好似在散发着一股特殊的魅力，这股特殊的魅力在吸引着他的大脑。至于这股特殊的魅力究竟来源于何处，刘子嫣一时间也说不上来。但她嗅到了林默身上有一股来自其他女人的香味。刘子嫣美眸微眯，冷声问道：从你离开朱雀分队办事处到刚刚回来这期间去哪了？面对着刘子嫣的询问，林默没有丝毫的迟疑，很自然地答道：禀掌门大人，也许是那天夜色太黑了，老奴一时间迷了路。若不是紫天宫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也许老奴这会儿还在外面瞎转悠呢。是吗？刘子嫣再问，语气中已经有了些许警告之意。是。没有任何的迟疑，林默答得铿锵有力。他可不敢说自己是被上官无情绑去了，还被上官无情给睡了。谁知道刘子嫣这翻脸如翻书的女魔头，对待这种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呼咻！林默话音刚落，刘子嫣长袖一挥，一股劲风袭来，将林默给掀飞出去10数米，最后重重坠落。若不是吞服了续命丹，再加上最近修为有所精进，他这身老骨头怕是得当场散架。不过林默倒也感觉得出来，刘子嫣压根没用力，否则的话，以他这炼气4重的修为，刘子嫣但凡稍出点力，就能当场让他去见太奶。林默强撑着身体重新站了起来，不满地抗议道：果然跟我想的没错，掌门大人，你让我续命修炼，是等我身体状况好一些了再来折磨我，对吧？若是如此，就算你不杀我，老夫回去就自我了断。此前林默之所以敢这么跟刘子嫣说话，是因为自己什么也不在乎了，但现在他不想死了，但又不能让刘子嫣看出他不想死了，否则若是让刘子嫣看出来他已经不想死了，今后自己的处境只会更加糟糕，甚至说不定在刘子嫣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用人话来说，他得讹刘子嫣，至少给自己争取一点尊严吧，不要面子的嘛。刘子嫣朱唇微张，本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喉咙又硬生生被他给憋回去了。他本想训斥林默身上的女人味道，可这样一来，会不会显得他有点太过在乎林默了，或者给林默一个他已经被自己钦定的错觉？这可不行。只是林默身上那股来自其他女人的味道，又着实让他感到恶心。这下好了，本来他还寻思着让林默过来合修稳固一下境界，现在看来倒是没这个必要了。他可不想忍着其他女人的味道跟林默合修。满嘴谎言，本宫不过是对你略施惩戒，你有何可委屈的？刘子嫣还是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毕竟就当下而言，他还真不想让林默死了被刘子嫣当面戳穿，林默有点尴尬。不过至少他确定了2件事：第一，刘子嫣不是无缘无故打自己的；第二，刘子嫣现在确实不想让他死。那这一下也算挨得值了。那不知掌门大人今天找我来，所谓何事？为了避免被刘子嫣发现自己被上官无情睡了，于是赶忙转移话题。刘子嫣脑筋飞速转动，如果不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的话，就好像是他很关心林默这段时间为什么失踪一样。这可不行。仅仅数息之间，刘子嫣便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理由，询问道：阴阳邪魔功杨卷，你可练成了？
禀掌门大人，侥幸练成了。林默如实作答。刚被刘子嫣揭穿了谎言，林默也不敢再接着说谎了。而且他有没有练成阴阳邪魔功阳卷，以刘子嫣的修为，难不成还看不出来？本宫看出来了。刘子嫣语气淡漠，但言语中却难掩一丝惊讶。以你这愚笨的悟性，竟能真练成阴阳邪魔功，倒是出乎了本宫的意料。虽不知林默是如何练成的，但这对于刘子嫣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阴阳邪魔功又分阴卷与阳卷，女修阴，男修阳。正常情况下，与异性进行合修，可以使修炼了阴阳邪魔功之人快速提升修为，甚至是突破境界瓶颈。但如果双方都修炼了阴阳邪魔功，那么在阴阳调和、阴卷与阳卷互踩互补的均衡下，就能得出1+1大于2的效果。这也是为何即使阴阳邪魔功会绑定初次合修之人的阴气或阳气的限制下，它仍然是大陆亿万邪修所追崇的至高邪修功法。即使灵脉品阶不算出众，修炼天赋与悟性都比较普通的条件下，只要道侣之间都修炼了阴阳邪魔功，那么就能修炼出堪比天骄般的恐怖效果。所以林默成功修成了阴阳邪魔功，于刘子嫣而言确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这件事他显然是不会告诉林默的。旋即刘子嫣玉手凌空一握，存放于林默储物界中的玉石卷轴当即飞掠而出，落入刘子嫣手中。林默倒是不在乎阳卷的修炼之法被收回，反正他已经练成了。老夫有一个小忙，还望掌门大人帮帮忙。杂役部的事，刘子嫣问。是。林默微微颔首。他不确定接任杂役部新一任管事的周泽会不会来找自己麻烦，但这种麻烦还是避免为好。所以林默寻思着能不能让刘子嫣出面摆平这件事，不然他修炼都没得一个安宁。一点不足挂齿的小事还需本宫出面？你这老奴脑子糊涂了。刘子嫣兴致勃勃道。若是连几个杂役部的蝼蚁都摆不平，你于本宫而言还有何利用价值？杀蚂蚁还用牛刀，这不是拉低他的身价吗？林默一阵语塞，果然他就不该指望刘子嫣。不过仔细想来，刘子嫣所言并非没有道理，让他出面去解决杂役部的事情，确实有点那啥了。不过片刻，刘子嫣玉指轻叹，又是一枚储物借落至林默身前。看在你这老奴修成了阴阳邪魔功的份上，本宫姑且算你还有一点价值。这里是1000颗灵石，且拿去修炼吧。若你能自己摆平杂役部的事情，本宫再赏你5000颗灵石；若是摆不平，便自求多福吧。掌门大人，这如何使得？嘴上说着不要，林默的身体倒是挺老实，当场就捡起了地上储物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揣进了自己兜里。在初圣宗，地位连狗都不如的杂役，1年的薪酬也就1颗灵石，所以对林默来说，1000颗灵石无疑是一笔巨款了。也因此，当你成为初圣宗的一名杂役弟子之后，想要翻身农奴把歌唱，其难度不亚于登天。不要还给本宫。掌门大人，你也不缺这1000灵石，送出去的东西就像泼出去的水，哪有收回的道理？您说是吧？林默厚脸皮地道。你觉得你很幽默？刘子嫣冷着一张脸，但其实他有点被逗乐了。以前他怎么没发现林默还有点幽默细胞？可能是自己以前对林默太严格了吧，而且完全没把他当人看。还行。林默厚颜无耻道，牙尖嘴利，你可以滚了。掌门大人，那我就先行告退了。就在林默转身离开之时，刘子嫣忽然冷喝道，找个时间去玉清池把身上的臭味洗洗，难闻得很。下次再来紫天宫，你身上若再有这股臭味，本宫便让你好好回味一下年轻时的噩梦。林默一怔，臭味？他年纪是大了，但还是挺注重个人卫生的，身上怎么可能会臭？林默脑筋一时间没转过来，不知道刘子嫣说的臭味是指上官无情残留在他身上的味道。林默自己是闻不到的，所以他还以为刘子嫣发什么疯呢。知道了，掌门大人。林默懒得与刘子嫣争论自己身上是否有臭味这个问题，随即离开了紫天宫。回到小木屋，林默盘点了一下自己的现有资产，算上自己100年来积攒的灵石，以及刘子嫣第一次给自己的灵石的话，他现在一共是有约莫1300的灵石，外加5枚筑灵丹。筑灵丹是一种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加快自身吸收灵气速度的丹药，对那些7品以上灵脉的天才来说没多大用处，但对于7品以下灵脉的修士来说却有很大的价值。也因此，筑灵丹的主要目标人群还是7品灵脉以下的普通修士。有了纯阳圣体，林默自然也不需要这几枚筑灵丹了，所以便寻思着找个时间去一趟宗门交易市场卖了，应该也能换不少灵石。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得想办法薅到刘子嫣那5000颗灵石。林默捋着下巴的胡须，自言自语道，本来林默还想着只要新任杂役部管事周泽不来找他麻烦，他
他自然也乐意图个清静。但刘紫嫣那女魔头却给他抛出了一个鱼饵。为了这5000灵石的修炼资源，林墨还真不得不上钩。5000灵石啊，即使是对初圣宗的内门弟子而言，也是一笔巨款。一般的内门弟子，只有刚进初圣宗的时候，宗门会给你发放500颗灵石的启动资金，后续想要更多的灵石、丹药、法器等资源，那就得自己想办法了。当然了，初圣宗内设有很多赚灵石的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宗门任务、历练、炼丹、炼器、制服等等。总的来说，弟子可能血赚，但宗门永远不亏。这下，哪怕那周泽不来找林墨麻烦，林墨怕是也得去找他麻烦了。更何况刘紫嫣给他定的目标确实不算太难。老夫若是没记错，那周泽貌似也是炼气7重的修为。以林墨现在的实力，对上周泽还有点小棘手，所以得抓紧时间提升修为了。正常修炼的话，我差不多得花1个月时间，才能从炼气4重突破到炼气5重吧。这还是在有充足的灵石用来修炼的前提下。而周泽接替吕明通的位置，上任新一任杂役部管事，顶多花个10天半个月时间就能迅速接管杂役部的所有事务了。周泽此前毕竟是杂役部副管事，对杂役部的事情了若指掌，所以眼下林墨显然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慢慢提升修为的。毕竟他不敢保证周泽届时会不会来找自己的麻烦，更别说周泽还是炼气7重的修为。正儿八经修炼，在有纯阳圣体、阴阳邪魔功的加持下，林墨至少也需要3-4个月时间，才从炼气4重突破到炼气7重。周泽又不像他一样是孤家寡人，杂役部还有很多以周泽马首是瞻的杂役弟子，所以至少要炼气8重才最为稳妥。可短短10天半月时间，老夫又怎么可能突破到炼气8重？若是那周泽不来找老夫麻烦就好了。然而这怎么可能呢？林墨也不是不了解此人，比起吕明通，周泽更加恶劣。或许是因为他只是副管事的原因，地位不如吕明通，所以平时对待杂役弟子，他远比吕明通要残暴多了。如今自己刚刚通过举报的方式把吕明通搞下台了，周泽为了避免步吕明通的后尘，有极大概率会对他出手的。看样子是没时间休息了。思索片刻，林墨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正常修炼肯定是赶不及的，但好在他修成了阴阳邪魔功，只要与异性合修，就能快速提升修为。就像昨天和上官无情那样，短短1个晚上的时间，直接就从炼气3重突破到炼气4重了。想当初林墨正儿八经修炼，足足花了半个月时间才从炼气2重突破到炼气3重，而且还花费了不少灵石，所以合修就成了林墨当下的首选。目前而言，林墨只和刘紫嫣和上官无情有过深入友好交流的关系，但自己主动去找他们合修，明显是不太现实的。在刘紫嫣和上官无情眼中，林墨也许只是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炉之鼎罢了，岂有到反天罡的道理？这一点自知之明，林墨还是有的。至于去哪里找人合修，在仙道门派或许困难，但在初圣宗则完全不是问题。在初圣宗设有醉仙楼，用人话来说就是青楼。醉仙楼基本上可以说是初圣宗最暴利的产业了，他们会定期去外面抓来年轻貌美的女修，封住其经脉与修为，沦为初圣宗弟子们的发泄工具。不仅有女修，同时也有男修，但这跟林墨无关。关键是为了保持高利润，醉仙楼的炉之鼎都是一次性的。当然，若是有人想带一个炉之鼎回去慢慢玩，倒也不是不行，只是这样一来，最后你得自己处理，比较麻烦。从利益的方面来说，初圣宗的每个人都可以去醉仙楼消费，即便是杂役弟子，前提是你有足够的灵石。决定了，先去看看，要是价格不贵的话，也许可以用这个办法快速突破到炼气8重。有了决定，林墨即刻动身，兜里揣着1300灵石，林墨还是有着足够的底气去醉仙楼的。中午时分，林墨抵达了醉仙楼，见林墨一个身躯佝偻的垂目老人径直朝门口走来，负责在门口接客的女弟子伸手将林墨给拦了下来。这里是醉仙楼，是你一个杂役该来的地方吗？女弟子语气淡漠，话语中带有些许驱逐之意。倒不是说醉仙楼不让杂役来，而是醉仙楼根本就不是杂役能来消费的地方。杂役1年也就1颗灵石的薪酬，哪怕是干了上百年的杂役，所积攒下来的灵石也不够来醉仙楼消费一次的。林墨没有废话，直接甩出了装有1300灵石的储物戒。简单查看一番过后，女弟子略感惊讶道：“今天倒是我看走眼了，没想到你一个杂役居然有这么多灵石。”她也管不着林墨这些灵石是哪来的，只要能消费得起就行。嗨，仙子，老夫现在可以进去了吗？林墨战术干咳道：“可以，跟我进来吧。”女弟子领着林墨进了醉仙楼1楼大厅，那花里胡哨的装修风格以及空气中弥漫的一股令人着迷的芳香，林墨仿佛有一种梦回会所的既视感。
老夫是第一次来醉仙楼，仙子能否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里的规则？回过神，林墨不急不慢地问道。女弟子没有说话，只是给林墨递过来了一块玉牌，上面详细地介绍了醉仙楼的消费项目：炼气期300灵石，筑基初期1000灵石，筑基中期1500灵石，筑基后期2000灵石，筑基圆满3000灵石。不用问，林墨也看懂了。上面写的炼气期、筑基期什么的，应该指的是女修的修为，后面的价格就更不用说了，要炼气期的还是筑基初期的。女弟子随之问道。思索片刻，林墨抬头道：先来一位炼气期的吧。仙子可以挑吗？可以。旋即女弟子又带林墨来到了2楼，一间间房间里全都是年轻貌美的女修，她们或许身材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的长得都算是比较好看的。一番精挑细选后，林墨最终挑了一位符合自己口味的气质较为清纯的炼气期女修。确定之后，女弟子便让林墨当场付了款，并带他来到了一间空房间里。稍等片刻，马上就来。女弟子说了一声便转身离开了。坐在房间的床榻边上，不知为何林墨总有一股紧张感，就像是前世第一次去会所等技师时那样。咚咚咚，不多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进来。嘎吱，得到回应，林墨刚才挑选的女修推门而入。她换了一身较为宽松的纱衣，老肩巨滑的香肩将纱衣脱落至锁骨，露出她那白皙的香肩以及那深不见底的胸襟。不仅如此，女修眼神迷离，吐气如兰，一进门就褪去了身上的纱衣，和刚才林墨挑选时看到她那副惊恐绝望的模样形成了鲜明对比。林墨用脚趾头都能猜到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但这与他无关，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消费者，来这里完成自己合修的修炼目的罢了。在丹药的作用下，女修并不在乎林墨究竟是糟老头子亦或是帅气的青年，很主动地开始为林墨服务。深夜，林墨结束了来醉仙楼的第一次消费。白天身体与精神状况还算良好的女修，此时已经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整个人看上去似乎都消瘦了不少。相比之下，林墨反倒是神采奕奕，完全不像是刚激烈运动过的样子。居然没有突破。穿好衣服，林墨感受了一下体内的灵力，相比之前是强了不少，但还是未能突破至炼气5重。不过提升还是很明显的，现在的他距离炼气5重也仅有1步之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老夫境界提升了的原因，还是说这女的修为太弱了，她的阴气不算强盛？林墨暗暗琢磨道。他觉得两者的因素都有，上官无情的修为肯定是比这名被抓来的女修要强很多的，其体内所蕴含的阴气自然也要更加旺盛。帮帮我，求你！蓦地，白华虚弱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白华自然便是林墨此次合修的女修名字。过程中，林墨得知了她的名字。林墨回头，只见白华眼角带泪，一脸恳求地盯着他。帮你？怎么帮？林墨不解。白华将他所听到以及看到的事情详细地给林墨道来。原来被抓到醉仙楼的女修接过课之后，就相当于开了刃的剑，不会再进行2次接课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在事后都会被丢入自修自焚之塔，榨干最后的剩余价值。白华抓着林墨那干瘦的手臂，哭着哀求道：我不会怨恨你，我只想活下去，只要你跟他们说你要把我带回去就够了，求求你，将来有缘的话我会报答你的。林墨只是沉吟了片刻，便推开了白华的手，面无表情道：抱歉小姑娘，你的生死与老夫无关，他自己都快自身难保了，还帮人，搞笑呢。林墨这一生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出圣宗度过的，像这样的事情他见得太多了。哪怕白华说的声泪俱下，林墨亦没有动任何的恻隐之心。仁慈、天真、善良这种高尚的品格不存在于出圣宗，或者说有这种高尚品格的人在出圣宗根本混不下去，早晚会身首异处。若林墨只是一名10几20岁还未经历过人间险恶的懵懂少年，也许他会帮白华吧，但可惜他不是。不要走，求你，求你了。白华那撕心裂肺的声音传入耳中，林墨只是停顿了片刻，便重重关上了房门，快步离开。结束了。出来的时候，白天那名女弟子还在门口。林墨微笑着点了点头，欢迎下次光临。说罢，女弟子转身便进入了醉仙楼，想来是去处理白华了。至于白华最终的下场是什么，这跟林墨有什么关系呢？回到紫天宫的小木屋，林墨当即盘膝坐了下来，取出50颗灵石，开始冲击炼气5重。短短2天后，林墨没有任何阻碍，如水到渠成般顺利突破到了炼气5重。林墨挥舞了一拳，
极快的速度使得空气急速压缩爆炸，光是拳风就比炼气4重强了好几个档次，还远远不够。林默浑浊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在没有什么机缘奇遇的前提下，想要快速提升修为，还是得去醉仙楼。但有了今天的经验，林默也得出了结论，随着修为的提升和修为越低的女修和修所能带来的效果也会逐渐降低，所以他还真不能无脑去点炼气7的女修了。就算再去醉仙楼点3次，把手里的1000灵石花完，林默估摸着怕是连突破到炼气7层都困难。如果正常修炼的话，1000灵石足够他突破到炼气8重了。以老夫目前的修为而言，还是要先点炼气7女修，这样才能收益最大化。赶明儿先去把祝灵丹卖了，再去醉仙楼吧。要是在这期间上官无情能再来找自己一次就好了，如此他就能省下上千的灵石。但林默也控制不了上官无情，所以只能听天由命了。第二天，林默来到了初圣宗的宗门交易市场，这里是公宗门弟子自由交易的地方，但在这里摆摊出售物品的弟子需要向宗门缴纳 5% 的场地费。大清早的交易市场便已经是人潮涌动，热闹非凡了。林默步履蹒跚，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随便找了一块空地，将一枚祝灵丹摆了出来。很快，祝灵丹便引来了几名内门弟子的注意，但他们只是在那里指指点点，并没有要买的意向。林默自然也懒得搭理他们。不一会儿，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林默的摊前，正是上官无情。两人只是对视了一眼，并没有表现出互相认识的迹象。老杂役，你可知祝灵丹的普遍价格是多少灵石？上官无情问。应该是150灵石，不知老夫说的对不对？但150灵石是最高价，一般能卖个120-130就不错了。祝灵丹固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提升自身的灵气吸收速度，但毕竟是消耗品，而且丹药的品阶不高，对金丹期以上的修士效果就大打折扣了。能卖100多灵石已经很不错了。上官无情说的也确实不错，最终林默都是以130灵石一枚的价格把5枚祝灵丹全卖出去了。收摊之后，林默给宗门交易市场管理方交了33颗灵石的场地费。老杂役，走那么快干什么？怕我吃了你？刚离开宗门交易市场没多远，上官无情便追上来了。无情队长哪里话，莫要取笑老夫了。倒是无情队长，可是有事找老夫？林默自顾自地笑了笑，询问道。上官无情没有回话，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周围。顺着上官无情的视线望去，林默顿时一阵背脊发凉，因为他发现竟有不下5名内门弟子在暗中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而他居然毫无察觉。他们这是想抢老夫的灵石？林默心有余悸道。呵呵，你还不算笨吗？上官无情说道。柿子当然要挑软的捏，更何况你不过是一介杂役，抢了你的灵石又何妨？只要不是被执法堂的人当场带到，事后不会有任何人去追究他们。无本万利的买卖，换作是我也会做。若不是我及时赶来，我想你现在的下场不会好到哪里去，你应该感谢我了。要不是看在自己还想拿林默来提升修为的份上，上官无情才懒得管这种闲事。毕竟抢劫这种事在宗门内部着实不算新鲜事了，执法堂的人手就那么多，根本管不过来。感谢无情队长，这个人情是老夫欠你的。林默一拱手，情真意切道。光是想想，林默就感到一阵后怕。上官无情不来的话，就算他刚才有所察觉，只怕也是防不胜防，因为以他的实力根本挡不住那些内门弟子。届时灵石被抢不说，自己怕是还得陨落当场。在这些内门弟子的眼中，杂役的命根本就不是命，只要没有当场被人发现，一名杂役弟子死了也就死了，事后执法堂也不会去过多追查。口头感谢毫无意义，10天后来老地方还我人情吧，我等你。上官无情嘴角微掀，露出一抹饥渴的眼神。好吧，老夫记住了。林默应承的有点勉强，但心里早已乐开了花。早前他还在郁闷该怎么让上官无情来找自己呢，这下好了，瞌睡来了有枕头。说不定他还真能在短短半个月之内从炼气4重突破到炼气8重，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你还不乐意？你知道宗门里有多少师兄弟想追我，连屁都闻不到吗？你一个老年杂役，能被我看上是你的福气了。上官无情自信满满的调戏道。听上去他对自己的颜值身材似乎很有自信，不过该说不说，上官无情的颜值和身材在整个初圣宗数万名女弟子中确实是排得上号的，再加上他执法堂朱雀分队队长的身份，追他的人少说也有不下4位数。无情队长所言极是。林默假意阿谀奉承道，能和您扯上关系，也许是老夫3世修来的福分吧。如果没和刘子嫣发生过深入友好交流关系的话，那林默确实是觉得挺有福气的，更别说
他还有纯阳圣体在身，等自己修炼到筑基期，身体焕发第二春了，何愁没女人？行了，去忙你的吧，有我看着，暂时不会有人再打你手里的灵石主意就是了。上官无情眯眼笑道。林墨这番阿谀奉承，似乎是说到他心坎上了。再次来到醉仙楼，林墨花了600灵石，接连点了2名炼气期女修，跟他预想中的差不多。这一次，他足足吸干了2名炼气期女修的阴气，方才堪堪突破到炼气6重。炼气期女修的阴气已经开始满足不了我了，这样下去可不行。突破到炼气6重之后，林墨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距离突破到炼气7重，比突破炼气6重时所需的灵力和阴气要翻了数倍不止。炼气期9重其实也可以大致分为4个阶段，1至3重为炼气初期，4至6重为炼气中期，7至9重为炼气后期。达到炼气9重之后，再进一步就是炼气期圆满。只有达到炼气期圆满，才能做突破到筑基的准备。而炼气期每一个阶段的突破，所需的灵力积累都会成倍翻涨。他上一次之所以能顺利的从炼气初期的3重突破到炼气中期的4重，应该是得益于上官无情的阴气足够旺盛的缘故。所以林墨在想象之前那样点2名炼气期女修就突破到炼气7重，怕是稍微有点难度了。那就点一个筑基初期的试试。林墨看了一下，自己正好还有1000出头的灵石，刚好够点1名筑基初期女修。于是林墨在房间里休整了2天，调整了一下状态，以及运转阴阳邪魔功，巩固一下自己的修为之后，便叫来在醉仙楼里打工的女弟子，点了1名筑基初期女修。门外听着房间里传来的一阵阵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女弟子暗暗咂舌道：奇怪，这老杂役哪来的这么多灵石？而且他看上去明明都快入土了，精力居然还这么旺盛。就算是那些年轻气盛的内门弟子，也没林墨来的这么频繁啊。管他呢，反正这老家伙给我提供了不少的提成，嘿嘿，再攒攒，我就能买下那件法器了。将近10个时辰之后，林墨和筑基期女修的战斗终于结束了。筑基期女修就是不一样，在林墨猛烈的攻势下，她的状态只是出现了一些下滑，不像之前的炼气期女修，事后俨然一副被榨干的模样。居然还差一点。林墨有点纳闷地挠了挠头，他并没有如预想中的那般顺利突破到炼气7重，反倒是被卡住了。随即他看了一眼躺在床上休息的筑基期女修，看上去状态还不错，应该还能再炸一下。要是突破不到炼气7重，自己这1000灵石不是打水漂了吗？还来。本来以为已经结束的筑基期女修一惊，这真的是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人。2个时辰后，在充足阴气的滋润下，林墨终于顺利突破至炼气7重。而那名筑基期女修此时躺在床上，仿佛身体被掏空。再反观林墨，由于再次突破的原因，整个人看上去容光焕发。不仅如此，他的手臂、脸庞、双腿以及上半身仿佛在一夜之间年轻了10岁，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干瘦如柴，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飞。捏了捏那已经有了些许肉感的手腕和大腿，林墨如沐春风，心情无比的愉悦。修仙真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前不久他还只是一名行将就木、半只脚踏入棺材的迟暮老人。然而车到桥头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放在1个月前，林墨打死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还有逆袭的一天。虽然他没有其他诸多穿越中的必备金手指系统，但纯阳圣体几乎可以称作是天渊大陆最强的外挂了。幸亏有纯阳圣体，不然老夫怕是要被钉在穿越者的耻辱柱上了。林墨心中暗暗窃喜。虽说他今年已经110多了，但在修仙界100岁正是奋斗的年纪。林墨坚信，只要努力修炼提升修为，自己就算回不到20岁时的模样，至少也可以回到中年时的模样，这就已经足够了。整理了一下心情，林墨离开了醉仙楼。距离上官无情说的10天还有3天时间，正好回去休整一下。回到自己的小木屋，林墨迫不及待地试了一下炼气7重的力量，跟炼气6重果然不在一个档次上。只是突破到炼气7重，也让他的都比脸都干净了。要不是刘子嫣那女魔头设置了一个5000灵石的目标，接下来我还真不知道去哪里搞灵石。半躺在床头，林墨思忖道：杂役弟子的身份限制还是太多了，林墨哪怕有心想搞灵石都搞不了。初圣宗是设置有赚取灵石的宗门任务，但仅限内门弟子接取，杂役是没有资格去接宗门任务的。至于宗门历练就更不用说了，杂役也想去参加宗门历练，做梦呢。将来还是得想办法从刘子嫣那里多薅一点修炼资源。思索片刻，林墨脑海中已经有了大胆的想法，与其自己想尽办法千辛万苦的去赚取修炼资源，从刘子嫣那里薅不香吗？要说整个初圣宗谁最富，那么毫无疑问肯定是身为掌门的刘子嫣。虽说如此一来
有点吃软饭的嫌疑，但是休闲嘛，不寒碜。多少人想吃刘子言的软饭，还吃不到呢。转眼3日即过，前往上官无情住处途中，路过一处较为偏僻的林间小道时，闲来无事四处看风景的林默，从林间深处似乎看到了一道身材曼妙的倩影。起初林默还以为是自己眼花看错了，直到他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这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光从背影来看，林默已经脑补出正面究竟是一张怎样的绝世容颜了。等等，这个背影看上去好像有点熟悉。下一息，林默恍然大悟，这不是圣女苏雨吗？此时，一只飞行灵兽从空中落至苏雨面前，苏雨警惕的左顾右盼了一眼，随后快速的将一张纸条塞入灵兽口中。见此一幕，林默眉头一皱，他隐隐约约的察觉到了什么，旋即收回了目光，装作若无其事的快步离开。放飞飞行灵兽之后，苏雨再次环顾了一圈，他本以为没人发现自己，直到他看到了已经快要消失在视线尽头的林默。苏雨黛眉微蹙，清澈灵动的明眸中闪过一抹寒芒，他悄悄地跟了上去，直到识别了林默的身份。林老头，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苏雨百思不得其解，他也不敢确定林默究竟有没有看见自己。如果有，那大事不妙；如果没有，他贸然去找林默套话的话，还有可能引起林默的警觉。但是不管林默的话，他又不可能放心的下。苏雨目光锐利地盯着林默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视线之中。来到人群密集区，背后那股令人不寒而栗的锐利气息随之消失，林默方才心有余悸地松了口气。那苏雨指定有问题，林默心中暗暗道。苏雨肯定是发现他了，现在不是他想不想卷进去的问题了，而是苏雨会不会放过他的问题。从理论上来看，答案明显是不会。那要怎么办呢？若苏雨真的想让他悄无声息的消失，以林默现在的修为，完全没有反抗之力。妈的，怎么什么狗屎运都让我给碰上了，真是晦气。眼看着自己差不多快要走上正轨了，无意间居然又碰上这档子事。除非自己一直待在紫天宫的小木屋里，否则林默根本想不出自己到底要怎么躲过苏雨的暗杀。一时间，本来满心期待的来找上官无情合修提升修为的心情都淡了几分。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杞人忧天也没什么用，大不了自己一直躲在紫天宫的小木屋里不就行了吗？林默还真不信苏雨敢在刘子嫣的眼皮子底下无缘无故的杀他。整理了一下心情，林默加快了脚步。不多时，他再次来到了上官无情的住处。上官无情已经在屋里等候多时了。观察了一下周围，确认四下无人之后，上官无情方才开门将林默给放了进来。还是上次那间密不透光的房间里。上官无情上下打量了一眼林默，颇为惊讶道：炼气7重了，难怪你看上去年轻了不少。此前上官无情没有特意的去感知林默的修为气息，但他可以十分确定10日前在宗门交易市场的林默绝对是没有炼气7重修为的。哼，侥幸而已，无情队长不用那么惊讶。林默做出一脸漫不经心的模样，说道：不错，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上官无情朱唇微扬，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和欲望。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希望林默可以年轻一点的，毕竟之前那个干瘦如柴的林默，他都不敢太用力折腾，生怕一不小心把林默那一身老骨头给搞散架了。2天后，可以啊，老杂役，比起上一次，你又精进了不少吗？上官无情半瘫在墙边，气喘吁吁，一脸的满足之色。这2天下来，他不仅得到了满足，甚至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有快要突破到金丹中期的迹象了。本来按照上官无情的预估，自己起码还得再修炼个2-3年才能突破。上一次还不算太明显，这一次上官无情算是深刻地体会到了合修的妙处。上官无情没有猜到的是，他的修为之所以出现明显上涨，全是得益于林默的纯阳圣体的缘故。但凡换个其他人都不可能有这种效果，主要是林默一个快要入土的糟老头子，再加上修为还停留在炼气期，所以他压根不会往纯阳圣体这方面去想。无情队长过奖了，你也不赖。林默呵呵笑道。或许是有了上次经验的原因，上官无情的技术明显熟练了不少。自己一抬手，上官无情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当然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正如预想中的那般，他顺利突破到了炼气8重。短短半月时间，从炼气4重突破到炼气8重，这般恐怖的修炼速度，即便放眼整个天元大陆，怕是也能名列前茅。纯阳圣体，阴阳邪魔宫外加合修，缺一不可。若没有人合修，林默正儿八经修炼，起码得4-5个月时间才能从炼气4重突破到炼气8重。这期间还得有充足的灵石支持才行。如此一来，
冲击筑基指日可待了。林默心中暗欣喜道，只要摆平了杂役部的事情，薅到刘子嫣允诺的5000灵石，自己就可以闭关冲击筑基期了。5000灵石足够他从炼气8重冲击到筑基期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跟上官无情合修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了，要是跟刘子嫣合修的话，那效果林默都不敢想。上官无情一个执法糖分队的队长，跟刘子嫣断然是没有可比性的。林默既不知上官无情是什么修为，更不知刘子嫣又是什么修为，但用脚趾头都能猜得到，这两人之间的修为差距犹如一道望不到尽头的天堑般不可逾越。但刘子嫣那女魔头心情阴晴不定，而且以她这种修为来说，30-50年就跟自己的3-5个月没什么区别。等刘子嫣下次叫自己合修，还不知要猴年马月呢，那我也不能干等着，得想办法提醒她一下合修的好处才行。林默主要是想看看，在修炼了阴阳邪魔功之后，再跟刘子嫣这种大能合修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绝不是缠她身子。从上官无情住处出来，正好是早上，林默并没有忘记苏雨的事情，所以为了避免苏雨偷袭自己，林默专挑人多的地方走。一路小心翼翼之下，林默安全地回到了紫天宫的小木屋。回到木屋，林默没来得及休息，当即盘膝坐了下来，运转体内的阴阳邪魔功，固定一下境界。没有灵石，林默就只能吸收天地间的灵气了。虽然灵气并不如灵石那般浓郁，但在没有灵石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了。在纯阳圣体与阴阳邪魔功的加持下，天地间的灵气源源不断地顺着林默的鼻息进入其体内，经过经脉与血肉，最终汇入丹田。翌日，一阵突兀而来的敲门声将林默从修炼状态中给拉了回来。不出林默所料，来的人果然是杂役部的新任管事周泽。放在半月前，林默或许还会忌惮，但现在周泽在他面前跟手无寸铁的小孩也没多大区别。虽然只有1重炼气的差距，但已经足够对周泽形成碾压乃至于秒杀之势了。因此再次面对着周泽，林默已经无需有所忌惮，甚至于是像以前那样卑躬屈膝低声下气了。听说你接任了杂役部的管事，找老夫有何事？林默率先开口，语气中已是带有几分不屑与蔑视之意。呵呵。周泽呵呵一笑，态度颇为友好道，不要误会，林默兄弟，我对你其实没有恶意。你刚来的时候我可能欺负过你，但那是我小时候不懂事，闹着玩嘛，也希望你见谅。周泽一开口，反倒是把林默给整不会了。不过林默可不会天真的认为周泽真的已经改性子了。事出反常必有妖，说不定这小子在打着什么阴险狡诈的算盘呢。来者是客，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不请我进去坐坐。周泽接着笑盈盈地道，伸手不打笑脸人。林默也是把周泽请了进来，他倒想看看这周泽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坐下之后，周泽很自然地搭上了林默的肩膀，语重心长道，说起来我们也算是一对难兄难弟了，在杂役部这么多年，我们一路走过来也不容易。林默暗中翻了个白眼，谁他妈跟你是兄弟？林默兄弟，你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但是听我说。周泽似乎也知道林默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话，于是情真意切有条有理道，你可能会觉得我跟吕明通是同乡，又是这么多年朋友，我上任杂役部管事之后会针对你，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还得感谢你呢？要不是你把吕明通那老杂碎给搞下去，我这辈子可能都坐不上管事这个位置。对。林默敷衍地点了点头，随即伸手道，口头感谢没有意义，起码来点实用的吧。嗨，你我谁跟谁啊？这都好说。周泽似乎早有准备，当即取出一枚装有500灵石的储物戒交给了林默。灵石可能不是很多，还请林默兄弟笑纳。随即周泽稍微压低了声音，小心翼翼道，别太招摇，你也知道这些灵石不是很干净。说完，周泽又塞给了林默300灵石，并说道，这些就当是我以前欺负过你的一点小小补偿，林默兄弟，你就别介意以前的事情，可以吗？还不够的话，我回去再找几个新来的女杂役过来陪你，保证原装正品。林默呆住了，一时间竟有点无从适应。他严重怀疑周泽今天出门之前是不是脑袋被门给夹了，这不对啊。尽管周泽说得很情真意切，也拿出了实际行动，但林默仍然不相信周泽会自降身价跟他和解。不为什么，只因这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门宗派出圣宗，若是在仙道宗派，林默也许就信了。林默将周泽后续塞过来的300灵石放到了桌面上，直视着他的眼睛，周管事，你我都不是新来的了，谁也诓不了谁，倒不如直说吧，你想干什么？呵呵，我想的很简单而已，林默兄弟。周泽郑重其事道，我无意针对你，也对你没有恶意，还请林默兄弟今后莫要举报我。另外，以后紫天宫的杂役还是你来负责，只要你还活着一天，就没人能抢走你的位置。
林墨兄弟，你看。林墨慢条斯理地捋着胡须，陷入了沉思。如果周泽是担心自己举报他的话，那他今日的行为倒是勉强能够解释得通人，毕竟都是自私自利的动物。义气这种东西在出圣宗值几颗灵石，但对于周泽，林墨仍然没有放下戒备心。说不定他只是感知到自己的修为比他强了，所以选择跟自己和解。若自己还是之前那个炼气二重的废物，看周泽弄不弄他就完事了。说1000到1万，拳头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理。若能图个清净，老夫也不想搞得杂役部鸡飞狗跳。林墨收下了那300颗灵石的补偿，接着道：至于女杂役就不用给老夫送过来了，给我换算成灵石折现吧。按照醉仙楼的炼气期算，老夫姑且算你1000灵石好了。闻言，周泽的脸顿时黑下来了。1000灵石，他能买上100个女杂役了。杂役部的女杂役都是什么货色，林墨清楚，周泽也清楚。能进入杂役部的女杂役，除了修炼废柴之外，样貌身材也全都是很普通的，哪怕没有修炼天赋，只要样貌气质出众，都被出圣宗的高层领回去当侍女了。见周泽脸色阴沉的几乎可以滴出水来，林墨笑呵呵道：周管事，1000灵石而已，其他杂役或许拿不出来，但对你来说应该不算很多，对吧？周泽眼皮狠狠地抽搐了一下，1000灵石还不多，1000灵石他都能雇个金丹期杀手了，你怎么不去抢？但考虑到林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间小木屋里，周泽也只能作罢。林墨虽然只是一名杂役，但至少在整个出圣宗还没人敢在紫天宫闹事。不多。周泽咬着牙，只好又掏出1000灵石交给林墨。他的心都在滴血。他可以接受花800灵石跟林墨和解，但1800灵石无疑是在割他身上的肉。可除此之外，周泽也无其他更多办法了。他要想安安稳稳的在杂役部管事的位置上待着，林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不稳定分子，否则周泽晚上睡觉都睡不安稳。心满意足地收下灵石，林墨笑盈盈道：周管事，你不愧是我哥，我打小就看好你，就你这海纳百川一般的度量和大气，活该你能当杂役部管事。听着林墨这番彩虹屁，周泽飞但没有感到心情愉悦，反而像吃了屎一样难受。这假惺惺的彩虹屁哄骗3岁小孩呢，但他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强颜欢笑道：林老弟太客气了，那我这就不打扰你了，杂役部也还有很多事等我回去处理呢。说完，周泽也不等林墨回话，当即便起身离开了。再多待一会儿，他怕林墨把他裤衩子都给扒下来才能走。周哥，慢走，老夫就不送了啊。林墨那笑嘻嘻的送别声从背后传来，还没走多远的周泽一个趔趄，差点气得一个平地摔倒在地。幸亏随行的杂役弟子及时把他给扶住了，不然指定要摔个狗啃泥。你是嘻嘻了，老子不嘻嘻。木屋里，这周泽也是个人才。林墨乐呵呵的自言自语道：本来他以为要费一般功夫来对付周泽来着，结果事情比自己预想中的要顺利。如此一来，至少短时间内自己无需担心周泽再来对付自己了。而等到周泽想对付自己的时候，到那时，在林墨眼中，周泽真就与蝼蚁无异了。关键是周泽还送了1800灵石，林墨都想给他颁个及时雨的头衔了。如此一来，杂役部的事情也算是摆平了，可以去找女魔头领原石了。但在这之前，回想起上次刘子嫣召见自己时说的最后一番话，林墨觉得还是先去一趟玉清池洗洗身子，再去紫天宫比较好。他自己肯定是闻不到自己身上有没有臭味的，但为了稳妥起见，避免到时候刘子嫣发什么癫，还是按照他说的去玉清池洗洗身子较为保险，反正也花不了几个灵石。紫天宫，仙气飘飘的人工湖，刘子嫣坐在通往湖心亭子的木桥边，洁白如雪的玉足浸泡在水中，轻轻拨动着清澈见底的湖面，看上去好不惬意。苏雨踏着乖巧优雅的步伐缓缓而来，毕恭毕敬道：世尊，给您说个好消息，弟子已经突破到筑基圆满了。刘子嫣只是微微颔首，情绪似乎没有多少的起伏。苏雨眼珠子一转，接着又道：师尊您看是不是该让我修习更加高深的功法了呀？如果等突破到金丹期以后再转修其他功法的话，可能会比较耽误我的修炼进度呢。理应如此，刘子嫣问道。高深功法宗门内并不少，你心中可有心仪的功法？禀师尊，弟子确实有心仪的功法，但是……苏雨欲言又止，似乎有点难以说出口。但是什么？直说。刘子嫣不想猜苏雨的心中想法，直接问：回师尊，弟子只是觉得您可能不会让我修。苏雨很自然地答道：弟子想修阴阳邪魔功。苏雨的声音传来，刘子嫣停下了玩水的动作，转头看向苏雨。被刘子嫣如此盯着，苏雨一时间也变得紧张起来了。他那背负在身后的小粉拳紧紧地攥着，不敢直视刘子嫣的眼睛。良久，
刘子嫣方才说道。莫要以为阴阳邪魔功是什么好功法，为师不让你修，自然是有原因所在。师尊，具体是什么原因呢？苏雨似乎还不想放弃。你无需知道，为师不会害你就是了。为师这里还有一部万血浮屠诀，论品阶也只比阴阳邪魔功稍逊一筹，你且拿去修炼吧。刘子嫣玉指轻弹，一卷血色的古老羊皮卷便是落入苏雨手中。然而苏雨还是面露委屈之色，不情不愿道：师尊，弟子还是想。见苏雨仍然不肯放弃，刘子嫣语气变得冰冷了几分。为师方才已经说了，阴阳邪魔功并非什么好功法，莫要看他被亿万邪修追崇，实际这部功法有着很大的弊端。若你真的想修炼阴阳邪魔功，待你何时结交了一位合适的道侣，为师再将其传授于你。从刘子嫣的角度来看，苏雨现在就修炼阴阳邪魔功，那指定是不如修炼其他高深功法的。因为他知道，一旦修炼了阴阳邪魔功，若不进行合修的话，那阴阳邪魔功还不如万血浮屠诀，而且是远不如。就算他有合修的对象，也仅仅只是持平万血浮屠诀罢了。除非与他合修的对象修炼了阴阳邪魔功阳卷，只有这样，阴阳邪魔功才能称得上是大陆顶尖的邪修功法。好，那我先回去修炼了，师尊。刘子嫣都这么说了，苏雨也不好再说什么。苏雨走后，刘子嫣喃喃自语道：年轻人太过于浮躁，并非一件好事，当年本宫便是吃了这方面的亏。当初他从一处远古遗迹中得到阴阳邪魔功时，便是被阴阳邪魔功在整个大陆上都名声赫赫的声名给迷昏了头，不管不顾的便将原来的功法转修成了阴阳邪魔功。否则以他的天赋和悟性，现在的修为应该更高才对。苏雨走后不久，一名红衣白发、身材高挑、气质阴邪的仙子过来了。红衣仙子名红月，乃是初圣宗长老院的大长老。红月掩嘴轻笑，调侃道：哎呀呀，为何老身觉得掌门大人您看上去是如此的孤独呢？该不会是想男人了吧？刘子嫣眼角余光一瞥，等了其一眼，冷冷道：红月，你最好有事，否则本宫不介意让你回去再躺几年。红月不仅是初圣宗的大长老，同时也是刘子嫣的好闺蜜，否则以她大长老的身份，还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调侃刘子嫣。这番话但凡换个其他人，怕是已经身首异处了。闻言，红月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翘臀，上次她就是在刘子嫣心情不好的时候调侃了一句，结果被刘子嫣一鞭子抽得她在床上躺了好几年才恢复过来。好啦好啦，你这脾气啊也该改改了。旋即红月在刘子嫣身旁坐了下来，递上一枚信息玉简，说道：这是宗门过去10年的所有账目，你过目一下吧。刘子嫣没有第一时间查看账目，而是问道：近来宗门内可有异常？异常吗？倒是没什么异常，一切都像以前那样按部就班。不过红月故意卖了个关子。3、2，刘子嫣莫名其妙地开始倒计时。哎呀，你真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红月赶忙打断刘子嫣的倒计时，这才接着说道：我就直说吧，根据我们的最新情报，我们宗门又出现卧底了，并且此人在宗内的地位还不低，极有可能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但具体嘛还无法定位到。他的目的是什么？刘子嫣问。暂不得而知。红月说道。若是知晓他的目的，要定位起来倒容易多了。给你3年时间把他揪出来。刘子嫣当即下了死命令。我尽力吧，要是找不出来可不能怪我哦。刘子嫣倒是没怎么在意红月这句话，因为他了解红月的能力。近100年来，初圣宗出现过不下20位卧底，但绝大多数都被红月给揪出来了，这一次应该也不会例外。他之所以这么说，只是在给自己一个退路罢了。行了，没其他事便出去吧，本宫要一个人安静一会儿。那我走了，要是想男人了，记得跟我说，我帮你物色一下。嗡，一记死亡凝视袭来，红月飞奔似的逃离了紫天宫。另一边，去玉清池泡了个澡，林默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30灵石花的倒也算值了。回到木屋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璀璨繁星高悬于星空之上，形成一条璀璨绚丽的银河，横穿天际。还得等。看了一眼紫天宫大门，林默暗暗道：由于眼下不是紫天宫的打扫时间，因此林默想去找刘子嫣领那5000元时，还得等刘子嫣召见他才行。不过嘛，林默倒也不着急，以刘子嫣的身份，应该不至于食言。倒是有一件事，林默还在纠结，那便是关于苏雨的事情。说吧，苏雨毕竟是刘子嫣物色了数百年才收的唯一一名弟子，并且自己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苏雨一定有问题。若是其他人还则罢了，可这次的对象毕竟是苏雨，没有充足的证据，林默可不敢在刘子嫣面前夸夸其词。不说吧，
他又担心苏雨什么时候会对自己下黑手。然而，就在林默纠结之时，刘子嫣的心灵传音当即自脑海中响起：“滚进来！”林默不敢怠慢，当即收回心神，快步进入了紫天宫。杂役部林默见过掌门大人。见到刘子嫣，林默还是一如往常那般问候了一声：“炼气八重。”看上去也年轻了一些，这老奴才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刘子嫣打量着林默，心中不免感到有些好奇和惊讶。短短1个多月时间，从炼气2重直冲炼气8重，这般恐怖的速度，即便是当年的他也望尘莫及。没道理，若这老奴才真有如此妖孽的资质，当初又岂会成为杂役？但眼下林默炼气8重的修为又不可能做得了假，难道说他是某位超级大能的轮回转世，直到近期方才觉醒？如若不然，凭他那废柴都不如的资质和悟性，怎么可能够如此顺利地修成杨卷的阴阳邪魔功？若林默真是某位超级大能转世，按理说他应该能看出一些端倪才对。但刘子嫣左看右看，林默完全没有一点超级大能转世的迹象。掌门大人，您在看什么？见刘子嫣一直在盯着他不说话，林默不免感到有些尴尬。刘子嫣左思右想都想不明白，干脆直接问：“炼气8重，你倒是给本宫解释解释，这是如何一回事？”林默思索了片刻，答道：“禀掌门大人，老夫也不知怎的，练着练着就突破了。您说，老夫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天才？你若是天才，世上便没有废柴了。”刘子嫣当即否定了林默的说法：“那老夫便不知了。不过，掌门大人，我好像不是您口中说的烂泥，我真能扶上墙。”林默稍微有点嘚瑟道，他在试探刘子嫣对自己的态度。不过刚被糊上墙根罢了，有何可嘚瑟的？刘子嫣毫不留情地打击道：“你既修成了阴阳邪魔功杨卷，想来对这部功法有所了解，跟本宫说说看，你的了解程度有多深？”“是，掌门大人。”林默正儿八经地答道。“老夫理解的没错的话，阴阳邪魔功应当是一部合修功法，顾名思义，即是要合修方能发挥出这部功法的真正效果。”刘子嫣美眸微眯：“说得很好，下次别说了。你这跟说了一堆废话又有何区别？”但林默还有下文：“可惜自修成阴阳邪魔功以来，老夫一直是孤身一人修行，因此未能发挥阴阳邪魔功该有的修炼成效。是吗？”刘子嫣语气淡漠道，感受着从刘子嫣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令人不寒而栗的骇人气息。林默硬着头皮颔首道：“是。”然而话音说完，却见刘子嫣长袖一挥，林默再次被拍飞，整个人如同断线的纸鸢一般，重重地撞到了墙边，一口鲜血也随之喷薄而出。擦拭了一下嘴角的血迹，林默捂着那气血剧烈翻滚的胸口，有些不解又有点生气道：“掌门大人，我说错了什么吗？”刘子嫣面无表情地呵斥道：“贱东西，本宫早就知道世上男人皆是满嘴谎言的蛆虫，你这贱奴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本宫面前谎话连篇。上次本宫说你身上有一股恶臭难闻的臭味，你莫不会以为本宫说的是字面意思？那股令人作呕的女人味道，本宫至今记忆犹新。事不过三，贱奴，下次还在本宫面前谎话连篇，最好不要被本宫识破，否则本宫会让你品尝一下何为万重噬心之痛。”林默张了张嘴，本还想狡辩一下来着，但仔细想了想，还是作罢。一个谎言要用100个谎言来圆，既然刘子嫣都不再追究了，再继续狡辩，那不是作死吗？现在林默方才知道，上次刘子嫣说的臭味，原来是说她身上有一股其他女人的味道。没记错的话，上次来紫天宫时，她好像是刚被上官无情放出来，而在被上官无情放出来之前，自己还正好和上官无情来了一场鱼水之欢靠了。还好老夫今天去了一趟玉清池，不然被这女魔头闻到我身上有好几股其他女人的味道，我现在怕是尸骨无存了。回想起来，林默还一阵心有余悸，看来这醉仙楼今后是不能去了。上官无情最好也少见一点，就算要见上官无情，事后还得去一趟玉清池才行。不过这是不是也侧面证明刘子嫣这女魔头居然还挺在意我？林默心中琢磨道，若真是这样的话，那今天这一巴掌挨的也算值了。回过神，林默伸出衣袖，默默地擦去地上的血迹。看着那正低着头擦拭地板血迹的林默，刘子嫣心头一动，刹那间她竟对林默产生了一股心疼的冲动。怎么回事？本宫怎么可能会对一个不知死活的杂役产生这种情绪？刘子嫣玉手捂着胸襟，对自己内心的这种情绪感到十分的不解，但这股心疼的情绪又是如此的清晰强烈。叮，刚擦拭完地上的血迹，一枚储物戒落地的声音伴随着刘子嫣的声音响起：“一码归一码，你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杂役部的事情，这是本宫允诺给你的灵石。”林默捡起储物戒，
神识感知了一下储物界内的灵石数量，竟有足足8000灵石。霎时间，林默腰不酸了，腿不疼了，刚才挨了刘子嫣一巴掌的事，好似也完全没发生过。谢掌门大人。林默声音低沉沙哑，却难掩语气中那股激动和喜悦。刘子嫣没再说话，而是起身向屋内走去。迟疑了片刻，林默紧忙跟上。按照林默对刘子嫣的了解，既然他没明确下逐客令，应该是还有什么事要和自己说。林默跟在刘子嫣身后10米开外，一路来到了他的闺房。刘子嫣翘着2郎腿，优雅地端坐于柔软舒适的紫色床榻之上。微凉的月光自窗外映照进来，落在刘子嫣的侧脸上，为她那张仿佛令天地都为之黯然失色的绝美侧脸附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林默那微垂的目光望去，正好将刘子嫣那裸露于紫纱裙摆之下，那嫩滑纤细玉腿尽收眼底。腿完年便是对其最好的诠释。若是换作以前，刘子嫣早就将林默的双眼给挖出来了，但如今却是没这个必要了。那天晚上被林默趁虚而入时，他全身上下哪个地方没被林默看过？此时若再拿这些说事，倒显得他绿茶了。老奴才，你是不是很恨本宫？刘子嫣没来由地问。林默微微一怔，不知这女魔头又在发什么癫。刚才明明还一副要打要杀的模样，怎么现在突然又变得温柔起来了？禀掌门大人，没有的事。林默随即答道。是吗？刘子嫣那双妩媚无双、摄人心魄的眼眸直勾勾地注视着林默的眼神，似乎要洞穿他的心里。是。这一次林默丝毫不避讳刘子嫣的目光，达到100年来，掌门大人对待老夫固然严厉了一些，也曾多次惩罚老夫，但相较于待在杂役部被杂役部的前辈们欺凌和打压，我觉得要好上许多。老夫以为当年若不是掌门大人提携我，将我调到紫天宫来负责这里的杂役事务，也许我早就被杂役部的前辈们打死了吧，又岂能苟活至今日？人们常说伴君如伴虎，但相较于掌门大人的惩罚，还是杂役部前辈们的欺凌来得更加残忍黑暗。甚至于我今天还能活生生地站在这里，也全倚仗掌门大人的仁慈，否则我早已是深埋地下的一具尸体了。哪怕某一天我犯了什么错，掌门大人要处死我，至少也能死个痛快。刘子嫣沉默，她脸色平静，美眸亦无多少的波澜，令人看不穿她此刻在想什么。良久，刘子嫣朱唇轻启，够了，肉麻的本宫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本宫若是仁慈，世上便再无恶人了。不过你这老奴倒是挺会说话，念在你此次还算老实的份上，本宫便允许你再越界一次。掌门大人，此话当真？林默浑浊的眼睛一亮，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有没有可能？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跟刘子嫣合修一次，可以让他这炼气8重的修为直冲筑基呢？和上官无情合修尚且有如此显著的效果，对象换成刘子嫣，怎么也不能差于上官无情吧？当本宫是你们这些臭男人，谎话连篇。刘子嫣玉指轻撩裙摆，伸出她那精妙的润玉修长，不容置喙道：但有一点，你需要摆正你身为奴才的身份，不准僭越。林默一听懂了，感情刘子嫣还喜欢这个，还请掌门大人放心，老夫最是有自知之明了。你想主导，自是听从掌门安排。旋即林默看着那修长如玉的腿，掌门大人，你好香啊。刘子嫣闭上了眼眸，身心尽数沉浸在舒缓的云端之内。与上次不同，这一次刘子嫣是无比清醒的状态。她既感到羞意，但身为上位者来主导，这种别样修行的美妙又使她沦陷。起初刘子嫣还能主动引导林默阳气的方向，但随着修行加深，刘子嫣经脉中如电流般的酥麻感觉，使得她身体自然松懈。自然的，林默来掌控了这场修行的方向。精神云端之中，在源源不断的阳气润泽下，刘子嫣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她那有些虚浮的境界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地增强巩固。这种恐怖的速度比她自个儿修炼要快上了100倍不止。而在刘子嫣犹如龙吸水般源源不断地攫取着林默的阳气之际，她的纯阳圣体开始发力，同时体内的阴阳邪魔功运转间，亦是不断地攫取来自刘子嫣的阴气与体内的阳气交汇，最后形成最纯粹的灵力。磅礴的灵力凝聚成洪流，沿着经脉与血肉汇入丹田，其气息也随之节节攀升。愉悦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仿佛一眨眼的功夫，3日时间转瞬即逝。脱战之后，刘子嫣一改过去3日的浪荡，又恢复了往日那副高高在上的冰冷。她玉手轻握，与掌心汇聚的浩瀚灵力，竟是使得空间都呈现出极度扭曲的状态，竟然完全稳固了。刘子嫣心中啧啧道，感到颇为的惊讶。她原以为即使林默也修炼了阴阳邪魔功，自己仍需和林默进行2到3次的合修，才能彻底稳固住境界。
炼虚期毕竟不是什么金丹，原因可比的。然而实际效果却比他预想中的更甚。无论如何，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绝佳的好消息。若能按照这种速度继续修炼下去，大成似乎也并非那么的遥不可及。刘子嫣美眸闪过一抹金光，也许他是时候该重新审视一下林墨的价值了。旋即，刘子嫣目光微移，落到林墨身上。只见此时的林墨相较于3天前看上去竟又年轻了不少。他的修为突破了炼气9重，来到了炼气7圆满，距离筑基仅有1步之遥。这老奴才倒也受益匪浅。如此看来，本宫无需担心他能不能在续命丹的有限时间内突破到筑基一事了。注视着林墨那张不再像以前那般面黄肌瘦、干瘦如柴的脸，刘子嫣眨了眨眼睛，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以前明明平等地蔑视着世间所有男人来着，可为何偏偏在最近，他内心深处逐渐改变了对林墨的看法和态度？也许与这老奴身上的秘密有关。1个多月从炼气2重突破到炼气8重，刘子嫣一点都不怀疑林墨身上肯定有点他目前不得而知的秘密。炼气7圆满，感受着体内那股澎湃的灵力，林墨心潮澎湃。如此一来，突破至筑基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刘子嫣这女魔头果真与上官无情那些胭脂俗粉不同，这般恐怖的合修效果着实令人瞠目结舌。虽说没有成功突破至筑基期，但这最终效果已经足够惊人了。接下来他只要安安静静的修炼，在体内凝结道基，突破至筑基期，就不需要再为时间的问题所担忧了。回过神，林墨抬头望去，只见刘子嫣端庄优雅地站在窗边，窗外的阳光倾洒在她的脸上，似乎是为她那本就尊贵的身份镀上了一层金纱。你还别说，这个角度的刘子嫣美得简直惊为天人。掌门大人，您还有事要吩咐吗？战斗结束，林墨重新拾起了对刘子嫣的敬重之心。刘子嫣眸光微瞥，淡淡道：本宫接下来要出去一趟，1个月后你需将紫天宫打扫一遍。另外，本宫不在期间，注意看有谁来找过本宫，又有谁进入过紫天宫，这些你都必须全部详细的记录下来，明白吗？是，我记住了。林墨郑重的点头。光是记住可不够，若是漏了任何一人，本宫拿你是问。林墨一听，当场就立正了。他忽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子嫣该不会是在抓卧底吧？且不管是与不是，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至少在刘子嫣不在紫天宫这期间，偌大的出圣宗，林墨将没有一个真正的安全之地。若是苏雨趁此机会除掉自己的话，林墨自认至少现在的他在苏雨面前仍然是没有抵抗之力的。掌门大人，那您是不是该给我一道保险？万一……林墨硬着头皮开口。什么保险？刘子嫣问道。只是让你看门而已，没让你去跟那些人对峙，更没让你去抓他们。你一个杂役，别人更不会在乎你。林墨一时间竟无言以对。他在考虑是不是该把苏雨的事情跟刘子嫣说一说，这毕竟事关自己的人身安全。也罢，本宫给你一式刀法，且先自行修炼参悟吧。至于趁手的武器，你自己去灵宝堂买便是。刘子嫣想了想，还是给林墨留下了一本残破的书籍。林墨捡起书籍一看，书面上赫然写着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噬魂刀法。若遇到处理不了的困境，去长老院找红月，他会处理。林墨猛然抬头，刘子嫣的倩影已然消失，只留下阵阵香风，以及他那如天籁般动听的声音在耳边徘徊，经久不息。走得真快。林墨撇了撇嘴，说是有困难去找大长老红月。可林墨估摸着，他连长老院大门都进不去，就算见了大长老红月，自己又要如何让红月出手帮自己呢？对于大长老红月，林墨倒是有所耳闻。听说红月大长老最是喜欢捉弄人，而且此人有着极深的心机。林墨丝毫不怀疑，以他现在的手段，红月怕是把他给卖了，自己还乐呵乐呵的帮他数钱呢。还是得靠自己啊。林墨长叹，随即便收拾了一下心情，离开了紫天宫。回到木屋，林墨翻开了刘子嫣留下了噬魂刀法。噬魂刀法第一式勾魂，再继续往后翻，便是密密麻麻的晦涩难懂的人形图案，看上去像是第一式勾魂的修炼之法。林墨惊奇地发现，这些对常人来说极其晦涩难懂，难以领悟其中奥秘的图案，在落入他的眼中之时，便是在脑海中自动开始播放了起来。勾魂得修炼秘诀、要领以及注意事项全都清晰无比。翻看了几页之后，林墨当即合上了书籍，二话不说便离开了小木屋。他要趁着刘子嫣刚离开，尚未有人知道的这段时间，去一趟灵宝堂的方式买一把趁手的法宝才行。宗门交易市场也有法宝卖，但那些大多数都是宗内修行炼气一道的弟子炼出来的，
品质一般不行事无绝对，那里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宗门弟子在历练途中遇到的机缘所获得的法宝，但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吗？不说时有发生，至少也可以说是概率感人，大概也就跟你去买彩票中500万相当。但凡10点货，那些价值不菲、威力不俗的法宝，人家要么留着自己用，要么出售给灵宝堂捡漏。林默可不相信这种玄幻小说中的狗血桥段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去灵宝堂的方式购置来得稳妥一些。一如第一次去醉仙楼一样，当看到一位老年杂役竟然来到灵宝堂的方式，负责看店的弟子当即对林默提出了质疑。现在林默总算知道为什么小说中总会出现那种主角被嘲讽的桥段了，感情是灵感来源于现实啊。不过林默倒是也能够理解，这就相当于一个拾荒的老人去 4S 店看车一样，你说销售能正眼看你吗？换位思考一下，林默觉得自己大概率也会这样吧，所以他很耐心地跟看店弟子说道：道友，老夫有灵石买得起，你给老夫拿几件刀具法宝看看吧。说完，林默便是甩出了一枚装有1000灵石的储物戒。可以啊，你这杂役居然真有这么多灵石，能买得起法宝，好，今天算我看走眼，我给你道歉。验了一下林默的储物戒，看店弟子这才换上了另一副态度，接着按照林默的要求取来了3件刀具法宝摆在了林默面前，这些都是1000灵石左右的，你先看看。林默点了点头，开始认真打量起了面前的3件刀具法宝。琥珀刀，下品灵阶法宝，售价1000灵石；赤焰刀，下品灵阶法宝，售价950灵石；地煞刀，下品灵阶法宝，售价1000灵石。所谓法宝，在天渊大陆可大致分为4阶16品，即灵、天、地、圣4大阶，以及下、中、上及4小品。但眼前这3件法宝，林默都不是很中意。随即林默眸光一瞥，注意力落到了看店弟子身后墙上挂着的一柄通体呈现漆黑的长刀。道友，能让老夫看看那把刀吗？在林默购刀之时，他没有注意到在某个隐蔽的角落，一双狰狞病态的眼睛犹如寻找猎物的秃鹫一般，正贪婪地盯着他。虽然觉得林默可能买不起，但看店弟子还是将林默所指的那柄通体漆黑的长刀取了下来。黑刀，中品灵阶法宝，售价4500灵石。林默仔细地端详着这柄5尺长的黑刀，眼中满是欢喜之色。且无论这把刀的威力如何，光是这颜值就让林默难以抗拒了。老杂役，你眼光不错嘛，这把黑刀具有掠夺、侵蚀身体机能的特性，只要命中敌人，刀锋上附带的死气就会侵入其体内，不消一刻钟，敌人怕是就得死翘翘了。刀是好刀，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贵，你看呢？看店弟子言简意赅地给林默介绍了黑刀，一脸期待地道：哼，贵不是好刀的缺点，是买不起他的人的缺点，老夫要了。林默没有过多的废话，当即又补上了3500灵石，全款拿下了这把黑刀。看店弟子一脸瞠目结舌地注视着林默那逐渐远去的背影，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4500灵石，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昂的，筑基期的弟子买不起，金丹期弟子则是看不上，也因此这把黑刀才会在这里挂了这么久都没卖出去。但凡这把黑刀的价格再便宜一些，仅凭黑刀那股能够侵蚀、掠夺身体机能的特性，就足以引起疯抢了，根本等不到林默来购买。现在的杂役都这么富吗？要不我也去当杂役得了。回去的路上，在林默以最快的速度经过一段较为偏僻的路段时，一道身影忽然从一旁窜出，将林默给拦了下来。林默心中一咯噔，他本以为是苏雨，但定睛一看，方才发现是一名脸色略显苍白，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阴邪之气的女弟子。女弟子名为云飞，因长期服用具有成瘾性质的丹药辅助修炼，所以才会变成这副人不人贵不贵的模样。要不是身处修仙界，林默第一眼还以为自己遇见鬼了呢。仙子，不知你找老夫有何贵干呢？林默身心紧绷，小心翼翼地问道。从云飞身上，林默感受到了一股极端危险的气息，这并非他能够应付得来的对手。云飞癫狂一笑，我听说你这老杂役挺有钱，所以我来找你拿点灵石花花。呵呵，是你自己乖乖交出灵石呢，还是由我来亲自送你一程呢？老夫只是一个苟延残喘的杂役，何来的灵石呢？林默强壮镇定道。仙子，会不会是你搞错了，或者说找错人了？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上次有上官无情帮他解围，但这一次就没这么幸运了。在出圣宗是这样的，拳头不够大，你就连自己的灵石都保不住，更何况是杂役。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云飞苍白的玉手一招，一柄闪烁着寒芒的匕首当即闪现而出，语气森冷道：你叫林默，
没错吧？我不会找错人的。你们杂役部的周泽可是亲口跟我说，他给了你1080灵石。霎时间，一股几乎快要凝聚成实质的阴冷气息自云飞身上爆发开来，顷刻间便将林默给笼罩了进去。一股强烈的死亡气息自脚底直冲天灵盖。好好，这么完事吧。我就知道周泽这老阴笔绝对没安什么好心。林默脸色一沉，这一招借刀杀人干的是真不错啊。但该说不说，周泽的手段明显比吕明通要高明多了。林默不敢迟疑，当即给云飞奉上了1080灵石，叹气道：灵石乃身外之物，老夫犯不着为了这些灵石搭上自己的小命。仙子，你看能不能放老夫一马？老夫时日无多，只想安享晚年而已。收下灵石，云飞不可名状地笑道：哈哈，你这老杂役倒是识趣，不过我可没说过要放你一马，不妨让你死得瞑目一点吧。你们杂役部的周泽给了本姑娘500灵石，只为买你的性命。闻言，林默的心就如同一潭死水般拔凉拔凉的。从气息来看，云飞的修为不会低于筑基中期，他这炼气期圆满的修为在云飞面前跟蝼蚁也没多大的区别。但林默并不想就此坐以待毙。仙子，且慢！林默一声沉喝，打断了云飞准备动手的动作。云飞那充满戏谑之色的眸子一挑，阴笑道：你还有什么遗言吗？拖延时间可救不了你的命。哼，实不相瞒，老夫都不知道我这条烂命居然还值500灵石。林默说道：周泽不是出500灵石买我的命吗？这样吧，我出双倍灵石，你去把他杀了。哦，你还有灵石，居然还有意外收获。云飞瞳孔瞪大，贪婪道：真是愚蠢，我把你杀了，你的灵石不也归我所有吗？不过你放心，杀了你之后，我也会按照你的要求去把他杀了。哈哈哈哈！林默脸色当即一黑，果然他还是低估了人性的贪婪。不过倒也能理解，若是换作林默，他可能也会做出跟云飞一样的选择，或者说这才是大部分魔道修士的普遍作风。嗡！下一息，云飞身形一动，手中匕首化作一道锐利寒芒，犹如死神的镰刀，径直抹向林默的脖颈。这一刻，林默的头皮瞬间炸裂开来，死亡的气息蔓延，激发了他强烈的求生欲。放在以前，林默或许就坐以待毙了，但现在他可不想死。当金铁碰撞声响彻，激起一阵剧烈的余波荡漾开来，林默的身影也随之被震飞。呵，居然还有这等法宝！你这老杂役真是不停地给我惊喜啊！哈哈！云飞眉头微挑，犹如猫戏老鼠般饶有兴致地看向林默。只见林默手中出现了一柄通体漆黑的长刀，正是这件法宝为他挡下了来自云飞的致命一击。居然真挡下来了，这4500灵石花的值。林默甩了甩有些麻痹的手，暗暗庆幸道。随即他没有任何的犹豫，转身就逃。自己虽说有中品灵阶法宝在身，但双方修为差距太大了，继续纠缠下去，不出5招他便会死在云飞手里。现在逃到人多的地方，说不定云飞还会忌惮于执法堂的存在，放弃追杀。或许自己只是一个杂役的身份，但出圣宗毕竟有着明文规定，不允许同门之间互相残杀，哪怕是杂役弟子也一样，至少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会有所忌惮。哈哈，哪里逃？云飞脚尖轻点，化作一道道残影朝林默追了上去。身体素质上的劣势再加上修为差距，林默还没跑多远，云飞便如同复古之祖般追上来了。仙子，老夫与你无冤无仇，你这又是何苦呢？林默眼神阴翳，咬牙切齿道：要怪就怪你只是一只蝼蚁，一个死了也不会有任何人在意的杂役吧。哈哈哈！话落，云飞玉手接出一道硬诀，散发着阴寒之气的滔滔灵力自其身上爆发而出，而后化作一道灵力锁链，将林默给缠绕捆锁了起来。在犹如地狱般的冰冷之中，痛苦的死去吧。云飞癫狂的瞪大眼眸，而后玉手一握，滋滋滋，如同玄冰般无比冰冷的灵力锁链顺着林默的毛孔开始侵入其体内。然而林默的脸色却并未如云飞预想中的那般逐渐变得苍白冰冷，最后化作一具散发着寒气的冰冷尸体。纯阳圣体不断迸发的无穷阳气将那些侵入体内的阴寒灵力尽数的抵消了。云飞的修为固然是比林默要强很多，但纯阳圣体也不是吃素的，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说，云飞的修为只是相对林默来说很强而已。筑基中期的修为放在出圣宗众多的内门弟子当中，不说垫底吧，但也差不了多少了。什么？云飞的笑声戛然而止。这不应该啊，林默明明也就炼气期圆满的修为，怎么可能扛得住他的灵力攻势？不愧是纯阳圣体。
趁着云飞猛圈之际，林默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再次施展身形，使出浑身解数，朝着紫天宫的方向疾驰而去。只要能回到紫天宫的范围。等云飞回过神来之时，林默已经消失在他的视线之中了。但云飞仍然没有放弃，他可以沿着林默的气息一路追上去。察觉到后方不断追上来的云飞，林默咬紧牙关，丝毫不敢放慢脚下的步伐。不多时，林默便来到了初圣宗的练武广场，这里聚集了众多弟子，而且紫天宫就在前方不远处。眼见错过了最佳时机，云飞只好作罢，没有再贸然继续追上去。他可以追上去强行杀了林默，但没有必要。众目睽睽之下杀人，执法堂不可能不介入的，哪怕只是一名杂役。更何况他也不是一定要杀了林默。至于委托他的甲方周泽，那有什么关系？区区一个杂役不管事，他还真不放在眼里。哼，算你命大哦，老杂役，这次本姑娘就放你一马吧。最后看了林默一眼，云飞便转身离开了。确认云飞退去了，林默方才长长的松了口气，但他仍然可以清楚的听到自己那剧烈跳动的心跳声。平复一下心情，林默像个无事人一样离开了练武广场，回到紫天宫的小木屋。方才他用黑刀挡下了云飞的致命一击，但反震之力仍然对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势。若非黑刀是中品灵阶法宝的话，他的伤势只会更重。好一个周子啊，好得很，今晚别睡太死。林默捂着胸口，阴沉如水的眼中闪烁着一抹冰冷的肃杀之意。他知道杀周泽的机会只有今晚，一旦过了今晚，周泽知道他没有被云飞杀死，届时再想悄无声息地杀掉周泽，那可就难了。虽然受了伤，但要杀一个炼气7重的周泽，那还是信手拈来的。正好拿你来试试刀。事业杂役部，周管事，我来杂役部时间也不短了，杂役部上下很多事我都了解，您看副管事的位置，能不能提拔我一下？一名中年杂役双膝跪在周泽面前，一脸谄媚地向周泽献上了一枚储物戒。周泽漫不经心地接过储物戒，不着痕迹地揣进了自己兜里。小王啊，我考察过了，你呢确实有当副管事的资格和资历，但是吧，除了你之外，确实还有好几位论资历和能力都比你好的人选。周泽欲言又止，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被周泽称作小王的中间杂役一听，立马又给周泽奉上了一枚储物戒。周泽一点都不客气，再次将储物戒揣进了兜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其他几位虽然能力和资历都比你好，他们年纪毕竟大了，精力下滑严重，不太能够胜任得了副管事这个位置。所以啊，不出意外的话，副管事的位置非你莫属了。谢谢周管事，谢谢周管事。小王拍着胸脯，信誓旦旦道：只要我能当上副管事，一定好好报答您的提拔之恩。周泽呵呵一笑，拍着小王的肩膀说道：报答什么的就不必了，只要干好自己的职责，我这个位置迟早是你的。闻言，小王更是狂喜，甚至连呼吸都开始急促起来了。好了，周泽随即起身，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休息了，你下去吧。派人把小王送出去之后，周泽一改刚才的态度，嘴边噙上一抹戏谑的弧度。我说的可是不出意外，要是出意外了，那就不关我的事了。呵呵。回了房，两名长相还算秀气的女杂役弟子已经给周泽暖好了床，但他并不着急休息，坐到书桌前盘点了一下今天的收获，拢共2000灵石，差不多把窟窿补上了。周泽嘴角扬起一抹满意的笑容，想来明日应当就可以收到林默那小子被杀的消息了。只要云飞能把林默杀了，周泽认为自己这些灵石花的还算是值得。一开始周泽并不想杀林默的，若不是那天林默最后还坑他1000灵石的话，周泽是愿意用800灵石和林默和解，消除他这个隐患的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人总该要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的。没了林默这个隐患，他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至少以他在杂役部的威望和势力，杂役部管事这个位置做到死不是问题。收好储物戒，周泽带着愉悦的心情来到床榻边，已经暖好床的女杂役还很贴心的为周泽掀开了被子。周泽刚躺下，打算好好宠幸一下两名女杂役，也奖励一下自己之时，一阵阴风突起，电光火石之间，2道灵力劈链袭来，围在周泽左右两边的女杂役还没反应过来，便已经失去了意识。噗嗤，下一息，周泽刚有所警觉之时，一柄黑色长刀已是刺穿了他的胸膛。他本能的想呼救，但一只布满岁月褶皱的手掌捂住了他的嘴巴。再定睛一看，一张熟悉的脸庞映入眼帘，林默。周泽挣扎着，似乎想说点什么，同时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那把刺进他胸膛的长刀正在迅速侵蚀着他的肉身，掠夺着他生机。若是掀开衣服，周泽就能看到以刀伤处为中心的血肉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坏死。是不是很惊讶？老夫没有死。林默脸色平静的可怕。老夫不知你想说什么，但老夫猜无非就是那些饶你一命之类的无聊话。而且，你这辈子已经没有说话的机会了。就这样，随着生机不断的被黑刀掠夺，周泽挣扎的动作幅度也越来越小，直到他眼中的光泽与神韵彻底消失，如同死灰般空洞。周泽虽没有了呼吸，但林默仍觉得不够保险，一刀让其身首异处，确认周泽死的不能再死了。林默这才把周泽的全部储物借给搜刮了。小木屋里，8500零食，这老阴笔还挺肥，也算是补回我今天受的伤了。清点完周泽的所有资产，林默啧啧道：别看杂役部管事这个职位，在内门弟子眼中连狗都不如，但这个职位能够捞到的油水，可是一点都不少。或许其他的杂役弟子很穷，特别是那些新来的，身上不见得有几颗灵石，但只要熬个几十年，哪怕在杂役部混个小职位，就能捞到不少的油水了。更别说周泽这种当了10几年杂役部副管事的人了。而且林默还清楚，8500灵石还远远不是周泽的极限。自从他当上杂役部副管事以来，每年固定至少要去一次醉仙楼，次数频繁一点，一年去3到4次都有。可见这小子究竟捞了多少的油水。而且他平时处理脏事也要花不少的灵石打点，比如说闹出了人命的时候，为了避免被执法堂追责，花点灵石处理首尾是必要的。至于今晚林默杀了周泽，行动过程中林默可以100%确信他没有被任何人发觉，甚至在动手的时刻也是打晕了那2名女杂役才动手的，就算执法堂来调查也不会调查到他身上。更何况死的只是一个杂役部管事罢了，执法堂可不想平白无故给自己增加工作，再换一个就是了。翌日，从昏迷中醒来的2名女杂役被身首异处的周泽的尸体给吓出了心理阴影。执法堂的人很快就来了，他们只是简单的询问了一遍那2名女杂役有没有人看到杀害周泽的人。得不到具体凶手目标之后，执法堂的人只是处理了周泽的尸体，便草草结案了。随着周泽被杀，杂役部管事以及副管事的位置同时空了出来。又过了1天，上官无情找过来了。周泽，是你杀的？没有任何的拐弯抹角，上官无情直奔主题。林默没有回答，只是不置可否的笑了笑。上官无情说道：别紧张，我不是来调查你是否跟周泽的死有关的，虽然我知道周泽的死很可能跟你有关，可这并不重要。每年非自然死亡的杂役那么多，如果每一起都去调查，我们执法堂也不用干其他事了。这个结果基本在林默的预料之中。他说道：既然不是来找老夫问话的，那想必无情队长今天过来应该还有其他事了。上官无情微微颔首道：周泽死了，偌大的杂役部没有了管理者，宗门自然要重新委派人去接管杂役部。这件事落到了我手上，所以我来问你，有兴趣去当杂役部的新管事吗？林默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无情队长，杂役部拢共数千人，不知为何是老夫呢？你修为足够，资历也老，是最佳人选之一。而且谁让你跟我有关系呢？有好事我自然第一个优先考虑你。再说了，你当了杂役部管事，相对来说不是更自由了吗？如此一来，我们办事也更方便一些，不是吗？上官无情给出了他的理由。闻言，林默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也幸亏是刘子嫣出去了，否则上官无情最后这句话要是被他听见，自己可就遭老罪了。届时上官无情怕是也自身难保，而且这最后一句才是他来找自己的真正原因吧。抱歉，无情队长，老夫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林默婉拒道：说实话，老夫对杂役部管事这个位置不感兴趣，你还是另寻他人吧。一旦坐上这个位置，就意味着要管理很多事情。虽说这个位置有油水可捞，但诸多的杂物无疑也会耽误自己的修炼进度。放在以前的话，林默也许会想要当杂役部的管事，但是现在杂役部管事的位置在林默眼中反倒成了拖累自己变强的累赘。我尊重你的选择。上官无情没有游说，似乎林默的回答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随即上官无情又问起了关于周泽的事情。他虽然还不够了解林默，但哪怕是魔道修士，除了极少数的极端个例，杀人至少会有一个前提。林默悄无声息的杀周泽，定然也是有一个前提所在的。林默思索了一会儿，还是将事情娓娓道来。仅凭你的描述，我无法锁定具体是谁。符合你描述的女弟子，宗门内没有100也有80。上官无情沉吟道：今后你自己还是小心一些。林默点了点头。经过此事之后，他确实应该更小心一些了。至少在实力成长起来之前，还是尽量少外出比较好。出圣宗的水太深了，
特别是对于杂役弟子来说，很容易就会溺死在这潭浑水之中。无情队长慢走。上官无情走后，林默便开始进修养伤了。所幸此次受的伤不算重，再加上纯阳圣体的极强自愈能力，进修了7天，基本上已经痊愈了。林默也不急着参悟修炼噬魂刀法，眼下最关键的还是先突破到筑基期。闭关修炼期间，林默也在注意着紫天宫门口。所幸近期都没人来找刘紫嫣，因此林默的闭关修炼很顺利，没有被迫中断。如此1个多月过去了，林默那不断高涨的气息终于来到了一个临界点。玄修之中，林默感受到了一道朦胧的阻碍，那是炼气期通往筑基的桎梏。对于一般的修士来说，这道桎梏并非那么容易突破，而对于身怀纯阳圣体的林默来说，这道桎梏就如同一层薄纸，可以一捅就破。随着林默心神一动，浩瀚的灵力如同洪水般冲破了绝堤，破开了那道通往筑基期的桎梏。刹那间，滔滔灵力冲破了那一条条因岁月而变得堵塞的经脉，气息不断高涨的同时，林默的身体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瘦骨嶙峋的躯体被血肉所填充，皮肤上的岁月褶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变得紧致，那张沧桑的老脸也重新焕发出了精气神。在冲破了堵塞的经脉之后，如渊似海般的灵力最终汇入丹田，源源不断的灵力自丹田汇聚，凝聚成了一道散发着炙热纯阳之气的金色道基。林默的气息也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筑基初期，闭关了1个多月的林默重新睁开眼睛，以往那双行将就木、空洞无神的浑浊眼睛，此刻已有了几分清澈。110年了，老夫终于筑基了。林默握了握拳头，感受着体内那股不同以往的强横灵力，语气平淡的喃喃道。平淡的语气之下，隐藏的是林默那老泪纵横般的喜悦与激动。只是经过了100多年的风霜与毒打，使得他的心态变得成熟稳重，不再像年轻时那般毛毛躁躁了。从突破的喜悦中稍稍平静下来，林默也发现了自身身体的变化。如果说此前他看上去还是年过100岁的垂暮老人，那么现在就是80岁时候的模样了，变化还是很明显的，至少不像炼气期时那般埋汰了。林默也不指望自己能返老还童到20岁时候的模样，只要能回到50、60岁时的中老年人模样就已经足够了。接下来可以开始修炼噬魂刀法了。林默不敢懈怠，只是稍作休息，便取出噬魂刀法的书籍开始参悟。只要修成了噬魂刀法，再加上黑刀的加持，若是再对上那云飞，林默自信自己绝对有自保之力了，不至于像上次那样只能仓皇逃命。接下来的几天，林默一边参悟噬魂刀法第一式勾魂，一边用黑刀加以辅助修炼，再加上纯阳圣体的逆天悟性加持，林默仅用了5天时间便完全掌握了勾魂。直到此刻，林默才对噬魂刀法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我靠，这噬魂刀法绝对不是普通的术法，仅仅是在参悟推演中施展出来的勾魂，威力就足以让林默感到胆战心惊了。所谓勾魂，即是可以夺去敌人的3魂7魄，若是用在元婴期大能身上，更是能对其元神造成重创，甚至是强行将元神与肉身剥离。当然，以林默现在的修为，显然是不可能对元婴期大能造成任何威胁的。但没关系，林默也不指望以自己现在的修为能够依靠这一招勾魂对元婴期大能造成威胁，起码在同等境界下，若敌人没有防备，这一招勾魂无疑是致命的。林默甚至觉得哪怕越个小阶级挑战也并非什么难事。不愧是女魔头给的术法，确实是有说法的。刘紫嫣出品，必属精品。林默就知道，能被刘紫嫣带在身上的，怎么可能是低品阶的垃圾术法？如此一来，再碰上云飞，就不是他需要躲着云飞了，而是那云飞该想想怎么逃命了。进入筑基才是修仙的起点，老夫还需戒骄戒躁，苟着点发育。林默意识到自己近来的修为突破太快了，也许他需要一部隐匿气息的术法来隐藏自身气息，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更顺利的苟着发育，若是哪天被什么人惦记上了，隐藏的修为也可以引来敌人的轻视，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隐匿气息的术法也不算罕见，去宗门交易市场逛逛应该能找到。说起来，好像差不多到了该给紫天宫打扫的时间了。刚出门，紫天宫的大门映入眼帘，林默这才恍然想起刘紫嫣出门前的嘱咐，说是1个月后给紫天宫打扫来着。然而这都过去1个半月不止了。算了，反正女魔头不在，倒也不急于这一时，还是先去买一本隐匿气息的术法回来再说吧。出圣宗，宗门交易市场。无情师妹，近来可有时间？我最近在宗门深处发现一株似乎有数百年份的赤炎花，就是有一只孽畜在镇守。我一人不是这只孽畜的对手，若你我联手，
定能将此孽畜拿下，摘下那株赤炎花。说话之人是一名风度翩翩、温文儒雅、长得颇为秀气的青年。青年名追命，执法唐青龙分队队长。师兄有好事记得我，我心领了。上官无情婉拒道：“我就怕到时候拿下了赤炎花之后分配不均，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就不好了。”闻言，追命颇为大气的笑道：“哼，师妹多虑，赤炎花乃是蕴含至阳之气之物，和我修行的功法背道而驰。可对于师妹来说，却是大补之物。若是利用赤炎花加以修炼，想来对师妹的修行会有极大的帮助才对。再不济，我们拿去卖给万丹堂，这也是一笔不菲的灵石，你说是与不是？”然而，追命的一番好意，上官无情似乎完全没听见。只见上官无情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一名刚踏入宗门交易市场的老杂役身上。上官无情看这名老杂役的眼神都快拉丝了。这名杂役自然是来交易市场，准备买一部隐匿气息术法的灵墨。一旁的追命都惊呆了。不是，我一个年轻帅气、天赋上乘、人品性格好的师兄站在你面前你不看，你去看一个无比埋汰的老杂役。无情师妹，你有在听我说话吗？追命强忍着内心的醋意和怒火，又说了一句：“什么？”上官无情回过神，一脸茫然，感觉自己被无视的追命顷刻间上头。他一番好意，把自己发现的稀有赤炎花都打算让给上官无情，结果就因为一名老杂役，上官无情把他无视了。先跟我出来一趟。追命深吸了口气，强制按捺下内心的醋意和不满。上官无情美眸中弹出一个问号，有点不知所以，但看在追命还算是他师兄的份上，他还是跟了出去。怎么了吗？师兄，你刚才在看谁？追命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不就是一个老杂役吗？你那么看他干什么？我哪一点比不上那个垃圾了？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上官无情一听，这下懂了。他不打算惯着追命，强势回击道：“追命师兄，我要看谁，是我的权利，你似乎无权干涉吧？而且我们是师兄妹关系，并非道侣关系，我有必要顾及你的感受吗？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追命师兄，为了避免你误会，今天我在这里跟你说清楚，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上官无情此话一出，追命两眼一黑，顿时感觉天都塌了。感情他这么久以来的努力，在上官无情眼中一文不值，不知是因为不甘，亦或是恐惧，追命浑身都在颤抖。你不会想跟我说你喜欢老头吧？哈哈哈哈，别逗我行吗？追命大抵是疯了吧？又或者说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换做任何人恐怕都很难接受自己心仪的女生喜欢的居然是老头类型。所以上官无情只是冷冷地瞪了追命一眼，便不再搭理他，转身就欲离开。不甘心的追命一个转身，拦住了上官无情的去路。滚开！上官无情不再念及同门情谊，给追命下了最后通牒：3息之内，若你还挡着我的路，今后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师妹，你……追命拳头紧握，目赤欲裂，内心短暂的挣扎后，最终还是给上官无情让开了路。上官无情甚至都没有多看他一眼，决然的离开了，只留追命肚子一人在风中凌乱，引得不少弟子在不远处指指点点看热闹。人群当中，一道清白相间的窈窕倩影，俏脸上带着几分狡黠与玩味，同样也全程目睹了上官无情和追命的这一幕。另一边，在交易市场逛了一圈之后，林墨花了700灵石，总算是买到了一部隐匿气息的术法，名为敛息术，品阶不高，但胜在好用。虽说修为达到金丹期圆满以上的大能，同样也能看穿敛息术的伪装，但对于林墨来说，差不多也够用了。从交易市场出来，林墨立即便是感受到了一股透心凉般的危险气息。稍稍转头，林墨便发现了追命朝他投来的那道死亡凝视般的目光。林墨一脸疑惑：“不是老子有惹到执法唐青龙分队的这位队长吗？”他本想上去问问清楚，但追命那甚至浮上了血丝的可怕眼神，还是劝退了林墨。不敢过多逗留，林墨飞奔似的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筑基期，这林老头怎么回事？人群当中，苏雨美眸微眨，眼中满是疑惑与惊讶之色。别人或许不了解，但他太了解不过了。他清楚地记得3个多月前，林墨拜托他递交一份举报信给刘子嫣的时候，还是炼气2重的修为来着。不可能啊，难道是我感知错了？3个多月时间，从炼气2种植冲筑基期，连他这种准9品灵脉的妖孽都办不到，林墨区区一个杂役是怎么做到的？不对，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看着林墨消失的方向，苏雨那灵动清澈的眼眸竟是逐渐演变成了血色。从宗门交易市场离开之后，林墨越觉越不对劲。那位执法唐青龙分队队长为何会对老夫展现出这般眼神？
就好像老夫欠了他500万灵石一样。不对，内心的不安让林默感觉此事必有蹊跷，看来得找个时间去找上官无情问清楚好一点，免得产生什么误会就不好了。回来之后，林默立即开始参悟修炼敛息术。敛息术品阶较低，而且也不是什么高深的术法，林默仅用了2个时辰便完全掌握了。暂时先将气息控制在筑基初期吧，刚才老夫出去了一趟，也不知道被什么人感知到了。若是被别人察觉到我有刻意隐藏真实修为，那这敛息术岂不是相当于白练了？收回心神，林默进入紫天宫，开始打扫紫天宫的清洁工作。紫天宫的杂物拖了好一段时间了，万一刘子嫣突然杀回来，发现自己居然还没打扫紫天宫，那女魔头怕不是又得发电。我靠！当打扫到紫天宫的书房时，一道犹如血月般的红色身影吓得林默虎躯一震。小奴才，我很吓人吗？书房软榻之上坐着的正是出圣宗长老院的大长老红月。定了定心神，林默双膝跪下，恭恭敬敬道：老奴见过大长老。他没跟这位红月大长老接触过，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行礼比较好。起来吧，小奴才。红月眼神妩媚，直勾勾地盯着林默，说道：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林默摇了摇头，老奴不知，还请大长老明示。好吧，我也没指望你能有多聪明。说正事之前，红月还不忘损了林默一把。你且回答我，你是不是修炼了阴阳邪魔功阳卷？林默微微一怔，他清楚地记得，自从自己修成了阴阳邪魔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跟这位红月大长老面对面吧？怎么自己修炼了什么功法他都知道了？但红月既然说出来了，林默也知道再否认已经没意义了，于是如实答道：禀大长老，如您所说，老奴确实修炼了阴阳邪魔功，果然如我所预料中的那般呢。哎呀，宗内明明有那么多天赋异禀的难修，真是搞不懂，掌门大人为何偏偏让你这小奴才修了阳卷？不过看上去倒也不算辱没阴阳邪魔功的威名啊。林默一时语塞，不知这红月大长老究竟想说啥。好了，小奴才。感叹了一番，红月转回了正题。最近宗门内出现了一条大鱼，我要你当一次诱饵，去把这条大鱼钓出来。闻言，林默眼睛一瞪，抗议道：大长老，老奴不过一介杂役，何德何能？红月说道：诱饵当然不是指你本人，而是你所修炼的阴阳邪魔功。阴阳邪魔功啊，可是亿万邪修求而不得的至真功法，外面不知道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呢。若是有人来问你，你就如实回答好了。林默撇嘴道：听上去老奴似乎没有拒绝的余地。呵呵，你还挺聪明的嘛。那么大长老，还容请老奴斗胆一问，您说的这个人可是圣女大人？林默想了想，问道：哦。红月黛眉一挑，略感惊讶道：你居然知道？确认红月大长老跟自己想的是同一个人，林默暗地松了口气。苏雨毕竟是出圣宗的圣女，身份地位超然，若不是实在迫不得已，他可不敢随意污蔑苏雨。是。随即林默将那天所看到的事情言简意赅地道来。听罢，红月呵呵笑道：有了你这一则信息，我更加确认自己的猜测了。不过你撞见了圣女的事情，居然还能活到现在，倒是让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想来他也是不敢确定你是否发现他了吧，否则你早就人间蒸发了。林默并不否认红月的说法，苏雨如果确定自己被林默撞破了，林默丝毫不会怀疑自己早就死了不知多少次了。随即林默又问：那不知大长老，您是怎么怀疑上圣女的呢？红月意味深长道：既然我要让你去当这个诱饵，那我也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猜测吧。原来红月前不久去找刘子嫣交账目的时候，正好听到了刘子嫣和苏雨的谈话，再联想到近来宗内出现了内鬼，以及当时苏雨一而再而三的要求让刘子嫣给他修行阴阳邪魔功，所以红月便大胆猜测，这个内鬼有没有可能就是圣女苏雨呢？她是为了阴阳邪魔功而来，所以才有了红月今天来找林默的这一幕。本来我对圣女也只是持着几分怀疑态度，打算让你去试探她一下，但听了你的消息之后，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条大鱼就是圣女了。红月如是说。林默附和地点了点头，现在他也可以确信苏雨确实有问题了。禀大长老，老奴有点不明白，既然可以确认圣女是卧底，为何不直接把她抓起来？老奴修为远不及圣女，我怕。林默撇嘴道：我理解你的担忧，小奴才。红月也是叹气道：若是怀疑对象是其他人，我倒是可以直接抓，但这次的怀疑对象毕竟是圣女，没有确切证据，我可不敢贸然给她定罪啊。而且这个世界收益与风险本就是并存的，不是吗？若你能完美完成任务，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报酬。林默当即眼神一亮，有报酬一切都好说，让自己打白工
林默可不干。启禀大长老，此次任务风险太大，不知大长老能先跟老奴说说报酬是什么吗？林默迫不及待地问道。红月妖娆妩媚道：你这小奴才倒是挺心急嘛，灵石、术法、法宝，又或是各类天材地宝，你想要什么呢？林默沉吟了好一会儿，方才说出自己的要求。大长老，老奴要求不高，想要一件天阶法宝，外加3万灵石，您看。呵，你这小奴才，你管这叫要求不高？3万灵石就不说了，光是一件天阶法宝，哪怕是最次的下品天阶法宝，价格都得奔30-50万灵石去了。还行吧，这算高？高吗？林默一脸天真无邪道。他当然知道这要求已经很高了，虽然林默对天阶法宝的价格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但他起码也知道，但凡达到天阶级别的法宝，那价格都不是元婴期以下的修士能够买得起的。少在这里给我装蒜，小奴才！红月都被气笑了。不过此次你冒的风险确实比较大，要天阶法宝可以，不过是下品的哦。不愧是大长老，大气。就是法宝类别，老奴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想要刀具类型的法宝，不知大长老意下如何？林默狂喜道。本来他也没指望红月能给自己上品乃至极品的天阶法宝，人固然都是贪婪的，但也不能太贪，容易把自己噎死。上品、极品的天阶法宝，价格至少都得奔7位数的灵石去了。无妨，只要品阶不变，什么类型的法宝也没多少区别。红月玉手一挥，先给林默付了1万灵石的定金。这是定金，小奴才，事成之后我再付你剩下的。话音刚落，红月柳眉忽然一皱，仅仅瞬息之间便消失在书房，连带着他的一切痕迹都被抹除了，就好似他从未来过一般。林默疑惑之时，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忽然从身后传来，正是苏雨。见过圣女。林默迅速调整过来，拱手作揖。苏雨脸上依旧挂着仿佛职业般的天真笑容，问道：林老头，你这是在干什么呢？如您所见，圣女。林默示意了一下手中的抹布，不动声色道：圣女可是来找掌门大人？是啊，他不在吗？苏雨问。禀圣女，我只是按时来打扫紫天宫的杂物，不知掌门大人的行踪。林默呵呵笑道。不过当下掌门大人显然不在紫天宫，圣女也许可以等过一段时间再来。我知道了。苏雨并没有打算离开的意思。确认刘子嫣不在之后，他紧接着又问道：倒是林老头，我记得你不久前不是还练气2重的修为吗？怎么这么快就筑基了？难怪你看上去年轻了这么多，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我比较好奇哎。回圣女，此事。林默欲言又止，表情很是为难。苏雨脑袋微微一歪，怎么了？是有什么不能说的吗？林默点头，没事没事，你还信不过我吗？大不了我帮你保密就是了吗？苏雨眨巴着清澈灵动的大眼睛，依旧是一脸天真无邪的模样。呵呵，也是。林默思索了好一会儿，方才说道：圣女上次还帮过老夫来着，即使如此，老夫也不瞒圣女，其实这跟老夫所修炼的功法有关。功法？什么功法这么厉害啊？回圣女，是阴阳邪魔功。闻言，苏雨眼睛瞪得像铜铃，不可置信地质疑道：林老头，不可能吧？师尊居然把阴阳邪魔功给你修炼？上次我去找他要，他都不给呢，怎么可能给你？此刻苏雨的心态有点崩，他作为刘子嫣的首席弟子都得不到阴阳邪魔功，为何林默一个杂役就能得到阴阳邪魔功？林默莞尔笑道：那老夫就不知了。圣女，我所修炼的功法确实就是阴阳邪魔功。苏雨一时语塞，眼眸深处满是不甘与不解之色。阴阳邪魔功无愧是大陆顶尖的邪修功法，给一个100年才炼气2重的杂役修炼，居然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突破到筑基。苏雨心中暗暗震惊。我还是不信。苏雨生闷气地嘟着小嘴，质问道：那我问你，明明我才是师尊的弟子，为什么他给你修炼不给我？凭什么啊？林默低头不语，似乎是不知该如何接苏雨这番话。你说为什么？苏雨情绪有些激动，极其不甘道。林默问道：圣女，请恕老夫多嘴一问，您为何如此执着阴阳邪魔功呢？据我所知，阴阳邪魔功并不是什么好功法，它其实也是有弊端的。苏雨一听林默这话说的怎么跟刘子嫣说的几乎一模一样。什么弊端？你说。苏雨不容置喙地追问。您应该知道，阴阳邪魔功是一部合修魔道功法吧？一旦修炼了阴阳邪魔功，若日后与异性交合，那么阴阳邪魔功会绑定第一个与你交合之人的阳气。一旦绑定了阳气，日后若与其他人合修，则会招来阴阳邪魔功的反噬。无辈魔道修士有几个人一生只有一位道侣啊？圣女，即便如此，
你也还要坚持修炼阴阳邪魔功吗？掌门大人不让您修阴阳邪魔功，是为了您好啊，圣女。林默板板正正、郑重其事地劝说道。听罢，苏雨瞪大了眼睛，沉默了。现在他总算明白，那天刘子嫣为什么跟他说，等他以后结交了道侣，再让他修炼阴阳邪魔功了。感情是因为阴阳邪魔功会绑定阳气的原因。那师尊他为什么自己又要修？苏雨继续问。这老夫就不得而知了，圣女。林默无奈地笑了笑。这你问我，我问谁？苏雨深吸了口气，仅仅一个眨眼的功夫，他那清纯可爱、略显稚嫩的俏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天真无邪的微笑。好吧，我想通了。听你这么说，好像阴阳邪魔功也没什么好的嘛，对吧？我先走了，林老头，师尊什么时候回来了？记得来紫云宫通知我一声哦。目送苏雨离开，林默眼神逐渐变得深邃。这苏雨确实有问题，他太想要阴阳邪魔功了，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就是为了阴阳邪魔功而来的。林默在茶几桌坐了下来，一边给自己沏茶，一边暗暗琢磨着。经过刚才的谈话，林默得出了结论：圣女苏雨10分甚至有9分是卧底，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宗派派来的，居然能下如此血本。不过想来也是，阴阳邪魔功无时无刻都被刘子嫣带在身上，想要拿到阴阳邪魔功的修炼之法，不下点血本根本没可能。虽然本身只是一名杂役，但林默对于初圣宗与其他宗门的关系还是稍微有所了解的。阴阳宗同样是魔门宗派，跟初圣宗算是竞争对手关系吧。因为竞争关系的原因，两宗的弟子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其次就是仙道宗派的万剑阁，因为两宗的势力地盘相邻，再加上仙魔不两立的缘故，因此初圣宗与万剑阁的对立与摩擦更严重一些。两宗常常为了某处机缘、一座矿脉而大打出手，甚至是弟子之间的小摩擦也有可能升级为更大的冲突。具体吗？林默认为还是阴阳宗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很简单，阴阳邪魔功毕竟是邪修功法，那些自诩为名门正派的仙道宗派，无论阴阳邪魔功有多强大，他们对此都是不屑一顾的。而同样作为魔道宗派的阴阳宗，想获取阴阳邪魔功的可能性明显更大。当然了，这只是林默的初步猜测。虽然阴阳宗的可能性最大，但圣女苏雨不见得就一定是阴阳宗派来的，也有可能是其他魔道宗派。无论如何，圣女的卧底嫌疑基本上可以确定了，现在就差证据。林默慢悠悠地品着热茶，心中喃喃自语，想要获得圣女苏雨是卧底的证据，无疑是困难的。碍于苏雨的圣女身份，没有确切证据是不可能把她抓起来审问的，除非她太过于心急，又或是自爆卡车，否则林默想不到要如何拿到她是卧底的证据。倒也未必。下一息，林默脑海灵光一闪，上次他不就偶然碰到苏雨跟外面联系吗？若是能再碰到一次，那就好办了。在这之前，我还得继续提升修为才行，不然就算碰到了，不出意外的话，我可能就要出意外了，并且在这期间还得提防着苏雨，避免他先下手为强才行。眼下苏雨已经知道刘子嫣不在紫天宫，门口的小木屋已经不再安全，所以在刘子嫣回来之前，自己也许该暂时挪窝了。至于刘子嫣交代的要他看守着紫天宫，林默认为问题不大。刘子嫣当初如此交代的意思，大概也是为了抓卧底吧。如今卧底嫌疑人已经确认，紫天宫已经不需要再时时看守了。想到这，林默不再拖沓，仅用了1天时间就把偌大的紫天宫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之后，林默便出门去找上官无情了。红月大长老那里，林默显然是不能去的。要是被苏雨知道自己去找红月大长老，难保不会打草惊蛇，引起苏雨的警觉。所以在偌大的初圣宗，林默眼下唯一能稍微信得过和依靠的，恐怕也只有曾与他有过2次深入友好交流关系的上官无情了。执法堂朱雀分队办事处，师妹，上次是我一时糊涂冲动了，还望你不要往心里去。接待室里，追命从储物戒里取出来一个锦盒，给上官无情递了上去，真诚地致歉道：这是我昨天去摘来的赤岩花，是我那天对你发火的赔礼，师妹你收下。赔礼就不必了，师兄。桌子对面，上官无情将锦盒推了回去，说道：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也不想闹得太难看，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赤岩花你还是拿回去吧。追命并没有收回锦盒，而是小心翼翼地试探道：如此说来，师妹你是原谅我了？上官无情不置可否道：原谅谈不上吧，只能说通过此事，你成功让我改变了对你的原有印象。追命叹气道：师妹，你也不能仅凭一件事就全盘否定我吧。人非圣贤，谁都有冲动不理智的时候，我们这么多年是兄妹，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我吗？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上官无情才对前2天追命表现出来的另一面感到可怕。
但这话他想了想，还是决定不说了。以他对自己这位追命师兄的了解，今日自己若是不松口，他是不会轻易作罢的。沉吟片刻，上官无情索性敷衍道：“好吧，但我希望不会再有下一次，否则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师妹放心，我拿人格向你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听到上官无情松口，追命表情肉眼可见的开心了起来。他再次将装着赤炎花的锦盒推了过去：“师妹，这个你还是收下吧，就当是我的一点薄礼。我真不需要，师兄你还是收回去吧。”上官无情拒绝了。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上官无情岂会不懂这个道理？两人又互相推辞了几番，直到上官无情下了最后通牒，追命也只好悻悻地收回了赤炎花。师兄，我要开始工作了。拉扯完之后，上官无情当即下了逐客令。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师妹。好不容易哄好上官无情的追命也不敢太得寸进尺。无情师姐，外面有个杂役囔囔着一定要见你，我怎么说他都不肯走。你看，刚从接待室出来，一名朱雀分队的执法弟子便上前会报道。杂役？上官武气柳眉微挑，难不成是林墨？一旁的追命也是皱了皱眉，难道是2天前在宗门交易市场上官无情看的那位杂役？不过是一个杂役，跟他废话那么多做什么？直接把他轰走不就行了？追命当即说道。不过前来汇报的执法弟子也暂时不敢轻举妄动。追命虽说也是执法堂的分队队长，但他的顶头上司明显还是上官无情。上官无情一摆手，当即快步走了出去。师妹。迟疑片刻，不放心的追命也紧跟了上去。正如上官无情所预料的那般，办事处门前一名老杂役正在门口踱步，除了林墨之外还能是何人？果然是这老杂毛，居然敢主动来找我的师妹。追命一怒，就欲上前轰走林墨。师兄，此人是来找我的，你要干什么？追命刚迈出一步，上官无情便伸手将他拦了下来。同一时间，正在办事处门口等待的林墨也发现了已经出现在办事处门口的上官无情和追命。不待追命开口，上官无情便是问道：“老杂役，方才有人来和我说你找我，可是有何事？”上官无情语气平淡，漂亮而又不失英气的俏脸上也并无多少的波澜，好似与林墨互不相识。回无情队长，老夫本想来向您报案，但您眼下似乎没时间，老夫还是晚些再来吧。林墨一拱手，当即转身就走。特么的，这不是前2天用死亡凝视般的眼神盯着自己看的执法唐青龙分队队长追命吗？林墨已经隐隐约约地猜到了一些隐情，眼下还是赶紧离开这片是非之地为好，万一被那追命记恨了，那可真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且慢！追命一声暴喝传来，林墨虎躯一震，顿时如坠冰窟，一股不安的预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上官无情也是预感不妙，抢在追命之前说道：“老杂役，既然来都来了，倒也不必急着走，我有时间，且进来和我慢慢交代你要报案的细节吧。”旋即，上官无情又转头对追命说道：“师兄，你知道我工作时不喜被打扰，你还是先请回吧。”闻言，追命顿时瞪大了眼睛：“不是，师兄，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上官无情问道。追命眉头一拧，他本想发怒，但一想到自己和上官无情的关系才刚刚有所缓和，只好挤出一抹勉强的微笑，摇头道：“不是，师妹你且忙吧，正好我也要回去了。”等追命走远了，上官无情方才招呼林墨进了办事处。可是遇到什么事了，老杂役？上官无情率先开口。是。林墨点了点头，说道：“我被人盯上了，不知无情队长，近期可否给老夫提供一些庇护？你不是居住在掌门大人的紫天宫门口吗？有何人敢去那里找你的麻烦？”上官无情略感不解。按理说，紫天宫基本上可以说是整个出圣宗最安全的地方了，只要你没有惹到掌门刘紫嫣，那就无人敢在紫天宫找你的麻烦。林墨无奈道：“无情队长有所不知，掌门大人外出了，还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所以老夫那小木屋已经不安全了。这样吗？”上官无情略作沉吟，而后道：“那你不妨给我说说，你被谁盯上了，我帮你解决。”林墨有难，上官无情自然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他还指望跟林墨和修来快速提升自身的修为呢。更重要的是，因为纯阳圣体的缘故，再加上林墨在突破筑基之后，整个人整体上年轻了20-30岁，导致上官无情无形间被林墨迷得愈发的不可自拔。不可说，无情队长，老夫只能跟你说，此人你惹不起，但只要在你这里，他就不敢来找老夫的麻烦。林墨苦笑道：“从修为上来说，也许苏雨并非上官无情的对手，但苏雨在出圣宗的地位，远不是上官无情区区一个执法堂的分队队长可以比拟的。”上官无情一听惊呆了：“你这是招惹了何方神圣啊？
紧接着，林默又道：“而且，无情队长，刚才那位追命队长似乎对老夫也有很大的敌意。如此一来，老夫的危险就更大了。”上官无情颔首道：“我知道，是因为我的缘故，他才对你产生敌意。我理论对此负责。既然如此，你便先去我那里暂住一段时间吧。”正好。上官无情一改刚才的严肃态度，露出一抹勾人的妩媚笑容。他缓缓起身，一屁股坐到了林默的大腿上，搂着林默的脖颈，洁白如雪的纤细玉手自林默的衣领探了进去。上官无情温柔地抚摸着林默的胸膛，附在林默耳旁，轻声细语道：“近来我修行遇到了瓶颈，你来帮我疏通疏通这道瓶颈吧。”根据前2次的经验，上官无情10分又9分的自信，再和林默合修一次，他大概率就能突破瓶颈，迈入金丹中期的境界了。这一幕要是被追命看到，其道心怕不是得当场破碎。在他面前清冷的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上官无情，在林默面前竟是如此一副妖娆浪荡的姿态。被上官无情这么一挑逗，林默浑身一阵瘙痒，有点坐不住。这里若不是朱雀分队办事处，林默是真想把上官无情给就地吃干抹净了。林默的手掌也肆无忌惮地在上官无情身上游离着，有点担忧道：“无情队长，去你那里暂住的话，老夫倒是没意见。老夫就担心，万一被那追命队长发现，届时场面可能有点不太好收拾。谁敢保证他会不会暗中跟踪我们呢？”上官无情一听，林默此言确实有几分道理。以追命的性格，还真有可能会跟踪他或者林默。下一秒，上官无情便有了应对之法：“无需担心，晚点我去牵制住他，你趁此机会先行去我住处即可。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林默眼神一亮：“啊！”上官无情娇躯忽然一颤，随即推掉了林默的手，吐气如兰道：“别这么心急，老杂役，再这样的话，我可就要在这么多师弟师妹面前丢人了。”林默嘿嘿一笑，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说道：“无情队长，你不觉得在这里还挺刺激的吗？”你……上官无情脸蛋更红了。但你别说，在办事处的接待室里，确实刺激。上官无情的心跳愈发剧烈，竟产生了一股跃跃欲试的冲动。那，在这里就一次，然后等晚上回到我住处再说。沉吟片刻，上官无情决定豁出去了。大不了他忍着不叫出声不就行了。就在林默有点猴急的要褪去上官无情的衣裳时，他及时制止了林默，正色道：“先等等，我先去交代一句，让外面的师妹看住，不让任何人进来。”行。随即上官无情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服和通红的脸蛋，打开接待室的大门交代了一句，这才关上大门，重新返了回来。好了，我们开始吧。积攒了1个多月积蓄的林默，体内阳气甚是充沛。尽管上官无情已经在极力控制，不让自己发出声音，但随着修行继续，修为在明显提升，上官无情全身毛孔舒张，让他忍不住，幸亏林默及时堵住了他的嘴，不然外面的弟子们要知道接待室里面的修行近况了。约莫2个多时辰之后，林默与上官无情时隔2月的合修，终是宣告暂时性停下。经历一场阴阳和合的修行，上官无情气息变得更加悠长，香汗淋漓。也许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导致他的秀峰仍然在剧烈的起伏着。倒是他脸上那副因修行增强后无比满足的表情，诉说着他此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在遇见林默之前，上官无情都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如此一面，特别是在满足精神需求的同时，还能提升自身修为的好处，更是让上官无情难以招架。莫说上官无情了，换做尘世间的任何一位女子，恐怕也很难抗拒。怎么样，无情队长，还算满意吗？穿好衣衫，林默淡笑道：“对你的表现很满意，但我还想要更多。”上官无情整理着自己的衣裳和那凌乱的长发，一会儿出去了。你等到天黑再去我的住处，我会直接去找追命师兄，确保他不会知道你的行踪。上官无情已经开始期待回到住处之后和林默展开一场昏天黑地的大战了。林默点头表示收到。待上官无情整理完了，林默2人这才装作若无其事的离开了接待室，离开了朱雀分队办事处。为了保证自身安全，林默径直来到了距离紫天宫不远处的宗门练武广场。坐在广场边缘的石凳处，林默眼光余光扫视着四周，他发现不少眼睛都在注视着自己，而这些目光无一例外的居然全都是女弟子。对此林默倒是不感到奇怪，想来是纯阳圣体在发力。要不是这里人多，林默丝毫不怀疑这些女弟子会犹如饿虎扑食那般冲上来把自己吃干抹净。哎，有时候这纯阳圣体也是个麻烦啊。林默扶着额头叹气道。不多时，太阳落下西山，天色也渐渐的黑了。彻底入夜之后，林默趁着夜色
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练武广场。林默没有注意到，在练武广场的人群当中，有一双眼睛始终在盯着他。在林默离开后不久，那双眼睛的主人紧跟在林默身后跟了上去。另一边，上官无情和追命正在处理一起内门弟子之间的矛盾。这两人因为矛盾，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打出手了，所以执法堂不得不介入调停。弟子之间私底下怎么斗个你死我活，执法堂一般都是不管的，除非他们闹到明面上来。处理完这起事件，上官无情估摸着差不多了，于是便和追命分道扬镳，各回个家，各找个妈了。上官无情回到住处时，林默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如何？你来的时候可有人跟踪你？上官无情坐了下来，慢悠悠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追命是被他牵制住了，但难保他不会派自己手下的人去跟踪林默。老夫体感上是没人跟踪的，但你也知道，无情队长，老夫的修为相较于内门弟子而言还是太弱了。倘若真的有人跟踪我，对方隐藏的好的话，可能我也发现不了。林默摇了摇头，说得比较保守。无所谓了。上官无情说道，至少在我这里你是安全的，只要来的人不是我师父那种级别或以上的。反正上官无情也不怕被追命发现，他只是担心林默的安危。呵呵，也是。林默淡笑着点了点头，反正他在上官无情这里估计也住不久。刘子嫣什么时候回来了，他就可以回自己的小木屋了。闲聊了几句，林默二人便再次进入了那一间密不透光的房间。关好门，上官无情便迫不及待地坐到了林默面前。林默顺势搂着上官无情的水蛇腰，一只手在其身上肆意的游离，闻着上官无情脖颈间隙来的女人体香，林默坏笑道：无情队长，若是让那追命队长知道你私底下是这般浪荡的模样，他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呢？想必肯定很精彩。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这老杂役还挺坏呢。上官无情扭动着腰肢，搔首弄姿道：呵呵，以他那性格，若是知道的话，恐怕得当场抱走了。不过谁在乎呢？我可不在乎。林默故意问道。为什么呢？无情队长，那追命队长相较于老夫年轻时虽说稍逊了一筹，但也称得上帅气十足了，而且他的修炼天赋也不差。你居然对他没有感觉吗？没感觉呢，那人太无趣了，只知道一味的讨好我。他除了修炼天赋稍微看得过去，看我眼里并无第二个亮点。女人啊，可不是简单的讨好他就够了。再说了，上官无情转过身来，和林默进行一个如胶似漆的拥吻之后，这才接着说道：我这不是有你了吗？老杂役，相较于那无趣的追命，我倒是更喜欢你这小老头。你还能给我属于女人真正的快乐，我又何必费尽心思去说服我自己接纳他呢？这不是给我自己找不痛快吗？林默呵呵一笑道：我都不知道我这小老头有什么好的，能让无情队长如此着迷。很简单，就像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好的。那追命师兄至于对我如此死心塌地吗？宗门内比我优秀的师姐和前辈们并不在少数，倒的确是这么个道理。说罢，林默和上官无情会心一笑，旋即林默用力拍了拍上官无情的翘臀，上官无情立即会意，当即起身宽衣解带。执法堂青龙分队办事处，你确定亲眼看到那老杂役去了无情师妹那里？追命抓着一名执法弟子的衣领，脸色狰狞的可怕。是，追命师兄，我敢拿人头担保，我亲眼看到他进去了。得到准确的答案，追命松开了执法弟子的衣领，那阴翳的眼神几乎可以滴出水来，疯狂的肃杀之意在其眼神深处奔涌。随即追命直奔上官无情的住处而来。黑夜之下，上官无情的住处灯火通明，追命躲在黑暗之中，竖起耳朵仔细聆听，但传入耳中的唯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他想去敲门，心里又怕再次跟上官无情闹翻，可一联想到此时此刻他的师妹极有可能被林默压在身下凌辱，追命电气的浑身都在颤抖，无法接受这种事情。不会的，师妹不可能是那样的人。追命如此安慰着自己。以他对上官无情的了解来看，上官无情确实不是那么随便的女人。追命躲在黑夜中思索了许久，最终还是决定上去敲敲门。咚咚咚，咚咚咚，追命轻轻地敲响了上官无情的家门，但里面却毫无反应。师妹难道是在修炼？上官无情此刻确实在修炼，只不过是在合修罢了。房间里，尽管房间的隔音效果很不错，但耳尖的上官无情还是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屋外传来的一阵细微的敲门声。蓦地，上官无情柳眉微微一皱：无情队长，怎么了？外面好像有人敲门，我想大概是追命师兄。上官无情推测道：那就让他在门外等着，你也不想
被他扫了兴吧？林默说道。有道理，我们继续。小老头。上官无情想了想，他要是出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会被追命扫了兴致。既然如此，那就索性不管他了。饶是再给追命一个雄心豹子胆，上官无情也敢笃定，他绝不敢强闯自己家。就这样，在敲门了一阵无果之后，追命便再次躲到了黑暗之中。他一直在外面等，直到第二天太阳都快下山了，上官无情仍然没有从屋里出来。此刻追命更加笃定，他的师妹一定是在修炼。他还真不信林默那种老头能有如此的持久力。想到这，追命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他回到青龙分队办事处，找到被他派去跟踪林默的执法弟子，质问道：你眼睛不用，我帮你挖出来拿去捐了。那老杂役明明不在师妹那里。不可能。执法弟子信誓旦旦道：追命师兄，我真的亲眼看到他进去了，如果我有一句假话，我现在就去自修自焚之塔。追命眼睛一瞪，整个人都呆住了。这种毒誓都发得出来，那看来不是他师弟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了。但他又不想承认自己错了，于是命令道：你说你亲眼看到他进去了，那我给你一个机会，去无情师妹家里盯着，等他出门之后把那老杂役杀了。要真的是你看错了，没找到那个老杂役，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是，追命师兄，我要是在无情师姐家里找不到他，我回头自己去自修自焚之塔。又过了一天，密不透光的房间里，上官无情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红彤彤的俏脸上挂着妖娆妩媚又无比满足的笑意。在林默的纯阳之力的滋润下，他几乎是如水到渠成般，很自然地突破到了金丹中期，修为大涨。他深情款款地看向一旁的林默，感叹自己真是捡到宝了。林默的收获同样不小，虽说不至于突破到筑基中期，但相较于2天前，他体内的灵力明显要强横了许多。林默不得不感慨，还是当邪修舒服，身心得到满足的同时还能提升修为，这不比仙道修士香多了。随即林默也是躺了下来，略作休息。许久，稍微缓过来一些的上官无情玉手撑着下巴，注视着林默的侧脸，略感好奇地问道：说起来，小老头，当初你是怎么来到出圣宗的？被抓过来的还是？让无情队长见笑了，老夫是被父母卖过来的。林默并不避讳谈及此事，如实说道。为什么？上官无情不解。在出圣宗，内门弟子尚且算个人，杂役弟子的地位可是连狗都不如，你父母怎么会把你卖到这里来？林默苦笑道：我家10几个兄弟姐妹，而我又是最小且最没有修炼天赋的一个，家里贫困，父母除了把我卖了还能怎么办呢？由于是穿越者，所以林默从出生开始就记事了，因此对于小时候这件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大事，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那你恨他们吗？好奇的上官无情继续追问。倒也谈不上恨，林默语气平淡的可怕。因为他们，老夫才得以来到这个世上，但也因为他们，老夫在出圣宗承受了100年的非人对待，我跟他们也算是扯平，互不相欠了。也许他们早就忘记还有我这么一个儿子了吧？小老头，你的心态还挺好，如果是我的话，我恐怕已经恨死他们了。上官无情自愧不如道。林默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其实仔细想想，恨他们又有什么用呢？不谈还能不能找得到他们的问题，就算父母现在出现在林默面前，林默也未必还能认得出他们。又或者他们没能突破到筑基期，提升寿命上限，早就入土为安了，不说他们了。上官无情随即转移了话题，小老头，有没有想过从杂役弟子转成内门弟子？以你现在的修为，应该是可以通过内门弟子考核了。在出圣宗，杂役弟子想要逆天改命，唯有一途，去参加宗门考核，转成内门弟子。但纵观出圣宗创建以来的历史，从杂役弟子转成内门弟子的人数屈指可数。出圣宗的杂役弟子本身就是因为修炼资质太低才被丢到这里来的，想要逆天改命，谈何容易？老夫不是没想过，但我能不能去参加宗门考核，转成内门弟子，还得看掌门大人的意思。林默点头沉吟道，在出圣宗宗门内，杂役弟子的身份确实限制太多了。林默是想转成内门弟子的，现在的问题是刘子嫣那边的态度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上官无情说道，若掌门大人同意，你可以来参加执法堂的内门弟子考核，到时候我去跟师傅走走关系，把你分到我们朱雀分队来，如此今后我们合修就方便多了。哼，感谢无情队长的好意，但这件事现在还太遥远了，掌门大人还不知几时才回来呢。林默说的模棱两可，他是不想被上官无情套得太牢的。别看上官无情现在对自己很好，但林默心里清楚，
这其实都是得益于纯阳圣体的功劳。若不是纯阳圣体，他和上官无情不会有过多的交情。在出圣宗100余年，林默深知不能完全信任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怎么，不想来执法堂吗？上官无情显然不是那么好糊弄过去的。倒也不是，只是老夫认为掌门大人大概率不会让我转成内门弟子。话可不能说得太绝对哦。上官无情却是不这么认为。杂役不多你一个，杂役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掌门大人为何一定要指定你当紫天宫的御用杂役？唉，说来话长。林默叹气道，若掌门大人同意，老夫一定来执法堂。这才像话嘛。得到想要的回答，上官无情这才满意的笑了笑。好了，我要回办事处看看了，要是觉得外面不安全，你就待在这里吧。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去朱雀办事处找我。穿好衣服，整理好仪容仪表，上官无情便离开了。林默盘膝坐了下来，开始运转体内的阴阳邪魔功。雄浑的灵力流淌过体内的每一条经脉，林默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又强横了许多。这种修为显著提升的感觉确实爽。林默嘴角微掀，兴奋道。整理了一下心情，林默便开始尝试冲击筑基中期了。现在他身上大约还有2万2的灵石，灵石储备多着呢，正好外面对他来说也不安全。除了修炼之外，林默也没其他事可做了。他不多时，一道轻微的脚步声自客厅处传来。由于上官无情出门的时候并没有关上房间的门，因此客厅的脚步声林默听得很清楚。同一时间，一股危险的气息随着空气进入林默的感知。林默眼睛危险的眯起，当即退出修炼状态，手掌一握间，黑刀已是闪现而出。很快，一道人影便出现在房间门口。从对方的服饰来看，明显是执法堂的弟子。我果然没看错，你确实在这里。对方咧嘴一笑，丝毫不掩饰身上那股冰冷的杀意。筑基中期，从气息来看，这名执法堂弟子的修为应该是筑基中期没错。虽然比自身修为高，但林默认为他并非毫无胜算。这位执法堂的道友，老夫似乎不认识你吧？为何想要置老夫于死地？林默眯着眼睛问道。哼，一个杂役而已，打杀便打杀了，需要理由吗？执法堂弟子嘴边噙着一抹戏谑的弧度道。但我这个人向来怀有仁慈之心，便让你死得明白一些吧。要怪就怪你自己招惹到不该招惹的人吧。还有，我可不想去自修自焚之塔，那就只有请你去死了。对方虽然没说具体名字，但林默大概也能猜到了。不出意外的话，他所说的这个不该招惹的人，正是执法堂青龙分队队长追命。呵呵，不巧，老夫也不想死。林默呵呵一笑，从容不迫道。这可就由不得你了。嗡！执法堂弟子话音刚落，一道闪烁着寒芒的灵力刀意便是正面袭来。林默率先出手了。不乖乖受死，还敢向我还击吗？有点意思。既然如此，那就让你这老杂役领教一下何为筑基中期。与此同时，另一边，师妹，上官无情刚来到朱雀办事处门口，追命的声音便从身后传来。师兄找我有事。上官无情面无波澜，语气平淡。不知为何，他越看追命越觉得不顺眼了。或许是因为林默的缘故吧。师妹，你这是金丹中期了，可喜可贺。感受着来自上官无情身上那股几乎与他相差无几的强横气息，追命略感惊讶道。上官无情只是点了点琴手，对追命的态度很是淡漠。追命内心一阵绞痛。在此之前，上官无情对他的态度明明还不像现在这般冷漠。上官无情明明就在他眼前，可他却感觉他这位师妹正在不断地离他远去。师妹，为了庆贺你突破，不如我们来切磋2招如何？点到为止即可。追命脸上依旧噙着一抹微笑，装作无事人一般。上官无情正琢磨着到底要不要应承追命的切磋请求，但忽然间他意识到一个问题，追命现在这番说辞怎么那么像他前2日牵制追命时的说辞。霎时间，第6感告诉上官无情不妙。林默冷冷地瞪了追命一眼，上官无情当即施展身形，以最快的速度往家里赶。师妹，追命皱了皱眉，当即追了上去，将上官无情拦了下来。师妹，就算你不想和我切磋，至少也该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吧。这算怎么个事？追命师兄，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上官无情冷若冰霜地瞪着追命，凛声道。倘若你的人闯入了我家里，你就等着接受来自师父的制裁吧。当上官无情和追命赶回来的时候，只见屋子已经破了几个大窟窿，一道人影躺在屋子门前的空地上，奄奄一息。此人并非林默，而是追命派来的执法堂弟子。上官无情2人上前，
只见躺在地上的执法堂弟子眼神空洞无神，浑身都在抽搐，就好似失去了三魂七魄一般。在其上半身，一道长长的刀痕呈45度角，自其肩膀一直蔓延至腰间。刀痕并非血色，而是呈现出一片枯萎的漆黑之色，并且还在不断向外蔓延，破坏他身体机能的同时，也在掠夺他的生机。上官无情认的此人，正是青龙分队的执法堂弟子朱凡。上官无情不知朱凡为何会落得如此境地，同时他也不关心。他恶狠狠地瞪了追命一眼，冷冷道：追命师兄，你该做好向师父请罪的准备了。旋即，上官无情没有理会命悬一线的朱凡，快步回到了屋里。只见屋里一片狼藉，全是打斗的痕迹。他四处寻找着林墨的身影，却始终不见。小老头，上官无情一时间慌了神。哪怕扩大了搜索范围，上官无情仍然没有寻到任何关于林墨的踪迹。现在只有2个结果，要么林墨被朱凡给挫骨扬灰了，要么他逃走了。从打斗现场以及朱凡的负伤情况来看，上官无情更偏向于后者。随后，上官无情回到了空地，眼眸中燃烧着熊熊怒火，上去便是一巴掌，将追命扇得像陀螺一般，在原地转了好几圈。追命，此前我敬你是师兄，所以给你几分薄面，没想到你如此不知好歹，还敢派人来强闯我家。从今往后，除了必要场合，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追命捂着那通红的半边脸，瞳孔紧缩，胸膛剧烈的起伏着，浑身都在不受控制的震颤。他是完全没想到上官无情竟会为了一个杂役，真的要跟他彻底撕破脸皮。上官无情的话犹如一柄最尖锐的利刃，狠狠地扎进了追命的心脏。他的心理防线瞬间被击溃，感觉天都塌了。好得很呐，师妹。追命脸色阴沉如水，强忍着即将爆发的情绪，沉声道：在你眼里，我还不如区区一个杂役是吧？好，我记住了。说罢，追命扛起地上的朱凡离开了。对于追命的狠话，上官无情则犹若未闻。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林墨到底怎么样了？那朱凡是筑基中期修为，小老头只是筑基初期，没想到他竟然还赢了。从朱凡的情况来看，他也许大概是活不成了，但林墨不一定。他既然还有力气逃命，那想来是没有受到致命伤才对。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寻到林墨的下落，否则他受的伤若是逐渐恶化，危及生命就不妙了。话分两头，林墨一路奔逃，渐渐地离开了初圣宗的中心地带，愈发地深入了初圣宗深处。最终他来到了一条小溪旁，一口鲜血也随之喷薄而出。该死！林墨捂着胸口，气息极为的紊乱。方才与那朱凡恶斗的画面仍然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的回放。当时朱凡使出了一招强横的术法，但同时林墨同样也施展出了勾魂。勾魂夺去了朱凡的三魂七魄，但林墨也被朱凡施展的术法所伤。若非有纯阳圣体加持，朱凡那一招足以将他击杀。可即便如此，此时林墨体内的伤势也极为严重。他趴在小溪旁，只觉体内愈发的乏力虚弱，眼前的视线也渐渐模糊。战斗经验还是太少了，如若不然，仅仅只是对付一名筑基中期，老夫不至于落得如此田地。甚至可以说，在这之前他根本没有过一场像样的战斗经验。上次被云飞埋伏，与其说是战斗经验，倒不如说是被云飞单方面吊打更为贴切。以他现在的修为，施展勾魂确实可以斩杀筑基中期的修士，但同时由于战斗经验匮乏的原因，林墨也很难躲得掉对手的攻势，特别是那种大范围的术法。嗡！忽然间脑海中传来一阵嗡鸣，林墨眼前一黑，当场失去了意识，倒了下去。在失去意识的一瞬间，林墨似乎感觉到似乎有一只手从背后抓住了他。不知过了多久，当林墨再次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古香古色的房间。是谁救了我？林墨扶着额头，回忆起了失去意识前的那一刻。再结合着眼下这一幕，基本可以确定当时肯定是有人把他救回来了，只是他尚不清楚救他的人是谁。倒是他体内的伤势似乎是恢复了不少，不像昏迷前那么严重了，其中有纯阳圣体的功劳。严格意义上来说，纯阳圣体虽说是一种吸引女修的特殊体质，但同时也具备一定的自愈能力，只是相对于专攻于自愈的特殊体质来说，没那么出色而已。当然了，林墨认为这其中可能也有救他的人的功劳。嘎吱！就在林墨琢磨是谁救了他时，房门忽然被推开了，一道身材妖娆的红色倩影缓缓走了进来，正是初圣宗大长老红月。看到红月大长老的那一刻，林墨胸口悬着的石头总算放了下来。他本想下床给红月行礼，却见红月摆了摆玉手，妖艳红唇轻启。
有伤在身，便不必行这些繁琐的礼仪了。谢大长老的救命之恩。虽然，但是林默还是郑重地感谢道。红月大长老妖娆一笑，调戏道：“哎呀，你当时已经快闯入宗门禁地了，我要是再不把你抓回来，怕是连我也保不住你哦。再从另一方面来讲，我还需要你去把圣女这条大鱼给我钓出来呢。呵呵，你可不能死得这么快啊，不然我那1万灵石定金不是打水漂了吗？”呵呵，林默苦笑一声，不知该说什么。倒是你的伤势恢复情况，比我预想中的要快。说话间，红月扭动着水蛇般的腰肢来到床榻边，修长的青葱玉指伸出，微微挑起林默的下巴，深赤色的眸子仔细地打量着林默沧桑的脸庞，略感疑惑道：“如此看到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给你服用的清灵丹虽有治愈内伤的功效，但显然达不到如此预期，真是奇了怪了。”红月奇怪的不仅仅林默的伤势恢复情况远超预期，更加奇怪的是，他竟会觉得林默这张满是岁月痕迹的沧桑脸庞是如此的吸引人。上次在紫天宫时，红月还以为是自己孤独久了所产生的错觉，可当近距离地注视着林默这张老脸时，他才确信，这似乎并不是他的错觉。小奴才，你自己说说是怎么回事呢？红月问。回大长老，也许是老奴命不该绝吧。林默随口找了个借口，搪塞道。看红月大长老这副如狐狸般的妩媚模样，他可不敢让红月知道自己是纯阳圣体，万一被红月抓去当炉之鼎，那可就不值当了。呵呵，是吗？红月鬼魅一笑，这种说辞明显是忽悠不了他的。好了，片刻，红月松开了林默的下巴。小奴才，既然你醒了，那就该走了。你消失太长时间，难保不会引起圣女的警觉哦。可是，大长老，老奴的伤势尚未痊愈，现在回去的话，圣女若是袭击我，我恐将毫无还手之力。林默说道，说的好像恢复了伤势，凭你这筑基初期的修为就能抗衡圣女一样。红月意味深长道，你要做的从来不是正面抗衡圣女，用点脑子嘛，发挥你的求生本能，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对吧？再说了，3万灵石和天阶法宝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赚到手的哦。对了，我提醒你一句，不要指望我每次都会救你哦，除非你已经拿到圣女是卧底的确凿证据，在此之前，若你遭到来自圣女的威胁，我是不会出面的。好吧。林默撇了撇嘴，眼下他确实只能靠自己了。红月若是能出面的话，他也不必来找自己当诱饵了，直接将圣女素雨拿下不是简单省事。随后在红月的安排下，林默从长老院的后门离开了。林默并没有立即返回出圣宗山门，而是在长老院附近的山峰上找了一个隐蔽的洞穴，打算把伤养好再回去。至少林默可以确定圣女苏雨现在是绝对不知道他的下落的，所以养伤期间倒也不需要担心苏雨会找过来。青龙分队队长追命，在洞穴的一块巨石之上盘膝坐了下来，林默眼中迸发出一抹凌厉之色。本来他不想招惹追命，可既然对方想置他于死地的话，那就怪不得老夫了。此仇不报非君子。只是以他现在的修为，还远不是追命的对手，筑基期的修为还是太弱了。要想在出圣宗站稳脚跟，林默估摸着至少也得是金丹期以上的修为才行。太弱了，太弱了。林默内心从未如此的渴望更强大的力量，光一个圣女苏雨就几乎压得他快要喘不过气来了。现在又来一个追命，这两人就犹如两座大山一般压在林默的肩膀上，使他根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旋即林默不再拖沓，沉下心神，开始运转阴阳邪魔功，调动体内的纯阳之气，开始修复体内的伤势，再加上清灵丹残余的药效，林默体内的伤势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治愈。如此，大半个月过去了，林默重新睁开眼睛，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从巨石上起身蹦跶了2下，确认身体已无大碍，林默这才露出一抹如释重负的笑容。林默，小老头。就在这时，洞穴外忽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呼唤声，识别出是上官无情的声音，林默刚紧绷的身心又重新放松了。林默走出洞穴，顺着声音的来源望去，果然看到了不远处的上官无情。无情队长，这边。林默招呼了一声，那一脸迷茫焦急的上官无情终于发现了他。小老头，太好了。见林默似乎安然无恙，上官无情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欣喜若狂地奔向林默，犹如久别重逢的恋人一般扑进了林默怀中。嗨嗨，无情队长，老夫没事，你淡定点。许久，上官无情的情绪总算平复了一些，他向林默询问起那天的事情，林默倒不隐瞒，一五一十地给上官无情娓娓道来。只不过林默隐瞒了红月大长老救了他一事，红月钓鱼一事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你还在笑呢？那朱凡的修为毕竟比你高，知不知道多危险？上官无情有点生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林默轻笑道：那种情况下，老夫除了应战，也没有其他办法了。也是，上官无情自责道：都怪我，我没想到追命竟然如此大胆，真的敢让他的人去强闯我家。不过今后不用担心了，我的师父，也就是执法堂堂主，他老人家已经责罚了追命，让他离开宗门历练去了。自那之后，上官无情就一直在找林默，他几乎快要将出圣宗宗门翻了一遍了，总算是找到了林默。如此甚好。林默长长的松了口气，说道：无情队长，你倒也不必自责，是老夫给你添麻烦了才是。本来林默也不指望执法堂堂主会为了他区区一个杂役就重罚追命，但至少追命离开宗门外出历练，对当下的林默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起码盯着他的敌人少了一个。接下来只需专心跟圣女苏雨斡旋即可，不麻烦，这是我应该为你做的。上官无情浅笑道。上官无情不会否认，他确实是依靠和林默的合修，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突破到金丹中期，否则的话，以他的修炼资质，正常修炼到金丹中期，没个3-5年时间办不到。林默不置可否的笑了笑，道：无情队长，我们该回去了。既然追命已经不在宗门了，那林默就可以大胆的回去了。只要有上官无情陪同，林默相信自己是绝对安全的。再怎么说，圣女苏雨也绝不可能当着上官无情的面对自己出手偷袭什么的。回到上官无情住处，两人又酣畅淋漓的大战了2天2夜。此战过后，林默隐隐间已经感觉到自己已经有着快要突破的迹象了。于是林默趁着上官无情出门之际，一鼓作气在吸收了3000灵石所蕴含的灵气之后，正式突破到了筑基中期。突破之后，林默的意识毫无征兆地进入了一种玄之又玄又似梦非梦的状态。在这种玄之又玄的状态下，林默的意识来到了一片荒凉的大地之上，斜风呼啸间可以看到地面上露出的森森白骨。林默猛然抬头向前望去，只见一道与他模样相似的黑影手持一柄无齿黑刀，就站在他的正前方。林默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手掌轻轻一握，黑刀意识闪现而出。呼咻，一阵阴风袭来，似是点燃了某个导火索。黑影率先朝林默发动进攻，手中黑刀直取林默的心脏。林默下意识地举起黑刀一挡，但反震之力仍然将他震退了上千米。噗嗤，稳住身形的林默尚未缓过神来，黑影已是如影随形而至，手中长刀已然刺穿了他的胸膛。哐当，林默瞪大着瞳孔，手中黑刀脱落在地。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机正在迅速消逝。不多时，林默便彻底闭上了眼睛。他死了。恍惚间，意识中的林默再次睁开了眼睛。他下意识地看向前方，那道与自己极为相似的黑影依然屹立在那里。原来如此，林默嘴角微扬，已经逐渐理解了一切。这一次，林默先声夺人，率先朝黑影发起进攻。然而短短几个回合之后，林默便是难以招架黑影的猛烈攻势，被其一招勾魂斩于刀下。再次回到战场，林默总结了上一次的经验，改进了自己的战术打法。这次林默足足与黑影大战了10几个回合，方才败下阵来。他感觉出来了，这道黑影似乎是自己的影子，修为也不过与自己相当。影子的优势在于他有着足够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战术，所以林默前2回合才会败得如此之快。在这里，时间对于林默而言似乎已经毫无意义。他一次次的被影子击败，又一次次的重新站了起来，继续迎战。林默已经不记得自己究竟被影子击败了几次，10次、100次，又或是1000次。再次倒下之后，林默又一次满血复活，重新站了起来。他手握黑刀，目光深邃，沉静如水。过去的成百上千次战斗，林默积累了足够深厚的战斗经验，这都是得益于影子的战术，并非一成不变的。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和影子进行了成百上千次战斗，影子的战术就没有一次重复的。他见招拆招，并且总能抓住林默的进攻和防守破绽，从而对其一击制胜。也正是因为如此，林默的进步极快。下一息，林默眼皮轻抬，嘴角微扬一抹自信十足的弧度，而后朝影子勾了勾手指，示意其率先进攻。影子也不墨迹，黑刀挥舞间，沿途留下一道道残影，如鬼魅般栖身而进。嗡，凌厉的刀意嗡鸣间，一道道闪烁着寒芒的猛烈攻势，如狂风骤雨般将林默笼罩了进去。面对着影子这般猛烈且密集的攻势，林默脚步不停地微挪，进行着极为细微的身位调整。影子的攻势看似每次都能命中林默，可每次都被林默以极限的角度给完美的避开了。某一刻，当影子的攻势达到最高峰之时，
方才一直在进行着防守的林默，手掌轻轻一拨，黑刀调转了一个方向，猛地朝后刺出。噗嗤，闷响传来，影子的攻势随之停歇，就连时间都仿佛静止了。只见林默手中的黑刀径直刺穿了影子的胸膛。片刻，林默一个帅气的手刀，影子也随风逐渐消散。他赢了。在影子消失的那一刻，这片似梦非梦般的空间破碎，林默睁开眼睛，回到现实中来，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竟已经出了一身的汗。方才与影子进行了成百上千次战斗所积累的战斗经验，无比清晰地记载在他的脑海当中。林默嘴角微掀，我感觉现在的我强得可怕。这一刻，他的内心无疑是喜悦的。战斗经验这一块，在此之前还是他最大的短处，现在却成了他最为擅长的长处了。倒是刚才的情况，有点像是冥想修炼，干脆就叫冥想修炼法好了。当然，刚才突破到筑基中期时顿悟出来的冥想修炼法，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纯阳圣体的特点之一，便是绝顶的天赋和悟性。在与朱凡的一战中，林默虽然胜了，却也负了重伤。林默懊恼于自己的战斗经验太匮乏，渴望提升自身的战斗经验，这才有了刚才突破时所产生的顿悟。我说，你一直躲在这里干什么？这可不行呢！林默兴奋之余，一道妖娆性感的声音自虚空之中突兀地响起。林默虎躯一震，猛地顺着声音的来源望去，只见红月大长老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大长老，您怎么来了？我再不来，计划可就要失败了。红月正色道，你躲在这里是安全，但你久未露面，你猜圣女会怎么想？那林老头在躲着我，是不是已经发现我在盯着他了？林默一阵语塞，听红月大长老这么一说，好像的确有几分道理。小奴才，我不反对你躲在这里保安全，但你一直躲在这里，我们的计划可如何进行下去？所以你得时不时在圣女面前露一下面才行哦。老奴明白了。林默微微点头，确实，自己长时间不回紫天宫的小木屋，从圣女苏雨的视角来看，确实太反常了。因为目前圣女苏雨只是怀疑林默是否已经发现了自己的不正常行为，并未确定。林默若是躲着他的话，那他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林默知道他有问题了。如此一来，对红月大长老的钓鱼执法计划是极为不利的。那还愣在这里做什么？赶紧回去啊！林默不敢拖沓，告别了一声便匆忙离开了。屋顶，红月大长老双手抱胸，眺望着林默逐渐远去的背影，妖艳红唇边噙着一抹兴致勃勃的弧度。这就筑基中期了，如此修炼速度，只怕是那些九品灵脉的绝世天才也不外如是吧。林默虽然有敛息术隐藏真实气息，但显然是瞒不过红月这种级别的强者的。他几乎是一眼就看出了林默的真实修为。阴阳邪魔功固然是绝顶功法，但显然还远远达不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再加上这小奴才那惊人的自愈能力，也许他身上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我得回去查查看才行。天渊大陆修士亿万万，像那些生来修炼资质低下，直到寿命将尽才激活某种特殊体质或血脉，而后迅速崛起的例子，虽然罕见，但并非没有先例。因此，红月有理由怀疑林默是不是也属于这种千年万年也难得一遇的气运之子。另一边，林默还没回到紫天宫呢，在半路上就遇到了圣女苏雨。林默认为这并非偶然，而是圣女故意在这里等他的。林老头，你居然还没死啊！见到林默，苏雨似乎感到很意外。林默战术干咳道：嗨，圣女这是何意？莫非你还盼着老夫死？不是啦。苏雨挥舞着小手，笑嘻嘻地解释道：我怎么会盼着你死呢？我这不是听说了，你前段时间和一位执法堂的弟子发生了冲突吗？那位执法堂的弟子听说过了2个时辰就死了，你也不知所踪，毕竟都有一段时日了，所以我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呢。西西，你没死就好，能看到你回来，我真心为你感到高兴。林默呵呵一笑，诚惶诚恐道：没想到老夫一介杂役，居然能得到圣女如此的关心，实属老夫之荣幸。苏雨笑盈盈道：身份什么的在我这里不重要，我们的交集虽然不多，但我其实一直把你当朋友。朋友关心朋友不是应该的吗？要是其他人的话，我才懒得关心呢。要是还保留着天真的人，也许真信了苏雨这番话。圣女和杂役两者身份说是天堂与地狱也丝毫不为过。圣女把杂役当朋友，还是在出圣宗？说出去3岁小孩都不信。林默自然是不信，尽管苏雨在他面前从始至终都表现出一副天真无邪、人畜无害的模样。越是这样看上去不惧任何威胁的人，便越是要小心，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从背后捅你一刀。老夫来出圣宗100余年，
已经习惯了被人当成牛马来使唤，从未有人像圣女这样把我当成人来看待。老夫，老夫！林墨干抹了2把热泪，感动得一塌糊涂。就他这个演技，林墨觉得奥斯卡欠自己一个金马奖。好啦好啦，你别哭嘛，我们身份地位可能有所不同，但毕竟都是人嘛，谁又能比谁高贵呢？你说对吧？起码我是觉得我不会像别人那么没有人性，连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都没有了。苏雨安慰道。林墨点头，郑重其事道：哎，在老夫眼里，圣女您就像一朵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青莲，老夫真心希望您能将这份纯真的心一直保持下去。苏雨轻手轻点，天真烂漫的笑道：放心啦，林老头，我会的。话说回来，当时你和执法堂的那名弟子发生冲突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呀？能跟我说说吗？圣女好奇。老夫自是能跟您说，只不过林墨跟苏雨说的又是另一个版本了。在这一版本中，林墨在和朱凡的交手中负伤逃走，躲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洞穴中休养了许久，伤势才逐渐有所好转。直到2天前被上官无情找到，听说青龙分队的追命队长外出历练了，这才返回宗门。这一版本真真假假，互相掺加，苏雨就算不信，一时间也很难辨出哪段是真的，哪段是假的。听完之后，苏雨只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并未对林墨的说法提出质疑。他只是从另一角度问道：不管怎么样，没事就好了，我只是有一点想不通，你和执法堂朱雀分队的上官无情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林墨有些为难道：圣女，老夫倒也不是不能跟您说，只是您能不能替老夫保密？当然可以啦，我又不是那种喜欢到处宣扬的人。圣女大人的话，老夫信你。林墨沉吟了片刻，这才如实道来。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圣女，无情队长看上了我，邀请我去他家里合修呢。啊！苏雨精致的脸蛋儿瞬间飞上了一抹红霞，震惊道：这也太……嘘！林墨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苏雨这才压低了声音，难以置信道：为什么啊？朱雀分队的上官无情怎么会看上你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从苏雨的视角来看，那当时的情况就说得通了。追命喜欢上官无情，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当然也包括苏雨。上官无情若真的是邀请林墨去他家里合修，那这是被追命知道了，指定是忍不了啊。谁知道呢？林墨呵呵笑道：也许是老夫长得比较帅气吧。老夫虽然老了，但我的个人魅力似乎不减当年啊。呵呵。苏雨一时语塞，并非无语，而是无法反驳。脸上虽没表现出来，但苏雨确实也觉得林墨身上有一股特别的属于老年人的独特魅力。从数个月前林墨拜托他给刘子嫣递交一封举报信时，苏雨就有这种感觉了。更奇怪的是，他看其他的老年杂役也好，内门弟子甚至于执事、客卿什么的也罢，都没有这种感觉，唯独林墨，这种感觉就好似林墨身上有一股独特的魔力正在吸引着他一样。呵呵呵。回过神，苏雨捧腹一笑道：难怪那追命会派人去杀你呢，你抢了他的心上人，他可不得急眼了吗？林墨叹气道：哎，不说了，圣女还请一定要替老夫和无情队长保密，莫要对外宣传。放心好了，林老头，我这个人嘴巴最严了。苏雨拍着胸脯保证道：如此甚好。那圣女大人没有其他事的话，老夫就先行回去了。去吧去吧。和林墨分别之后，苏雨径直来到了执法堂白虎分队办事处。圣女大人，您怎么来了？苏雨一现身，办事处门口站岗的弟子赶忙迎了上去，躬声道：哦，没事，我来找你们的琉璃队长，他在吗？苏雨笑眯眯地问道：禀圣女大人，琉璃队长刚好在办事处，我带您进去。不多时，苏雨在接待室见到了执法堂白虎分队队长独孤琉璃。那是一名长相清纯可爱又不失灵动的少女。少女长有3000墨黑色柔顺长发，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发端，竟是映照出渐变的流光溢彩。与人类不同，少女头上长着一对纯白色的毛茸茸兽耳，为她那本就灵动可爱的脸蛋再次平添了几分可爱的气质。她还有一双带着几分魅惑气息的星形紫色瞳眸，以及丰硕肥臀上一条毛发蓬松的纯白色大尾巴，都在彰显着她与人类的不同之处。是的，这名浑身上下散发着灵动可爱以及几分魅惑的少女，正是执法堂白虎分队队长独孤琉璃。圣女大人莅临白虎办事处，不知有何指示呀？孤独琉璃慢悠悠地坐到苏雨对面，眯起眼睛说道：只是说不上了，我只是来给你们提供一份业绩。苏雨正色道：还记得1个月前发生在上官无情家里那起冲突吧？哦，圣女说这件事啊，我当然有所耳闻了。独孤琉璃眼神深处闪过一抹哀伤，惋惜道：可惜了，追命师兄和无情师姐的矛盾
却要一个无辜的师弟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苏雨接着说道：“杀害那名执法堂弟子的罪魁祸首已经回来了呢。按理说，执法堂应该把他抓起来审判才对吧？死的人毕竟是执法堂的弟子，不能就这么算了吧？”闻言，独孤琉璃沉默了良久，而后抬眸看向苏雨，沉吟道：“圣女大人所言极是呢。我听说凶手是一名杂役，他在哪呢？”他本不想掺和此事，毕竟执法堂堂主也没下令一定要把凶手揪出来审判。可今日圣女来跟他说这些，他又不好无视圣女。虽说圣女眼下的修为还不如他，但苏雨既然能当上圣女，就代表他将来极有可能会继承刘子嫣的掌门之位。他一个小小的执法堂分队队长，可招惹不起圣女啊。他叫林墨，紫天宫的御用杂役，现在应该在紫天宫门口的屋里吧？苏雨言简意赅道：“紫天宫啊，那可不好办呢。”独孤琉璃面露难色，那里毕竟是掌门大人的寝宫，我可不敢贸然去那里抓人呢。苏雨安抚道：“琉璃队长不用担心哦，师尊眼下不在紫天宫，所以你可以放心去抓人，不会有事的。”这样，那我知道了，我这就带人去把那老杂役抓回来，给圣女大人处置。独孤琉璃一句话就把锅甩给了苏雨，到时候就算上官无情来找他质问，他也完全可以甩锅给苏雨。不用。然而苏雨也并非什么天真无邪的小女孩，连忙摆手道：“处置杀人犯这种事是你们执法堂的职责，我只是给你们提供信息而已了。你把他抓起来，自己看着处置就好了。”那好吧，我知道了。独孤琉璃略感无奈道：“算了，是圣女大人的话，就算会得罪无情师姐，那也是值得的。正好我早就看到无情师姐不顺眼了，凭什么大家都围绕在她身边转啊？明明我也不比她差嘛，呵呵。再说另一边，回紫天宫的路上，林墨隐隐间总能感觉到有一道不怀好意的目光在暗中盯着自己。林墨皱了皱眉，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当即加快了脚步。幸亏他走的都是人多的路线，这才得以安全的回到紫天宫的小木屋。刘子嫣虽然不在，但也足以震慑的那人不敢轻举妄动了阴魂不散啊。林墨拍掉椅子上的些许灰尘，沉声道：“刚才一直在暗中盯着他的人，林墨用脚趾头都能猜得出来，肯定是追命在外出历练之前特意叮嘱的。对方修为不弱，甚至能让林墨感觉到一股危险的气息。林墨保守估计，此人起码是筑基期圆满的实力。以我现在的实力，对付筑基后期尚可，筑基期圆满，那就有点小难度了。先不管他了，至少在这里，他不敢动手。这一点，林墨是完全敢笃定的。除非苏雨给那人透露消息，说刘子嫣不在紫天宫。不过，林墨倒也不打算在小木屋待多久，只需2-3天即可，这样就能打消苏雨的疑虑了。在这2-3天时间里，他更应该提防的是苏雨，而非追命派来的那人。不多时，夜幕降临，林墨既不敢休息，也不敢进入修炼状态。他盘膝坐在床榻之上，时刻感应着周围的一切风吹草动。某一刻，一阵密集的脚步声传来，从脚步声来判断，至少不会少于7-8人。不是苏雨，那是……砰！林墨还在猜测之时，木屋的门便被人暴力地踹开了。数名穿着执法堂服饰的弟子鱼贯而入，将林墨给重重包围了起来。随后，一阵特殊的女人体香扑鼻而来。林墨抬眸一看，只见一名长相清纯灵动的胡人少女越过那几名执法弟子来到跟前，那双隐隐间散发着几分魅惑气息的紫色瞳眸上下的打量着自己。你就是林墨呀？简单的打量了林墨一番，独孤琉璃眼珠微转，那空灵动听又不失魅惑之意的妩媚声音，听得林墨浑身一哆嗦。妖精！林墨心中暗暗吐槽了一声，方才回应道：“是。”独孤琉璃嬉笑道：“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没关系哦，我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独孤琉璃，执法堂白虎分队队长。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吗？”林墨故作茫然地摇了摇头：“哼，在我面前装傻可是没用的哦。”独孤琉璃说道：“大约1个月前，你杀了青龙分队的朱凡，没错吧？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杂役杀害内门弟子，还是执法堂的弟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呢。若是不严肃处理，今后你们这些杂役岂不是要闹翻天呀？”面对着独孤琉璃的指控，林墨深吸了口气，反问道：“琉璃队长，您说我杀害执法堂的弟子，那么请恕老夫斗胆一问，您是否有确凿证据？又或者有谁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独孤琉璃玩味一笑，随即凑上前，食指上的长长指甲划过林墨的脸。“哎呀，听你这么说，还是我冤枉你了。但是没关系哦，对于杂役弟子，我们不需要证据呢。”林墨语塞，竟无言以对。随即，独孤琉璃玉手轻轻一挥，命令道：“把这老杂役带回办事处审讯室，我要好好的审问一下，看看他的嘴
是不是真的这么硬？是，琉璃师姐。林墨想了想，最终没有选择抵抗，因为他知道凭借自己这筑基中期的修为，在独孤琉璃这帮人面前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与其做无用的挣扎，倒不如省点力气。最重要的一点，只要上官无情能来把自己捞出去，那么跟独孤琉璃去一趟白虎分队办事处，那指定是比待在自己的小窝要安全的多的。就这样，林墨被独孤琉璃的人押回了白虎分队办事处。回去的路上，孤独琉璃特意绕开了朱雀分队办事处的人。独孤琉璃很清楚，万一被他的上官无情师姐知道他抓了林墨，上官无情怕是得马上杀到白虎分队办事处捞人。白虎分队办事处审讯室，林墨坐在一张椅子上，手脚被绳索束缚着，固定在椅子上。虽然没什么用，但至少也是起到了造型上的作用。坐在这里，有什么想说的了吗？独孤琉璃围绕着林墨来回踱步，说道：有。是要承认你杀了青龙分队的朱凡了吗？我要求见朱雀分队的上官无情队长。独孤琉璃一听，当即转到林墨面前，长长的指甲挑起林墨的下巴，玩味道：想让无情师姐来救你出去啊？想得美哦！看着我，听我说。独孤琉璃轻轻吐了一口气，林墨便是下意识地看向他那双星形紫色美眸，紧接着独孤琉璃的美眸中泛起了一抹幽幽粉光。粉光闪烁的瞬间，林墨的意识陷入了顷刻的恍惚，好似游离于云端之上，半梦半醒。下一息，炙热的纯阳之气瞬间流淌过林墨全身。林墨虎躯一震，当即从恍惚之中回过了神。施展媚术的独孤琉璃还没发现，他按照计划中的那般对林墨进行了询问：告诉我，你和上官无情师姐是什么关系？父女关系？父女？等等，父女？独孤琉璃微微一怔，瞬间反应过来，只见林墨正一脸玩味地注视着自己，似乎在嘲讽他的媚术很拙劣。怎么会？独孤琉璃瞳孔大睁，脸上满是不可置信之色。以他的修为，怎么可能魅惑不了区区一个林墨？但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他只能对此只字不提，转而说道：就算你不说，我一样知道。你和无情师姐是合修关系，对吧？林墨一听就知道独孤琉璃是猜的了，尽管他说的没错。所以林墨不语，并未对独孤琉璃的说法做出任何反应。不想承认，那也没关系的哦。独孤琉璃朱唇一扬，明天我就对外大肆宣扬你和无情师姐的事。你猜那么多对无情师姐暗生情愫的师兄弟们会怎么想呢？就算我不杀你，我猜你也很难活得到第二天吧。不是。林墨脸色一沉，你这女人怎么这么坏啊？琉璃队长，你到底想要老夫怎么样？林墨只好妥协的开口。他和上官无情的事真要被独孤琉璃大肆宣扬出去，那自己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承认了吗？独孤琉璃的一道：是，老夫承认，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林墨只得点头承认。早这样不就好了吗？独孤琉璃玉手划过林墨的脸庞。本来呢，按照宗规，杀害内门弟子的杂役都是要被打入自修自焚之塔的，但我可以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你只要答应我，今后断绝跟无情师姐的所有往来，跟我合修，我就放你一马哦。怎么样？嘻嘻，如此一来你也不亏嘛。独孤琉璃可能自己都还没意识到，他的媚术非但没能魅惑到林墨，反倒是他自己被林墨的纯阳圣体给魅惑了。白天的时候，圣女苏雨来跟他说时，他确实是打算把林墨抓回来处死的，但当看到林墨的第一眼，他就立即打消了这个想法了。独孤琉璃这番话在林墨的预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得嘞，哪怕是面对着擅长媚术的胡人少女独孤琉璃，纯阳圣体还在发力。思索片刻，林墨没有立即应承独孤琉璃的要求，而是反问了回去：琉璃队长，你跟无情队长是不是有什么恩怨？在林墨看来，他为什么要在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之间选一个呢？我全都要不行吗？我跟无情师姐没什么恩怨啊，我只是觉得你比较符合我的口味，想跟她竞争一下而已。独孤琉璃如是说道。这是实话，但不够完整。除了纯阳圣体的原因之外，独孤琉璃还看上官无情不顺眼，想躲着属于他的一切而已。审讯室里沉默了片刻，独孤琉璃眼中流露出一抹委屈和不服之色。你看，无情师姐也没什么好的吧，整天板着一张脸，还以为自己很帅呢。反正我是搞不懂了，为什么执法堂的师兄弟们都喜欢他啊？追命师兄是这样，铁手师兄也是这样，凭什么啊？听罢，林墨无奈地笑了笑，这下他算是搞懂了。感情这独孤琉璃是被上官无情那耀眼的光芒给掩盖了，所以对上官无情产生了嫉妒之心，所以才会在他面前诋毁上官无情，甚至要抢走一切原本属于上官无情的东西。
可爱的念。好了，快选。独孤琉璃嘟了嘟小嘴，不容置喙道：“你是要被我打入自修自焚之塔，还是选择跟无情师姐断绝所有往来？”林默摇头苦笑道：“琉璃队长，老夫跟不跟无情队长断绝所有往来，我想这不是我所能控制得了的。他的修为远在我之上，若他对我采取强硬手段，老夫没有反抗的余地。这还不简单？我罩你啊！别怕，独孤琉璃也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其实林默想说，他不想成为独孤琉璃和上官无情之间争斗的工具，但以他这个修为，明显还没资格说这句话。此刻，林默对身不由己一词有了更深刻的认知。琉璃队长，那么还请容许老夫斗胆一问，你和无情队长之间，谁的修为更强？林默问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嘛，独孤琉璃撇了撇嘴，略显尴尬道：“目前来说，还是他更强一些了。不过我迟早会追上他的。本来他和上官无情的修为相当，只是独孤琉璃不知道上官无情究竟遇到了什么机缘或是奇遇，竟然那么快就突破到金丹中期了，这才把他给甩在了后面。”得到独孤琉璃的这个回答，林默也总算带到了破绽，郑重其事道：“即是如此，琉璃队长，面对着修为比你更强的无情队长，你如何罩得了老夫？老夫明白你的心情，但很多时候不能仅凭义气行事，得考虑到现实因素。”就在独孤琉璃思考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之时，审讯室外忽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声。林默隐隐间似乎是听到了上官无情的声音。独孤琉璃黛眉一蹙，显然他也听到了。无情师姐，我不是已经避开他的人了吗？怎么还能找过来啊？独孤琉璃心中嘀咕，百思不得其解。而后审讯室的门被粗暴地推开，上官无情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在他身后还跟着好几名白虎分队的执法堂弟子。显然独孤琉璃的人没能拦住上官无情。琉璃师姐，几名白虎分队的弟子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向独孤琉璃交代。孤独琉璃只是摆了摆手，让他们退出去。虽然他交代了别让任何人进审讯室，但凭这些师弟师妹的实力，显然是拦不住上官无情的。等白虎分队的弟子们都退出去了，上官无情这才看向独孤琉璃，质问道：“琉璃师妹，你这是何意？”独孤琉璃一脸无辜道：“无情师姐，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哎，你是想问我为什么抓了这名老杂役吗？那不然呢？”上官无情双手抱胸，反问道：“别激动嘛，师姐。”独孤琉璃有理有据道：“我只是抓了个杂役而已嘛，你也不用这么冲动的闯进来吧。再说了，他杀了青龙分队的朱凡师弟，按照宗规，执法堂确实应该把他抓起来处置呢。师姐，我应该没做错吧？”上官无情霸气十足道：“你若是有证据证明朱凡师弟是他杀的，我自是没有意见。证据呢？拿给我看看。”没有。独孤琉璃里不直气也壮，反正执法堂抓杂役，只要对杂役产生怀疑即可，根本不需要确凿的证据，除非有人要宝贝抓的杂役。就比如眼下这种情况，独孤琉璃就得拿出林默杀了朱凡的确凿证据，不然他就得放人。那还不放人？你不会也想和追命师兄一样，想去外面历练历练吧？琉璃师妹，上官无情语气中已是带了些许警告之意。好，既然是无情师姐来保人，我当然要给你面子了。独孤琉璃顿了顿，稍微压低了声音，小声问道：“不过无情师姐，我比较好奇你跟这个老杂役什么关系啊？以前可没见过你会可怜杂役，从而想要去保他呢。跟你没关系。”上官无情没有回答独孤琉璃的问题，他可不会上独孤琉璃的当。若是正面回答，他怎么回答都不妥。旋即，上官无情给林默解了绑，说道：“你可以走了，老杂役。”感谢。林默郑重其事道：“感谢无情队长，您的恩情老夫一辈子也还不完。”跟上官无情道完谢，林默便先行了离开了白虎分队办事处。无情师姐，上官无情刚欲跟在林默后面离开，独孤琉璃忽然叫住了他。上官无情回眸问道：“琉璃师妹可还有事？”却见独孤琉璃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道：“也没什么啦，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实。其实吧，就算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和那个老杂役的关系哦。”闻言，上官无情皱了皱眉。所以，琉璃师妹，你想表达什么？呵呵，没什么啦，我只是替那些仰慕你的师兄弟们感到惋惜。他们大概不会想到，被他们视为心中白月光一样的上官无情，居然会被一个老杂役摘了桃子吧，真是可怜啊。无情队长，你们执法堂平时是可以去紫天宫执法抓人的吗？离开白虎分队办事处之后，林默询问道。上官无情回答道：“从宗规来说，只要不是在紫天宫里面，都是执法堂的执法范围。
但具体执行会略有不同。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哪位执法堂的分队队长，执法时都会避开紫天宫周边范围。原因很简单，没有哪一位执法堂分队队长想要招惹掌门刘子嫣的不愉快，除非特殊情况。那我知道了。上官无情的这番回答也算是证实了林默的猜想。方才那独孤琉璃敢带着人马浩浩荡荡的去紫天宫门前的小木屋逮捕他，很有可能是苏雨给予独孤琉璃的情报。掌门刘子嫣不在紫天宫，所以独孤琉璃就不用担心会招惹刘子嫣不愉快的顾忌了。怎么了？上官无情一怔，而后恍然大悟。是了，琉璃师妹怎么会那么大胆去紫天宫抓你？难道他知道掌门大人不在？掌门刘子嫣外出，还是林默跟他说，他才知道的。可独孤琉璃又是怎么知道的？总不可能还是林默跟他说，掌门不在，你快来抓我吧。且不说这个了，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林默笑着摇了摇头，不想跟上官无情提及圣女苏雨。若是把上官无情也牵扯进来，难免会出现诸多变数。上官无情隐隐间也猜到了些什么。之前林默来找他寻求庇护时就曾说过，他被人盯上了，而且这个人远不是他所能抗衡得了的。这次也许正是林默上次说的那个人给独孤琉璃透露的情报。林默不愿跟他说，大概是不想把他牵扯进来吧。只是小老头到底招惹了什么人？上官无情心中嘀咕。在初圣宗内部，他惹不起的人太多了，所以上官无情很难推测得出来林默到底是被谁给盯上了。无情队长，能再帮老夫一个忙吗？林默的声音将上官无情的思绪给拉了回来，他点头问道。你说。林默凑到其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听罢，上官无情美眸顿时闪过一抹凌厉的肃杀之意，转瞬即逝。他没有说话，只是郑重的点了点头。随后林默二人便分道扬镳了。林默没有直接回紫天宫的小木屋，兜转间来到了初圣宗山门外围的一处偏僻无人的山谷之间，感受着空气中不断传来的危险气息。林默双手背负，缓缓闭上了眼睛，对着周围的夜色说道，来都来了，何必躲着不现身？老夫只给你这么一次机会，错过这次，你不会再有机会对老夫出手。寂静。回应林默的只有周围黑夜之中不断传来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林默很有耐心的等了2个时辰，一直到深夜。见对方还不现身，林默不再等待，迈开步伐便打算返回山门。咻！还没走几步，一道透心凉般的破风声突兀的响起，在微凉月光的照耀下，一道高大的身影拦住了林默的去路。碍于夜色的掩护，林默看不清其面容，但从气息来判断，林默可以断定，眼前之人正是早些时候他返回紫天宫时那位一直在暗中盯着他的筑基期圆满的强者。竟敢主动勾引我现身，我想不通，凭你这筑基初期的修为，何来的信心？对方开口，此人名为刘铁，隶属于执法堂青龙分队门下的一名内门弟子。正是因为林默这不符合常理的举动，所以方才他一直躲在暗处观察，生怕是林默在给他下套。他不知道上官无情有没有跟过来，但他知道，若是错过今晚，也许他真的没有机会再对林默出手了。所以被逼无奈之下，他只能现身一试。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林默双手背负，慢条斯理道，阁下一直在暗中盯着我挺不自在的，所以还是趁早解决为好。我与阁下无冤无仇，甚至此前从未见过面，想来你是青龙分队的追命队长派来的了。刘铁并不否认，你这老杂役倒是还有几分脑子，杂役就该有杂役的觉悟，好好当你的狗不就行了，非要招惹你惹不起的人。想来你是不知死字怎么写，那么今晚我便送你一程。话毕，刘铁大手一握，一柄巨斧当即闪现而出，锐利的寒芒划过夜空扑面而来，刮得林默的脸颊有些生疼。林默依旧稳坐钓鱼台，从容不迫道，阁下当狗一词用得好，在老夫看来，你更加符合当狗一词。老夫与你无冤无仇，不过因为追命队长一句话，你便屁颠屁颠的来找老夫，你不是一条听话的狗，谁是？闻言，刘铁眼皮狠狠地抽搐了一下，领声道，尽情逞口舌之力吧，因为你马上就要永远闭嘴了。呵呵。林默呵呵一笑，一阵阴风毫无征兆的刮起。刘铁刚欲动手，一股强烈的死亡气息毫无征兆的袭来，浑身毛孔在顷刻间炸裂。噗！刘铁甚至没能反应过来，一柄长剑便是从后方袭来，径直刺穿了他的心脏。他那高大的身躯陡然一僵，其目光微微下移，沾染着鲜血的剑锋映入眼帘。而后，一道宛如万年玄冰般的声音自身后响起：“师弟，该永远闭嘴的人应该是你。”“是，师姐。”“喂，为什么？”刘铁瞳孔紧缩，声音在颤抖。他不敢相信，
背后捅他一剑的人竟会是上官无情。哼！上官无情不再回答，握着剑柄的玉手稍稍一转，磅礴灵力沿着剑锋侵入刘铁体内。下一息，砰！刘铁身体陡然爆炸，化作漫天血雾，染红了月光。解决了刘铁这个隐患，林默长长的松了口气，朝上官无情投去一抹感谢的眼神和笑容，道：谢了，无情队长。上官无情收剑，朱唇边掀起一抹调戏的弧度。叫我什么？林默一怔，只好厚着脸皮更改了对上官无情的称呼。说错了，应该是小晴晴。哼哼，这还差不多。上官无情笑了笑，满脸的开心。但对于林默来说，这个所谓的爱称着实有点小肉麻。这是上次和上官无情合修时，上官无情不知抽什么风特地要求的，说是让林默在私底下换一个爱称称呼他。嗨嗨，林默战术干咳一声，稍微缓解了一下有点肉麻的小尴尬，问道：这位执法堂的弟子死在这里，后续会有麻烦吗？不会。上官无情自信十足道：找不到尸体就只能算他失踪，青龙分队那边或许会调查一番，但最终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如此甚好。林默点了点头，他就怕刘铁的死又会招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你还要回紫天宫那里吗？上官无情紧接着问道。林默颔首，还要回去2-3天，之后老夫再去找你就好了。本来林默还打算在白虎分队办事处躲个2-3天时间的，倒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了。没办法，那他还得回紫天宫的小木屋住个2-3天才行。你自己小心一些，我也会派人看着你的。与此同时，夜色之中，一双血色的眼眸正注视着林默和上官无情。朱雀分队的上官无情真是碍事。2天后，上官无情收到了来自执法堂堂主的召见，再次回到了执法峰觐见。师父，弟子回来了。上官无情单膝跪下，拱手躬声道。执法堂堂主苏美玉依旧端坐于大殿的蒲团之上，端庄优雅，风韵犹存。苏美玉凤目轻抬，轻声道：青龙分队的刘铁失踪了，无情，他是你杀的，对吗？上官无情瞳孔当即一缩，心神俱震。这件事不应该只有他和林默知道吗？他的师傅是如何知道的？上官无情的表情已经把答案告诉了苏美玉。他接着说道：无情，你在为师心中的分量远不是一个刘铁可比，但你需要出去避避风头，为师会为你将此事镇压下来。宗门的9号矿脉一直遭到阴阳宗的侵扰，近来他们的侵扰愈发猖獗了。你率朱雀分队的弟子前去清理一番吧，结束便可以回来了。好吧，师父，弟子这就去。沉默片刻，上官无情只得应承下来。走出大殿，上官无情驻足下来，眼睛危险的眯起，直觉告诉他事情不太对劲。苏美玉知道他杀了刘铁一事本身就很蹊跷了，他不可能告诉苏美玉，林默更不可能，那就说明前天晚上他和林默联手伏击并斩杀刘铁一事被别人看到了，再加上眼下苏美玉还派他外出去清理9号矿脉被阴阳宗侵扰一事，给他的感觉就像是一只无形的大手在背后把他调走一样，难道是？也许背后那只无形的大手正是盯上林默之人。他头疼的扶了扶额，想要帮林默，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以他现在在初圣宗的身份和地位，是拗不过那只无形的大手的。对方连他的师傅都能影响，他区区一个执法堂的分队队长又能干什么？小老头，希望你能自己度过这一关吧。现在上官无情除了给林默祈祷之外，已经帮不上任何的忙了。另一边，紫天宫的小木屋里，这2天一直猫在屋里的林默还尚且不知上官无情已经离开了宗门。当天晚上，林默心中产生了一股莫名的不祥预感，并且愈发的强烈。老夫可不能坐以待毙。林默顾不得那么多了，当即便离开了小木屋，打算去找上官无情。然而他刚出门不久，数道身穿执法堂服饰的人影便迎面朝他走来，为首之人正是独孤琉璃。见到独孤琉璃的瞬间，林默那颗紧绷的心稍稍放松了不少。幸好来的不是苏雨，或者是执法堂玄武分队队长。独孤琉璃唇边噙着一抹似要吃人的玩味弧度。几天没见了呢，老杂役，你这是要去哪呢？老夫随便逛逛。林默说道。不知琉璃队长来找老夫有何指教？那就不好意思了，老杂役，你今晚恐怕不能闲逛了，得先跟我走一趟。如果你要问为什么，那当然还是关于朱凡师弟一事了。说罢，独孤琉璃玉指一挥，身旁的几名执法堂弟子当即将林默给包围了起来。林默无奈的苦笑一声，既然独孤琉璃还在用朱凡一事来抓他，那就说明上官无情那边出状况了。琉璃队长，老夫可以跟你走，
但在这之前，不知琉璃队长能否先回答老夫一个问题？你想问无情师姐的事？独孤琉璃似是猜中了林墨接下来要问什么，略显不满的冷哼道：“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关心无情师姐？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可以不用问了，我不会回答你的。”林墨摊了摊手，索性闭嘴了。如此来看，上官无情确实是出现了什么状况了，否则独孤琉璃不可能再拿朱凡来跟他做文章。就这样，林墨二进宫再次被带到了白虎分队办事处的审讯室。独孤琉璃没有第一时间审问林墨，而是一直等到了深夜，这才推门走了进来，重重地将审讯室的门反锁。独孤琉璃扭动着水蛇般的妖娆腰肢来到林墨跟前，他挑起林墨的下巴，媚眼如丝，妖娆妩媚道：“老杂役，上次我跟你说的事考虑清楚了吗？这一次你就不用指望无情师姐来救你喽。”林墨没有正面回答独孤琉璃的话，而是说道：“琉璃队长，你的嫉妒心太重了，无情队长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争什么。若你执意要证明自己比无情队长更优秀，将来极有可能会患上心魔。你该知道，心魔于我辈修士而言是何等恐怖之物。”独孤琉璃额头上滑下一抹冷汗，嘴硬道：“什么心魔啊？我可不嫉妒他。何谓心魔？即一个人某种执念太深，或是被某件事堵住了心头，久久不能释怀，那么极有可能患上心魔。一旦心魔缠身，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废柴也好，天才也罢，他的修仙意图基本上可以算是走到头了，除非能克服心魔，重新沐浴温暖的阳光。可世上那么多被心魔缠身的修士，又有几个最终能克服心魔的呢？是与不是，你自己比老夫更清楚。谁都有懵懂的稚嫩时期，关键在于成长的路途有多远。若是因为某件事被束缚在了半途，那么你在迈向成熟的道路就会被无限拉长，甚至会因此绊到崩殂。若是走到这个地步，那就不值当了。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也不必特意去和谁比较攀比。你觉得无情队长比你优秀，大家都喜欢围着他转，那只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比他更优秀的，只是刚好他就在你身边，所以你拿了他做比较而已。就像你的那些师妹们，难道你不比他们优秀吗？琉璃队长，若你真想证明自己比无情队长优秀，那你应该做的是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的光芒盖过他，而不是去诋毁他，否定他，甚至是夺走他的一切。林墨语气平淡，但每个字落在独孤琉璃耳中却如雷贯耳。他垂下了睫毛，陷入了沉默，就连头上那双毛茸茸的胡耳都耷拉了下来。林墨这番话犹如圣人的梵音，又如正午的烈阳，照亮了他心底的那片黑暗。不知过了多久，独孤琉璃眼中的迷雾被拨开，似已幡然醒悟。起来，跟我走。独孤琉璃没有说多余的，直接抓起林墨的手就往外走。琉璃队长，你这是要带老夫去啊？独孤琉璃没有回答，只是硬拉着他往外走。此时已是深夜，白虎分队办事处已经没什么人了，所以独孤琉璃才会如此大胆地拉着林墨的手。林墨倒也没有反抗，除了反抗无用之外，他大概也能猜到独孤琉璃想来是被自己说服了。半个时辰后，林墨跟着独孤琉璃来到了他的住所。进入闺房，独孤琉璃一把将林墨甩在了床上，而后重重地关上了房门。嘿嘿，刚才是不是在害怕我要把你打入自修自焚之塔？林墨不语，其实他一点都没觉得独孤琉璃真要把自己打入自修自焚之塔的话，第一次去小木屋逮他的时候就直接将他打入自修自焚之塔了，而不是把他带回白虎分队办事处的审讯室里。好啦，不吓唬你了。独孤琉璃接着说道，其实你刚才说的很对，我要做的是提升自己，而不是跟无情师姐争风吃醋。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了，但我打心底觉得你这小老头虽然是老了点，但你身上有一股很独特的老年人魅力，很吸引我。所以为了报答你的开导，我就勉为其难的让你跟我合修一次吧。你不会不愿意吧？林墨轻笑道，直觉告诉我，我似乎没有拒绝的余地。试问谁能拒绝一个长得水灵灵的胡人少女？林墨扪心自问，至少他是拒绝不了。更何况他确实也还没跟胡人少女合修过，也许这会是一场全新的体验。哼哼，算你识相。旋即独孤琉璃趴了上来，领口下垂肩，白花花的胸襟令人无限遐想。独孤琉璃直勾勾地注视着林墨那张近在咫尺的脸庞，谢谢地调戏道，我说你这老杂役行不行哦？这是我的第一次合修，可不要满足不了我哦。闻言林墨乐了，琉璃队长多虑，老夫倒是还担心你可能会承受不住。真的假的？独孤琉璃挑了挑眉，半信半疑。事后琉璃队长若是对老夫的表现感到有任何的不满，老夫随你处置就是。林墨信心十足，自信满满。开什么玩笑？论修为，林墨或许不如独孤琉璃，
但质疑身怀纯阳圣体的他，那方面能力不行，那属实有点看不起人了。身为胡人的独孤琉璃，欲望可能比上官无情要更强吧，但在纯阳圣体面前，众生平等。这可是你说的哦，要是不能满足我，你就等着接受我的惩罚吧。旋即，独孤琉璃先行褪去林墨的衣衫，而后自己宽衣解带。当独孤琉璃展示自己的全部之时，林墨深深地吸了口气。这白虎分队的琉璃队长还真是。独孤琉璃俏脸微红，娇羞道：“那个，我是第一次合修，不太会，是直接开始吗？既然你不会的话，琉璃队长，不如让老夫来主导，如何？”林墨有点被逗乐了。在这之前，他还以为独孤琉璃经验丰富呢，现在来看，居然还是白纸一张。好吧。独孤琉璃很自觉地躺了下去。林墨一个翻身，紧紧地稳住阴阳和，直接开始不是不可。只是如此一来，就像吃饺子不蘸酱一样，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对于经验丰富的林墨来说，在正式开始合修之前，独孤琉璃眼眸变得柔情，向道之心得到升华。不多时，独孤琉璃的胡人天性被释放，逐渐变得主动、熟练了起来。约莫半个时辰后，两人身体光滑流转绽放。林墨体内的阴阳邪魔功开始运转，贪婪地攫取着来自独孤琉璃的阴气，再经过纯阳圣体的阴阳调和，最终汇入丹田的道基。林墨的气息也在节节攀升。虽比不上林墨，但在纯阳圣体的滋润下，独孤琉璃亦可清晰地感觉到自身的修为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攀升。这一刻，独孤琉璃终于明白，为何他的上官无情师姐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突破至金丹中期了。阴阳一道，肉身与灵魂得到升华的同时，还能增长修为。独孤琉璃好似发现了新大陆，阴气随其控制，快速纠缠进入经络的阳气，调和运转。3个日夜的修行，纵使有着胡人天性的加持，独孤琉璃还是达到修行极限了。你这小老头，此前倒是我小瞧你了，你这也太……床头处，独孤琉璃半躺在林墨怀中，软语娇声道：“他面容若桃，尽是修行提升后的满足与不可思议之色。要是再继续修行下去，独孤琉璃丝毫不怀疑，达到境界极限他身体肯定受不住了。但怎么说呢？这3天的修行几乎是他修行人生当中度过的最为快乐的3天。得益于林墨的勇猛表现，他深刻地体会到了何谓合修的乐趣。如此看来，老夫不用被惩罚了。”林墨把玩着独孤琉璃的胡耳，笑盈盈道：“该说不说，相较于上官无情而言，身为胡人的孤独琉璃确实别有一番风味。特别是他那毛茸茸的尾巴，还起到了调味剂的作用。你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所以就不惩罚你了。那么……”林墨一把抱起独孤琉璃，使其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坏笑道：“琉璃队长，还请你回答老夫一个问题，不然我可要惩罚你了。”啊，不要，我真的不行了。独孤琉璃有点慌了，连连求饶道：“你不就是想问无情师姐的事吗？我告诉你就是了，她只是被师父派去宗门的9号矿脉，清理一下来自阴阳宗的侵扰而已，应该不用多久就回来了吧？这样吗？”林墨微微皱眉，不出意外的话，这背后还是圣女苏雨在作祟。上官无情前脚刚走，独孤琉璃后脚就来抓自己了，说这事不是苏雨在搞鬼，打死林墨都不信。只是苏雨大概也是没想到吧，他想利用独孤琉璃来对付自己，未能得手不说，独孤琉璃还反倒被他的纯阳圣体给魅惑了。借由此事，林墨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苏雨大概是不想冒险亲自来对付自己，而是利用他作为初圣宗圣女的身份、地位和权力，指使其他人来对付自己。如此反倒是更加难缠了。一时间，林墨是一个头2个大。这样一来，不仅更难抓到苏雨的把柄，林墨也更加的防不胜防。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苏雨下一次利用圣女身份的权利派来对付自己的人究竟有多强。按理说，以圣女这个年纪，不该有如此心机和算计手段才对，莫非背后有高人在指点他？当然，这只是林墨的猜测。也许苏雨的心机和算计手段就是这么强，那也是有可能的。见林墨皱着眉头，独孤琉璃有些不悦道：“干嘛呀？你好像很在乎无情师姐。无情队长给予了老夫诸多帮助，我关心一下他不是很正常。”林墨直言道：“好吗？确实是应该的。”独孤琉璃双手挽着林墨的脖颈，撒娇道：“以后也请你多关心一下我哦，他能给你帮助，我也可以的。”呵，那今后就请琉璃队长多关照了。林墨不动声色地淡笑道：“作为交换，今后你就多满足我吧。这倒是简单，只要琉璃队长有需求，老夫随时恭候。”这正是林墨所需要的。不过嘛，待刘子言回来之后，
恐怕他就得悠着点，尽量少跟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乱搞了。嘿嘿，真乖，奖励你一个亲亲。正跟林墨热吻之时，独孤琉璃娇躯猛地一颤，他瞪大了瞳孔，干嘛呀？不行了！抗议无效，独孤琉璃自己挑起的火自己灭。数个时辰后，那个，你先回去吧，我要修炼一会儿了。林墨的勇猛程度远远超出了独孤琉璃的想象，他有点怕了。再来一次，他怕是得歇菜了。哈哈，琉璃队长，你且好好休息休息，老夫便先行告辞了。看着那一脸被玩坏模样的独孤琉璃，林墨这才放过了他。小样，老夫还征服不了你，区一个胡人少女了。告别独孤琉璃之后，林墨去了一趟朱雀分队办事处，见上官无情还没回来，只好又回到紫天宫的小木屋。唉，真不知那女魔头何时才回来。不知怎的，林墨开始有点想念刘紫嫣了。眼下想太多也无用，还是抓紧时间修炼，提升修为吧。收回心神，林墨当即盘膝坐了下来，开始进入修炼状态。和独孤琉璃合修完之后，他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再加上纯阳圣体和阴阳邪魔功的话，林墨觉得筑基后期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了。更何况现在自己还有19000左右的灵石储备，尝试突破一下筑基后期似乎并非不可能。至于苏雨那边，得出苏雨不想亲自动手的结论之后，林墨的压力倒是小了不少。只要自己待在这小木屋里，苏雨想利用别人来对付他，还真不是一件易事。他若是自己出手的话，那就有机会抓到他的把柄了。苏雨也不过筑基期圆满的修为，现在的林墨还是有着一定的把握，起码可以保证自己不会被苏雨一招秒杀。除非苏雨利用他人来对他搞刺杀这一套，来的是金丹期以下的，就算是偷袭刺杀，林墨还是有机会跑路的。可如果来的是金丹期以上的，那敢来他就敢死。综上所述，防与不防又有什么区别？所以与其担心那么多，还不如抓紧时间提升修为才是正道。只要突破到筑基后期，林墨就有信心跟苏雨正面碰一碰了。7天之后，白虎分队办事处接待室里，琉璃队长，你抓了林墨，没审判他吗？苏雨带着些许质问的语气说道。啊！独孤琉璃故作出一脸茫然的表情，无辜道：圣女大人，一开始我说把他抓回来交给您处理，您说不用，那我抓了他，审不审判他那就是我自己的选择了。而且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青龙分队的朱凡师弟是他杀的吗？苏雨无言。对于杂役弟子而言，所谓证据根本不重要，重点还是独孤琉璃不想审判林墨了。明明一开始独孤琉璃还信誓旦旦的要把林墨抓回来审判来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苏雨心中无比的纳闷。片刻，苏雨回过神，露出一抹浅浅的笑容，说道：我知道了，琉璃队长，没证据的话确实不好审判，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圣女大人，我送你吧。谢了，我自己走就好，你忙你的吧。那圣女大人您慢走。目送苏雨离开，独孤琉璃重新坐了下来，朱唇边掀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如果我没出猜错的话，圣女大人好像很想置林墨于死地，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得帮帮那小老头才行。另一边，算算时间，上官无情外出也有一段时日了，他应该差不多要返回宗门了。回到紫云宫的苏雨坐了下来，一脸头疼。良久，苏雨重新抬眸，清澈如水的明眸中闪过一抹杀意。不行，我的身份若是暴露，难逃一死。苏雨丝毫不怀疑已出圣宗的作风，哪怕他是准9品灵脉的绝世天才又如何？仅卧底这个身份就足以让刘紫嫣杀他100次了。而且拿不到阴阳邪魔功的话，他回去也难逃责罚。等等，蓦地，苏雨忽然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我其实可以策反那林老头？虽然他刚来出圣宗没几年，但他了解林墨在出圣宗的100年时间里，因为杂役弟子这个身份，他曾遭遇了怎样的非人对待。毫不夸张地说，出圣宗数千名杂役，除了那寥寥可数的几位管理之外，其余杂役弟子活着连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甚至许多杂役都被压迫出了奴性。林墨的情况虽说没那么差，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策反的话确实是有可能的。当天晚上，林墨正修炼呢，忽然感知到一股强横的气息朝着小木屋走了过来。圣女！林墨退出修炼状态，眼睛危险的眯起。这股气息确实是圣女苏雨的。咚咚咚，敲门声随之响起，来者确实是苏雨。不过他这大摇大摆的过来找自己，是想干什么？林墨一时搞不清楚。原来是圣女造访，不知圣女这么晚了，可是有事找我？林墨随即战术一笑，询问到苏雨青涩的俏脸上依旧噙着平日里那天真无邪的微笑，道：没事啊，师尊不在，我最近修炼又遇到了一点问题想不通，
这不是无聊吗？所以来看看你上次的伤势恢复的怎么样了。林默一听，当即双手合十，一脸感动的老泪纵横道：已经恢复如初了，感谢圣女的关心。老夫来出圣宗100年了，还是第一次有人如此关心老夫。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把你当朋友呀，所以你也不用这么客气了。苏雨笑盈盈地道：对了，不请我进去坐坐吗？哦，对，老夫岁数大了，头脑有点不好使，圣女见谅，您请进。林默很贴心地给苏雨擦干净了一张椅子，又给他倒了一杯热茶。苏雨没有喝林默的茶，只是有意无意地说道：林老头，你来出圣宗好多年了吧？林默露出一抹苦笑，颔首道：呵呵，对老夫来说确实是很久了。我来出圣宗也有几年时间了，还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心里话呢，说出来你别笑我哦。呵呵，自然不会，圣女请讲。我虽然是出圣宗的圣女没错了，但我觉得你们这些杂役弟子都挺可怜的，明明大家都是人，为什么杂役弟子就这么没人权啊？苏雨蹙着眉头，似乎真的在为杂役弟子打抱不平。林默摇了摇头，苦笑道：因为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在出圣宗当了100年的杂役弟子，老夫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虽然都是人，但命运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的起点便是无数人穷极一生也无法企及的终点。就像你一样，圣女，你天生就有极为出色的修炼资质，所以年纪轻轻便成为了出圣宗的圣女。宗门内多少女弟子想当圣女，还没这个资格呢。所以啊，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命不好了。苏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琴手，他很赞同林默的这番话，但他今天不是来跟林默谈论这些人生哲学的。于是苏雨转而又道：那林老头，你难道就没有想过逃离这个地方吗？这里明明承载着你诸多不堪回首的回忆，对你来说出圣宗应该是地狱才对吧？闻言，林默顿时惊呆了，这苏雨到底想干嘛呀？想策反他？放在年轻时，林默确实想过逃离出圣宗，但那是不可能的。后来岁数逐渐大了，林默便放弃了这个想法了。就算真逃出去了又如何呢？离开了出圣宗，世界之大，也再无他的立足之地，还不如在出圣宗中老一生得了。至于现在嘛，林默则是完全没这个想法了。理由很简单，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出圣宗并非地狱，而是天堂。这些话林默显然是不会跟苏雨说的。圣女，此话可不敢讲啊！林默惊慌地站了起来，您难道不知道任何想要逃离出圣宗的杂役弟子究竟是什么下场吗？见林默反应如此之大，苏雨也是皱了皱眉，他循循善诱道：林老头，不用那么害怕的了，师尊又不在，我也是把你当朋友才跟你说这些话，我看你是挺可怜的，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帮你离开这里，保证不会有人知道，怎么样？苏雨此话一出，林默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确实是想策反自己了。但可惜林默并非初出茅庐的牛犊，轻易就会相信他人的话。林默特意压低了声音，小心翼翼道：圣女，这种话你私底下和老夫说说也就罢了，可莫要传出去被他人听见，也是看在你把老夫当朋友的份上，老夫不会往外说。至于离开出圣宗，稍作停顿，林默摇头笑道：年轻时我还有过这种想法，现在于我这一把老骨头而言，安稳才是最重要的。圣女的好意我就心领了。好吧，林老头，既然你不想走，我也不会勉强你了。苏雨轻叹了口气，眼神深处闪过一抹失望。将来如果我能接过师尊的衣钵，成为出圣宗的下一任掌门，我一定要整改一下杂役部。为了做戏做全套，苏雨紧接着又雄心壮志地补充了一句。林默附和了一句：呵呵，希望老夫有生之年能够等得到那一天。又跟林默东拉西扯了几句，苏雨便找个借口离开了。关好门，林默没时间去想其他多余了，当即盘膝坐了下来，闭上眼睛，进入了玄之又玄、似梦而又非梦的冥想修炼状态。依据方才近距离捕捉到的关于苏雨的所有信息，一道曼妙纤细的黑色倩影瞬时凝聚，屹立于林默的正前方。只是模仿出了苏雨的修为强度，至于他的战斗风格、使用的武器还有功法术法什么的，目前倒是还不清楚。也行，至少是筑基期圆满级别的影子。至于苏雨的影子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战斗方式，那就不是林默能够控制得了的了。毕竟他没有关于苏雨这方面的信息，只能让苏雨的影子自由发挥了。先试试看吧，以我现在的修为和战斗经验，能跟筑基期圆满过几招。旋即林默手掌一翻，黑刀闪现而出，咻！下一息破风声响彻，林默瞳孔陡然一缩，只见苏雨的影子在顷刻间化作数道模糊的黑线，闪电般的朝他欺身而进。来不及多想，林默条件反射般的将黑刀立于身前。当金铁碰撞声响彻，
恐怖的力量透过刀身侵入体内，林默整个人犹如断了线的纸鸢一般倒飞了出去，鲜血也随之喷薄而出。当他颤颤巍巍的起身之时，却见影子手握一柄影子长剑，横空一剑轻轻挥出，霎时间滔天灵力形成一道千丈海啸，如泰山压顶般朝林默拍打而来。见此一幕，林默心神一动间，蕴含着纯阳之力的炙热灵力攀附上黑刀，仿佛有着熊熊火焰在刀锋上燃烧。面对着那极具压迫感的拍打而来的灵力海啸，林默浑然不惧，眼中反倒还迸发出一抹跃跃欲试之色。砰！阴阳邪魔功全力运转，源源不断的灵力不断的攀附于黑刀之上，使刀锋之上的火焰愈发的高涨。而后在灵力海啸拍打下之际，林默握紧黑刀，凌空一刀怒斩而下，磅礴纯阳灵力当即脱离刀锋奔涌而出，化作一道百丈庞大、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灵力凤凰，无所畏惧地迎头而上。尽管双方修为差距巨大，但灵力火焰凤凰一时间竟与灵力海啸形成了对峙之势。凤凰之上燃烧的纯阳灵力正在迅速蒸发灵力海啸，若非两股灵力之间的量级差距过大，林默丝毫不怀疑，他甚至还能反压制对方。许久，在蒸发了灵力海啸的大部分灵力之后，火焰凤凰终是因能量耗尽而烟消云散。见此一幕，林默沧桑的脸上浮上一抹满意之色。够了，毕竟存在着两个小境界之间的差距，随手一刀就能有如此表现，还要什么自行车？而后余下不足300丈的灵力海啸汹涌而来，林默没有抵抗，任由自己被灵力海啸所吞噬，选择重开一局。自身与筑基期圆满之间的差距已经知晓了个大概，林默接下来便打算尝试一下，在勾魂一刀命中苏雨的影子时，能不能将其斩杀。然而一次次的倒下，又一次次的重开，林默始终没有机会使出勾魂，偶尔使出了，也被苏雨的影子给极限避开了。最终在经过上千次的重开之后，林默终是抓住影子进攻的空档，使出勾魂一刀，选择与其同归于尽。啊！勾魂一刀自影子身上划过，影子当即发出一道尖锐刺耳的凄厉惨叫，仅片刻功夫便如同清风拂过的青烟般消散。重新睁开眼睛，林默的意识已是回到现实中来。方才冥想修炼中与苏雨的影子战斗时所发生的一切，都无比清晰地印刻在林默的脑海里、身体里。修为虽没有实际提升，林默却是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此刻他的实际战斗力相较于冥想修炼之前要强了几分。呼，沉淀了一下心神，林默喃喃自语道：事实证明，只要命中勾魂，确实能够斩杀筑基期圆满的强者。勾魂一刀的初次实战，那朱凡被命中时，只是登时就被夺去了三魂七魄，成为了一具不再具备自我意识的行尸走肉。他本人并没有被立即秒杀，但刚才为什么苏雨的影子会出现被一刀秒杀的情况？想来应该是身为影子的缘故，倒是一开始的灵力之间的碰撞。林默捋了捋下巴那仅有数公分长的胡须，嘴边不自觉地扬起一抹喜悦的弧度。最初他是没有预料到，以他筑基中期的修为，竟能和筑基期圆满的影子在灵力对碰的较量上取得如此亮眼的表现。看来倒是老夫一开始低估了蕴有纯阳之气的灵力强度了，以至于上次和朱凡交手时，林默都是在找机会对他使出勾魂一刀，并没有怎么施展灵力对敌。从刚才的表现来看，林默丝毫不怀疑，在纯阳圣体和阴阳邪魔功的加持下，单是自身的灵力强度，怕是就足以媲美，甚至是压制筑基后期的强者了。接下来的1个月，林默一直都待在小木屋里修炼，在纯阳圣体与阴阳邪魔功的双重加持下，他吸收灵石的速度很快，5000灵石如流水般，仿佛眨眼间便被林默给吸收得一干二净，修为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隐隐间已经有了快要突破到筑基后期的迹象。同一时间，距离出圣宗山门东南方向数百里开外的9号矿脉，不知怎地，阴阳宗的侵扰愈发的频繁，且每次来的人修为都愈发的强横。本以为只是一次短时间任务的上官无情，一直被拖在这里，久久无法抽身返回出圣宗。终于在7天之后，阴阳宗再次大举来袭。此次带队来袭的人是一名修为达到金丹期圆满的阴阳宗客卿。9号矿脉失守，上官无情在2名金丹中期强者联手围攻下，最终负伤潜逃。在追到距离出圣宗山门尚有100里开外时，那2名金丹中期的强者便放弃了追杀，因为再往前追，那么危险的人就该是他们了。终于突破了。又过了数日，在最终消耗了9000灵石之后，林默终于突破到了筑基后期，修为大涨，感受着体内那股相较于筑基中期时要雄浑了数倍不止的磅礴灵力，林默嘴角忍不住的疯狂上扬。如此一来，老夫也许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
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圣女了。当然，前提是苏雨还是筑基期圆满的修为，没有突破到金丹期。他的修为在精进的同时，苏雨也不可能一直在原地踏步的。再怎么说，苏雨也是极其罕见的准9品灵脉的绝顶天才。整理了一下思绪，林默便出门了。此次闭关了1个多月，林默估摸着，上官无情再怎么样也该回来了才对。然而，当他离开紫天宫的小木屋时，方才察觉到山门周围的气氛不太对劲，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气息。林默一打听，这才知道初圣宗的9号矿脉被阴阳宗攻下来失守了。除了侥幸逃回来的上官无情之外，随同上官无情一起前去的朱雀分队数十名弟子，常年驻扎在9号矿脉的执事、其他管理者以及数百名外门弟子矿工，无一例外全军覆没。这不，长老院正在组织人手对阴阳宗进行反击，打算把9号矿脉夺回来呢。对初圣宗而言，人死了事小，矿脉丢了可就是大了。打探清楚情况之后，林默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朱雀分队办事处，听门口站岗的弟子说，上官无情负伤严重，正在家里养伤。于是林默转而又来到了上官无情家里。当他像往常那样很自然地推开上官无情的家门时，一名身穿一袭宫装的风雨美妇正堵在门口，拦住了他的去路。美妇有着一张婴儿肥的脸蛋，风韵犹存。在初圣宗待了100余年的林默，岂会不认识眼前之人？杂役部林默见过执法堂堂主。林默一躬身，拱手作揖道：“你便是林默？”苏美玉简单地打量了林默一眼，挑眉道：“正是。”林默躬声道：“没想到执法堂堂主竟还认识老奴一介无名小卒。”无名小卒吗？苏美玉并不这么认为。或许林默的身份确实是一名无名小卒，但他清楚地记得，不久前长老院还特地点名要求，让他的执法堂把失踪的林默给找回来。至于长老院为什么会为了一介杂役给他下这种命令，苏美玉却是不知了，他也不需要知道。不过林默为什么会出现在上官无情家里，苏美玉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前不久上官无情和追命的矛盾，似乎就是因为林默所产生的。自那件事之后，他便能够猜到自己的得意弟子上官无情似乎与林默这位杂役有染。起初他还难以理解，连他的追命师兄都看不上的上官无情，为何会和身为杂役的林默有染。直到现在亲眼看到了林默，他似乎有点理解了。你来作甚？虽然但是苏美玉还是明知故问了一句。林默如实答道：回堂主，老奴听闻无情队长似乎是负伤了，所以前来探访一番。既然堂主在这里，那老奴便先行告辞了。是，师傅，让他进来吧。就在这时，上官无情那颤颤巍巍有点瑟瑟发抖的声音从屋内传来。苏美玉沉吟了片刻，还是让林默进去了。房间内，上官无情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在床榻四周还摆放着一颗颗散发着炙热气息的赤色石块，林默也不知这究竟是何物。见到林默，上官无情虚弱无力的眼睛似乎多了些许精神。林默皱了皱眉，询问道：敢问堂主，无情队长这是受了什么样的伤？通过上官无情的模样，林默倒是能够猜到几分，但他具体是中了什么样的术法才变成这个样子，林默便不知了。阴阳宗的太阴术。苏美玉言简意赅地给林默介绍道：这是一种至阴至寒的术法，中此术法者会饱受无上阴气的侵蚀，不出3天便会在无尽的痛苦折磨中变成一具僵硬如石块的尸体。幸亏无情回来的及时，否则太阴术的寒气一旦在体内扩散开来，堵塞了血脉，冻结了血液，届时除非有仙人在世，否则回天乏术。听罢，林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那无情队长当下状况如何？我已给他服用了阳玄丹，并驱散了一些寒气，那些隐藏在他身体深处的寒气只能依靠阳玄丹的功效去驱逐蒸发。苏美玉看向上官无情的美目中满是心疼之色。但阴阳宗的太阴术之所以令人闻风丧胆，便是太阴术的寒气太过狡猾，一些寒气会隐藏在人体的最深处，极难清理，待日后爆发时会是一个不小的隐患。阳玄丹的功效未必能够完全清除太阴术的寒气，除非是阳玄丹的上位丹药，品阶达到圣品的太初阳玄丹才能够完全清除太阴术的寒气。但圣品丹药价格太过于昂贵，并且有价无市，我也毫无办法。说到最后，苏美玉的语气中已是多了几分哀伤和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完全清除太阴术的寒气的话，那么那些隐藏在身体最深处的寒气，日后在上官无情尝试突破境界时爆发，那么将会是致命的。堂主，依我看，要完全清除无情队长体内的寒气，倒也不是一定需要圣品的太初阳玄丹，也许我可以彻底清除他体内的寒气。
经过慎重的思考之后，林默鼓起勇气说道：“依照苏美玉所说，阴阳宗的太阴术是一种至阴至寒的术法。或许至阴至寒这个词有些夸张的成分在，但能够让身为执法堂堂主的苏美玉都感到如此头疼，想来太阴术并非浪得虚名。从苏美玉的描述来看，太阴术这种术法，它的瞬时杀伤力并不强，主要是以隐藏在人体最深处的寒气而闻名。毕竟没有人会愿意自己的身体里埋着一颗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发。恰巧太阴术是不是至阴至寒，林默不清楚，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纯阳圣体绝对是至阳至刚，完美克制世上的一切阴寒之物。不出意外，他的纯阳圣体绝对是可以彻底清除上官无情体内的阴寒之气的。但苏美玉并不清楚这些，她带着些许质疑的口吻问道：“我并不想质疑你，老杂役。你说你可以彻底清除无情体内的寒气，不妨与我说说，你要用何种方法清理？”看在上官无情的份上，苏美玉已经很给林默面子了。太阴术毕竟是一种连他都感到束手无策的邪修术法，区区一个筑基期的杂役却跟他说他有办法彻底清除太阴术的寒气，换作是谁，恐怕都很难相信吧。还望堂主见谅，老奴的方法不是很方便透露。林默正色道：“若您相信我，不妨让我一试。”苏美玉红唇微张，刚要呵斥，上官无情突然开口：“师父，我信他，让他试试吧。”无情，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苏美玉柳眉微蹙，他不是不可以让林默试试，起码他得知道林默到底要用什么办法来清除寒气，总不可能说仅凭一张嘴就要他相信林默，把自己的得意弟子交给林默救治吧。上官无情说话有些困难，林默只好接着说道：“堂主，您眼下不是也没有办法吗？何况当着您的面，老奴又能耍什么花招呢？无情队长曾给予过我诸多帮助，眼下我也不过是想还他一些人情罢了。若您能给无情队长取来太初阳玄丹，老奴自是无话可说。”苏美玉本还想说些什么，但看着上官无情那恳求的眼神，他只好看向林默，问道：“老杂役，告诉我，你有几成把握？”10成。林默平淡的语气中充满着十足的自信。苏美玉微微一怔，也是被林默这份绝对的自信给惊到了。且不说林默是否真的有十足的把握，至少他这份自信就让苏美玉放心了不少。好一个10成把握。老杂役，我便给你7日时间，你清除不了无情的寒气，我不怪你，可他若是有个3长2短，你自行领罪。说罢，苏美玉便退出了房间，免得给林默造成任何的干扰。旋即林默不墨迹，当即将上官无情给搀扶了起来。当他的手碰到上官无情的刹那，入手便是一股刺骨的冰凉之意，那种感觉就像是捧着一块冰一般。将上官无情放置在床头，林默当即开始运转阴阳邪魔功，调动体内的纯阳之气，通过嘴对嘴的方式，将纯阳之气源源不断地输入上官无情体内。炙热的纯阳之气入体，上官无情顿时便感受到了一股令人无比舒适的暖意，而且在这股暖流的驱使下，那些散布在经脉、血肉、筋骨之中的阴寒之气，竟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约莫2个时辰后，他的脸色已经开始逐渐出现了红润之色，原本冰冷如万年玄冰般的身体也开始逐渐升温。如此2天之后，感觉差不多了，林默方才停止了纯阳之气的输送，和上官无情的嘴唇分离。上官无情的脸再次映入眼帘，绝美的俏脸上已是恢复了红润之色，看上去甚至更加的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倒是林默因为给上官无情输送了太多的纯阳之气，导致他体内有些虚，脸色也略显苍白。你的灵力为什么？这2日下来，上官无情已经知道林默只是单纯的在给他输送散发着炙热气息的灵力，可为什么林默的灵力会是炙热的呢？而且还对太阴术的阴寒之气有着那么明显的克制效果。无情队长，不要问。林默做了个噤声的动作，没有明说。上官无情大概也明白他的意思了，如果可以说的话，2日前林默就跟他的师父明说了。旋即上官无情紧紧地抱住了林默，附在其耳边轻声的道：“谢谢你，小老头，举手之劳而已，无情队长不必客气。”我体内的阴寒之气都清除干净了吗？上官无情心头暖暖的，其说话的语气也从未如此的温柔。应该还差一点，我再给你输送一下。好。于是林默再次含住了上官无情的朱唇。1个时辰之后，当纯阳之气流畅地穿过上官无情身体的每一个角落，而后返回自身之时，林默便是可以确定他体内的阴寒之气已经彻底清除干净了。现在好了，已经清除干净了。上官无情没有说话，只是为林默献上了自己的深情拥吻。
除了体内的阴寒之气被彻底清除之外，上官无情还能明显的感觉到自身的修为似乎也有所提升。难道是因为小老头的特殊灵力的原因？他那种炙热的灵力对我似乎有着非同寻常的效果。中了太阴术之人，哪怕将体内的阴寒之气清除了，短时间内也会处于虚弱的状态，更加不可能出现修为还有所上涨的情况。所以除了这个解释除外，上官无情已经想不出其他可能性了。客厅，当看到林墨和已经恢复如初的上官无情并肩从房间里出来时，一直守在外面的苏美玉美目中不禁浮上了一抹难以置信之色。无情，感觉如何了？苏美玉上前问道。上官无情微微一笑道，我感觉已经没事了，师父。苏美玉还是有点不太相信，这才短短2日，林墨就把上官无情体内的阴寒之气尽数清除了。于是他动用灵力探查了一下上官无情的身体状况，不出意外的，上官无情体内一切安好，完全不像林墨来之前那般糟糕了。苏美玉深吸了口气，风韵犹存的脸上扬起一抹温和的笑容，说道，林墨，先前倒是我小瞧你了，不管你用了何种方法，无情体内的阴寒之气确确实实被完全清除了。作为无情的师父，我应当感谢你才是。说着，苏美玉给林墨递过来了一个装饰精美的木盒，并说道，这是一枚筑基丹，价值5万灵石，服用之后可使筑基期修士直接提升一个境界。你可以现在服用，亦可等突破到筑基后期之后服用，直接突破到筑基圆满。何时服用，均由你自己选择。闻言，林墨顿时两眼放光。正儿八经修炼，哪怕是筑基后期突破筑基圆满，大概率也是不需要花费5万灵石之巨的。但筑基丹的优势在于，它可以缩短突破境界所需的时间，特别是对于那些灵脉品接本就不高的修士来说，一枚筑基丹甚至可以让他们省去10几20年，乃至于几十上百年的时间。这边是筑基丹的价值所在。只是筑基丹5万灵石的高昂价格，也不是一般的筑基期修士能够买得起的。堂主太客气了，老夫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嘴上说着客气，林墨的手可一点都不含糊，以闪电般的速度从苏美玉手中接过木盒，放进了储物界。虽说给林墨几个月到半年时间，他也能正常突破到筑基后期，但眼下正是林墨最需要力量的时候，一枚筑基丹无疑是帮了大忙了。和无情相比，5万灵石倒也不算什么。苏美玉说道。之后，苏美玉便带着上官无情离开了。因为9号矿脉失守的原因，执法堂还得参与到讨伐阴阳宗、夺回9号矿脉的行动当中。对上官无情来说，上次他中了太阴术，这个仇自然得报回去。严格来说，林墨也算是出圣宗的一份子，但这种事跟他一名杂役弟子又有什么关系呢？除非哪一天出圣宗迎来灭顶之灾，到那时可能就跟作为一名杂役弟子的他有关系了吧。7日休整之后，出圣宗开始率人对阴阳宗发起反击了。林墨也在这7天时间里，利用筑基丹成功突破到了筑基期圆满。利用丹药突破，境界始终有些虚浮。林墨又花了几天时间和1000灵石巩固了一下境界，如此林墨的筑基期圆满总算是足够扎实了。呼，退出修炼状态，林墨长长的吐了一口浊气，眼中迸发出一抹金光，自信的自言自语道，圣女，接下来该轮到老夫出击了。此前碍于修为太弱的原因，面对着来自圣女苏语的威胁，林墨只能选择被动防守，以不变应万变。眼下突破到筑基期圆满之后，他也许可以开始反击了。近2个月来，苏语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以不变应万变，自己无疑是极其被动的。蓦地，一阵尖锐的破风声忽然传入林墨的耳朵，一股凌厉无匹的肃杀之意也随之袭来。顷刻间，林墨浑身汗毛倒竖，来不及做多余的思考，林墨身体陡然冲破小木屋的天花板，弹射而出。砰！也是在这一瞬间，一柄闪烁着寒芒的长剑径直穿过了小木屋，在紫天宫的外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窟窿。何方宵小？林墨额头上滑，下一地冷汗，眼神无比警惕地环顾着四周，感受着周围一切的风吹草动。下一息，一道黑影自黑夜之中以惊人的速度袭来。幸亏通过冥想修炼法积累了足够丰富的战斗经验，在对方的攻势到来之前，林墨抽出黑刀横亘于身前。当，金铁碰撞声响彻，火花四溅，恐怖的力量透过刀柄侵入体内，林墨的手出现了瞬间的麻痹，这股力量同时也将他震飞，一直倒飞了数千米，直到远离了紫天宫，林墨方才堪堪稳住身形。抬头一看，只见黑夜之中，一道黑影手握一柄寒芒疾驰而来。金丹期。林墨眼神一沉，从对方的气息以及刚才出手的这2招来看，袭击他的人至少是金丹期修为。那便让老夫看看
金丹期究竟有何了不起？对方明显是奔着取他命来的。林默深知，论速度，他是比不过金丹期强者的。眼下他能做的唯有正面硬汉。砰！心神一动间，炙热的火红色灵力攀附上刀锋，面对着黑影的正面来袭，林默不闪不避，燃烧着熊熊火焰的黑刀划破夜空，竖劈而下。当！仅仅与黑影的攻势僵持了数息，林默便是再次被震飞。不过这一次，林默倒是看清楚了袭击他的人，对方穿着一袭夜行衣，就连面容都用黑色纱布罩住，只余一双眼睛裸露在外。但从对方那纤细苗条的身影来看，林默断定袭击他的人定然是一名女修。苏雨，嗡！破风声响彻，对方似乎不打算给林默丝毫喘息的机会，猛烈的攻势如狂风骤雨般再度来袭。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林默且战且退。从对方略显青涩和拖沓的出招动作来看，林默判定此人的实战经验绝对一般。但奈何筑基期圆满和金丹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别看筑基期圆满距离金丹仅有一步之遥，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比筑基初期相较于筑基期圆满更大。筑基期的小境界突破只是量变，筑基跨越到金丹之后则是质变，两者之间毫无可比性。若非对方实战经验较为青涩，再加上霸道的纯阳之气加持，这会儿林默恐怕早就被对方给斩杀了。这样下去，我迟早得死在他手上。防守之余，林默脑筋快速转动，金丹期还是太强了，而且对方还不是一般的金丹期。很快，林默便有了对策，应接了对方正面一击，借助着反震之力的这股惯性，林默迅速退出了一段距离。而后，手中黑刀高高举起，炙热的火焰凌厉攀附而上，紧接着一刀凌空斩下。磅礴的火焰灵力当即形成一头500丈庞大的灵力凤凰，火焰凤凰的光芒照亮了黑夜。见状，对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林默想要干什么，他这是想制造大动静，引起别人的关注。只要有人朝这边赶过来，那他就不得不撤了。旋即，他一剑挥出，一道散发着冰冷气息的灵力剑芒自剑锋之上脱离而出。虽说在灵力属性上被克制，但凭借着量级上的碾压，剑芒仍然跟林默所施展的火焰凤凰给同归于尽，双双湮灭了。但两股灵力的碰撞依旧产生了一股恐怖的能量余波扩散开来，引起了不小的动静。这对林默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他就不信出圣宗的人全都是瞎子，这边这么大的动静看不到吗？然而现在他们都被阴阳宗吸引了注意力，不用指望有人来救你了。对方手中长剑遥遥一指，那沙哑低沉仿佛有着双声道似男非女的奇怪声音传来，乖乖受死，我留你全尸。林默一听，脸色随之一沉。原来阴阳宗忽然攻占9号矿脉，就是为了吸引出圣宗的注意力吗？虽说对方用了某种手段暂时改变了声线，画风也换了一种风格，但林默并非傻子，对面之人除了圣女苏雨之外，林默想不出还能是谁了。为了除掉他这个不确定因素，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仔细想想也是，苏雨毕竟是准9品灵脉的绝顶天才，再加上阴阳邪魔功的重要性，只是动用了这些手段，倒也还称不上夸张。装神弄鬼，尽管内心慌的一批，但林默表面依旧稳如老狗。老夫倒要看看你今日如何杀我。话落，林默心神一动，攀附在黑刀刀锋之上的火焰灵力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漆黑深邃、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氤氲。在黑夜的掩护下，肉眼根本无法察觉，这正是即将施展勾魂的前兆。现在的林默强力手段甚少，要想从金丹期强者的手中全身而退，只有靠勾魂一刀出奇制胜了。旋即，林默主动出击，脚尖轻点间，整个人如同炮弹般爆射而出。在突进至10丈范围时，勾魂一刀猛然斩出。嗡！刀意嗡鸣间，在夜色的掩护下，一道无形的刀芒划破夜空，直奔黑色人影而去。噬魂刀法！对方认出了林默的招式，眼中不由得浮上一抹难以置信之色。震惊之余，一个闪转腾挪间便避开了林默的勾魂一刀。够了，你该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此刻黑影眼中的杀意愈发的高涨，他堂堂金丹期修为，竟被林默区区一个筑基期圆满拖了这么久都没能取胜，便已经够憋屈了的。方才林默所施展出来的噬魂刀法更是加深他的杀意。随即只见黑影将手中的长剑凌立于半空，双手开始快速变换出道道玄奥晦涩的印诀。紧接着林默便是能够看到那凌立于黑影身前的长剑竟是分化出了成百上千的长剑，在黑影的指挥下密密麻麻铺天盖地，呈四面八方地径直朝他爆射而来。只是这样的话，林默眼睛微微一凝，全神贯注，
精神高度集中。面对着成百上千道利剑的围剿，林默脚步微挪，进行着极其细微的身体调整。一柄柄长剑看似即将要刺穿他的身体，但每次都被林默极限避开了。这便是林默通过冥想修炼法所修炼出来的成果，倒是有几分本事，但也到此为止了。趁着林默被剑阵攻击缠得分不开身之时，黑影再次手握长剑，于黑夜之中化作一道暗影，径直刺向林默的心脏。霎时间，一股无比强烈的死亡气息涌上心头，眼睁睁地看着黑影手持长剑朝他刺来，被一柄柄利剑缠得脱不开身的林默毫无办法。就在这时，一道强横的灵力劈链自下方的黑夜之中犹如流星一般袭来，径直轰向那正朝着林默袭来的黑影。灵力劈链预判了黑影的前进途径，若他执意要刺林默一剑，那么他势必也会被这道灵力劈链击中。短暂的思考过后，黑影眼神一凛，最终选择放弃对林默的进攻，避开了灵力劈链。而后一道长着3条虎尾的曼妙倩影自黑夜之中袭来，朝黑影发起了进攻。正是执法堂白虎分队队长独孤琉璃。哼！和孤独琉璃缠斗了几招之后，黑影气愤地哼了一声，当即选择脱身，消失在黑夜之中。逼退黑影之后，独孤琉璃没有选择追击，而是将林默解救了出来。小老头，你怎么样？有受伤吗？林默故作轻松一笑，摇头道：老夫并无大碍，多谢琉璃队长的出手相助了。刚才的战斗，林默虽然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势，但每次跟黑影的碰撞所产生的反震之力都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积累成多之下，导致林默体内的气血有些紊乱。问题倒不是很大，休养几天就好了。没事就好了，还好我来的不算晚，我们先回去再说吧。林默点头表示没意见。回到独孤琉璃住处，独孤琉璃压低了声音，小声询问道：小老头，刚才袭击你的人是圣女大人吗？闻言，林默略感惊讶地挑了挑眉，虽然他没露出真面目，但我猜应当不会错。倒是琉璃队长，你是如何知道是圣女的？这还不简单。独孤琉璃很得意地将他的猜测娓娓道来。原来如此。听完之后，林默便不觉得奇怪了。苏雨2次让独孤琉璃抓他来审判，很明显就是在故意针对嘛。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圣女苏雨很想要林默死。我就是有点搞不懂，圣女大人为什么这么想杀了你啊？独孤琉璃十分困惑道。林默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独孤琉璃的这个问题。好吧，不想说我就不问了。独孤琉璃很识趣地停止了追问。林默也转移了话题，问道：琉璃队长，你没有去参加对阴阳宗的讨伐吗？无情师姐和铁手师兄都去了，追命师兄又外出历练了，执法堂总不能没有队长在宗门里吧？要不是我留在宗门，今晚你恐怕难逃一死了，小老头。独孤琉璃嘻嘻笑道。所以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呀？林默战术干咳一声，明知故问道。不知琉璃队长想要老夫如何报答你？独孤琉璃露出一抹坏笑，旋即从背后抱住了林默，妖娆道：你说呢，小老头，距离我们上次合修已经有2个月了吧？这段时间我可是很想你呢。说话之余，独孤琉璃的小手也不太干净落地。林默虎躯一震，不难看出独孤琉璃的确是有点饥渴了。被独孤琉璃这么一搞，林默有点浑身难受。嘻嘻，这么快啊？不愧是能把我征服的小老头呢。独孤琉璃附在林默耳边吐气如兰，谢谢的坏笑道。林默彻底受不了了，当即一个公主抱将独孤琉璃抱起回了房。啊！被林默一把扔在床上，孤独琉璃扭动着性感妖娆的腰肢，媚眼如丝，迫不及待道：小老头快来，狠狠地教训我，不要怜香惜玉哦。林默这辈子没听说过这种要求，自然是要好好的教训一下独孤琉璃这磨人的小妖精。一连鏖战数日，直到独孤琉璃连连求饶，林默这才暂且饶过了他。琉璃队长，老夫得先回去了。见独孤琉璃一脸满足，林默便打算撤了。没记错的话，那天晚上紫天宫被苏雨打出了个窟窿，自己的小木屋虽说也受损严重，但相较之下，还是修补紫天宫更为重要。万一刘紫嫣突然回来，看到紫天宫的外墙破了个窟窿，林默可没法向他交代。好，下次我再去找你，亲爱的小老头。独孤琉璃也怕像上次那样，林默突然再次兽性大发，那他就有点难顶了。回去之前，林默一如往常那样，先去了一趟玉清池，免得刘紫嫣突然回来，闻到自己身上其他女人的味道，那就不妙了。花了几天时间，林默终于把紫天宫的外墙给修补完了。倒是他那小木屋左右破了2个大窟窿，天花板也被自己给冲破了，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仿佛只要再踹上一脚便会坍塌。老伙计，你受苦了。对于这座陪伴了自己100年的小木屋，即使它再怎么破烂，
林默也不愿让他就这么毁掉，所以林默又花了半天时间把小木屋也给修理了。回到屋里，林默慢吞吞地坐了下来。圣女果然已经金丹期了。林默眼神深邃，喃喃自语着。本来他还寻思着突破到筑基期圆满之后，终于可以化被动为主动了。可从那天晚上和苏雨交手的情况来看，他貌似还是处于劣势。筑基期圆满和金丹期差距实在太大了，要不是有纯阳圣体和阴阳邪魔功的双重加持，那天晚上他都不知道死了几遍了。此前林默还推测苏雨不想亲自出手来着，现在来看倒也不是那么绝对。而且在动手之前，苏雨还利用9号矿脉一事吸引出圣宗的注意，这才对他出手。由此可见，苏雨不是一般的谨慎。不过嘛，若他不是那么谨慎的话，我也不会有这么充足的成长时间来了。林默咧嘴笑道。从苏雨的角度来说，他毕竟是深入虎穴，谨慎一点是没错的。只是苏雨没有预料到林默的成长速度会如此之快。接下来圣女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再贸然出手了，就算他还会再出手，也一定是通过利用他人的方式。林默抚着苍白的胡须推测道，至少换作是他的话，在失手一次之后肯定得把自己藏得更深。若推测的没错，短时间内他可以继续养精蓄锐，争取早日突破金丹期了。老奴才，进来见本宫。就在林默打算继续修炼之时，一道熟悉的冰冷御姐音久违的自耳边响起。女魔，掌门大人。再次听到刘子嫣的声音，林默一阵狂喜。不知为何，以往他害怕的要死的刘子嫣，如今却觉得他的声音是如此的具有安全感。狂喜过后，林默3步并作2步，急忙进了紫天宫。书房里，刘子嫣斜躺在软榻之上，性感妖娆，妩媚众生。软榻之下还躺着一只双尾黑猫，乖巧可爱，又散发着一丝危险的气息。老奴参见掌门大人。进门之后，林默单膝跪下，毕恭毕敬道。刘子嫣睫毛微抬，漫不经心道：老奴才，且与本宫说说，本宫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都有何人来过？启禀掌门大人，一共有2人来过，其一是大长老红月，其二是圣女苏雨。当时老奴正在打扫紫天宫，红月大长老是来找老奴和他合作钓鱼的。至于圣女，老奴只知他是来找掌门大人，他并未向我提及来找掌门大人是所谓何事，只是在得知掌门大人不在之后便离开了。林默一脸正色，一五一十的将自己所知的信息告知了刘子嫣。红月找你合作抓鬼？刘子嫣美眸微挑，似是感到有些惊讶。他倒是没想到红月居然会找林默合作抓卧底。旋即刘子嫣又追问了一句：可有眉目？沉吟片刻，林默保守道：有一些眉目，大长老和我一致怀疑这条大鱼便是圣女，但仍未获得确凿证据证明圣女就是便是宗门的鬼。刘子嫣一听，美眸随之一凝。刹那间，林默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整间书房的气温骤降，犹如附上了一层厚厚的万年玄冰，散发着彻骨般的冰凉之意。林默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苏雨，刘子嫣喃喃了一句，不知在想什么。林默也拿捏不定刘子嫣对苏雨的态度，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道：掌门大人，此事涉及到圣女，不知查？刘子嫣态度强硬道：抓鬼不分身份，即便是圣女，明白了吗？若有足够证据证明苏雨便是我出圣宗的鬼，本宫也定不会饶了他。只是说完这句话之后，刘子嫣的眼神深处不由得闪过一抹哀伤与惋惜。苏雨毕竟是他物色了数百年才物色到的资质绝顶的弟子，如今却被告知他这位资质绝顶的弟子极有可能是卧底，换作是谁能不心痛和惋惜？明白了，掌门大人。有了刘子嫣这句话，林默倒是放心了，说回你吧，老奴才。眨眼间的功夫，刘子嫣便恢复了正常，将话题转移到了林默身上。本宫不过离宗半年有余，你的修为为何有如此巨大的提升？林默有脸悉数隐藏真实修为，但刘子嫣是何许人也？脸悉数的伪装，连红月大长老都瞒不过，何况刘子嫣？仅一眼，刘子嫣便洞穿了林默的真实修为。筑基期圆满，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离宗时，林默也不过炼气期圆满，怎么好像一眨眼的功夫，这老奴才便已经飙升到筑基期圆满了？林默有些得意道：全凭老奴天赋异禀，还有努力与汗水，外加一点小机缘，仅此而已。刘子嫣听得直翻白眼，天赋异禀和努力的人出圣宗一抓一大把，怎么他们的修为提升就远不如你这么快？不过刘子嫣倒也察觉到了一些端倪，仅靠阴阳邪魔功的话，按照林默过去的天赋，他再怎么努力修炼，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惊人的进步。也许这老头体内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惊天大秘密，看来本宫得找个机会将此事弄清楚了。回过神，
刘子嫣阴阳怪气道：“如此说来，倒是本宫误解你了，难不成你真是天才？”林默浑然不在乎刘子嫣的阴阳怪气，得意洋洋地笑道：“掌门大人，我觉得您不妨大胆一点，把难不成去掉。”刘子嫣本想反驳，却又不知从何驳起。依照林默这种修炼速度，说他是万年难遇的天才也丝毫不为过。可从林默过去100年仍然停留在炼气期2重的情况来看，事情又绝不止表面上所看到的那么简单。浮躁是修士大忌。刘子嫣训诫道：“筑基期不过是修仙意图的起点，世间多少天才是因浮躁与傲慢而夭折，你不过刚在修炼意图的起点罢了，有何可骄傲的？未成长起来之前，什么样的天才，在本宫眼中也与其他修士无异。相较于天赋一般的修士，天才往往更加容易夭折。本宫这一生见过的天才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但真正能成长起来的寥寥无几。仅凭筑基期的修为便妄想让本宫认可你，哼，那你未免有点太过于高看自己了。”“是，谨遵掌门大人的教诲。”林默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刘子嫣这番训诫并非是他傲娇不愿承认自己的优秀，而是事实就是如此。世间诸多天才皆因仗着自己天赋异禀，从小便展现出骄横和傲慢的姿态，从而早早便夭折在成长的路上。身为穿越者，林默自然是十分清楚这个道理，他只是在刘子嫣面前得意一下而已。在他人面前，林默一向低调。就拿纯阳圣体而言，换做其他人激活了纯阳圣体，怕不是迫不及待的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亿万中无一的纯阳圣体了。林默呢，自从激活了纯阳圣体到现在，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是纯阳圣体。或许刘子嫣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自己察觉得出来，至少在当下，林默基本上可以确信刘子嫣都不知他是激活了纯阳圣体，修为才会进步得如此之快的。旋即林默大胆地问道：“掌门大人，老奴斗胆请教，试问突破到何种境界才称得上是成长起来？”刘子嫣美眸打量着单膝跪在地上的林默，淡淡道：“修仙一途，元婴之下，皆为蝼蚁。但本宫眼光更高一些，想要获得本宫的认可，化神期是底线。化神期，此等境界的大能，足以担任许多大宗派的掌门，甚至是太上长老了。但以刘子嫣的修为，他确实有资格说这话。换做一般的修士的话，莫说化神期，即便是元婴乃至于金丹，都是他们毕竟所追求的境界和高度了。至于元婴之上的化神，更是想都不敢想。然而，化神期这个境界听起来确实遥远，可对于身怀纯阳圣体以及阴阳邪魔功加持的林默来说，并非那么的遥不可及，甚至可以说，只要不出意外，化神期也不过触手可及。启禀掌门大人，区化神期于老夫而言，似乎并非什么难事。本事不大，口气倒是不小。不过筑基期的蝼蚁便敢妄谈化神期，并非难事。哼，本宫刚告诫过你，浮躁乃修士之大忌，看来你完全没有听进去。刘子嫣嗤之以鼻道：“何谓修仙？灵脉的品阶只是决定你吸收灵气、突破小境界，相较于品阶更低的修士而言，速度更快罢了。在达到金丹期之后，每一次的大境界突破，对于修士而言，都是一道天堑和自我突破，并不是说你灵脉品阶高就可以突破如河水，同时还要看悟性。悟性不够，灵脉品阶更高又如何？多少7、8品灵脉的天才都卡在了元婴或是化神这一关，终生也未能跨过这道坎，最终饮恨终生。非也。”林默淡淡一笑，自信十足道：“掌门大人，您的告诫，老奴已谨记于心。只是于我而言，化神期确实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倘若刘子嫣质疑一下他能不能突破合体期以上的境界，林默尚且不敢说，只是区化神期的话，那未免有点太过于小瞧纯阳圣体了。”哈哈，好。见林默依旧这么嘴硬，刘子嫣忽然来了兴趣：“汝言化神不难，那么证明给本宫看看，你是否具备化神的潜力？老奴才。”林默抬眸，漆黑的眼睛注视着软榻之上的刘子嫣，敢问掌门大人，若我登临化神，是不是代表您就已经认可我了？给你200年时间，老奴才。刘子嫣正色道：“200年时间内证到化神，本宫便在紫天宫预留出你的位置。若是做不到，那你终生都是炉之鼎，不配与本宫平起平坐。200年化神，正是刘子嫣所取得的成就。他平等地憎恨着世上所有难修，若想成为他的道侣，不说比他优秀，至少也不能逊色于他，否则凭什么配得上他？”闻言，林默眼神一亮，自信满满道：“掌门大人，若是老奴100年内正道化神，又当如何？”哼！刘子嫣似乎是被林默的狂妄之言给气笑了。100年化神，看来你是真对化神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也罢，既然你提及了，倘若你真在100年内正道化神，本宫便承认你征服了我。
百年化神，即使放眼整个天渊大陆，历来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如此逆天的地步？但不知为何，刘子嫣内心深处竟还真有点小期待，期待林墨真的可以在100年内登临化神。如此一来，他与林墨联手，定能将出圣宗带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好，林墨兴奋道，还望掌门大人莫要忘记今日之言。本来林墨还想说100年前不能登临化神，自愿当一辈子的炉之鼎来着，但想了想，还是作罢。虽然对自身有着绝对的自信，但很多时候话不要说得太满，更何况把话说得太满也没有更多的好处和利益，便索性作罢。刘子嫣轻哼一声，似是在表达对林墨的质疑。林墨也不在乎，紧接着问道，掌门大人，您看以我如今的修为，是否可以去参加宗门考核，从杂役弟子的身份转为内门弟子？怎么，厌倦了在紫天宫当杂役的日子了？还是说害怕本宫在折磨你？刘子嫣语气犀利地道。林墨又好气又好笑地撇了撇嘴，解释道，掌门大人多虑了，我只是觉得杂役弟子的身份有诸多不便，譬如不能参加宗门历练，不能接取宗门任务等等。林墨给出的理由还算合理，所以刘子嫣便说道，这还不简单，本宫会吩咐红月给予你内门弟子的所有权利。好吧，林墨轻叹了口气，刘子嫣都这么说了，他还能说什么呢？便是林墨叹的这一口气再次引起了刘子嫣的警觉，冷冷地道，你看上去似乎很失望，莫非你是想借用内门弟子的身份在宗门肆意勾搭女弟子？闻言，林墨顿时一慌，赶忙狡辩道，掌门大人，老奴可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不知道您还能如此操作而已。哼，你最好不是。刘子嫣投来一记死亡凝视，似乎很是介意。林墨擦了擦额头上的一抹冷汗，接着拍马屁道，掌门大人聪明绝顶，美貌无双，修为通天，宗门那些胭脂俗粉的女弟子岂能与您相提并论？尽管知道林墨是在拍她的彩虹屁，但刘子嫣内心还是蛮受用的，世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女子可以拒绝得了他人对自己的夸赞。油腔舌调，以后少在本宫面前说这些不着调的肉麻话。内心虽然受用，但刘子嫣嘴上却是傲娇道，是。林墨会心一笑，明白了刘子嫣话中的含义，意思是多说爱听。旋即刘子嫣再次转移了话题，上次给你的噬魂刀法可练成了？禀掌门大人，练成了。第一式勾魂固然有着强大的杀伤力，但想要命中敌人却是太难。林墨说道，能够夺去目标三魂七魄以及重创元神的勾魂一刀确实很强，最大的缺点就是杀伤范围太小，除非出其不意，否则想要正面命中敌人，那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刘子嫣并不否认这一点，那便要看你如何使用了。接着刘子嫣又丢给了林墨一本书籍，书籍上面依旧写着噬魂刀法4个大字，此乃第二式，可弥补第一式的不足之处，你且自行理解参悟吧。谢掌门。收起书籍，林墨郑重其事道，去一趟紫云宫，把苏雨给本宫叫来。刘子嫣随即吩咐道，掌门大人，您这是？林墨一愣，刘子嫣这时候召见苏雨，万一破坏了他和红月的钓鱼计划，那可就不好办了。担心什么？刘子嫣自是知道林墨在担心什么，不以为然道，本宫是以师尊的身份召见他，不会对你和红月的计划造成任何的干扰和影响。是，掌门大人。紫云宫，仙子，麻烦通道一声，杂役部林墨求见圣女。紫云宫门口，林墨对门口站岗的侍女说道，稍等吧。不多时，身穿一袭青色纱衣，外披一件纯白色薄纱，面带一抹天真烂漫笑容，宛若仙女下凡般的苏雨出来了。虽说几天前的晚上两人才刚交手，但眼下见面，林墨和苏雨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对当晚一事似乎从未发生。林老头，你怎么来找我了？苏雨率先开口。林墨呵呵笑道，圣女此前不是说若哪天掌门大人回来了，来通知您一声。掌门大人回来了，他说要见您，还请圣女去一趟紫天宫。真的吗？太好了。闻言，苏雨美眸一亮，似乎感到很开心。前往紫天宫的路上，苏雨似是有意无意地问道，对了，林老头，我听说你前几天被人袭击了，没事吧？托圣女的福，老夫并无大碍。林墨皱着眉头，甚是不解道，只是老夫想不明白，那天晚上袭击老夫之人是一名金丹7强者，除了执法堂的青龙队长追命之外，老夫似乎没有再招惹过其他金丹7强者了，而且那人还敢在紫天宫袭击老夫，当真是胆大妄为。说罢，林墨故意看向一旁的苏雨，却见苏雨眼皮隐晦地抽搐了一下，装作若无其事地道，你自己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呢？说起来，
袭击你的那个人确实太大胆了一点。所以啊，林老头，今后你还是要多加小心一些。那个人说不定是执法堂的追命派来的，也不一定哦。呵呵，也许吧。林默不置可否笑道。多谢圣女提醒，今后老夫会多加注意的。有时间的话，我也会帮你调查一下，看看是谁这么大胆。那老夫便在此谢过圣女了。回到紫天宫门口，林默便和苏雨告别了。回到木屋里，林默没有过多去想苏雨的事情，而是掏出了噬魂刀法第二式开始参悟。噬魂刀法第二式是名斩破，和第一式的勾魂不同，斩破更偏向是一招强力的大范围杀伤性招式。全力之下，斩破一刀可以发挥出比自身修为强横数倍至上百倍的恐怖杀伤力。斩破一刀的杀伤力有多强，取决于对自身对斩破的领悟有多深，以及施展斩破时所使用的法宝品阶有多高。卧槽！我要是将这斩破领悟到极致，一刀之下，怕是金丹期强者也得暂避锋芒。了解完噬魂刀法第二式斩破的基本信息之后，林默惊呆了。林默犹记得那天晚上，他几乎是全程被金丹初期的苏雨压着打的，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当时要是有这一招斩破的话，倒也不至于如此狼狈了。旋即，林默二话不说，当即进入了冥想修炼法状态，开始参悟并练习噬魂刀法第二式的斩破。紫天宫里，苏雨无比忐忑地前来觐见刘紫嫣。他本以为自己已经暴露，事实证明貌似是他想多了。刘紫嫣只是跟他聊了一下关于修炼一事，问他是否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苏雨也是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几个问题向刘紫嫣请教了。刘紫嫣很有耐心地一一给他解答。最后的最后，当苏雨将记载着万血符突厥修炼之法的羊皮卷交还给刘紫嫣之后，刚欲打算离开，刘紫嫣忽然说道：苏雨，你拜入为师门下已有6载有余了，为师待你如何？弟子能获师尊赏识，是弟子3世修来的福分。苏雨双膝跪下，诚惶诚恐道：来到出圣宗之后，师尊便一直在大力培养弟子修炼意图的迷茫，也一一为弟子指点迷津。弟子能在这个年纪突破金丹，师尊功不可没。刘紫嫣若有所思地点了点琴手，道：回去好生修炼，莫要懈怠，有何不懂的来问为师就是。以你的资质和悟性，将来为师的位置也未尝不可是你的。是，师尊，弟子谨记。且去吧。转身离开之后，2行清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打湿了苏雨的脸颊。苏雨不敢回眸，生怕被刘紫嫣看见。刘紫嫣注视着苏雨那似乎有着些许落魄的背影，美眸逐渐变得深邃起来。良久，刘紫嫣对着虚空开口：红月。咻！数息之后，一道红色的倩影忽然闪现而出。哟，我们的掌门大人回来了呀！红月一现身，便忍不住调侃了一句。刘紫嫣翻了个白眼，懒得搭理他，直接说正事。听闻你联合林默那个老奴才来揪出潜伏在宗内的鬼。红月挑了挑眉，说道：你知道了呀，不过如果你是要问我进度如何，我可不知道哦，你该去问那位林默。然而刘紫嫣却是说道：我叫你来并非是问你抓鬼进度如何，而是问关于林默的事情。你接触过他了吧？可有看出他身上的异样？红月若有所思道：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不久前他和执法堂的一位弟子发生冲突，受了重伤，我出手救了他。我给他服用了一枚治疗内伤用的清灵丹，可奇怪的是，他的伤势恢复速度远远超出了清灵丹该有的药效，而且他修为提升的速度有点超乎常人。结合以上种种，我对他本身产生了一些好奇。按理说他这个人不该有如此强的自愈能力，以及如此惊人的修为提升。于是我便查了一下书籍，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说到这里，红月忽然顿住了。什么结论？刘紫嫣美眸危险的眯起。要不你先猜一猜，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哦。红月笑眯眯道：3、2，打住打住。红月玉手一抬，打断了刘紫嫣的施法。你呀，真是一点都不懂风趣。好吧，我就直说我的结论吧。那个林默吗？可能身怀一种名为不死圣体的特殊体质。不死圣体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特殊体质，其拥有惊人的自愈能力，同时还能提升持有者的修炼天赋。不死圣体若是成长到极致，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不死不灭，除非一次性将他的肉身、元神、神智彻底抹杀，否则根本杀不死。这种特殊体质举世罕见，红月本不信林默身怀不死圣体，但他的情况又确实跟不死圣体极其相似。不死圣体吗？本宫并不这么认为。刘紫嫣摇了摇头，说道：不死圣体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殊体质，
若那林默真身怀不死圣体，又岂会沦落到在出圣宗当杂役弟子的田地？在他年轻时，本宫曾不止一次虐待过他，每一次他都需要调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根本没有一点不死圣体的模样。红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照刘子嫣这么一说的话，那林默确实不像是身怀不死圣体。于是他反问了回去：这个林默嘛，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现在的他和过去100年的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他身上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我亲爱的掌门大人，那么你的理解是什么呢？刘子嫣没有回答，而是起身在书架上翻找了一番，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书籍《天渊大陆特殊体质记录大全》。到目前为止，天渊大陆出现过的特殊体质种类并不多，仅有9种。所以刘子嫣很快便根据自己对林默的了解，找到了一种比起不死圣体而言更加符合林默情况的特殊体质——纯阳圣体。纯阳圣体，这看上去不太可能呢。见刘子嫣停在了关于纯阳圣体的介绍页面，红月不由得咂了咂舌。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刘子嫣十分笃定道。红月没有跟林默合修过，他自然是不太了解的。刘子嫣可就太清楚了。根据书中介绍，纯阳圣体是一种后天特殊体质，在首次与女性进行房事，且达到一定程度的阴气冲刷之下，才有极小的概率激活纯阳圣体。光从这一点来看，林默就具备了激活纯阳圣体的前提条件。在出圣宗100余年，莫说与女性进行房事，林默甚至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不久前的那个晚上，大限将至的林默破罐子破摔，趁虚而入，在阴阳邪魔宫的强制牵引之下，刘子嫣半推半就的和林默发生了关系。以他当时化神期圆满的修为，对于炼气2重的林默来说，阴气是绝对足够的。而且书中也明确说了，纯阳圣体确实有着很强的自愈能力，尽管比之不上在自愈能力方面特攻的不死圣体就是了。再加上纯阳圣体的超级魅魔属性，难怪本宫愈看林默愈发觉得顺眼，原来是纯阳圣体在作祟。刘子嫣长长的吐了口气。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因为自己的身体被林默占有了的原因，所以在看林默时不像以前那般嫌弃，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除此之外，纯阳圣体还对女修有着极大的裨益，堪称十全大补丸，也丝毫不为过。所以在第2次和林默合修之时，刘子嫣所取得的效果才会超出他的预期。好吧好吧，既然你这么肯定，我相信你就是了。红月接着问道。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以他早年在出圣宗的经历，等他成长起来之后，有可能会报复我们哦，也有可能他会逃离出圣宗。如此一来，我们培养他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刘子嫣陷入了沉思。旋即红月眼珠子一转，提议道，要不然趁现在他还没成长起来，我们把他囚禁起来，当我们修炼的炉之鼎，如何？不可。刘子嫣思索了好一会儿，给出了自己的态度。若是放在一开始，他也许会选择这么做，但现在已经没这个必要了。为何？红月不理解地问道。你能保证他成长起来之后不会报复或是逃离出圣宗吗？刘子嫣轻手轻点，我会处理好的。红月，所谓修仙不就是为了成仙吗？若只是把他囚禁起来当炉之鼎，以我的资质，成仙无望。想要成仙，唯一的办法便是依靠成长起来之后的林默助我一臂之力。想到成仙的那一幕，刘子嫣朱唇情不自禁地扬起一抹弧度。刚被林默占有了身子之时，他还在懊悔自己为何不事先找个上等的炉之鼎，偏偏绑定了林默这个杂役的阳气。现在来看，倒是他捡了个大便宜了。天渊大陆修士亿万万，即便是千年万载，也不见得能够出一个纯阳圣体。这种天大的好事，居然还让他碰上了。接下来他要做的，便是暗中培养林默，并想办法让他原谅自己过去曾对他的所作所为。最后，便是抓住林默的心，让他成为自己的道侣即可。发现林默是纯阳圣体之前，刘子嫣觉得自己这天鹅肉被林默这癞蛤蟆给吃了，现在反倒成了他高攀林默了。一听成仙，红月眼神都变得清澈了几分。我的好姐妹，成仙一事可不能忘了我啊！红月抱着刘子嫣的手臂撒娇道。自然不会忘了你，刘子嫣说道。现在说成仙还太过于遥远了，当下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将他培养起来，并解除他心中对出圣宗的芥蒂。这是睡难吧，不算太难；说简单吧，也并不简单。林默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20岁小毛孩，现年110多岁的他，在出圣宗见惯了太多阴暗了，心智早已成熟的不能再成熟。一般的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要如何让林默放下对出圣宗的芥蒂，刘子嫣和红月还是得好好动动脑筋才行。花了几天时间，通过冥想修炼法，
林默已经完全掌握了噬魂刀法第二式斩破的精髓。呼，退出冥想修炼法，林默长长的吐了一口浊气，眼中带笑道：现在就差一把好刀了。黑刀固然不错，奈何品阶太低了，碰上高品阶的法宝，怕不是一下就断。自己去买一把高阶的刀具法宝吧，又太贵了，林默根本买不起。貌似只能等红月大长老的下品天阶法宝了。林默倒是不急，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威胁。至于苏雨吗？有了这一招斩破之后，哪怕还是用的中品灵阶法宝，再对上苏雨，他也不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了。就在这时，刘子嫣的声音再次自耳边响起。林默收拾了一下，再次来到了紫天宫。林默还以为刘子嫣又有什么事要吩咐自己呢，却闻刘子嫣说道：老奴才，本宫需要你的阳气，来助我修行。林默一听，顿时就来兴趣了。上次跟独孤琉璃合修完，修为虽说也有所提升，但很有限。也许是随着修为的提升，金丹期女修的阴气已经不怎么够用了吧。而作为初圣宗掌门的刘子嫣，对林默来说，那绝对是十全大补丸。要是能趁此机会突破到金丹期就爽了。揣怀着对金丹期的向往，林默随即向刘子嫣扑了上去。起初林默还有点小心翼翼，随着修行，林默逐渐变得大胆。见刘子嫣仍然没有开口喝止，林默主动引导修行。平日里那高高在上宛如冰山一般的女魔头，此刻因修行渐佳，俨然一副娇羞小女人的模样。掌门大人，能亲你吗？前两次林默每次想，但都被他躲开了。刘子嫣越是这般，林默便越是想掌控她的一切。林默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然后明白了。数息之后，纯柔如蜜，林默感觉到修行的美妙。紫天宫的书房内，如春如醉，在林默的纯阳之气的滋润下，刘子嫣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修为竟出现了明显的提升。书籍中所介绍的确实不假，纯阳圣体的纯阳之气对女修而言，简直就是世间最为珍贵的良药，而且还是取之不竭的那种。再加上他和林默都修炼了阴阳邪魔功，合修所取得的成果更是成倍翻涨。林默与刘子嫣的这一次合修，打破了以往的记录，一连持续了足足7日，方才暂告一段落。也幸亏是修为远在林默之上的刘子嫣，换作是独孤琉璃，亦或是上官无情的话，早就顶不住了，竟然还差一点。脱战之后，林默感知了一下体内的力量，不禁皱了皱眉。跟刘子嫣的这一次合修，他修为确实出现了巨大的提升，但距离突破至金丹期仍有一步之遥。开始前他还寻思着是不是可以直接突破到金丹期呢，也行吧，大不了回头冲刺一下金丹期就行。合修之后修为有提升就行，林默并不贪心，他也深知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根据他前世看了诸多网文的经验来看，要是在合修当中直接突破金丹，说不定还会导致境界出现虚浮呢。所以这种大境界突破，还是老老实实的通过悟道进行突破最为扎实。当林默回过神来，却见刘子嫣已经穿好了纱衣，正在整理着有些凌乱的柔顺秀发。这一幕的刘子嫣别有一番风味。你的表现本宫很满意，以后见本宫在无外人的前提下，便无需你行礼了。刘子嫣一边整理秀发一边说道。好的，掌门大人。林默微微一笑，看来刘子嫣开始逐渐被他征服了，这是一个好的预兆。这倒也正常，林默还真不信有几个正常的女人能顶得住纯阳圣体的征服。林默，你还记恨本宫早年对你的诸多折磨吗？如实回答我。刘子嫣紧接着又问。林默微微一怔，什么意思啊？刘子嫣这女魔头还是第一次直呼她的名字，以前叫她不是奴才就是贱重，这种称呼的变换，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得出刘子嫣对自己态度的转换了。林默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小心翼翼地说道。掌门大人，您可以给我保证吗？说了实话，您不会对我发火。且说吧。刘子嫣颔首。好。林默整理了一下脑海中的思绪，良久方才沉声道。禀掌门大人，肉体上的伤痕可以被时间抹去，但精神与心理上的阴影却有可能会伴随一生。老夫从小便被父母抛弃，卖到初圣宗来当杂役。在来紫天宫之前，我曾被诸多杂役部的前辈欺凌打压，他们心情不好会打我，看我不顺眼会打我，甚至我经常在睡梦中被打醒。那时我时常会在夜里落泪，我恨他们每一个人，也恨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废物。曾有好几次我快坚持不下去了，如此窝囊废物的我，活在这个世上的意义是什么？倒还不如一死了之。可我又不具备自我了断的勇气，我怕被人欺负，更怕死，而且就这么死了的话，未免也太窝囊了。所以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只为苟活下去，期待着有一天向那些曾经欺负过我的人一一报仇。后来，受掌门大人的提携，我得以来到紫天宫当杂役，远离了暗无天日的杂役部。那时，我一度十分感谢您，带我脱离杂役部的苦海。事实证明，那时我感谢您感谢得太早了。说到这里，林默不由得苦笑一声，随即继续说道：在紫天宫当杂役的100年，您虽说折磨过老夫数十次，至少相较于在杂役部那几年而言，无疑是好了很多。起码我不用担心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被人打醒。要说恨，老夫是有些恨您，但对您的恨意远不如那些在杂役部肆意欺凌我的人。对于掌门大人，我更多的是惧怕。掌门大人，这便是我的心里话。听完林默的诉说，刘子嫣并没有说话，她只是注视着林默，不知在想些什么。许久，直到书房内的气氛有些尴尬了，刘子嫣方才开口打破了这尴尬的气氛。怕本宫是正常的，在出圣宗，除了极少数的个例之外，所有人都惧怕本宫。在你眼里，本宫也行是那种阴晴不定，动不动就折磨、虐待和屠戮他人的魔头。这一点，本宫并不否认，但本宫想说的是，除了特定的族群之外，没有人生下来便是恶魔。这一点，林默并不否认。确实如刘子嫣所说，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喜欢虐杀他人的恶魔。刘子嫣会变成这样，大概率跟她早年的一些经历有关，只是林默不知道而已。但无论刘子嫣有着怎样的过去，她于林默而言都是女魔头。如果你想知道本宫的事，那便努力修行，待本宫认可你之后，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告诉你。至于现在，你要恨本宫便恨吧，毕竟本宫确确实实伤害过你。稍作停顿，刘子嫣接着补充道：但是不要忘记，你也曾伤害过本宫。闻言，林默微微一愣，而后释怀地笑道：是，掌门大人，这一点我不会否认。刘子嫣身份地位尊贵，守身如玉数百年，结果那天晚上被自己趁虚而入，夺走了她的贞洁。对于刘子嫣这种能守身如玉数百年的女人来说，贞洁几乎比她的命更重要。所以刘子嫣说林默曾经伤害过自己，确实没一点毛病。刘子嫣不再说什么，只是摆了摆手，示意她可以走了。回到小木屋，林默回想起了刚才和刘子嫣的对话和对自己态度的转变。刘子嫣这女魔头，难道已经发现我身怀纯阳圣体了吗？林默眼眸深邃，沉吟道：如若不然的话，刘子嫣对自己的态度不大可能突然来一个如此巨大的转变。不得不说，这个可能性很大。他之前之所以一直掩盖自己身怀纯阳圣体的事实，就是担心刘子嫣知道之后，会不会把自己囚禁起来当修炼炉之鼎。这样一来，对林默的生理上来说是一种享受，但对于他的心理上来说，无异于最痛苦的折磨。要是自己的推测没出错的话，看来今后是不必担心了。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至少是一个好消息。虽然这也有可能是刘子嫣为了蒙蔽自己视听的嫌疑，但以林默现在的修为和刘子嫣之间的修为差距，林默想不出刘子嫣有什么需要费如此大周章，绕这么大的一个弯的必要。蒙蔽自己视听，倒不如直接把他囚禁起来当炉之鼎使用，不是更省事？就在林默收回心神，准备冲击一下金丹期之时，上官无情过来了。他带来了一块令牌，一块可以让他作为杂役弟子，却可以拥有内门弟子一切权利的令牌。将令牌交给林默之后，上官无情有些不解地问道：掌门大人为什么不让你参加内门弟子考核，而是让长老院给你这么一块令牌？想不通。收好令牌，林默呵呵笑道：掌门大人的意思是，他懒得再去找一个可以让他满意的杂役弟子来负责紫天宫的杂役事务。这样，那好吧。上官无情有些惋惜地叹了口气。虽说有了这块令牌之后，林默拥有了内门弟子的权利，但对他来说还是挺不方便的。由于刘子嫣就在紫天宫，林默也不敢在这个话题上说太多，连忙转移话题。是了，无情队长，9号矿脉夺回来了吗？上官无情言简意赅地给林默诉说了一下经过。9号矿脉失守之后，阴阳宗趁机挖走了不少的灵石，但在出圣宗的支援赶到之后，阴阳宗的人甚至都不愿跟他们交手，当机立断的就撤退了。因此9号矿脉很顺利的收回来了。听完之后，林默更加断定，阴阳宗忽然大举袭击9号矿脉，确实就是圣女苏雨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出圣宗的注意力，给他自己腾出一个可以来刺杀林默，并且不会引起他人注意的机会。只是苏雨千算万算，没算到曾经被他利用来对付林默的独孤琉璃，居然会站到了林默那一边。阴阳宗的这次举动很诡异，但诡异在哪，我又说不上来。上官无情小小的眼中充满着大大的疑惑，这种打你一下占点便宜然后就跑的举动实在太反常了。管他呢，反正天塌下来有掌门大人和长老院顶着，
我等担心太多，倒是多余了。也是，听林默这么一说，上官无情索性也将这些烦恼抛诸脑后。与其担心这么多，倒还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修为才是正道。你有空？上官无情话还没说完，忽然被林默给捂住了嘴巴，林默差点没惊出一身冷汗。他大概都能猜到上官无情接下来要说什么。这要是被刘子嫣听到，他和上官无情有染，怕不是又得被刘子嫣狠狠地教育一番了。旋即，林默打了个噤声的手势，若无其事道：无情队长，若没其他事的话，老夫打算闭关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修为。弹指一挥间，2个多月过去了。从筑基期圆满过渡到金丹期这一步之遥，却成了无数修士毕生的梦魇。悟性不足之人，甚至终生也难以逾越，最终只能在大限将至时，仰天长叹。但这只是相较于那些悟性不足的修士而言。对于身怀纯阳圣体、拥有着顶尖悟性的林默来说，突破金丹如喝水般信手拈来。沉寂了2个多月后，林默丹田处那金光大战的道基忽然化作如渊似海般滔滔不绝的磅礴灵力，在丹田处翻腾涌动。随后，这股磅礴的灵力冲出丹田，冲刷着林默的经脉、血肉以及四肢百骸。灵力洪流所过之处，经脉、四肢百骸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同一起变化的还有林默的表象，咕噜咕噜，林默那满是岁月褶皱的皮肤再次被血肉填充，尤其是那张宛若80岁老人的沧桑脸庞，在此刻似是逆转了时间的痕迹。不断填充的血肉将林默沧桑的老脸逐渐变得圆润紧致，就连岁月所留下的一块块小小的黑斑，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抹去。浩瀚灵力在冲刷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之后，最后如江河汇流入海般涌入丹田，开始压缩凝结。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天时间。在浩瀚灵力的不断挤压之下，一枚金丹已经出现雏形，但仍有许多散逸的灵力游荡于丹田之内，久久无法与金丹融合。林默心神一动，全力运转阴阳邪魔功，霎时间金丹雏形散发出一股恐怖的吸力，散逸的灵力无处可逃，最终被金丹尽数吸收。当散逸的灵力被尽数吸收，一颗犹如太阳一般燃烧着炙热高温火焰的完整金丹已然悬浮于丹田。林默的气息也在这一刻彻底冲破了筑基期桎梏，正式迈入了金丹之境。林默缓缓睁开了紧闭了2月有余的眼睛，那漆黑深邃的瞳孔似是泛起了一道金边，随后消散。这就是金丹吗？和筑基之间果真有着云泥之别。感受着体内那股不同以往的浩瀚力量，林默心潮澎湃。只有进入金丹了，他才深切地了解金丹与筑基之间究竟有着多么恐怖的差距。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能在苏雨手中坚持这么久，还真是有点梦幻。也许这便是纯阳圣体的恐怖之处吧。现在攻守一行了，被苏雨盯了这么久，直到这一刻，林默中是有了充足的底气和信心，可以和苏雨正面刚一刚了。就算苏雨在他闭关的这段时间里突破到了金丹中期，也无妨林默有着绝对的自信。以他现在的修为和手段，越个小境界打个金丹中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没什么灵石了，看来得赚点灵石了。冲击金丹时，林默又吸收了6000灵石，储物界里的灵石库存就只剩下3000了。3000灵石对于筑基期来说还算不少，但对于金丹期来说，那就是穷的叮当响了。随便修炼一波就能把3000灵石给消耗的一颗不剩。宗门内赚取灵石的方法有很多，譬如在宗门的各个部堂打工，又譬如炼丹或是炼器拿出来售卖。若要论赚取灵石最快的方法，那自然还得是接取宗门任务。普遍来说，宗门发布的任务难度一般较高，但报酬也是真的丰厚。所以林默打算去挑战一下宗门任务。主要是他一不会炼器，二不会炼丹，打工的话赚取灵石的速度又太慢了。有了决定，林默便出发前往执法峰了。来到通往执法峰的仙桥时，上官无情带着几名朱雀分队的执法弟子迎面走来。林默，上官无情看了好几眼，差点没把林默给认出来。在突破金丹之后，林默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从原来的80岁老人的模样，俨然蜕变成了60岁的中老年人的模样。他若是褪去那一身粗布麻衣，换成一袭白色道袍，再拿一拂尘，那就有仙风道骨的味道了。无情队长，许久不见，进来可好？林默微笑着打了声招呼。真的是你，我差点没认出来，比以前年轻了好多哦。林默一开口，上官无情就知道自己没认错人了，一脸欣喜道。这才2个多月没见，林默居然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看来他突破成功了。哈哈，老夫的变化有这么大吗？林默心情愉悦，爽朗笑道。有的。上官无情颔了颔首，对林默是越看越喜欢。你要去执法峰？林默点头，
将自己打算去接取宗门任务的计划也一并说了。上官无情一听，当即说道：“你是第一次接宗门任务吧？我带你。”善。正好，第一次接取宗门任务的林默也不太熟悉流程，有上官无情带的话，还能少走许多弯路。于是，上官无情把他的几名师弟师妹给打发走了，独自带着林默来到执法峰的宗门任务大厅。宗门任务大厅内有来自初圣宗各个不堂的内门弟子，又或是亲传弟子们在筛选和接取宗门任务，人潮人涌，好不热闹。小老头，你要接取什么级别的任务？上官无情询问道。宗门任务也分级别的，按照修仙一途的境界划分，任务等级越高，风险越高，报酬也就越丰厚。单从气息来看，林默的修为只有筑基中期，但上官无情清楚，就凭林默这仿佛一夜之间年轻了20岁的模样来看，他的修为远远不止筑基中期金丹吧。金丹。林默平淡的话语却给上官无情造成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他有想过林默的修为不止筑基中期，但完全没想到林默居然已经是金丹期修为了吗？那岂不是意味着林默已经快追上他了？上官无情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何等恐怖的修炼速度！跟我来。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上官无情领着林默来到了金丹任务栏。相较于炼气和筑基期的任务栏，围在金丹任务栏前的弟子相较少了许多。这些人不是各个不堂的亲传弟子，就是内门弟子当中的老油条了。身穿粗布麻衣的林默到来，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但看到上官无情陪同，大家也都很识趣的没有去找挑林默的刺。在那些金丹后期乃至于金丹期圆满的弟子眼中，上官无情的修为或许较为一般，但碍于上官无情执法堂朱雀分队队长的身份，一般弟子只要不是脑子进水了，都不会故意去招惹他。毕竟被执法堂盯上，那还是挺麻烦的。倒是一些金丹期的女弟子向林默投来了花痴的目光。师妹，你看那什么？一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仙子满脸花痴地盯着林默，脑海中甚至已经开始跟林默翻云覆雨了。直到他身旁的师兄伸手在眼前晃了晃，仙子这才从幻想中回过神来。他连忙收回目光，有些尴尬地道：“啊，没看什么啊，师兄，说吧。”仙子的眼角余光还是没忍住地偷偷瞄了林默一眼。那个老杂役好帅好有男人味，原来我喜欢的是这种类型的啊。而对于那些向他投来的花痴目光，林默早已习以为常了。他的目光快速地在任务栏上扫视着，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轻松、收益又高的任务。事实证明，林默想多了，这种任务就算有，也早就被人给接完了。这个怎么样？就在林默纠结到底要接哪个时，上官无情取下了一个任务令牌。位于落霞山脉的3号矿脉，近来阴阳宗的侵扰愈发频繁，请前往镇压清理。每击杀一名阴阳宗筑基期弟子，奖励1000灵石，上不封顶；每击杀一名阴阳宗金丹期弟子，奖励3万元石，上不封顶。也行，不过林默略感疑惑道：“筑基期和金丹期的奖励差距是不是有点大了？”上官无情解释道：“这很正常，这毕竟是金丹级任务栏，默认接任务的至少都是金丹期修为。既然是金丹期，杀筑基期自然是如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1000灵石已经很不错了。”有道理。听上官无情这么一解释，林默突然又觉得合理了。既然是初次接取任务，那就来个简单点的吧。有筑基期杀筑基期，有金丹就杀金丹，只要来的不是金丹后期以上的强者，林默都不惧。跟我来这边登记一下。确定林默选了这个清理矿脉侵扰的任务，上官无情领着林默来到了宗门任务大厅的柜台。无情师姐，你接这个任务吗？负责登记宗门任务接取的是一名叫做李谦的执法堂弟子。道友好，是老夫接。林默主动说道。你？李谦打量了林默一眼，摇头道：“筑基中期修为，接金丹级任务，而且你是杂役弟子，按照宗门规矩是没有资格接取宗门任务的。”林默默默地掏出了长老院发放给他的令牌，接过令牌一看，李谦方才改了口径：“好吧，但是你的修为还是不太够，别说清理来自阴阳宗的侵扰了，你筑基中期的修为去了，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个问题。想赚灵石的话，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筑基级任务？”也就是上官无情在这里，李谦才这么好说话。如若不然，他就是另一番态度了。筑基中期的修为来接金丹级任务，这不是闹吗？李师弟，林默是接取人，我是他的队友，所以你不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登记一下就行了。上官无情开口了。闻言，李谦顿时瞪大了眼睛。他也曾听说过关于上官无情和林默的绯闻，没想到今日一见，竟然是真的。他也不敢多问，连忙给林默登记了任务接取。谢了，无情队长，不然老夫要接这个任务还挺麻烦的。从宗门任务大厅出来，
林默郑重其事地感谢道。上官无情笑着摆了摆手，表示没什么。无情队长，原来你也要接宗门任务的吗？林默随即问道。缺灵石的话，当然要。上官无情正色道。虽然朱雀分队队长这个职位给我的灵石是不少了，但有时候不够用了，我也会接宗门任务赚灵石的。原来如此。林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起来，小老头，你已经金丹期了吗？上官无情最终还是问出了内心的疑问。他知道林默隐藏了自身的真实修为，但他看不出来。林默没有回答，只是朝他会心一笑。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你这家伙，你年纪要不是这么大，就凭你这段时间的修为提升速度，当宗门的圣子都绰绰有余了。从林默那里得到答案，上官无情被震撼得无以复加。谁能想得到，差不多1年前，他第一次见林默时，林默还是炼气4重的修为，结果这才1年不到，林默就从炼气4重一路突飞猛进，直奔金丹期来了。这般恐怖的修炼速度，上官无情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妖孽。上官无情大抵也能猜得出来，林默肯定是得到了什么惊人的奇遇，才能让他这个大限将至的老杂役翻身。但林默没有主动说，他自然也不会冒昧的去纠缠不休的追问。这老夫倒是不否认，林默倒也不谦虚。他要是年轻时激活的纯阳圣体，莫说圣子了，哪怕当初圣宗的少宗主，那也是轻轻松松的。好了，我们启程吧。当天晚上，林默和上官无情便抵达了距离出圣宗山门千里开外的落霞山脉。抵达落霞山脉的3号矿脉之后，上官无情又领着林默来到管理处进行登记，以证明他们确实来支援3号矿脉了。出到3号矿脉的几天时间，阴阳宗并没有来侵扰，一切似乎都很风平浪静。这几天时间里，上官无情也带林默参观了一下矿脉的开采。总的来说，矿脉的灵石开采主要劳动力是出圣宗的外门弟子。这些外门弟子修炼资质比杂役弟子高，但又达不到进入内门的要求。不过他们也并非不是没有希望进入内门，只要修为突破至筑基期，即可成为出圣宗的内门弟子。转眼时间已经来到了第5天，夜幕降临，3号矿脉灵石开采工作仍然在紧张地进行着。闲来无事的林默和上官无情为了追求刺激，来到了矿脉附近的小树林里。林默以一个壁咚的姿势将上官无情抵在一棵大树旁，上官无情嫩滑的玉手捧着林默的脸庞，柔情似水道：亲爱的，我好想你，快吻我。林默满足了他的要求，贪婪地攫取着上官无情的甜蜜。久旱逢甘霖的上官无情顷刻间便沦陷了，两人如胶似漆地缠绵在一起，互相感受着来自对方的火热爱意。不多时，小树林之中便传出来了一阵阵令人面红耳赤的呻吟声。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林默和上官无情结束了第1回合的战斗。就在他们准备开启第2回合之时，轰！一道灵力攻势划破夜空，准确地命中了3号矿脉的入口，火光冲天，照亮了黑夜。敌袭！敌袭！3号矿脉的警报声随之响彻，紧接着又是一道道灵力攻势从天而降，无差别地攻击着整个3号矿脉。终于来了吗？被扫了心，林默眼中闪过一抹冰冷的肃杀之意。真扫兴，把他们解决了吧，一个不留。上官无情迅速穿好了衣衫，同样是感到有些不悦。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当林默和上官无情从小树林中掠出时，只见10几道身影凌空而立，他们操控着灵力，肆意地攻击着3号矿脉。撤！见林默、上官无情还有3号矿脉的管理层都杀出来之时，这帮人也是一点都不恋战，当机立断的就要撤退。3号矿脉的管理层只是追了一段距离就不追了，免得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之计。这就是林默和上官无情前来支援的必要所在了。林默感知了一下，此次来袭的10几个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筑基期，其中还有2名金丹中期的强者。这2名金丹中期强者一直在给那群筑基期弟子打掩护，以至于林默和上官无情想杀他们都一直没有机会。见追来的只有林默2人，对面那2名金丹中期的强者忽然停了下来，而后其中1人大手一挥，剩下的10几名筑基期弟子立即便将林默2人团团包围了起来。哈哈，这不是出圣宗执法堂的上官无情队长吗？又落到我哥俩手里了。上官无情一怔，很快便也是认出了对方，美眸中当即浮上一抹冰冷的杀意。是你们？看来还真是冤家路窄。怎么回事？林默问道。他们就是上次用太阴术伤我的兄弟俩，阴阳宗的杨天和杨云。上官无情言简意赅地给林默说了一下，他和对面这杨氏兄弟俩的恩怨。原来是他们吗？林默眉头微挑。嘿嘿嘿，上官无情队长，上次让你侥幸跑了，这次可就没这么走运了。
作为大哥的杨天犹如猫戏老鼠般的注视着林墨和上官无情，戏谑道：“带了个筑基中期的蝼蚁就敢出来追，我该说你蠢呢，还是蠢呢？不长记性啊！看来今晚就只能让你们葬身于此了。无论是人数，亦或是修为，对上林墨和上官无情，他们这边都是占绝对的大优势的。说一句飞龙起脸，那是一点都不为过。杨天、杨云俩兄弟想不出来，今晚林墨和上官无情有什么逃跑的可能性。我能拖住一个，但是还有那些筑基期的弟子怎么办？”上官无情蹙着眉头，沉声道：“林墨也是金丹期修为，拖住杨氏兄弟其中之一是没问题的。问题是那10几名筑基期弟子，或许他们对自己产生不了威胁，但只要他们在一旁出手偷袭干扰一下，本来僵持的局面就会被瞬间打破。简单。”林墨嘴角微扬，目光竟直落在对面的杨氏兄弟身上。这兄弟俩交给老夫，你去解决那些筑基期的蝼蚁。虽然对面筑基期的弟子有10几人，但在上官无情面前也与蝼蚁无异，只需一些时间，上官无情就能将他们全部斩杀。哈哈，哈哈哈哈！这老头是老糊涂了吧？哈哈！听闻林墨此言，莫说杨氏兄弟俩了，就连那10几名筑基期弟子也发出了一道嘲讽的笑声。从他们的视角来看，林墨不过筑基中期的修为，1对1能不能赢其中一名筑基中期弟子，都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还敢扬言一人打他们当中修为最强的杨氏兄弟。林墨也是一笑，大手一握间，黑刀闪现而出。杨天、杨云对吗？今晚就由老夫来向你们讨还一下，你们上次用太阴术伤了无情队长的账吧。哼！杨云讥笑道：“我倒以为你有多强的修为呢，区区筑基中期也敢在小爷面前口出狂言，杀你何须我们兄弟齐上？小爷我一招即可让你魂飞魄散。”哦，是吗？那老夫倒是要领教一下了。砰！话落之时，散发着炙热气息的火红灵力当即攀附上刀锋林墨脚尖，轻点虚空，身形顿时爆射而出。火焰刀锋划破夜空，携带着不可阻挡之势，径直挥向杨天。怎么回事？见林墨袭来，刚刚还一脸鄙夷的杨天眉头随之一皱，他不敢怠慢，一柄长剑当即闪现而出。当！金铁碰撞声响彻间，杨天虽然挡下了林墨的正面一击，他整个人却也被震飞。什么？怎么可能？这老头不是筑基中期的修为，居然能一刀震退杨天师兄！见此一幕，一旁的杨云和筑基期弟子们顿时瞪大了眼睛，脸上满是震惊之色。嗡！刀意嗡鸣，林墨没有乘胜追击杨天，刀锋一转间，攻势转向了那还处于震惊之中没回过神来的杨云。等杨云反应过来之时，林墨的黑刀已经近在咫尺，他连忙暴退闪避，可仍然被黑刀在其肋部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血痕。单论伤害，仅仅擦边过的这一刀伤害并不大，但黑刀所携带的侵蚀特性让杨云脸色一沉。混账！感受到生机在流逝，血肉在坏死，杨云怒骂了一声，旋即双指连点，使用灵力围堵住了肋部的伤口，使得黑刀的坏死特性和侵蚀短时间内无法再继续蔓延。即便如此，肋部那一小块坏死的血肉还是对他的战斗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一出手便震退杨天，创伤杨云。后方的上官无情一时间都惊呆了，他刚才还打算叫林墨别冲动来着，按照当下这局面，似乎是他低估了林墨的实力了。杨云师兄！见此一幕，阴阳宗的10几名筑基期弟子眼睛瞪得像瞳孔，都是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幕。他们是在做梦吗？气息明明只处在筑基中期的林墨，一出手居然就压制住了杨天、杨云俩兄弟。这老头隐藏气息了，他的真实修为至少是金丹中期，可能距离金丹后期也只有一步之遥了，别轻敌。这时，刚才被震退的杨天重新掠了回来，林墨手持燃烧着炙热灵力的黑刀凌空而立，清风拂过，将他的衣袖吹得猎猎作响。那你们可能有点高估老夫了。林墨神色淡漠，旋即不再隐藏气息，金丹初期的修为显露而出。金丹初期？不可能！杨天、杨云瞪大了眼睛，他们宁愿相信林墨是临近金丹后期的强者，也不愿相信林墨是金丹初期的蝼蚁，否则传出去的话，他们杨氏兄弟这张脸往哪搁？林墨戏谑一笑，说道：“无情队长，那1万多灵石就交给你了，老夫来负责拿下这6万灵石。”什么灵石？杨天、杨云等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林墨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哦，你们不知道吗？林墨大慈大悲地解释道：“你们阴阳宗的弟子筑基期值1000灵石，金丹期值3万灵石。老夫简单算了一下，把你们全都杀了，能拿7万5灵石，我全都要了。
闻言，杨云等人眼皮狠狠地抽搐了一下，本事不大，口气倒是不小。杨天冷冷一哼，不屑道：方才不过是小爷轻敌了而已，你很得意吗？顺便也告诉你们，你们出圣宗的金丹期弟子在我们这里就没那么值钱了，也就2万灵石吧。蚊子再小也是肉，待小爷我杀了你们，提着你们的人头回宗门领灵石。哦，将林墨两人团团包围起来的筑基期弟子们顿时士气高涨。确实，刚才他们也只是被林墨打了个出其不意而已。既然林墨只是金丹初期修为，那就没什么可怕的。林墨，上官无情看向林墨，单从局势来分析，眼下的局面于他们而言确实不利。林墨只是一摆手，上官无情便立即明白他的意思了。尔等若是有这般本事，老夫却是不介意，只可惜你们没有。话落的瞬间，林墨毫无征兆地再次发动进攻，他直奔那已经负伤的杨云而去。早就有所预防的杨云，没有再被林墨打个措手不及，区区金丹初期也敢口出狂言，找死！一柄闪烁着寒芒的三叉戟闪现而出，杨云眼含杀意，径直刺向那直奔他而来的林墨。然而，看似要正面进攻的林墨只是一个虚晃。杨云手中的三叉戟刺出的瞬间，林墨身形随着一闪，越过了三叉戟，手中黑刀直奔杨云而去。不过，拥有着金丹中期修为的杨云也不是吃素了，他只是微微一惊，很快便做出了反应。此时收招已经来不及了，杨云身体朝后一倾，险之又险地避开了林墨的正面一刀。与此同时，一股寒意自林墨背后袭来，正是杨天。对于仙道弟子而言，或许还讲一点武德，不做以多欺少这等卑劣之事，但作为魔门宗派的阴阳宗，可没有仙道门派弟子那么高的道德和素质。以强欺弱，以多欺少，以少欺老又如何？历史向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你甭管过程如何。面对着杨天的背后偷袭，林墨不慌不忙，一脚将杨云踹飞之后，这才转过身来，一刀向前劈出。当金铁碰撞声响彻，一股惊人的灵力余波荡漾而出，仅仅僵持了数息，林墨与杨天二人便是被纷纷震退。只不过从双方的状态来看，似乎是林墨更胜一筹，该收拾你们了。见林墨还算是能够应付得了杨氏兄弟，上官无情这才将充满杀意的冰冷目光落到那10几名筑基期弟子身上。虽然他们人数众多，但面对着修为达到金丹中期的上官无情，这10几名筑基期弟子也是有点发怵。大家别怕，他就一个人，我们一起上，他奈何不了我们的。哼，无知！上官无情的屠杀开始了。另一边，林墨也与杨氏兄弟展开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虽以1敌2，修为上亦有着一个小境界的差距，但林墨凭借着足够出色的战斗经验，再加上纯阳圣体的加持，愣是游龙于杨氏兄弟的猛烈攻势之间，未见任何颓势，反而还有着愈战愈勇的趋势。察觉到战场局势的变化，杨氏兄弟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在修为上，他们本就有着优势，更何况还有人数优势，再加上他们兄弟俩配合默契，哪怕是面对着临近金丹后期的强者，亦有一战之力。今日却万万没想到，一个金丹初期修为的老头，竟能把他们逼得如此狼狈，不能再拖下去了。杨天、杨云二人对视了一眼，观林墨那愈战愈勇的态势，再拖下去局势对他们只会愈发的不利。于是，杨氏兄弟二人齐齐暴退，退出了林墨的攻击范围，而后双手快速变换着道道晦涩的玄奥印诀，周遭天地的温度在此刻骤降。太阴术，呼咻！刺骨的寒风呼啸，周遭天地空气中的湿度在顷刻间暴增，源源不断的灵力自杨天、杨云身上爆发而出，滔滔灵力汇聚成灵力河流，萦绕在他们周身。灵力河流之上，冰冷彻骨的寒气散发，似是要将这片天地都冻结。而后，在杨氏兄弟的操控之下，浩瀚灵力河流瞬间爆发开来，化作漫天的冰雾，笼罩着方圆数十里内的天地。这些刺骨的冰雾正在通过林墨毛孔，源源不断地侵入他的体内。这就是太阴术。感受着皮肤表面传来的一丝冰凉之意，林墨不由得挑了挑眉。随后，林墨便是看到，那漫天的冰雾开始迅速朝他奔涌而来。这老头是傻子吗？还是说，他没听说过我们阴阳宗的太阴术？见林墨傻站在原地不动，杨云讥讽道：“管他呢，只要太阴术开始发挥作用，他的实际战斗力会逐步下滑，最后还不是落得一个任由我等宰割的地步。”杨天双手抱胸，戏谑地看着那处于冰雾包围之中的林墨，仿佛已经胜券在握。太阴术确实没有什么瞬时杀伤力，其最令人忌惮和闻风丧胆的是那极强的阴寒之气。一般情况下，除非自身修为远超施展太阴术之人，
否则很难做得到完全隔绝太阴术所释放出来的阴寒之气的入侵。不多时，漫天的冰雾便已经尽数侵入了林默体内。就在杨天、杨云二人准备拿下林默之时，只见林默身上忽然有着一股火红色的阴晕散发。他不仅没有受到太阴术的影响，其气息甚至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杨氏兄弟二人见状，皆是皱了皱眉，眼中弹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哈哈，感谢两位的馈赠了。林默没绷住，仰天长啸。本来林默还寻思着运转阴阳邪魔功，调动纯阳之气抵消太阴术的影响来着，然后他就惊奇地发现，纯阳圣体竟在同化那股侵入他体内的阴寒之气，接着阴阳邪魔功运转，将那股被纯阳圣体转同化为纯粹凌厉的阴寒之气尽数吸收，化为己用。怎么回事？你没受到太阴术的影响？杨氏兄弟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他们瞳孔紧缩，心神俱震。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太阴术竟完全失效。不仅如此，他们所施展的太阴术甚至还在无意间提升了林默的修为。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才能将太阴术的阴寒之气转化为属于自己的力量？林默嘴角微扬，气死人不偿命道：要不你们再施展一次，可能刚才是哪里出错了吧。混账！杨氏兄弟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他们哪能料得到林默区区一个金丹初期的蝼蚁，不仅能正面硬汉他们两位金丹中期的强者，甚至还能无视他们的底牌招式太阴术。霎时间，杨氏兄弟二人皆是产生了撤退的念头。方才他们联手尚且无法拿下林默，眼下林默的力量得到了提升，他们更加无法抗衡了。尔等时不时便来骚扰我出圣宗矿脉的闹剧到此为止了。砰！刀锋之上，凌厉大战。林默手持黑刀，杀意凛然。还有上次你们两位伤害无情队长的账，也一并与你们清算吧。快撤！察觉到林默身上那股几乎要凝聚成实质的冰冷杀意，作为大哥的杨天顿感不妙，当机立断的便开始暴退。杨云也不敢怠慢，紧忙跟上杨天的步伐。老夫可没说你们可以走了。林默眼皮轻抬，手中黑刀高高举起，噬魂刀法第二式斩破。话音落下之时，林默手中那高高举起的黑刀猛然对着杨氏兄弟逃跑的方向斩下。嗡！刀意嗡鸣，一道长达数十里、散发着炙热气息的火红色刀芒划破夜空，仿佛眨眼的功夫便已经降临至杨氏兄弟的头顶。他们那被惊恐之色所覆盖的双眼，眼睁睁地看着刀芒落下，却无能为力。下一刹，轰！一道剧烈的能量爆炸陡然爆发，震颤着大地，照亮了黑夜。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以闪电之势扩散开来，沿途所过之处的山峰尽数被拦腰斩断。远处已经将那十几名筑基期弟子斩杀的上官无情不得不展开一道防护，抵挡朝他而来的冲击波。小老头那边发生什么了？上官无情黛眉微蹙，他不确定这般动静到底是林默引起的，还是杨氏兄弟引起的。待冲击波消散过后，他迅速割下了那十几名筑基期弟子的头颅，装进储物件，而后朝能量爆炸的方向疾驰而去。能量风暴席卷了许久，方才逐渐湮灭。爆炸的中心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此时上官无情掠来，看着前方那道深不见底的大坑，不由地震惊了。不过在看到林默安然无恙时，他那悬在胸口的心这才放了下来。按照眼下的情况来看，似乎是林默赢了，你那边解决了。林默随口问道。上官无情轻手轻点，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你的实力了。且不论刚才的能量爆炸威力如何，现在上官无情已经感知不到杨氏兄弟的气息了。也就是说，上次交手一路压着他打的杨氏兄弟，已经成为了林默的刀下亡魂。或许林默的修为不如他，但林默的实际战力已经超越他了。无情队长过奖了。林默淡淡一笑，随即展开身形，落至大坑底部。杨氏兄弟衣衫破烂，满身伤痕的躺在大坑底部，已经彻底失去了生机。林默手起刀落，将杨氏兄弟的首级尽数斩了下来，但他还是不放心，又给杨氏兄弟的尸体捅了几刀，将他们砍成了好几段，确认他们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这才作罢。收割了杨氏兄弟的首级，林默又把他们刚才使用的法宝收入了囊中。虽然林默也不用剑和三叉戟，但这并不妨碍他可以拿回去卖个好价钱。刚收好杨氏兄弟的首级和法宝，一股异常强横的气息便是出现在林默和上官无情的感知之中，而且这股强横的气息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他们的方位而来。这股气息，林默和上官无情对视了一眼，他们都感知出来了，这股强横气息的主人至少是金丹期圆满的修为。上官无情肉眼可见的慌了，这股金丹期圆满气息的主人尚未降临，
便已经给予他一股几乎窒息般的压迫感了。看样子，此人极有可能是上次带队大举进攻9号矿脉的阴阳宗客卿苍鹰。上官无情沉声道：“那还等什么？撤！”林墨也还没膨胀到想要跟金丹期圆满碰一碰的地步。这里距离出圣宗山门仅有1000余里，这个距离对金丹期修士来说并不远。全力飞行的话，林墨估摸着不出10分钟即可抵达。旋即，林墨携手上官无情开始跑路了。他们奔着出圣宗山门的方向全速前进，沿途留下一道道残影和音爆声。杀了人便想跑，留下小命来吧。苍鹰的速度远超林墨和上官无情，不消2分钟的功夫，苍鹰的身影便已经出现在林墨2人后方。他大手一握，周遭天地灵力被调动，形成一道灵力天幕，朝着林墨和上官无情当头镇压而下。林墨眼神一横，又是一刀斩破挥出，全力一刀之下，这才堪堪抵消了苍鹰的随手一击。也是这片刻的功夫，苍鹰已经挡住了林墨2人的去路。那是一位老态龙钟的老者，他凌空而立，双手背负，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诡异阴邪气息。区区一个金丹初期、金丹中期，便留下了杨天他们一行人。苍鹰打量着林墨2人，有点不可思议道：“老夫虽不知尔等是如何做到的，但今日你们也难逃殒命于此的下场。”林墨亦是双手背负，神色淡漠，并未见惊慌之色，浑然不惧地与苍鹰四目对视，说道：“哼，你们阴阳宗竟会整一些小孩才玩的低劣手段，想杀老夫2人，你觉得你就能活着离开？”林墨眼角余光瞥了一眼出圣宗山门的方向，接着道：“此处距离我宗山门并不远，不费一些功夫，你不见得就能留下我们。到那时，我宗的支援来袭，你又该如何逃出升天？”苍鹰捋了捋苍白的胡须，笑盈盈道：“想恐吓老夫？此处距离出圣宗山门是不远，老夫也不否认，一旦出圣宗的支援来袭，老夫将会陷入险境。但老夫收拾你们，不过是弹指间的事情，在我眼中，尔等不过虾兵蟹将，连反抗的余地都不曾具备。”林墨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漆黑深邃的眸子中闪过一抹金光，旋即便是再次握紧了黑刀。即是如此，尔便放马过来吧，老夫一个金丹初期能换一个金丹期圆满，也算够本了。上官无情也是放弃了幻想，尽数调动体内的灵力，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哼，蚍蜉撼树，不自量力。苍鹰不屑一哼，就欲动手将林墨2人斩杀于此。然而就在这时，曾几何时，连金丹期这种蝼蚁也能在我出圣宗门口大放厥词了。一道蕴含着无与伦比压迫感的空灵女声自虚空之中忽然响彻。林墨、上官无情猛然一惊，但紧接而来的便是狂喜。看样子这道女声的主人是他们出圣宗的人，李欣然师姐。下一息，上官无情似是认出了这道声音的主人。有人欢喜就有人愁，当这道空灵的女声响彻之时，对面的苍鹰浑身毛孔倒竖，头皮顷刻间炸裂开来。苍鹰神色惊恐地环顾着四周，试图寻找出声音的主人。随后，在林墨3人的注视之下，一道飘逸的曼妙倩影自高天之上徐徐落下。与此同时，破晓的第一缕阳光突破地平线，照在那道飘逸的倩影之上。林墨得以看清楚了她的面容。她身着一袭纯白色束身纱衣长裙，看上去蓬松的纱衣长裙却未能掩盖她那傲人的身材曲线。破晓的暖阳照在她的侧脸上，美艳清冷，又不失威严与压迫感。旋即，只见上官无情口中的李欣然师姐玉手缓缓探出，对着苍鹰凌空虚握。咔嚓咔嚓，苍鹰周身的空间开始寸寸坍塌，坍塌的空间形成了一道空间牢笼，将苍鹰囚禁了起来。空间之力，元婴老怪。见此一幕，苍鹰瞳孔紧缩，浓浓的恐惧之色如潮水般奔涌而上。仙子，仙子，放我一马，我保证以后绝不会再踏入出圣宗万里范围之内。苍鹰声音颤抖着，强烈的求生欲使他不得不放下了尊严。我出圣宗与你阴阳宗本就是世仇，何来饶你一马之说？李欣然美眸淡漠，那凌空虚握的玉手轻轻握下。苍鹰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未能发出，便被坍塌的空间给绞杀的连一缕肌粉都未曾剩下。这就是元婴老怪，当真是恐怖如斯。林墨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暗暗震惊道，同时他也暗暗庆幸，幸好这位李欣然仙子是他们的人，否则面对着如此恐怖的元婴老怪，林墨都想不出自己如何才能死里逃生。解决了苍鹰，李欣然缓缓转过身来，目光先是落在了林墨身旁的上官无情身上。你是上官无情师妹，一段时间不见，你都已经金丹了呢。是我，欣然师姐。上官无情飞掠上前，
俏脸上满是再见李欣然的欣喜和崇拜。两人简单寒暄了一番，上官无情便是招呼林默过来了。给您介绍一下，欣然师姐，她叫林默，算是宗门的一名杂役弟子吧。上官无情简单的给李欣然介绍了一下，杂役部林默，见过李师姐。林默拱手作揖道：李欣然点了点琴手，这才打量起了林默。现在宗门的杂役弟子都金丹期修为了吗？只是个例而已啦，欣然师姐，总之三言两语很难说得清楚。上官无情解释完，这才给林默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李欣然。李欣然，上一任执法堂朱雀分队队长，在其修为达到金丹期圆满，尝试突破元婴时，却始终未能领悟元婴之道，久久未能突破的李欣然，于是决定外出历练，直到近期方才结束历练，返回宗门。缘分就是如此奇妙，我本打算直接返回宗门向师父复命，结果这边发生了战斗的痕迹，便过来查看一番。李欣然说道：多亏了你，欣然师姐。上官无情笑盈盈道：否则我和林默今晚的下场恐怕不会好到哪里去。林默也跟着附和道：是，多谢李欣然前辈的出手相助。呵呵，前辈吗？李欣然淡笑道：无论是年龄异或是修为，我的却称得上是你的前辈，叫我一声前辈也无妨。林默莞尔一笑，刚才他也是觉得跟上官无情喊李欣然师姐似乎有所不妥，毕竟他的师父可不是执法堂堂主苏美玉，所以思来想去，林默觉得还是叫前辈更合适一点。你们是在执行宗门任务吧？任务完成了吗？李欣然接着问道。应该算完成了吧。上官无情转头看向林默问道：你觉得呢？老夫也觉得算是完成了，我们此处任务不就是前来帮忙清理3号矿脉的侵扰吗？眼下我们已经解决了苍鹰和杨氏兄弟这帮人，自然算是完成了。林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意见达成一致。林默和上官无情二人便跟着李欣然返回了初圣宗执法峰。李欣然去找苏美玉复命去了，林默和上官无情则来到了宗门任务大厅交任务。当看到林默二人带回的10几颗头颅以及杨氏兄弟等人的身份牌时，负责结算宗门任务的执法堂只是廖静一时间都惊呆了。上官无情，这些真的都是你们杀的？廖静有点半信半疑地问道。有什么问题吗？廖静前辈。上官无情点头道：没什么问题。廖静啧啧道：只是以你们二位的修为，居然能杀了2位阴阳宗的金丹中期弟子，外加10几名筑基弟子，着实有点不可思议。莫说廖静，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毕竟从气息来看，林默只有筑基中期，上官无情虽是金丹中期修为，但面对着阴阳宗的2名金丹中期以及10几名筑基期弟子联手，他们2个能活着回来就已经算是天道眷顾了。谁能想到林默和上官无情不仅毫发无损的回来了，甚至还把对方全都杀了。上官无情轻笑道：别说是您了，廖静前辈，其实我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筑基期都是我杀的，至于那2位金丹中期都是林默杀的。廖静一听，脸上顿时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上官无情，你别太离谱了，你告诉我，这筑基中期的老头能杀了2名金丹中期？来，老杂役，你告诉我，你怎么杀的这2位金丹中期？嗨，侥幸而已。林默战术干咳道：廖静前辈，还是麻烦您给我们结算一下任务奖励吧。林默寻思着，就算他把自己的真实修为告诉廖静，廖静一样会觉得不可能，所以倒还不如省点口舌。按照任务令牌上的悬赏金，你们杀了阴阳宗的2名金丹弟子，15名筑基弟子，一共7万5零石，拿好了。要不是有上官无情作证，廖静还真想让林默证实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杀的杨氏兄弟。多谢廖静前辈。拿了任务奖励的7万5零石，林默二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任务大厅。接下来便是分赃，不对，分取奖励环节了。林默本打算跟上官无情平分这7万5零石，上官无情却是说道：不用，小老头，你出的力比我多，我们就拿各自人头的灵石好了。我1万5，你6万，而且我获得灵石的渠道很多，你也不想隔3差5就来接一次宗门任务赚灵石吧？有这时间，倒不如多闭关修炼。也行，那就多谢无情队长的慷慨了。林默不再矫情，收下了6万灵石。你急着回去吗？上官无情接着问道。不急，怎么了？林默说道。那去我那里坐坐。上官无情朝林默眨了个媚眼，说道：昨晚被阴阳宗那帮人扫了心，你应该也还没尽兴吧？那就走吧。林默本想回去继续闭关修炼来着，既然上官无情都这么说了，要不去的话，岂不是白瞎了阴阳邪魔功和纯阳圣体这2种合修圣器？反正刘子嫣大概也是知道自己是出来接取宗门任务了，早几天晚几天回去
问题不大。然而，林默和上官无情都没有注意到，就在他们结伴前往上官无情家里的路上，独孤琉璃发现了他们。小老头和无情师姐。独孤琉璃美眸中浮上一抹醋意，他知道林默也和上官无情有染，看他们的走向，应该是去上官无情家里没错了。哼哼，想独占小老头，我可不答应。于是独孤琉璃悄悄跟了上去。另一边，关好大门之后，上官无情迫不及待地扑到了林默身上，任由上官无情亲吻着自己。林默抱着他来到了大厅的茶桌旁，随着两人动作的愈加疯狂，大厅内的气氛也随之升温。咚咚咚，就在林默刚将上官无情的衣服褪去一半之时，门外忽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林默二人的动作戛然而止，不难看出，无论是林默还是上官无情，都有点不悦。何人？上官无情语气不悦地问道。无情师姐，是我啊，独孤琉璃。门外传来了独孤琉璃那有些调皮的声音。上官无情不悦地皱起了眉头，问道：有事吗？琉璃师妹，当然有事才来找你啊。师姐不开门，请我进去说吗？独孤琉璃的声音继续传来。怎么办？上官无情蹙着眉头，他很生气，但身为独孤琉璃的师姐，闭门不见的话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你觉得呢？林默微笑着问道。既然外面之人是独孤琉璃的话，那林默倒是没什么可介意的了。就是上官无情还不知道他和独孤琉璃之间的事，就算知道了，上官无情估计多少也会有点介意的。所以林默还是打算尊重上官无情的想法。那要不你先躲一会儿吧，等会我抓紧时间把他打发走好了。上官无情美目顾盼了一圈，发现大厅里也没什么比较适合藏身的地方。真要说的话，可能也就是他们背靠的这张茶桌了。有桌布掩盖，只要独孤琉璃不是特意来先，肯定是发现不了林默的。林默没有意见，当即钻进了茶桌底下。师姐。与此同时，外面的独孤琉璃见上官无情久久没有动静，于是便又呼唤了一声：来了。有点手忙脚乱地整理好凌乱的衣服，上官无情这才起身给独孤琉璃开门。进来之后，独孤琉璃便四处环顾了起来，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独孤琉璃有点一针见血地问道：师姐，你一个人在家啊？上官无情装作若无其事地来到茶桌边坐下，漫不经心道：我又还没有结交道侣，不是一个人在家，还能跟谁在家？对哦，师姐见谅哈，我最近有点累，脑子可能有点迷糊了。亲眼看到林默跟着上官无情回来的独孤琉璃自然是不信，他随即在客厅里转悠了起来，四处寻找林默的身影。为了掩盖林默在这里的事实，上官无情只能坐在茶桌边不敢动，毕竟他要预防独孤琉璃忽然来掀桌布的举动。然而桌下的林默并不安分，幸好这会儿独孤琉璃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上官无情暗暗松了口气，连忙用玉足踢了踢林默，示意他别捣乱，旋即对独孤琉璃说道：师妹，你在找什么？有什么事直接说即可，我没什么时间，也没什么事了，我这不是寻思着上次我们发生了一点不愉快，所以过来找你聊聊，消除一下我们之间的隔阂嘛。说话间，独孤琉璃已经走到了那间密不透光的房间门口。上官无情自是清楚独孤琉璃说的到底是哪件事，于是很大气地道：师妹多虑，那件事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所以你也大可不必忧心忡忡，觉得影响了我们师姐妹之间的感情。嘻嘻，我就知道无情师姐不会这么心胸狭隘的。独孤琉璃嘻嘻一笑，指着房间门说道：师姐，这是你房间吧？我能看看吗？跟上官无情说话之余，他几乎把整个大厅都看了一遍了，都没有发现林默的身影，所以独孤琉璃敢肯定林默一定是躲在房间里。独孤琉璃本以为他的无情师姐会百般阻拦来着，结果却听上官无情说道：师妹想看的话，那就随便看好了，反正也没什么。真的吗？那我进去咯。如此顺利便得到了上官无情的许可，不免让独孤琉璃内心产生了一些狐疑，但他还是推开房门走了进去，点亮房间的烛火，房间里的一切一眼便尽收眼底，除了一张空荡荡的床，还有一张书桌和书架之外，其余的也没什么东西了。不可能啊，我明明看到小老头进来了，怎么会不见人了呢？独孤琉璃心中暗暗疑惑，他只是简单的翻看了一下房间，确认里面没人便出来了。与此同时，坐在茶桌旁的上官无情表情似乎有些异样，听到独孤琉璃的脚步声，他赶忙恢复了神情，说道：看完了吗？师妹，没其他事的话，我要开始修炼了。不应该啊。重新关好房门，独孤琉璃似是没有听到上官无情的话，一脸不解地走了过来。什么不应该？上官无情一边问，一边不动声色地
将林默给重新推回了茶桌底下。独孤琉璃来到上官无情对面坐下，一点都不陌生的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说道：“啊，没什么，我有点口渴，喝杯茶就走。”倒茶之余，独孤琉璃很自然的翘起了二郎腿。不翘腿不要紧，这一翘腿，独孤琉璃倒茶的动作忽然僵在了原地，他好像踢到了什么。仅仅一瞬间，独孤琉璃便豁然开朗了。见状，上官无情心头一咯噔，顿感不妙。独孤琉璃装作若无其事的继续给自己倒茶，似笑非笑地道：“无情师姐，你真的是自己在家吗？不然呢？”上官无情还在抱着最后一丝侥幸。这样啊。独孤琉璃意味深长一笑，旋即一个猝不及防，陡然掀开了桌布，往下一看。刹那间，上官无情瞳孔一缩，心肺骤停。嗨嗨！林默战术干咳一声，随即从桌底钻了出来。无情师姐，既然你是一个人在家，那这个人一定是贼了吧？独孤琉璃笑盈盈道：“师姐你也真是的，家里进贼了都不知道，幸好我及时发现了，我帮你把他带回去，好好审问一下。”师妹，上官无情连忙制止独孤琉璃，沉声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刚才是不是一直偷偷跟在我们后面？”独孤琉璃则是淡定地说道：“师姐，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嘛，我只是碰巧看到了你们，所以就跟过来咯。再说了，我又不是现在才知道你和林默的关系，怕什么呀？”既然被独孤琉璃撞破了，上官无情索性摊牌了，所以你明知道还跟过来，究竟是想干什么？第71章，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但不能质疑我的纯阳圣体。独孤琉璃意味深长一笑，朝上官无情挑了挑眉，说道：“无情师姐，我猜你一个人应该是挡不住林默小老头的攻势吧？”上官无情当场一愣，什么意思？仅片刻之后，上官无情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独孤琉璃此话的意思是，他也跟林默合修过了，所以才知道他一个人有点顶不住林默的攻势。琉璃师妹，你们理清这一切之后，上官无情瞪大了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他这个师妹究竟是什么时候跟林默搞到一起的？上次他不是还把林默抓到白虎分队的办事处去来着？不愧是师姐，真聪明，嘻嘻。独孤琉璃眯眼一笑，上官无情随即看向林默，期待从他口中听到一个不一样的回答。林默点了点头，并没有隐瞒。嗨嗨，无情队长，确实如此。哎，好吧，事情的发展虽然有点出乎意料，但我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上官无情摊了摊手，虽说有点介意，但他的情绪也没有多大的起伏。他也知道，他和林默并非什么相爱的道侣关系，真要严格说起来，也就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合修关系。因为纯阳圣体的缘故，林默确实很吸引上官无情，但他心里很清楚，身处魔门宗派就不要谈什么真心相爱了，其他魔门宗派就不谈了。单就出圣宗而言，多少曾经指天为誓、羡煞旁人的道侣，最后都因为利益决裂，又或是面对着机缘、奇遇，甚至于某位大能的传承之时，道侣之间闹得一个兵戎相见，甚至是背刺的下场。在魔门宗派，当你对某个人死心塌地，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之时，那就意味着你离死不远了。虽说有些不甘心跟独孤琉璃共享林默吧，但上官无情内心深处一直觉得，他和林默现在这种类似于朋友又各取所需的关系就挺好的。更何况他是很喜欢林默，可他并不清楚林默对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在确定林默的态度之前，他必须为自己保留3分，以免将来跌入深渊，万劫不复。世间文字8万个，唯有情字最伤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男修女修因为一个情字，最终身堕魔渊，染上心魔，从此一蹶不振。上官无情可不想步这些人的后尘。不愧是师姐，果然看得很开呢。独孤琉璃眯眼笑道：“所以师妹，你今天也打算插一脚进来，可以吗？”上官无情没有回答，而是将目光看向了林默。林默摆手道：“老夫是无所谓的，反正你们一起上也不是老夫的对手。”真的假的？独孤琉璃半信半疑道：“我承认你确实很厉害了，眼下我们可是2个人哦，你真的行吗？”呵呵，待会儿你们可别求饶即可。林默自信一笑：“开什么玩笑？你可以质疑我的修为，可以质疑我的人品和道德，但你不能质疑我的纯阳圣体。”7天之后，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被彻底征服了，1、2敌1，他们仍然败得一塌糊涂。现在如何呢？2位队长。林默坐在床边，一脸轻松兼愉快地道。但是该说不说，一连鏖战了7日，在吸收了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的大量阴气之后，对他的修为提升很有限，远不如像炼气期又或是筑基期时那么明显了。看来
要想继续通过合修快速提升修为的话，还是得找女魔头，亦或是更高修为的女修才行。林墨心中暗暗地琢磨着。不过嘛，事前林墨本来也不指望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的阴气能给如今的他带来多大的提升，主要还是以身心愉悦为主。我有时真怀疑你的腰子是不是铁打的啊？独孤琉璃气喘吁吁道。服了服了，上官无情也是被彻底折服了，以后不质疑老夫的能力了吧？就你这能力，谁玩得过你啊？独孤琉璃如是说，上官无情也点头附和。哈哈，林墨颇具成就感的大笑了一声，随即便告别了他们二人。这一趟出来将近半个月时间了，差不多也该回去了。林墨走后，上官无情二人对视了一眼，皆是面面相觑，有些尴尬。林墨在的时候，他们尚且不会这么觉得。林墨走了，房间内的气氛顿时就变得有些尴尬和微妙起来了。旋即，两人很有默契地穿好了衣服。师姐，你说林墨这小老头怎么会这么厉害啊？独孤琉璃率先开口，打破了尴尬的气氛。可能跟他身上的秘密有关吧，上官无情猜测道，但他似乎不太愿意说。我们也别去追问那么多了，反正跟他合修对我们的修为有很大的好处。这一点独孤琉璃并不否认。每次跟林墨合修完，他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体内的力量变得更加的雄浑厚重了。话分两头，从上官无情家里出来之后，林墨没有直接返回紫天宫的小木屋，而是先行来了一趟玉清池。刚到玉清池门口，一道有些熟悉的倩影便是迎面走来，正是那天救了他和上官无情的元婴老怪李欣然。李欣然也发现了林墨，林墨本来还在纠结要不要跟对方打招呼来着，毕竟无论怎么讲，李欣然也算是救了他一命。只是林墨还在犹豫之余，李欣然反倒是率先开口了。你是那天跟无情师妹一起外出执行任务的杂役吧？我记得你好像叫林墨。对，承蒙李欣然前辈还记得老夫一介无名小卒，老夫深感荣幸。林墨呵呵一笑，随口问道，前辈也来玉清池洗澡吗？李欣然点头微笑道，师父叫我来玉清池洗涤一下历练时染上的烟尘。旋即李欣然朝林墨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一起走。林墨倒是不害羞也不拘谨，来到玉清池的接待大厅，李欣然落落大方地对前台的女弟子说道，小仙子，给我开2间最高级的单人浴池，最好是相邻的。热气缭绕的浴池内，林墨倚靠在浴池边，身心不自觉地放松了下来。每次来玉清池都是林墨最放松的时刻。林墨，某一刻，李欣然的声音从隔壁传来。林墨虎躯一震，从沉浸于玉清池的放松之中稍稍回过神，道，李欣然前辈请讲。你这个年纪方才突破至金丹期，修炼资质虽称不上天才，但入内门应当是没问题的，为何会是一名最底层的杂役弟子？李欣然问。说来惭愧，老夫自从来到初圣宗开始，便是杂役弟子，至今已经100年有余了。近来长老院又给我发了一枚拥有内门弟子一切权利的令牌，当不当内门弟子，于我而言，倒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林墨语气平缓道，原来如此，是极为罕见的杂役弟子逆袭吗？我理解了，杂役弟子逆袭虽然罕见，但并非没有先例，只不过这种例子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能跟我聊聊你是从何时开始逆袭的吗？李欣然接着说道，老夫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大概是1年前左右这样子。1年前？李欣然那略显惊讶的声音传来似的，李欣然前辈。林墨说道，1年前老夫还是一名炼气期的蝼蚁，也是在这1年时间里修为才突飞猛进。林墨没有明确说明自己1年前还是一个炼气2重的废物，他是怕吓到李欣然。1年时间从炼气2重飞升金丹期，这句话每个字都认识，但组合起来，相信这大陆上绝大多数人都听不懂了。若不是林墨自己的亲身经历，他都会觉得这无疑是一个科幻故事。饶是如此，这句话落在李欣然耳中，仍然如同一记惊雷在其耳畔炸响。沉寂了好一会儿，李欣然方才震惊道，且慢，你说什么？1年时间从炼气突破到金丹？林墨释怀地笑道，前辈，可能你听起来很离谱，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老夫自己也觉得十分的不可思议。老夫没必要夸大自己，事实就是如此。隔壁的李欣然再次沉默了许久，李欣然的声音方才再次传来，我外出历练数十年，见过无数的天才，但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能在短短的1年时间内从炼气期飞升至金丹期，这简直刷新了我对天才的认知。难怪长老院会给你颁发象征内门弟子身份的令牌。李欣然一点都不怀疑，林墨若不是老来逆袭，以他1年时间从炼气飞升金丹期的逆天表现，妥妥的就是少宗主之姿。
甚至于哪怕是放到大陆的那些顶尖宗派里，一样拥有着最高的弟子地位和最好的待遇。呵呵，前辈夸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见过的天才一个比一个狂，相比之下，你倒是显得谦逊多了。前辈谬赞，老夫不过是已经过了年少轻狂的年纪而已。若老夫年轻100岁，可能我比你见过的所有天才都要狂。林默商业互吹道，前辈能进入元婴之境，足以证明你比大多数天才都要更加耀眼了。李欣然也是颇为谦逊道，在天渊大陆，天才如过江之鲫，我也不过是其中较为平凡普通的一个而已。前辈谦虚了。林默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旋即试探性地问道，能突破元婴之人都绝不是泛泛之辈。老夫由于是杂役弟子，所以并无师父指点，日后修炼若是遇到瓶颈，不知可否请前辈指点迷津一番。跟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合修，对林默自身的修为提升已经很有限了，跟刘子嫣合修的效果倒是格外的惊人。但这并非林默可以控制得了，想跟刘子嫣合修就合修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刘子嫣那里。他若不主动召自己进紫天宫，林默也只能干瞪眼。所以林默寻思着，有必要再找一个修为比他高的仙子合修。显然修为达到元婴期的李欣然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隔壁的李欣然思索了片刻，而后道，以你如今的修为，我自信还是可以稍微指点你的。见你跟无情师妹关系不错，若是遇到瓶颈，尽管来找我便是。听到李欣然给出的这个回答，林默就知道稳了，当即感谢道，前辈不愧是前辈，这般宽广的心胸非常人所难及，老夫在此先行谢过前辈了。不必客气，于我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一天之后，林默和李欣然终于泡完了澡，从浴池单间里出来，不知是不是因为浴池里的水有点热的原因，李欣然的脸颊仍有些通红，而且泡完澡过后，从李欣然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沁人心脾的体香更加的诱人了。李欣然淡淡的瞥了林默一眼，建议道，你虽是杂役弟子，但既然有象征内门弟子的身份令牌，可以换掉这一身杂役弟子的粗布麻衣了，否则去宗门的许多地方都不方便。谨听前辈的建议，我会考虑一下的。林默露出一抹如沐春风般的微笑。我要回去了，修炼上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执法峰找我。从玉清池出来，林默便和李欣然分别了。纯阳圣体就是好，勾搭仙子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返回紫天宫的路上，林默心中暗暗道，此前都是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被他的纯阳圣体所吸引，从而来引诱自己。今天尝试着自己主动了一番，效果一样显著。林默丝毫不怀疑，若不是纯阳圣体的存在，李欣然恐怕不会如此平易近人的跟他聊这么多。王强师兄那个混蛋，居然背着我偷偷找其他女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彩珍，我早就跟你说过了，男人的嘴骗人的鬼，相信男人的话，还不如相信母猪会上树。可是吸收了天地灵气的母猪可能真的会上树，我说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放得下？既然他背着我找别的女人，我也要找男人报复他。迎面走来2名长相身材都颇为出众的仙子，他们的对话倒是让林默听了个乐子。在摩门宗派谈真感情，无异于自讨苦吃。然而就在林默与他们擦身而过时，刚才那名哭唧唧叫做彩珍的仙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喂，那边那个杂役，给我站住！仙子，你可是叫老夫？林默驻足转身问道，不然呢？这里除了你还有其他杂役弟子吗？彩珍2步上前，双手抱胸，带着质问的语气说道，你刚才是不是在笑我？林默一脸黑人问号，仙子，我想你大抵看错了，老夫与你素不相识，何来取笑你之说？虽然他的经历确实有点好笑就是了。是吗？我刚才明明看到你嘴角翘了一下，还不承认？彩珍言辞犀利道，竟有这种事？林默挠了挠头，一时间都被彩珍的话给整懵了。也许他刚才可能确实是翘了一下嘴角。当然，彩珍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林默当即否定道，绝无可能，仙子无非就是看老夫势单力薄，想欺凌一下老夫，发泄一下自己心底那糟糕的情绪罢了。说吧，你想如何？彩珍当即也否定道，那你可就说错了，我不是那么无理取闹的人。刚才我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林默点头，所以他似乎已经猜到彩珍的用意了。王强师兄那个混蛋背着我找其他女人，我当然要报复回去，而且还要狠狠的报复。试问宗门内还有比找杂役弟子更狠的报复？彩珍轻哼道，哼，到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连杂役弟子都不如，老杂役，今天算便宜你了。听罢，林默直翻白眼，谁便宜谁啊？仙子，老夫不过区区一介杂役，可招惹不起你说的那位王强师兄，
这个便宜还是让他人来占吧。林默转身就欲离开，他可不想惹祸上身，更何况凭借着纯阳圣体，他要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何必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彩珍去招惹一个不知道自己惹不惹得起的人？哎，怕什么？彩珍眼疾手快，一把将林默抓了回来，说道：王强师兄也就金丹初期的修为，我修为可不比他差，大不了我可以保护你嘛。再说了，我又不会跟他报你的名字，你大可放宽心了。你要是觉得一个不够的话，带上我的好闺蜜云霞也不是不行哦。云霞接着说道：好吧，虽然我不太看得上杂役，但为了彩珍，我就牺牲一下自己的色相吧。我们2个美女伺候你一个，你做梦都该笑醒了。呵呵，林默意味深长一笑，他们大概不知道自己刚和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大战300回合吧。换做其他人的话，可能会这么想。至于林默嘛，不存在的。好吧，既然2位仙子都这么说了，老夫若是再不应承，那就有点不识趣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彩珍仙子的这份报复，请务必让老夫来承受。思索片刻，林默应承了下来。你这老杂役，这不是挺乐意的吗？刚才还装呢。那就跟我来吧，为了避免王强师兄突然回来，我们去宗门的山里如何？彩珍这话听上去是在征求林默的意见，实际上更像是在通知。林默摊了摊手，顺从了彩珍的意思，表示没意见。于是彩珍和云霞2位仙子一前一后的带着林默来到了出圣宗外围的一座山峰脚下。林默环顾了一眼四周，说道：2位仙子需要跑这么远吗？这里都已经远离山门了，为了不被人发现，当然有必要了。彩珍有理有据道：你也不想中途被人惊扰吧？闻言，林默释然一笑，仙子言之在理，倒是老夫多虑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彩珍、云霞2位仙子很主动，他们一前一后的给林默宽衣解带，服务那叫一个周到。约莫2个时辰之后，当战斗逐渐进入白热化，来到关键时刻，见林默一脸的沉静和享受，将林默压在身上的彩珍觉得时机已到，于是便不动声色的朝云霞使了个眼色。闲暇的云霞立即会意，他玉手一招，一把尖锐的匕首当即闪现而出，径直朝林默的喉咙扎了下去。当，电光火石之间，一道金铁碰撞声响彻，云霞手中的匕首当场弹飞了出去。他尚未反应过来，一柄黑刀便已经抵在了他的脖颈处。同一时间，刚才还在林默身上耕耘的彩珍亦是被林默掐住了脖颈，只需稍稍用力，他的脖子便会被折断。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彩珍、云霞都还没来得及反应，他们的命脉便已经被林默牢牢地抓在了手里。云霞仙子，我劝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林默神色淡漠地警告道：老夫这把刀具有破坏血肉、侵蚀生机的特性，万一你一动，不小心被割出一道小小的伤口，那就不好了。听闻，本想反抗的云霞吓得顿时不敢动弹了。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云霞脸色阴沉，既恐惧又震惊地问道。林默讥讽笑道：哼，就你们这拙劣的演技，偏偏涉世未深的小毛孩尚可，骗老夫属实有点想太多了。彩珍、云霞面露尴尬之色，他们的演技真有那么拙劣？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如实招来，是谁派你们来的？林默不容置喙地问道。哼！彩珍不屑一哼，嗤之以鼻道：我们可是龙凤堂的弟子，你一个小小杂役也敢杀我们？我们只要稍有差池，龙凤堂一定会查到你身上，到时候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呵，是吗？林默不可名状一笑，眼中闪过一抹令人不寒而栗的肃杀之意。方才你们说的这里比较隐蔽，不会被人发现，对吧？而且你们一个金丹初期修为，一个筑基期圆满修为，老夫不过是筑基中期修为，你们觉得执法堂会相信老夫有这个能力杀了你们吗？我的耐心有限，最后问你们一句，是谁派你们来的？你真敢杀我们？彩珍色厉内荏道。求生欲想让他认怂，但自尊心又不允许他向区区一名杂役弟子低头。要不要试试？林默那掐着彩珍脖颈的手稍稍用力，一股窒息以及强烈的死亡气息顿时如潮水般奔涌而来。彩珍当场就翻白眼了。住手！我说还不行吗？见状，云霞慌忙开口。林默收回了力气，示意他接着往下说。知道了，对你也没有好处。虽然自己的命被林默牢牢地掌控着，云霞还是有点硬气地道叫我们来的，是你惹不起的人，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否则事后我们一样会被清算。不说，我也知道是谁，是圣女苏雨，对吗？林默平淡的语气中充满了十足的自信。当圣女苏雨的名字从林默嘴中说出之时，彩珍、云霞瞳孔陡然一缩，他们没有说什么，但林默已经从他们的表情中得到了答案。看来
事实确实如他所预料的那般。老杂役，你不要随便血口喷人，我们可没说是圣女大人叫我们来的。彩珍连忙矢口否认，他们两人的眼中皆是浮上了一抹恐惧与惊慌之色。要不是苏雨跟他们说，只要他们杀了林墨，他就可以去跟龙凤堂堂主交涉一下，让他们两位晋升为亲传弟子，彩珍和云霞才不想牺牲色相。不过嘛，在他们亲眼看到目标之后，又突然觉得也不是不能接受。于他们而言，林墨的长相确实老了点，但林墨身上却散发着一股独特的魔力，在吸引着他们。既然你们这么怕被圣女清算，噗嗤！话音停顿的瞬间，林墨手中黑刀一挥，鲜血如涌泉般喷薄。在彩珍震惊且惊恐的目光中，云霞的头颅就这样和他的脖子来了个分头行动。倒不如让老夫来给你们一个解脱。解决了云霞，林墨的目光随之转向彩珍。霎时间，彩珍浑身汗毛倒竖，对死亡的极度恐惧使得她的脸色都变得惨白了起来。别杀我！你刚才不是说只要说了你就放我们一马吗？因为恐惧，彩珍说话都不利索了。老夫是这么说过，但你们真说了吗？圣女苏雨不是老夫自己猜出来的吗？林墨人畜无害的咧嘴一笑，但落在彩珍眼中却如死神般骇人。他瞳孔紧缩如针尖，极度的恐惧导致彩珍一时间失去了言语的能力。不过就在彩珍已经绝望之时，林墨话锋忽然一转：彩珍仙子，老夫不是不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神？什么？你说？一听还有生还的希望，彩珍瞬间恢复了言语的能力。刚才你们扰了我的兴致，导致我不能尽兴一些呢。彩珍立即明白林墨是什么意思了，她颤颤巍巍小心翼翼地道：我愿意帮你尽兴，只要你不杀我，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旋即林墨将彩珍摁在地上，狠狠地凌辱了一番。可以了吗？完事之后，彩珍一脸哀求地看着林墨。一般。从彩珍身上起身，林墨再次招来黑刀，淡漠道：因为你一直处于恐惧中的原因，此次体验并不好。况且今日若放你回去，日后你还不知要给老夫惹来多少麻烦，所以噗嗤，手起刀落间，彩珍的头颅也随之分离，成为了林墨的刀下亡魂，只好请你慷慨赴死了啊！彩珍的头颅滚出1米开外，瞳孔紧缩，嘴巴还大张着，似乎有什么话还没说出口，便被林墨斩下了首级。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林墨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让彩珍、云霞二人活着离开。在魔门宗派，任何的心慈手软都极有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穿好衣服之后，林墨还是有点不放心，又给彩珍和云霞的尸体补了几刀，确认他们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这才作罢。虽不知圣女给你们允诺了什么样的条件，但下辈子记得别再被人利用了。随即林墨迅速逃离了作案现场。之后林墨又去了一趟玉清池，这才重新掉头回到了紫天宫的小木屋。看来是时候主动出击了。林墨眼神深邃，喃喃道：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如果自己还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下一次还不知苏雨要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他呢。苏雨虽说刚来出圣宗没几年时间，仅凭圣女这个身份足以让许多人巴结攀附他这一层关系了。即使将来苏雨不能继承刘紫嫣的掌门之位，那他在出圣宗的地位也绝对不会低。所以只要苏雨开口，很多人都是乐意帮忙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又要如何对圣女出手呢？他这个杂役弟子的身份和苏雨的圣女身份地位差距太大了，以至于林墨一时间都不知该如何下手。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跟踪他，获得确凿的证据了。林墨苦思冥想了许久，除此之外已经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由于身份地位的差距，这是林墨唯一对付苏雨的办法。只要自己再抓住一次苏雨向外面联络的机会，就能拿到实锤他是卧底的有力证据了。嘿，圣女啊圣女，你可别被我带到了，一旦被我带到，你可就遭老罪了。林墨邪魅一笑，就苏雨3番5次想要取他命的举动，一旦带到苏雨，不狠狠地凌辱他一番，林墨都不解气。2天后，咚咚咚，门外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正打坐修炼的林墨瞬间回过神来，眼睛危险地眯起。何人？林墨试探性地问道。开门，执法堂。一道低沉、粗犷又带着不容智慧口吻的声音传来。果然来了。迟疑片刻，林墨起身开了门。门外站着7、8名执法堂弟子，而站在门口的是一名虎腰熊背、宛如一座铁塔般的壮硕男子。壮硕男子长着一脸络腮胡，一脸凶神恶煞的模样，光是搁那一站就能把小孩吓哭。林墨认识他，执法堂玄武分队队长铁手，
玄武队长登门造访，不知有何贵干。林默皱了皱眉，明知故问道：“不是，这铁手队长这么勇的吗？刘子嫣还在紫天宫里呢，他就敢带着人来紫天宫执法，你说呢？”铁手眉头一拧，一脸不善道：“昨日龙凤堂的彩珍、云霞2位弟子被发现死在宗门郊外，在这之前有不少目击者，最后看到你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的死，你是最大嫌疑人，懂了吧？”林默释怀地笑了，这圣女苏雨的手段还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在铁手登门之前，他就已经料到这一套了。就在铁手准备下令逮捕林默之时，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也来了。铁手师兄！上官无情一声沉喝，打断了铁手的施法。无情师妹，琉璃师妹，你们怎么来了？面对着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铁手立即换上了一副嬉皮笑脸。先过来一下。铁手踌躇了片刻，随即和上官无情、独孤琉璃2人走到了一边。不行啊，2位师妹，真的有目击者，龙凤堂堂主那边都交代了，你们这样我也很难办啊。隐隐间，林默还可以听到铁手和上官无情、独孤琉璃的谈话。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的意思是，只是有目击者看到林默和彩珍、云霞待在一起，并未有人看到是林默杀了他们。铁手的语气虽然平和，态度却是很坚定。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先将林默抓回玄武分队办事处再说。他们3人谈了许久，铁手重新回来了。他一声令下，几名执法堂弟子当即上前将林默给控制了起来。林默没有挣扎和抵抗，刘子嫣肯定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既然他不露面，就意味着他并不想干涉此事。若是挣扎和抵抗的话，只会把事情越闹越大。说到底，现在只是有人看到他2天前最后和彩珍、云霞2人待在一起，事情并非没有回旋的余地。林默，别担心，只要人不是你杀的，谁也污蔑不了你。从屋里被带出来，一旁的上官无情对林默说道：“到了玄武办事处，不要先行乱了阵脚哦，小老头，我和无情师姐会给你想办法的。”独孤琉璃紧接着说道：“谢谢无情队长，还有琉璃队长，我知道的。”林默朝他们露出一抹微笑，示意他们不用担心。没能说服铁手的上官无情2人，当下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默被铁手带走。玄武分队办事处审讯室，铁手把林默关进来之后便出去了，并没有第一时间审问林默。坐在后悔椅上，林默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审讯室里还有不少的刑具。我乐个骚刚！林默皱了皱眉，他早就听说过玄武分队的铁手队长以手段狠辣而著称，落在他手里的弟子就没有几个好下场的。不认罪没关系，给你上一套大记忆恢复术，没几个人能扛得住的，得想想办法了。林默可不想被铁手用大记忆恢复术招呼他，强闯那指定是行不通的。林默还没傻到跟整个执法堂抗衡的地步，除非闯出去之后他不再出圣宗混了。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那边估摸着也是指望不上了，铁手能当着他们的面把自己抓回来，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求人不如求己，与其寄托希望于别人，倒不如靠自己来得更加实在。就在林默思索着如何过铁手这一关时，独孤琉璃来探望他了。独孤琉璃或许无法从铁手队长手上把他捞出来，至少探望还是没问题的。2人寒暄了几句，独孤琉璃这才转入正题：“小老头，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呀？你跟龙凤堂的彩珍、云霞应该不认识吧？为什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呢？”说来话长，琉璃队长，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说也没什么意义了。林默略感无奈地摇了摇头。当时那种情况，林默别无选择。就算当时自己坚持拒绝彩珍，他和云霞指定不会轻易放自己走的。毕竟他们是有目的的，有备而来。自己要是不跟他们走的话，万一互相拉扯之余，他们大喊一句非礼，届时林默真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跟他们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这是赤裸裸的阳谋。所以左右权衡利弊之下，林默便寻思着跟他们走一趟，看看他们想玩什么花样。至少现在林默觉得自己还是有翻盘的余地的。好吧，旋即独孤琉璃分享了一下他的情报。先前他和上官无情已经去找过苏美玉了，苏美玉表示也爱莫能助，毕竟龙凤堂堂主那边要求执法堂彻查，苏美玉不能不给面子。小老头，你有应对的办法了吗？独孤琉璃问。林默眼珠子一转，说道：“琉璃队长，能跟我说说那位铁手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我想想啊，铁手师兄的话，为人比较闷吧，别看他长得很吓人，其实他在无情师姐面前扭扭捏捏的，简直就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然后的话，他吃软不吃硬，还喜欢贪小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虽然不太理解，
但独孤琉璃还是言简意赅的给林墨说了一下有关于铁手为人和性格方面的详细情况。哼哼，没什么，感谢你分享的情报，琉璃队长。林墨忽然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我心里已经有数了。真的吗？你有办法了。独孤琉璃一喜，林墨微微颔首，迷之从容道：放心好了，不出意外的话，老夫不会有事。你最好别出事啊，不然以后我和无情师姐找谁合修啊？事已至此，除了相信林墨之外，独孤琉璃也帮不上什么忙了。第二天，铁手终于来了，他拉过一张椅子，在林墨对面坐下，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林墨。林墨既不心虚，也丝毫不惧地和他对视着。蓦地，啪！铁手那砂锅大的手掌猛地一拍，面前的桌子当即被拍成齑粉老杂役。你应该看到屋子里的这些刑具了，不想受折磨的话，最好给老子老老实实交代。铁手一开口，便先行给林墨下了个下马威。然而，林墨并不为所动，他可不是被吓大的，仅仅依靠恐吓，可击穿不了他的心理防线。林墨点了点头，乖巧道：好，铁手队长你问，老夫一定如实回答。见林墨还算识趣，铁手也是稍微放缓了语气，问道：我问你，当天你和龙凤堂的彩珍、云霞两位女弟子在一起干什么？你认识他们吗？事情是这样的，林墨如实的将当时的情况一一道来，而后补充道：当时那位彩珍仙子说要老夫帮她报复她口中的那位王强师兄。老夫一听，这不明摆着就是陷阱吗？就算不是，老夫也惹不起那位王强道友，所以自然是拒绝了他。是吗？铁手眼睛微眯，质疑道：可我掌握的情况是，当时在场的目击者看到你和他们走了，你又做如何解释？林墨做出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诉苦道：老夫当时不愿意，他们就强行掳走老夫。铁手队长，老夫年老修为弱，如何是彩珍、云霞两位仙子的对手？后来老夫还是趁他们一个不注意，这才逃离了他们的魔爪。再说了，老夫不过筑基中期的修为，如何可能杀得了金丹初期和筑基期圆满的两位仙子？铁手队长，老夫才是受害者，定然是有谁在背后污蔑我，你可要替我做主啊！说着，林墨悄咪咪地给铁手递上了一枚储物戒。铁手一探查，赫然发现储物戒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1万灵石。嗨，铁手不着痕迹地迅速收起了储物戒，而后皱着眉头为难道：这也只是你的一面之词，如果没人给你作证，你的话我很难相信啊。闻言，林墨再次递上了1万灵石，一脸委屈道：确实没人给老夫作证，但老夫筑基中期的修为做不了假吧？指控老夫杀了彩珍、云霞仙子，这不是相当于说蚂蚁咬死了大象一样荒谬吗？铁手队长，老夫相信英明聪慧如你，肯定不会相信如此荒谬的说法。继续收下林墨递来的灵石，铁手的表情再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笑呵呵道：你这老杂役眼力见不错，没点本事我也当不了这个玄武分队队长。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筑基中期杀了一个筑基期圆满和金丹初期，此事着实荒谬，但稍作停顿，铁手话锋随即一转：我相信你，龙凤堂堂主那边未必信。林墨一听，立即理解了铁手的话外之音，当即再次递上1万灵石，委屈巴巴道：铁手队长，老夫一介杂役，人微言轻，还得麻烦你去跟龙凤堂堂主阐明交代一下，老夫确实是被冤枉的，这点小事想必应该难不倒英明聪慧的铁手队长才是。铁手磨砂着下巴，若有所思道：看在你还算配合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的去帮你跟龙凤堂堂主说一声吧。3万灵石到手，此时铁手的心里已经乐开了花，林墨也是暗暗的松了口气，幸好独孤琉璃提前跟他说了一下铁手的为人性格方面，否则林墨还真不好拿捏铁手的心理。只要能用灵石解决，那就不是问题。灵石没了可以再赚，小命没了可就真的没了，也算是破财消灾了吧。铁手队长，那你看我可以回去了吗？林墨随即小心翼翼地问道。嗨，铁手搓了搓手指，林墨只好再次递上3000灵石。一看怎么才3000，铁手不由得皱了皱眉。林墨摊了摊手，表示自己已经燃尽了。行吧。铁手叹了口气，3000就3000，前后后一共拿了林墨3万3灵石，他也不好不办事，而且对他来说自己也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这就赚了3万3灵石，简直赚翻了好吗？旋即铁手起身，一改一开始的凶狠态度，他亲自上前将林墨从椅子上搀扶了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嬉皮笑脸道：林墨道友啊，经过我一番慎重思考，确实是误会你了。筑基中期杀金丹初期和筑基期圆满，这说出去3岁小孩都不信，太荒谬了。你可以回去了，
以后不用担心这件事再牵扯到你身上，我会帮你摆平。林默商业互吹道。太感谢了，不愧是英明神武、铁面无私的铁手队长，老夫从一开始就相信，如此英明的铁手队长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哈哈，铁手爽朗一笑道，这是当然，经由我手办理的案子就没有一个冤假错案。来人啊，帮我把林默到有功送出去。从玄武分队办事处出来，林默胸口的石头总算是落地了。这铁手队长能处，拿了钱他是真办事。此时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了，见林默安然无恙的出来，两女皆是面露喜色，快步迎了上去。小老头，你还好吧？铁手师兄有没有为难你？两女上下检查着林默的身体，确认他没有被铁手动用大记忆恢复术，这才放下心来。哼，铁手队常人挺好的，铁面无私，英明神武，自然不会特意刁难老夫一个杂役。啊，你在说什么啊，小老头？铁手师兄人，挺好。上官无情、独孤琉璃对视了一眼，他们皆是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抹不可思议之色。铁手人确实挺好，但那只是相对的，而且仅限于他们这几个分队队长师兄妹之间。除了玄武分队的那些师弟师妹之外，铁手对其他分队的师弟师妹态度也完全谈不上好，更遑论是执法堂之外的其他人。你们不觉得吗？上官无情扶了扶额，疑惑道。所以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按理说铁手师兄对你的态度不可能好才对。就是，独孤琉璃附和道。昨天我和无情师姐跟他说了那么久，他都执意要抓你回去，怎么今天就突然这么好心把你放出来了？呵呵，很简单。林默悄悄地跟他们说了几句。上官无情二人瞬间恍然大悟，不愧是你啊，小老头，居然还能想到这种办法。独孤琉璃竖起了根大拇指，啧啧道：确实像是铁手师兄会做的事。上官无情释怀地笑道：早知道这么简单，我和琉璃师妹就不用那么担心受怕了。林默莞尔一笑，调侃道：就是有点心疼我的灵石，我刚赚的6万灵石啊，这就去了一半了。这笔账林默也一并算在苏雨头上了，到时候得向他加倍讨还才行。没事了，小老头，灵石没了可以再赚吗？独孤琉璃安慰道。与此同时，在林默等人左前方的一座假山的某个缝隙中，一双灵动清澈且带着阴鸷气息的眸子正紧紧地盯着林默，不难看出这双美眸之中还带着几分疑惑和不解。也许是他不明白为何玄武分队队长铁手也把林默给放出来了吧。正跟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调侃的林默眼神陡然一凛，而后猛然抬头看向左前方的那座假山。怎么了？察觉到林默的异样，上官无情二人齐声问道。旋即也是顺着林默的视线望去，除了一座假山之外，他们并未发现什么异常。没什么，可能是我感觉错了吧。林默摇了摇头，尽管只是转瞬即逝，但林默可以肯定，刚才苏雨一定是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偷偷关注着他。不久，林默便告别了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重新回到了紫天宫的小木屋。他前脚刚回来，一道身材高挑的紫色倩影便迈着端庄优雅又不失威严的步伐过来了。掌门大人。林默有点受宠若惊，赶忙出门迎接。刘子嫣没有说话，只是自顾自地走进了小木屋里。林默只好屁颠屁颠地跟在刘子嫣后面，眼疾手快地给刘子嫣擦干净了一张椅子。刘子嫣没有拒绝林默的好意，随即坐了下来。林默随即又给刘子嫣倒了一杯热茶。刘子嫣浅浅地抿了一口茶，随即放下茶杯，语气平淡得听不出丝毫情感。惊呆了。是，掌门大人。林默点头，没有否认。你回来的倒是挺快，本宫原以为你处理此事还需花费一番时间和力气。刘子嫣没有在林默的修为仪式上停留。林默苦笑一声，试探性地道：掌门大人，您难道真不怕我被那铁手队长打入自修自焚之塔？刘子嫣冷笑一声道：若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你也不具备入主紫天宫的资格。本宫早年所面临的险境远比你现在凶险百倍千倍，彼时又有何人曾向本宫伸出援手？迈向高处的道路向来布满荆棘，这些荆棘会刺得你浑身是血，折磨甚至是摧毁你的意志，一个不慎便是万丈深渊。能否跨过这些阻挡你前路的荆棘，登临最高处便是强者与弱者的区别和分水岭。多谢掌门大人教诲，受教了。林默一拱手，郑重其事道。刘子嫣这番话也许不太好听，却也是真理。那些站在大陆之巅的通天大能，从来没有任何一位顺风顺水的，即使是那些绝世天才，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也必然充满了诸多波澜与阻碍。跨过这些波澜与阻碍，
便能成为受亿万修士所敬仰的通天大能，跨不过便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成为大陆历史上夭折的诸多天才之一。若干年后，你的名字，你的一切也会逐渐被世人所遗忘，再也泛不起丝毫的波澜。刘子嫣惜字如金，没再说其他的，旋即玉手一招，喵呜！一只通体漆黑、长着2条尾巴的黑猫闯进了屋里，随即跳到了刘子嫣怀中。林默倒是还记得这只黑猫，似乎是当初刘子嫣外出回来时带回来的一只妖兽。本宫接下来要静修一段时日，这只地狱九尾猫便暂且交于你喂养，若是把它养死了，本宫拿你是问。刘子嫣吩咐道。是，掌门大人。林默知道自己没有拒绝的余地，所幸穿越前他姑且还算有过一些养猫经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只地狱九尾猫身上。旋即刘子嫣取出一枚储物戒，说道：地狱九尾猫只吃灵石和各类天材地宝，这里是10万灵石，足够它3年的花销了。可莫要擅自拿这些花销来用作己用，把它养好了，本宫自然不会少了你的。闻言，林默眼皮狠狠地抽搐了一下，养什么妖兽3年能花10万灵石啊？这特么也太奢侈了，多少金丹期修士3年都花不了10万灵石，结果在刘子嫣这里仅仅只是为了养一只宠物。掌门大人请放心，我一定把它养得白白胖胖的。回过神，林默拍着胸脯信誓旦旦道：那不是养死了？刘子嫣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林默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这算黑色幽默。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之后，刘子嫣便回去了。看着那趴伏在茶桌上一双黑不溜秋的瞳孔正注视着自己的地狱九尾猫，林默试探性的喵了几声，然后他便是看到趴伏状态下的地狱九尾猫陡然站了起来，2条尾巴高高竖起，就连身子都弓了起来，一脸警惕的朝他哈气。按理说你这个修为的地狱九尾猫还没资格哈老夫。说归说，林默倒也不打算跟他一般见识。旋即林默掏出几颗灵石在黑猫面前晃了晃，喵！看见灵石的刹那，黑猫原本警惕的眼神瞬间清澈了不少。林默笑了笑，随即将灵石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迫于灵石的诱惑，黑猫迈开步伐，小心翼翼地朝灵石走了过来，确认林默不会对它造成危险，这才一口一颗灵石，眨眼间的功夫便将桌上的5颗灵石尽数吞了进去。喵！吃完之后，黑猫抬头朝林默喵了一声，似乎还想要。林默又一连给他喂了不下100颗灵石，然而黑猫似乎仍然没有吃饱，眼巴巴地看着林默，真是个无底洞，难怪女魔头说10万灵石只够3年的花销。暗暗吐槽了一句，林默不打算再继续给他喂灵石了。无论是宠物亦或是妖兽都是一样的，不能一次性满足。林默刚接手这只地狱九尾猫，肯定得对它进行驯服才行，如若不然，久而久之，这只黑猫怕是要分不清大小王了。跟黑猫玩了几天，林默便给储物界设置了一点小术法，每天固定放出100颗灵石，用于喂养地狱九尾猫。他自己则是开始闭关修炼，不算刘子嫣交给他的10万灵石，林默自身还有3万灵石的储备，倒是足够支撑他闭关修炼一段时日了。转眼3个月时间过去了，此次闭关修炼，林默一共消耗了2万2灵石，丹田处的金丹有了明显的变化。林默已经隐隐地感觉到自己距离金丹中期已经不远了，只不过剩下的8000灵石不够支撑他突破至金丹中期了，所以林默转而进入冥想修炼状态，在冥想空间中再次苦修了1个月时间。在继续积累战斗经验的过程中，林默对于噬魂刀法第2式的斩破领悟也愈发的深厚了。呼，退出冥想修炼状态，林默深吸了口气，感受着体内那股愈发雄浑的磅礴灵力，林默露出一抹满意的微笑。4个月的闭关修炼收获不小，不仅距离金丹中期更近了一步，同时在战斗经验和对斩破一刀的领悟上也踏上了更高的境界。喵呜！这时黑猫的叫声吸引了林默的注意力，顺着声音的来源望去，只见数百颗灵石零零散散地掉落在地上，黑猫则是蹲坐在灵石堆中，眼巴巴地盯着自己，一颗灵石还从他嘴里吐了出来。林默一怔，很快便恍然大悟了，感情是这畜生灵石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地狱九尾猫只吃灵石和各类天材地宝，当初刘子嫣的叮嘱在林默耳边重新响起，我说怎么3年时间就要10万灵石的花销呢？感情还不能一直给他喂灵石，偶尔也得换换口味才行，真是娇贵。林默收起掉落在地上的灵石，吐槽道，如此来看，地狱九尾猫这种妖兽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养得起的。对于地狱九尾猫，林默知之甚少，老夫倒要看看你是何种妖兽。林默打算找个时间去买本书籍查一下，
地狱九尾猫到底是什么来头？旋即，林默盘点了一下刘子嫣给的花销，经过黑猫4个月的消耗，储物戒里只剩下88000多的零食了。如果按照每天100颗零食这样喂养，10万零食还不够这小畜生吃3年的，真是个无底洞的吞金兽。好吧，老夫正好也缺零食修炼了，就带你出去买点天材地宝换换口味。简单把屋里收拾了一下，林默便带着黑猫出门了。这次林默并不打算去接宗门任务，他兜里还有当初从杨氏兄弟那里缴来的2件法宝呢，而且都是上品临阶法宝，想来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到宗门交易市场占了个空位，林默便将杨氏兄弟的剑和3叉戟摆了出来。在灵宝堂的方式，上品临阶法宝普遍价格都在2万零食以上，而如果你去卖的话，灵宝堂能给你出15000零食就已经算是顶天的了。所以林默打算来宗门交易市场摆一下，每件18000零食，看看能否卖得出去。卖出去了，就算还要向宗门缴纳 5% 的场地费，那也绝对是比卖给灵宝堂要赚的。2件法宝摆出来之后，不久就有人上前问价了，但基本都是随口问了一下便走了。摆了半天，陆续前来问价的人很多，愣是没一个人愿意掏零食买。被林默藏在怀里的黑猫都开始抗议了，别吵吵，再吵吧你也卖了。林默恶狠狠地威胁道。嗷呜！黑猫似乎听懂了林默的话，当即又缩了回去。法宝怎么卖？就在这时，一道如银铃般动听的问询声传来：18000零食一件，不讲价。林默一抬头，这才发现站在摊位前的竟是李欣然。原来是李欣然前辈。林默战术一笑道：以前辈的修为应该看不上这种法宝才对吧？李欣然微笑着颔首道：我看你在这里摆很久了，原来是价格问题。能买得起上品临阶法宝的弟子都不是傻子，18000零食的价格固然是比灵宝堂要便宜一些，但大家也都知道上品临阶法宝出售给灵宝堂的价格是多少。你不妨把价格再降1000零食，算上需要向宗门缴纳的 5% 场地费，仍然比出售给灵宝堂要多赚1000多零食。李欣然给林默提出了一个建议。原来如此，感谢前辈的建议，老夫且试试。根据李欣然的建议，林默降了1000零食的价格。果然，不出1个时辰，2件法宝居然神奇的都卖出去了。2件法宝一共售出34000零食，除去缴纳的1700零食场地费，林默仍然到手32300零食，再算上自己原有的8000，林默又有了4万零食的储备。从宗门交易市场出来，再次郑重的谢过李欣然，林默便匆忙来到了万丹堂的方室。万丹堂方室的柜台里摆放的主要还是各类丹药为主。喵喵喵！黑猫从林默怀里跳上肩头，对着柜台里的丹药叫个不停，好似相较于各类天材地宝，他更中意丹药。这倒是不难理解，丹药本就是以各类天材地宝加以各类妖兽的精血炼制而成，因此相较于单一的天材地宝而言，丹药对于黑猫的吸引力无疑更大。林默扫了一眼，目光最终落在了价格为50零食一枚的玄黄丹之上。兄台，玄黄丹，梁大的话有折扣吗？林默向方式的看店弟子询问道。50枚9折，100枚以上8折。行，那就先给我来100枚。沉吟片刻，林默便先买他个100枚试试。喵喵喵！看店弟子开始装药时，黑猫又开始叫起来了。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林默脸色一黑。好家伙，这小畜生居然看上了价格1000零食一枚的万花丹。滚蛋，就你主人给的这点零食，吃不起。林默敲了一下黑猫的头，凶神恶煞道：为1000零食一枚的丹药，多少零食够花啊？刘子嫣给的10万零食花销，听上去是挺多的，可如果将时间拉长到3年，这10万零食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喵呜！黑猫顿时急得团团转，绕着林默的裤腿不停地蹭了起来。林默没有搭理他，等看店弟子装好100枚玄黄丹，付了款，林默正欲离开之时，黑猫一口咬住了他的裤腿，不停地哈气，似乎不想放他离开，甚至于他那2条黑色的尾巴都开始燃烧起了一缕诡异的黑烟。行了行了，怕了你了，就买1枚，多了别想。林默一阵语塞，只好回头又买了1枚万花丹。9000零食就这么花出去了。刘子嫣给的10万零食，现如今就只剩下7万9。然而跟刘子嫣说的3年时间的花销才过去了4个月。买了万花丹，林默并没有第一时间喂给黑猫，而是自顾自地往回走，急得黑猫跟在林默后头嗷呜嗷呜地叫个不停。林默见好就收，等黑猫叫得差不多了，这才把万花丹喂给他。终于吃到心心念念的万花丹，黑猫心满意足地摇起了尾巴，一个劲地往林默身上蹭。林默回紫天宫的路上，恰巧碰到上官无情正带着朱雀分队的几名师弟师妹在巡逻。
上官无情注意到了林默，远远的就朝他挥手打招呼了。小崽子，回来！林默赶紧将黑猫收进怀里，这才上前和上官无情碰头。一段时间不见，无情队长看上去是愈发的美艳动人了。林默笑盈盈道：“这倒并非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在纯阳圣体的滋润下，上官无情要不发生点什么变化，那才不正常。你也差不多嘛，看上去又年轻了不少。”上官无情眯眼笑道。商业互吹了一番，林默问起了关于彩珍和云霞那件事。通过上官无情之口，林默也是得知了此事的后续。当时铁手放他离开之后，转头就去跟龙凤堂堂主汇报，说是证据不充分，而且林默跟彩珍、云霞二人的修为差距较大，以林默的修为不太可能能杀得了彩珍和云霞，于是把林默放回去了。龙凤堂堂主表面上是接受了这个结果，但上官无情猜测龙凤堂堂主定然不会如此善罢甘休。彩珍和云霞二人虽然不是亲传弟子，可他们二人在龙凤堂的众多内门弟子当中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了。无端端死了2名优秀的弟子，龙凤堂堂主岂会如此轻易咽下这口气？所以你最好还是要小心点。上官无情提醒道。多谢无情队长提醒，老夫会注意的。对手如果是龙凤堂堂主的话，那确实要多加小心了。虽说龙凤堂堂主不至于敢杀到紫天宫，但林默显然也不可能一直待在紫天宫的小木屋里，一直不出门。你去忙吧，最近宗内的弟子互相残杀事件愈发频繁了，我的巡逻任务比较重，等闲下来了再联系。无情队长辛苦，那老夫也不打扰你了。告别了上官无情，林默带着黑猫重新踏上了返回紫天宫的路。嘿，小奴才，过来！就在即将回到小木屋之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林默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道红色的曼妙倩影正站在紫天宫门口朝他招手，正是大长老红月。老奴参见大长老。林默上前拱手作揖，躬声道：“行礼什么的就免了吧。”红月朱唇微扬，直奔主题：“小奴才，你来出圣宗有100多年了吧？想出去透透气吗？”林默一怔，不解道：“老奴愚钝，不知大长老此话何意？”红月掩嘴轻笑道：“不是驱逐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大约半年后，位于初圣宗、阴阳宗以及万剑阁势力交界处的青州城会举办一场比武大会。”青州城吗？对于青州城，林默倒是还有一些印象。他就出生在青州城，当初父母把他卖掉的时候，因为初圣宗收杂役的价格稍微高一些，所以就被卖到这里来了。这场所谓的比武大会，实际上是青州城主给他们的儿子举办的一场镀金大会，为的就是给他们的儿子取得一些头衔，在将来拜入宗派时以获得一些优待。所以嘛，这场比武大会参赛的大多都是一些鱼龙混杂的修士，修为普遍不高。你去参加这场比武大会吧，以你现在的修为，唯一能称得上你对手的，应该只有青州城的少城主。若你能击败青州城少城主夺冠。红月话音一顿，朱唇边忽然掀起一抹狡黠的弧度，到了领奖台上，一定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宣布，你叫林默，来自初圣宗杂役部，记住哦，一定要宣布，明白了吗？敢问大长老，这是为何？林默稍有不解，难道这很重要吗？青州城虽然地处初圣宗、阴阳宗以及万剑阁3大宗派的交界处，但其实这座城并没有那么重要，它起到的更多作用是充当3方势力的缓冲区。现在无需问太多，届时你就知道了。红月大长老神秘嘻嘻道：“好吧。”林默总觉得这红月大长老像是在卖什么关子，只是现在林默暂时也想不通，红月大长老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距离青州城的比武大会还有半年时间，应该是可以尝试冲击一下金丹中期。若是能突破金丹中期，林默就更有把握夺冠了。青州城城主举办的这种小比赛，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元婴老怪才对。回到木屋，林默给储物界设置了每天100时，每隔7天2枚玄黄丹的小术法之后，便盘膝坐了下来，开始冲击金丹中期。转眼5个月时间便是在指尖悄然流逝。喵呜！趴在茶桌上休憩的地狱九尾猫忽然朝床榻之上的林默哈了一口气。林默那沉寂了5个月的气息在顷刻间陡然暴涨，散发着炙热气息的火红色灵力自其身上爆发开来，其气息也在这一刻登临全新的高峰。金丹中期，当火红色的灵力收缩回体内之时，林默也重新睁开了那紧闭了5个月的眼睛。相较于5个月前，他的气息更加的强横、雄浑、内敛。如果只是一味的突破，本来距离金丹中期就只差临门一脚的林默，只需2个月时间即可。之所以花了5个月时间才突破，更多的是为了沉淀，而后厚积薄发，以强势之姿突破金丹中期。所以在突破之后，林默现在的境界无比的稳固，
修炼的基础也愈发的厚实了。修炼一途其实就像是建房子，你不能一股脑的往上加盖楼层，坚实牢固的地基永远是最重要的，否则当地基无法承受过高的楼层时，便会轰然倒塌。从炼气2重到金丹期，我只花了1年时间，从金丹初期到金丹中期也差不多花了1年时间，往后继续突破，所需的时间会越来越长。难怪刘子嫣当初不信我能用100年时间突破至化神，看来并非没有道理。突破的喜悦深藏于内心，林默喃喃自语道：若不是有纯阳圣体和阴阳邪魔功2大修炼外挂加持，想要在短短100年时间内突破至化神，还真有一点小难度。不过现在身怀2大外挂，林默还是有很大的信心，可以在100年内突破至化神期的。喵！这时黑猫突然跳上了床榻，围绕在林默身边不停地磨蹭，揉了揉黑猫的脑袋。林默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地上，并没有像上次一样零食散落一地。看来每隔7天就给这只小家伙换换口味的策略很正确。整天小崽子小崽子的叫你，似乎也不是个办法，要不给你取个名字好了。喵！黑猫随即跳到了林默的大腿上，抬头仰望着林默，似乎在说给他取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字。嘿，看你一身黑不溜秋的，就叫你黑炭头好了。此话一出，黑猫顿时嗷呜了起来，龇牙咧嘴的朝林默哈气，看上去他似乎很不喜欢这个名字。林默咧嘴一笑，黑炭头这个名字也只是他逗着小家伙玩玩而已。刘子嫣要是知道自己给他的宠物取了个这么别致的名字，怕也会不满吧。那就叫林子吧。林默思索了一会儿，改口道：这只地狱九尾猫虽说是刘子嫣的名字，但现在毕竟是自己抚养，再加上黑猫是一只母猫的原因，所以林默便从自己和刘子嫣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给这只地狱九尾猫取名林子。林子这个名字称不上多好，但好歹也比刚才的黑炭头好多了。黑猫也接受了这个名字。解决了黑猫的名字问题，林默接着又进入了冥想修炼法，修炼了大半个月时间。在距离青州城的比武大会尚有10天时间时，林默这才退出修炼状态。哦，察觉到林子的气息，林默不禁挑了挑眉，看样子这只小家伙也快要突破到金丹期了。经过将近1年的灵石和丹药喂养，林子的第3条尾巴已经长出一大半了。待第3条尾巴完全成型之时，就代表着它已经进入金丹期了。这么多资源砸下去，林子要是毫无反应，那还得了。老夫要出去一趟，你就在家里好好待着，别乱跑。此次前往青州城，林默并不打算把林子也带出去。喵！林子似乎没有意见，正好他近期也要突破了，不宜四处乱跑。于是整理了一下屋子，林默便关上门，动身前往青州城了。青州城距离出圣宗山门约有2000里，由于地处3方势力交界处，所以这里鱼龙混杂，称得上是一个三无地带。也因此青州城基本上每隔几十上百年便会易主一次。当然青州城频繁易主，背后自然少不了3方势力的大手。出圣宗等3方势力都把青州城当作缓冲地带，所以他们都不希望掌控青州城的城主发展壮大。林默脚踏黑刀，悠哉悠哉玉气飞行，也只花了2个时辰便抵达了青州城外。青州城门打开，来来往往的人群络绎不绝，城门处还有不少官兵在此把守，盘查每一位进城的人。原来是出圣宗的道长，您快请进。林默只是出示了象征着出圣宗内门弟子的令牌，把守城门的官兵便一脸阿谀奉承的放行了。无论青州城的城主是谁，都不敢得罪围绕在青州城3大宗派的弟子，特别是内门弟子，除非他不想当这个城主了。时隔100余年，再次回到青州城，林默不由得一阵感慨，不知如今的青州城城主是谁，待会儿去打听一下。行走于青州城的青石板路上，林默环顾着四周。如今的青州城跟记忆中的出入似乎不是很大，街道两旁拥挤着各式各样的小摊贩子在叫卖，一些修士站在摊位前，为了便宜10颗8颗灵石，跟摊主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比武大会临近的缘故，青州城的街道异常的热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踏上修仙一途的修士占据大多数，当然炼气期修士占据绝大多数，就连筑基期修士都屈指可数。出圣宗、阴阳宗以及万剑阁看不上青州城主举办的比武大会，可对于那些散修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盛会。就算在比武大会上拿不到名次，仍然有参与奖。参与奖不多，却也足够吸引修了上顿没下顿的散修来薅薅羊毛了。这是青州城主吸引来自各地的修士前来参赛的主要手段。毕竟特地举办一场比武大会给自己儿子镀金，要是没人参赛，岂不是尴尬？林默先行找了间客栈住下，接着花了几颗灵石换了一身纯白色道袍，
纯白色道袍一披，林默顿时感觉自己身上有一股仙风道骨的气息了。人靠衣装，马靠鞍，此话果真不假。换掉以往那一身穿了100年的粗布麻衣，林默走路都感觉轻飘飘的了。随后，林默来到了青州城最大的酒楼清风居。道长，您来了，快里面请。清风居的门童很热情地招待了林默。在门童的带领下，林默来到了靠墙角的一张桌子坐下。主要是清风居的客人太多了，林默没得挑。给贫道上一壶你们这里最好的茶。好嘞，道长您稍等，马上就来。不多时，门童便端着一壶热茶上来了。林默先行甩出10颗灵石，问道：小家伙，贫道初来乍到，不知如今青州城城主是何方高人？门童满心欢喜地收下灵石，十分详细地给林默介绍道：道长是来参加比武大会的吧？如今青州城城主啊，叫林天道。且慢，林默忽然开口打断了门童：你刚才说青州城城主叫什么？回到常话，叫林天道。门童重复了一句，接着滔滔不绝道：道长有所不知，据说这林城主80年前偶然间得到了一个大机缘，本来只是练气期的他修为突飞猛进，短短不到50年就飞升到了金丹期。至于后面他是怎么成为青州城的新城主，那就是众说纷纭了。听罢，林默摆了摆手，打发走了门童。林天道，林天道。林默低声喃喃自语着，重复着青州城城主的名字。他那漆黑深邃的瞳孔在微微颤动，因为他父亲的名字就叫林天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老夫终于理解红月大长老特地叫我来参加这场比武大会的用意了。难怪当时红月特意叮嘱他，夺得比武大会的之后，一定要向所有人宣布他的名字和来历。这就不奇怪了，这就不奇怪了。既是如此，那么父亲，且让老夫看看你引以为傲，特地为他举办一场比武大会来镀金的儿子究竟有几分能耐。林默深吸了口气，内心久久无法平静。这位道长，介意拼个桌吗？蓦地，一道清澈如水、宛如天籁般的声音将林默的思绪给拉了回来。抬头一看，只见站在一旁的是一名身穿一袭干练术身装、头戴一顶斗笠的仙子。斗笠的帘布遮住了仙子的半张脸，但仍可一窥斗笠下那张绝美的容颜。介意？片刻，林默收回目光，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热茶，语气淡漠道。被林默拒绝，斗笠仙子并未离去，而是说到厅内已座无虚席，唯有道长这里仍有一空位。小女子名陈清欢，是一名游历至此的散修，不知道常今日能否行得方便。闻言，林默瞥了一眼大厅，这不是分明还有许多没坐满人的桌子吗？仙子言谈举止颇具风度，语气中还蕴含有一股十足的自信。虽身着一袭不易引人注意的束身装，却也难掩身上那股端庄优雅的气质。斗笠和帘布遮掩不了仙子那堪称人间谪仙般的绝美容颜。若你是散修，你早该被某位元婴老怪抓回去当压寨夫人了。谈笑间，林默揭穿了陈清欢的谎言。然而陈清欢却一点也不尴尬，而是拱手赞叹道：不愧是道长，眼光甚是毒辣。那便实不相瞒，小女子来自万剑阁。万剑阁。刚送到嘴边的茶杯陡然停下，林默不禁挑了挑眉。有趣，莫非这陈清欢看出了老夫来自初圣宗？这个念头刚闪过，林默便否定了这个猜测。说到底，他也只是初圣宗数千名杂役弟子中的其中一名而已，又不是圣子或者少宗主什么的，说是籍籍无名一点都不为过。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陈清欢是被他的纯阳圣体吸引过来的。旋即，林默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坐了。陈清欢倒是一点也不拘束，坐下之后便自顾自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还不知道长尊姓大名？陈清欢随即询问。免尊姓林，单字一个默。问了名字，陈清欢接着问道：原来是林道长。小女子若是没看错的话，林道长应当是被比武大会吸引而来的散修。从陈清欢的视角来看，林默这般仙风道骨的模样，方才堪堪筑基中期，不是散修还能是什么？仙子眼光倒是毒辣。沉吟片刻，林默顺应了陈清欢的说法，倒是在道长面前献丑了。小女子看人一般不会错。旋即，陈清欢便大胆地向林默发出了邀请。我关道长仙风道骨，一身浩然正气，倒是挺符合我万剑阁的气质。若是道长有意，小女子可为你引荐拜入万剑阁，此后便无需再四处漂泊。不知道长意下如何？贫道闲云野鹤惯了，拜入万剑阁反倒还不适应，所以仙子的好意，贫道便心领了。林默没有犹豫，直截了当地婉拒了陈清欢的邀请。陈清欢倒是一点都不意外，只是有些惋惜道：道长不愿，小女子自不会强人所难，只是可惜道长若是坚持当一名散修，只怕此生无望突破金丹。
林默不置可否一笑。陈清欢要是知道他的真实修为是金丹中期，不知作何感想。每个人皆有自己的命，若贫道命该如此，贫道也只能欣然接受了。道长看得道是开，看不开又能如何？很多时候，就连大成期大能亦无法抗衡命运，吾辈蝼蚁，能潇洒过活一生，便已经是上天的眷顾了。却也是这个道理。陈清欢微微颔首，赞同道：天渊大陆历史上曾有几多大成期通天大能羽化登仙失败，落得一个个郁郁而终的结局。修仙修的便是仙，突破大成期桎梏，羽化登仙是所有修士的毕生夙愿。然天渊大陆亿万万修士，最终能够成功羽化登仙之人寥寥无几。贫道要告辞了，仙子请便。不多时，留下50灵石的茶钱，林默便起身打算离开了。陈清欢虽是被纯阳圣体吸引来的，但由于他是万剑阁弟子的缘故，林默并不想和他有过多接触，最好只是一面之交，免得将来若是两宗大战，双方再见面难免尴尬。仙道与魔门本就水火不容，林默也无法得知陈清欢在知道自己是初圣宗弟子时，会不会选择贯彻自己的仙道意图，对他痛下杀手。陈清欢长得确实漂亮，可林默也早已不是2年前那个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的老头子了。道长且慢。陈清欢也随之起身说道：茫茫人海，能与道长相遇也算是缘分一场，道长可否给小女子留下一枚富有灵魂印记的玉简，日后小女子外出历练时，兴许能与道长再相遇。林默摇了摇头道：相遇一次亦有可能是巧合，若日后能再次相遇，方才是缘分，届时贫道倒也不介意与仙子结交一番。说罢，林默不再停留，大步流星地离开了。看着林默远去的背影，陈清欢朱唇微掀，饶有兴致道：这位林默道长倒是有趣，我如此主动，竟换不来他一次回眸。我倒还真不信你是那种清心寡欲、看破红尘之人。对于自己的颜值和气质，陈清欢还是有着很足的自信的。君不见在万剑阁时，多少师兄弟向他献媚，即使当他的狗也心甘情愿。林默如此果断的离开，一时间都让陈清欢对自己的颜值和气质产生怀疑了。不过林默越是表现的对他不感兴趣，内心深处的好胜心便越是让陈清欢想要让林默臣服于自己的石榴裙下。时间飞逝，很快便来到了青州城比武大会正式举办的一天。早在几天前，林默便已经通过官兵成功报名参加此次比武大会了。奢华的宫殿大堂内，一名身穿华贵服饰，眉宇间透露着威严的中年男子高居于首位之上，在其身旁还坐着一名珠光宝气的美妇，他们便是青州城的现任城主林天道及其夫人李素贞。禀城主大人，本次比武大会共有537人报名参赛，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散修，也有一些来自周边一些小宗派的弟子参加，他们的修为基本上都在筑基中期及以下。值得一提的是，初圣宗、阴阳宗还有万剑阁也来人了。首位之下，管家正在为林天道简单的汇报着比武大会的参赛人员情况。哦，林天道眉头微挑，追问道：初圣宗、阴阳宗、万剑阁来的人是何种修为？初圣宗是筑基中期，阴阳宗筑基后期，万剑阁亦是筑基后期。管家详细的回答：只是筑基期的话，倒无需担心。闻言，罗素贞松了口气，风韵犹存的俏脸上浮上一抹笑意。长生已突破金丹，想来此次比武大会过后，能在万剑阁给他谋一个亲传弟子的身份。林长生便是林天道和罗素贞最引以为傲的儿子。今年不过70岁的林长生已然突破至金丹之境，万剑阁的亲传弟子身份几乎是唾手可得了。林天道微笑着点了点头，眼中满是对林长生的骄傲。只要林长生成为万剑阁的亲传弟子，他这个城主之位自然也能做得更稳。将来若是初圣宗或是阴阳宗想要颠覆他的城主之位，给青州城换一任新城主，万剑阁不会坐视不管的。走吧，夫人，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去看看灵儿的表现。当时间来到正午，林天道携手其夫人罗素贞现身青州城的中央演武场。演武场四周万人空巷，有趁此比赛来叫卖的，亦有不少来看热闹的散修和普通人。林默混迹于500多名参赛者当中，目光径直地落在演武场上的林天道和罗素贞身上。阔别100余年，再次看到自己父亲和母亲那张脸，林默仍然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真的是你们，父亲、母亲？袖袍之下，林默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一时间他竟有点不知该如何面对当初将他卖到初圣宗当杂役的两老。对不起，默儿，原谅娘，娘和你父亲真的养不起你了。你在这里好好干活，可以活下去的，知道了吗？默儿，为了我们的家庭，只能先苦一苦你了。
将来爹要是发迹了，会来赎回你的。当年林天道和罗素贞把自己卖到初圣宗时说的话，仍然在林默的耳边回响。那一天仿若历历在目。你们是发迹了，倒也不见你们来赎回我啊。林默心中无奈的苦笑道，也许在你们心里早就忘了我这个废物儿子了吧。发表了一番白开水式的开场白，林天道这才宣布比武大会正式开始。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因此前期的淘汰赛采用的是多场次同时进行。林天道和罗素贞主要关注的重点还是在林长生身上，而在另一边，林默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一路过关斩将，直接闯进了16强。然后他就碰到了来自阴阳宗筑基后期的弟子。这一次林默故意表演了一番，愣是在跟对方进行一番苦战之后，方才以勉强之资拿下了通往8强的名额。观赛台上，罗素贞注意到了林默。夫君，你有没有觉得这位来自初圣宗的老道修士有点眼熟呢？罗素贞注视着那缓缓走下演武场的林默，低声说道。有吗？林天道反问。由于林默报名参赛时用的是一个王玄的化名，因此林天道也没怎么在意。也有可能是我感觉错了吧。罗素贞揉了揉额头，也不是很敢确定。他不知林天道是否已经忘记了林默，但作为母亲的他，心里其实还记得当年被他和林天道卖到初圣宗当杂役的小儿子林默。只是林默当初被检测出仅有半条灵脉，属于修炼废柴。就算他还活着的话，以他的修炼天赋，纵使过去了100余年，恐怕也很难修炼到筑基期吧。再加上此人名为王玄，也确实动摇了一些罗素贞的猜测。想来夫人是近日为了比武大会一事操劳过度，回头多休息休息就好。林天道说道。罗素贞没有说话。当他回过神来，在想寻找林默的身影时，却已经找不到了。比赛进程仍在继续。林默接下来遇到的对手，虽说跟他隐藏真实修为后的实力差不多，但林默的每一场取胜都相当轻松。另一边的林长生，金丹初期的修为对上那些修为只有筑基期的散修，简直就是降维打击。最终在经过数日的鏖战，林默和林长生毫无意外的在决赛相遇。决赛当日，距离比赛正式开始尚有半个时辰，青州城中央演武场的观众席已然爆满，无数人在等待着这场比武大会的决赛开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是来看精彩绝伦的比赛的，而是来看一个结果。是的，比武大会的决赛。从表面实力上看，作为青州城少城主的林长生修为对林默造成了碾压，但仍有外围敢开盘。林默战胜林长生夺冠的赔率达到了惊人的1比25，而林长生的赔率却只有可怜的1比1.01。可即便如此，绝大多数人也押上了全部身家买林长生赢。林长生的赔率虽低，可这场毫无悬念的决赛跟送钱没什么区别。要不是在进军决赛的过程中林默表现得过于轻松，导致一些人怀疑林默是否隐藏了真实修为的话，林默的赔率还能更高。与此同时，在某个外围压驻点，小家伙，帮贫道去那里压1万灵石买王玄赢，这是给你的跑腿费。林默乔装打扮逮住了衣衫破烂的小孩。好，谢谢道长。拿了30颗灵石的跑腿费之后，小孩便兴冲冲的去帮林默下注了。倒不是他不想多买一点，而是怕庄家赔不起不认账，那就没必要了。不一会儿，小孩便拿着下注的票据回来了。收好票据，林默这才来到一个小巷子，褪去乔装恢复原貌，前往中央演武场另一边。灵儿，此战不可轻敌，那位来自初圣宗的老道修士明显隐藏了真实修为。决赛即将打响前，林天道郑重其事地叮嘱道。父亲多虑，那位叫做王玄的魔修撑破天也不过筑基期圆满，我分分钟就给他拿下了。林长生自信满满道。在金丹面前，筑基期圆满也与蝼蚁没什么区别。长生，听你爹的话，总之不可轻敌，这事关你能不能在万剑阁混个亲传弟子的身份。罗素贞也随之说道。娘，你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混？林长生嗤之以鼻道。以我的资质去万剑阁当个亲传弟子不是应该的吗？也就你们喜欢瞎操这些没用的心而已。林天道刚想训斥几句，却被罗素贞给拦住了。爹和娘还不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你反倒还不耐烦了。林天道推开罗素贞，训斥道。你这目中无人的性子就不能改改吗？我懒得跟你说。林长生翻了个白眼，不再理会林天道，随即快步离开了。你好了好了，夫君。罗素贞眯眼笑道。长生拿下冠军就好了，说那么多反倒还会伤了你们父子的和气。哼，他如今这般模样，还不是你从小给惯的。转眼时间来到正午，决赛的鼓声敲响，演武场的气氛在此刻达到了顶点。无数人手中拿着压注的票据，在高喊着林长生的名字。
在青州城管家的主持下，林默率先登上演武场。林默刚一上台，观众席上便响起了震天的嘘声，犹如浪潮一般，一浪盖过一浪。林默双手背负，眼睛紧闭，嘴边还噙着一抹不可名状的戏谑弧度。那些嘘他的人，现在嘘得有多狠，待会儿就有多绝望。林道长！就在这时，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林默陡然睁开眼睛，顺着声音的来源望去，只见在演武场观众席的前排，陈清欢的身影赫然矗立。林默故作淡定地朝他露出一抹微笑，心中却在嘀咕道：不是，这陈清欢不会一直在看着老夫吧？这下可如何是好？按照红月大长老的交代，他要在夺冠之后向所有人宣布他的名字和来历，那岂不是代表着那天他跟陈清欢说的谎言要被揭穿了？坏了，回旋镖进来的如此之快。林默眉头微皱，那他待会儿还要按照红月大长老的吩咐做吗？林道长，我买了你赢，虽然不多，但也算是给你的一些支持。陈清欢的声音继续传来。下一刻，林默重新睁开眼睛，漆黑深邃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他已做出了决定。下面有请青州城500年来第一天才兼青州城少城主林长生登场。青州城管家嘹亮的声音响彻，观众席上顿时爆发出了一阵震天动地般的欢呼与喝彩。万众瞩目之下，身穿一袭华贵白袍，长相俊朗，气质温文儒雅的林长生踏着演武场的台阶缓缓而来。他享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喝彩声，俊朗的脸庞春风得意。林默的目光亦是落在其身上，集众多宠爱与光环于一身的林长生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初穿越到此方世界时，林默便曾幻想过自己有一日会是这般意气风发的场景，可残酷的现实却给予了他当头一棒。他非但不是什么手拿主角剧本的天才，甚至差点连修士都称不上，因为他只有半条灵脉，甚至于一直到2年之前，他这一生活的都如同一个笑话。再反观林长生，别的不说，光是林长生这个名字就足以见得林天道和罗素贞寄予了这个儿子多大的厚望。现在再看，林默释然地笑了，他看上去并非拿的主角剧本，而是反派剧本。因为按照玄幻小说套路来看的话，他这个反派将在这场比武大会上给予意气风发的林长生迎头痛击，而后林长生痛定思痛，韬光养晦，然后在某一天王者归来的林长生将他这位曾经让自己颜面扫地的反派击败，完成复仇。良久，当观众席归于平静，对面的林长生率先开口：这位来自初圣宗的道长，你能凭借筑基中期的修为走到这里，让我感到很是意外。不过我猜你肯定隐藏了真实修为，没错吧？哼，没关系，反正在金丹面前，无论你是筑基后期还是筑基圆满，其实都一样。赶紧开始吧，这场闹剧该结束了，我还要赶着回去修炼呢。林默不可名状一笑道：这就是从未受过挫折的人所说出来的话吗？还真是跟老夫预想中的大差不差。旋即，林默目光一抬，看向了观赛台上的罗素贞，他的母亲。察觉到林默投来的目光，罗素贞惊疑一声，与林默隔空四目对视，紧紧地盯着林默那张年迈的脸。罗素贞心头猛地一颤，林默那张脸虽老，但他隐隐的似乎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属于林默幼时的轮廓。直到林默朝他投来一抹无法诉说的微笑，罗素贞头皮陡然炸裂开来，他张大了嘴巴，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口。比赛开始。与此同时，管家一声令下，这场比武大会的决赛正式打响。林长生没有墨迹，他伸手一招，一柄锋利的5尺长剑当即闪现而出。老头，要不要本少爷让让你？林长生讥笑道。老夫觉得你该想想，待会儿怎么不输得太难看。虚张声势。砰！林长生脚下的青石板陡然爆开，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林默依旧双手背负，脚步只是稍稍一挪，一股刺痛着皮肤的破风声便是与他擦肩而过。什么？一击落空，林长生惊异一声，随即调整姿态，再次朝林默发动进攻。咻咻咻！一道道角度刁钻凌厉的攻势笼罩而来，在无数双目光的注视下，只见林默气定神闲，闪转腾挪间便是如数避开了林长生的所有攻势。怎么回事？见此一幕，观赛台上的林天道有点坐不住了。本来这是一场他为林长生镀金所举办的比武大会，林长生要是输了的话，他这张老脸该往哪里搁？观众席上，那许许多多拿着压住票据的赌徒们此刻已哑然失声，他们屏住呼吸，无比紧张地注视着演武场上的局势，冷汗悄然打湿了他们的额头和后背。
反倒是那些极少数不信邪的，偏偏压住了林默的幸运儿们，脸上的激动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你，林长生忽然停下了进攻，刚刚还意气风发的脸庞，此刻已经逐渐变得阴沉凝重了下来。经过刚才的一轮进攻试探，他已经确定林默的修为绝对不弱于他。好一招扮猪吃虎！林长生很快便调整了心态，冷哼道：“亮出你的真实修为吧，既然是弟弟的要求，作为哥哥的自是要满足你。”林默一笑，旋即不再压制自身的气息，金丹中期的修为显露而出。当来自林默身上那股赫然已经达到了金丹中期的修为显露而出时，观众席上的无数赌徒们顿时面如死灰。金丹中期？不可能，这老道士怎么可能是金丹中期？他不是筑基中期吗？怎么回事？这老混蛋隐藏了真实修为，应该不算数吧？待会儿我就去退钱。日内瓦退钱！观众席瞬间骚动了起来。金丹初期对上金丹中期，他们都想不到林长生该如何取胜。我就知道，前排观众席上，陈清欢朱唇微掀。从前几日的淘汰赛上，他就看出林默隐藏了真实修为了。如今来看，他的猜测确实没错。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林默居然是金丹中期修为。观赛台上，林天道陡然起身，目光死死地盯着场上的林默。他不仅震惊于林默的金丹中期修为，更加令他感到难以置信的是方才林默对林长生说的那番话。什么叫做既然是弟弟的要求，作为哥哥的自是要满足？出圣宗，你难道是？林默的身影倒映在林天道那双剧烈震动的瞳孔之中，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默儿，真的是你吗？罗素珍的眼眶不知何时已泛红，他从来没有想到，他那个最是苦命的儿子，今日竟会以这般姿态重新出现在他面前。你刚刚说什么？演武场上，林长生一愣，他似乎从林默口中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话。你是我哥哥？林长生呆在原地，那看向林默的眼中既有疑惑，又有不可思议。眼前这位来自出圣宗的魔修，竟然是他哥哥翁。回应林长生的却是一道凌厉无匹的刀意。林长生甚至还未反应过来，林默的刀锋便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锐利的刀锋几乎已经贴在了他的脖颈上。林默只需稍稍用力，即可将他的头颅给削下来。哇！局势突如其来的反转，立即引起了一阵哗然声。那些押宝了林长生的赌徒们死死地盯着林长生，瞳孔血腥，目赤欲裂，在心中祈祷着这位被他们寄予厚望的天才能够发生逆转。你偷袭我！脖颈处传来的一阵微微刺痛，震慑的林长生不敢轻举妄动。林默不以为意道：如此轻易就被老夫吸引了注意力，你这所谓的天才也不外如是。何况在战场上，敌人可不会在意是不是偷袭，只要能掌握战局主动和优势，偷袭又如何？你输了，林长生！混蛋，我不服！林长生神色阴翳，不甘地低吼道：有种放开我，我们堂堂正正的决斗一场。纵使林默的修为比他高，林长生依然无所畏惧。在他看来，被林默不战而屈人之兵实在太过于憋屈了，就算输，他也要输得轰轰烈烈，而不是被林默一招偷袭导致全盘皆输。呵呵，林默满足了林长生的要求，将黑刀抽了回来，随后退开了一段距离，朝林长生勾了勾手指，示意他可随时发动进攻。哼，看我不把你！林长生刚一抬手打算出剑，凌厉的破风声再次响彻，不算响亮的刀意嗡鸣声落在林长生耳中，却是如雷贯耳。当，下一息，金铁碰撞声响彻，林长生手中的宝剑被挑飞，林默的黑刀再次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林默毫不留情地打击道：你刚才说要把老夫如何？面对着比你强的对手，居然还有心思出言嘲讽，天才！我看你是一塌糊涂。林长生立正了，他目光呆滞，一时间竟不知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不仅仅是林长生，此刻的观众席鸦雀无声，那些押宝了林长生先前一直虚林默的赌徒们哑然静默，他们同样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从修为上来说，林默固然比林长生高出一个小境界，可局面不该如此一面倒才对。旋即，林默刀锋翻转，利用刀柄施加了浩瀚的灵力，一击重重地轰在了林长生的胸膛处。噗嗤，鲜血喷薄，呆滞的林长生整个人犹如断线的纸鸢一般，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重重落地。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短短数息之后，观众席上爆发出了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有愤怒，有绝望，有叹息，亦有狂喜和激动，各种嘈杂的声音掺加在一起，震得许多人的耳膜一阵嗡鸣。无数张票据被赌徒们抛洒到空中，
下起了一阵票据雨。演武场，林默缓缓收刀，而后抬眸看向观赛台，与那一脸呆滞与震惊的林天道四目对视，他能够清楚地看到林天道的瞳孔在地震。你是谁？良久，待得观众席逐渐安静下来了，林天道方才沉声问道，他的声音在颤抖。王璇，这是我报名参赛的名字。稍作停顿，林默语气平淡的接着往下说，而我的真名是林默，我来自初圣宗杂役部。话音落下，林天道扑通一声一屁股瘫坐在了椅子上。默儿，真的是你？罗素贞双眼泛红，思念的泪水早已打湿了她的脸颊，她就知道自己没有看错。16进8的淘汰赛上，她第一次注意到林默时，便觉得林默有些眼熟。8进4半决赛时，对林默的持续关注，使得罗素贞愈发笃定自己的猜想。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位来自初圣宗叫做王璇的老道修士，就是他们100年前因生活贫困潦倒，迫不及已卖到初圣宗当杂役的小儿子林默？直到眼下，林默亲口说出他的名字时，几日来的猜测得到确认的罗素贞再也绷不住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会是林默？林天道内心被震撼得无以复加，他清楚地记得自己那位叫做林默的儿子，明明只有半条灵脉，几乎不具备修炼的资质，又如何可能在短短100余年时间内修炼到金丹中期？可他越看林默那张沧桑的老脸，便越是确定，他就是林默。林默神色平静，面如止水，但他那袖袍之下微微颤抖的手掌，说明他的内心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平静且淡定。我赢了，林城主。按理说，我该取走属于我的奖品。随即，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林默脚尖轻点，跃上领奖台，取下了摆放在上面的属于本次比武大会冠军的奖品——极品灵阶法宝青钢剑。这本来是林天道为他引以为傲的儿子林长生准备的，如今却落到了他最不看好的儿子手上。默儿，等林天道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时，林默已经离开了。罗素贞冲下观赛台，想要去追上林默，可演武场周围的人太多了，仿佛一个眨眼的功夫，他便已经丢失了林默的总应该。去把长生那个不孝子给我抬回去。林天道来不及去想太多关于林默的事情，毕竟林长生还躺在演武场上身负重伤呢。是，城主大人。另一边，离开演武场之后，林默拿着票据去找庄家兑奖了。林道长，这里是您押中的25万灵石，请收好。见来兑奖者是为他们带来了一笔巨额利润的林默，庄家一脸谄媚的给林默兑了奖，赔了林默这25万灵石。庄家还是血赚的。兑了奖，林默没有在青州城做过多逗留，当即便打算返回初圣宗了。默儿，就在林默刚走出城门，准备御空而起时，一道撕心裂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林默回眸，只见罗素贞泪眼婆娑的朝他奔跑了过来。默儿，你真的不愿跟娘说2句话吗？林默站在原地没有说话。罗素贞似乎理解了林默的意思，因为着急，罗素贞有些踉踉跄跄的快步奔跑上前，紧紧地将林默拥入怀。默儿，对不起，对不起，这么多年来你受苦了，娘以为。罗素贞的泪水打湿了林默的肩膀。以为我死在初圣宗了吗？林默补全了罗素贞那没有说完的话。娘没有。罗素贞连连摇头，无比愧疚道，娘这辈子没有亏欠过任何人，唯独你。默儿，娘和你爹亏欠了你太多，对不起默儿，娘真的很对不起你。不必道歉。林默推开了罗素贞，眼角不知何时也已经湿润。我没有怪过你们当初的选择，当初你们选择牺牲我来换取家庭的生存和延续，在我这里，我便与你们二老互不亏欠了。我来参加这场比武大会，也是宗门派我来的，就这样。说罢，林默便是转过身，迈开步伐，一步一步的向前。默儿，默儿。无论罗素贞在后方如何呼喊，林默都没有再回头。如果罗素贞此时能看到林默的正脸，会发现他在转过身的刹那，泪水便如泄洪的决堤一般。林默走得很决绝，但他的背影却有几分落寞和哀伤。对不起默儿，原谅娘吧。罗素贞跪坐在地上，只能目送林默逐渐远去，直至消失在视线尽头，而他却无能为力。一如当年那般，为了换来家庭的生存，他和林天道只能将林默出售给初圣宗当杂役那般无力。另一边，走出数里地之后，林默这才擦干眼泪，腾空而起，玉气飞行，径直朝出圣宗山门的方向返回。林道长，有必要走得这么急吗？忽的，一道人影追了上来，拦住了林默的去路。正是陈清欢。陈仙子可是来杀老夫的，若是如此，老夫不介意陪你玩玩。再次面对着陈清欢，林默没有废话，黑刀当即闪现而出。世上或许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派与反派，
但仙与魔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敌对阵营。所以在陈清欢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之后，林默便不对陈清欢抱有任何的幻想了。此时的陈清欢已经褪去了在清风居时的斗笠，露出了他那张仿佛令天地都为之黯然失色的倾城容颜与3000青丝。他仙气飘飘，气质非凡，犹如画中走出的谪仙。换作一般的男修，岂有不心动之理？乃像林默这般，上来便掏刀准备开干。林道长，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你我并无恩怨，似乎没有必要到刀兵相见吧？陈清欢朱唇微勾，他似乎对林默并没有敌意。怎么？你们这些所谓的仙道门派弟子，不是一向是魔门宗派弟子为眼中钉、肉中刺吗？林默有些诧异地道：你既不是来追杀老夫的，莫非是来取笑老夫的？道长如此看人，眼界可就有点狭隘了呀。陈清欢说道：我与道长相识不久，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敢肯定你绝非正宗的魔门弟子，你是个性情中人。林道长，方才你说你来自出圣宗杂役部，再加上你和林城主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也证实了我的猜想。出圣宗杂役部都是一些什么人？我可能比你更清楚也说不定哦。林默眼皮轻抬，淡然道：若老夫是一名青涩懵懂的少年，兴许会被你这番话给击溃了心理防线。仙子不妨直言，你半路拦下我，究竟意欲何为？在这之前，陈清欢玉手一握，腰间的佩剑随之出鞘。林道长，我猜你现在肯定想好好发泄一下心中的情绪吧，不如我来陪你切磋一番。闻言，林默深深地注视了陈清欢几眼，越是漂亮的女人越是危险。殷素素这句话果真是至理名言。陈清欢似乎已经完全看穿了他的思绪，所以陈清欢知道此刻无论他跟林默说什么，林默大概都听不进去，因此他需要一些手段来转移林默的注意力，或是消解发泄一下林默内心那股繁杂晦涩的情绪。他太会了，乐意奉陪。沉吟许久，林默应下了陈清欢的切磋请求。当当当，一道道金铁碰撞声在这片深山的上空响彻。林默与陈清欢二人如同2道闪电一般，进行着极为剧烈的碰撞。两人激战了3天3夜，方圆数十里的深山老林早已被破坏得满目疮痍，林默与陈清欢却仍然未能分出一个胜负。最终，在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剧烈碰撞之后，林默二人很有默契的鸣金收兵。随后，林默二人来到了隐藏于深山老林当中的一口湖泊边上。明明只是金丹中期，却能与我久战不败，道长的道行可远比我想象中的更为深厚呢。陈清欢率先开口捧了林默一句，倒也不能说是捧，而是实话实说。最初陈清欢以为自己要收着点打，可随着战斗的推移，他惊愕地发现林默的实际战力比他预想中的要强得多，得益于仙子承让而已。现在可以说你的目的了。谦虚了一句，林默便是转回了正题。陈清欢思索了好一会儿，方才正色道：以道长的修为，在出圣宗当个杂役弟子，未免太过憋屈了。我还是当日那个目的，若是道长愿意，我可以为你引荐拜入万剑阁。出圣宗这个宗派承载了你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吧？难道道长不想逃离此地吗？林默不置可否，旋即看向陈清欢，反问道：那里的确承载着我诸多的不堪过往，但那里也是我毕生的记忆所在。老夫却是不知陈仙子为何如此执着，想要让老夫拜入万剑阁。陈清欢颇为勾人的温婉一笑，直言道：很简单的，因为我对道长你一见钟情。这个回答基本在林默的预料之中，但他还是故意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目光注视着陈清欢。果然，陈清欢随之解释道：道长也许觉得很匪夷所思，但感觉这种东西说来就来，你要让我给出一个具体说法，我也说不清楚。道长若是也对我有意，待你拜入万剑阁之后，我们可以结为道侣。林默摇了摇头，不为所动道：老夫配不上你，陈仙子，我不过是出圣宗的一介杂役，而你在万剑阁的地位想来不会低，就算老夫拜入万剑阁，若与你结为道侣，老夫基本可以预见，那些仰慕你的万剑阁弟子们会烦不胜烦的来找我的麻烦。兴许你可以保护我，但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陈清欢张了张朱唇，想要找不林默的说法，可思来想去，他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他在万剑阁被评为1000年第一美人，且天资卓绝，身份地位超然，仰慕者更是可以从万剑阁山门排到青州城。林默若真在万剑阁与他结为道侣，林默的麻烦绝对不会少，甚至毫不夸张地说，1年365天不间断。道长，我且问你，我在你眼里真的很不堪吗？沉默许久，陈清欢问道。仙子此言差矣。林默如实说道：老夫相信，只要目之所及不是一片虚无之人，
都会觉得你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美人，气质出众，资质卓绝。那些不够自信的男修，在你面前会自行惭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老夫也不例外。但仙子与我是两个世界之人，若无意外，我与仙子本不会相识，更不会发生什么刻骨铭心的故事。这个意外便是纯阳圣体，只是陈清欢不知道而已。确定了林默对自己的态度，陈清欢这才说道：道长与我确实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但这里可是天渊大陆，任何的身份地位差距皆可通过修为来弥补。无论一个人早年有多么的卑微低贱，他日若登临大陆之巅，成就大成果位，那么曾经渺小如蝼蚁的他，便会是这个大陆上地位最高的人之一。道长，我对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若真对我有意，便努力修炼，他日突破元婴，再与我结为道侣，一切的质疑声自会如潮水般退去。陈清欢知道林默只是看起来老而已，实际上林默的年龄还真不比他大多少。林默之所以会如此显老，想来是在寿命的晚年才突破筑基，突破了肉体凡胎的寿命上限，这才导致了他看上去好像已经步入中老年的样子。对于绝大多数的修士来说，100岁正是努力拼搏的年纪，何来老一说。所以陈清欢一点也不觉得林默埋汰，只要林默的修为继续提升，他的身体机能和样貌迟早会逆转时间，回到年轻时的模样。原因正是这个分水岭。林默不知所以地笑了笑，说道：陈仙子，那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老夫现在满脑子都是提升修为，没有与任何人结为道侣的打算。也许对你来说元婴足矣，可对我来说元婴还远远不够。对他来说元婴并非难事，只是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不太可能和陈清欢结为道侣。他要是从初圣宗跑了，刘子嫣不得杀上万剑阁把他给抢回来，除非在未来的某一天他的修为正式超过刘子嫣，届时他才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道长看上去很有自信，觉得自己能突破到元婴以上的境界，正好我也喜欢有上进心的人。我会一直在万剑阁等你，等到你觉得时机成熟的那一天。陈清欢似乎又不着急了，如果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初圣宗和万剑阁开战，你我双方不得不以敌人的身份见面，仙子又当如何？林默对他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那我会心甘情愿地死在你的刀下。陈清欢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林默有点头疼地扶了扶额，得嘞，又是一个被纯阳圣体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不过陈清欢这份决心还真不是一般的女子能够拥有的。世间的女子若要她们为了所爱之人去死，恐怕还真没几人能办到，除非是恋爱脑。仙子这般却是让老夫为难了。也罢，若仙子真能等到我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那一天，我便与你结为道侣。经过慎重的思考，林默回应了陈清欢的主动。好，一言为定。陈清欢那倾国倾城般的绝美俏脸上浮上了一抹倾倒众生的美艳笑意。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旋即陈清欢踮起脚尖，在林默脸颊上落下了一个轻轻的吻，而后霸道地说道：道长，我已经在你身上留下属于我的印记，谁也不能跟我抢走你。林默有点无奈地笑了。陈清欢这表现还真犹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但她又绝非什么10几20岁的懵懂少女，这一点林默可以十分肯定。约定好了之后，林默二人便各自离去了。虽然陈清欢全程表现得很主动，但林默知道陈清欢这种来自仙道门派的天之娇女绝不是那么随便的女人。若她真想和自己发生点什么深入交流的关系，林默都无需自己开口，纯阳圣体自会帮自己说话。既然陈清欢没有提出此要求，那林默也大概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与此同时，青州城城主府内，为了林默一事，林天道和罗素贞大吵了一架，最后还是林天道选择退让认错了。好了夫人，咱不说了行吗？都怪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职责。当年发迹之后，我应该去把墨儿赎回来，但我没有这么做，我失职，我愧对墨儿。林天道紧紧地抱住了罗素贞，在他耳边向他低头认错。你跟我认错有用吗？你去跟墨儿认错，再弥补一下自己的过错，也许我们还可以把墨儿赎回来。小奴才回来了呀。刚回到宗门，红月大长老似乎早就在此等候多时了。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林默，意味深长地道：这一趟收获如何呢？林默内心狠狠地咒骂了一番红月，表面却是颇为开心地道：此行收获颇丰，至少接下来几年时间，老夫都无需为了灵石发愁了。感谢大长老。这话倒是真的，外围压自己赢了24万灵石，再算上那柄青钢剑的话，也能卖个7、8万灵石。这些灵石，林默哪怕是放开了修炼，至少也能修炼个好几年。是吗？那就好，赚了这么多灵石，也别光顾着修炼了，
有一条大鱼，还得靠你钓上来呢。红月提醒道。即使林默不说，他也早就知道发生在青州城的事了。怎么说呢？这个结果基本上在他的预料之中。林天道和罗素珍这对夫妻倒还算是有一点作为父母的担当，否则红月也不会特意让林默去参加那场比武大会了。大长老不必担心，鱼已经上钩，老奴现在即使想脱身也脱不了。林默说道。只要自己还在出圣宗一天，圣女苏雨就不可能忽视他这个有可能是唯一一个知道他秘密的人。就算林默自己想脱身，不去掺和圣女苏雨和出圣宗的这些事，他也不可能放过自己的。那我就坐等你的好消息了。红月走后，林默稍作整理思绪，便也打算回紫天宫了。踏踏踏，一道轻盈又有些熟悉的脚步声忽然自身后响起。林默心头一颤，回眸一看，脚步声的主人正是圣女苏雨。她似乎也是刚从外面回来。林默本以为苏雨跟踪了自己一路，但当他注意到苏雨那有些低沉的神色时，林默便打消了这个想法。沉吟片刻，林默迎了上去，有些惊讶和惊喜地道：呵呵，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圣女。直到林默的声音传来，心情有些低沉的苏雨猛地回过神，她迅速调整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清纯可爱的俏脸重新扬起了往日里那天真烂漫的笑容。林老头，你怎么在这里？林默如实地说了红月大长老派他去参加青州城的比武大会一事，而后问道：圣女看上去似乎有心事，怎么了吗？我虽没什么本事，但于你而言也算是过来人，兴许我能为圣女开导也未尝不可呢。啊！苏雨美眸中闪过一抹惊慌之色，又转瞬即逝，思路清晰道：也没什么了，只是刚才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个被仇家追杀而受了重伤的人，他伤得太重，我没能救下他，所以……原来如此。林默恍然大悟道：对老夫来说这种事不值一提，可对圣女而言它的意义又有所不同。不过圣女倒也不必为了此事而责怪自己，你救她是情分，救不了是本分。再说世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死去，你一己之力不可能救得了所有人。苏雨颔首道：这我当然知道了，只是遇到了却无能为力，未免有点可惜。呵呵，想开就好了。回去的路上，林默忽然问道：圣女，老夫能问你一件事吗？什么呀？你问呗。当年您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加入出圣宗的呢？以您的资质，去了任意一个门派，待遇都不会差才对，为何会选择出圣宗？林默很尖锐很直白地问道。苏雨想了好一会儿，方才叹气道：林老头啊，你可能不知道，大陆上有很多天才都是身不由己的，去哪个门派很多时候都不由自己决定，而是父母替你决定的。我也不知道我父母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来了，不过至少我在这里过得还挺好的，没什么烦恼，师尊对我也很负责。林默笑了笑，感同身受道：听上去圣女似乎跟老夫也差不多，只不过我是被父母卖到出圣宗来当杂役的。那我们的经历还挺相似的嘛，林老头。苏雨笑眯眯道：呵呵。林默苦笑了一声，也许吧。按照苏雨自己所说的，那他的经历确实是和林默相似，只不过两人在出圣宗的身份、地位、待遇以及经历却大相径庭。一路回到紫云宫，林默便和苏雨分别了。对于刚才苏雨说的话，林默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不过倒是可以看出来，圣女确实有心事，而且这件事还在困扰着他。林默捋着胡须，心中喃喃自语，刚才苏雨说的全是假话，他也分析不出来苏雨到底是怎么了。若是知道苏雨是因何事而困扰的话，兴许就能突破他的心理防线了。回到小木屋，林默发现林子正趴在他的床上，三条尾巴紧贴着身体，双目紧闭，身上甚至还升腾着一缕诡异的黑烟。他似乎是在冲击金丹期。林默没有打扰他。接下来的几天，林子还在冲击金丹期，林默则是坐在茶桌旁闭目养神，一直到第7天。今天的出圣宗来了2位特别的客人，正是林默的父亲林天道与母亲罗素珍。接待厅里，红月大长老亲自接待了林天道与罗素珍。红月端坐首位，慢条斯理地品着杯中热茶，朱唇边还噙着一抹玩味的弧度。林城主，你可是清万剑阁一派的城主，今日到我出圣宗来，可是自投罗网来了。大长老，你也知道青州城主亲哪一派，其实都是利益决定的。林天道诚惶诚恐道：今日我和剑内过来，是为了求大长老一件事，大长老若是愿意高抬贵手，小人以后便是清出圣宗派。呵。红月睫毛轻抬，饶有兴致道：好啊，那么林城主，请说说你今天是为何事而来吧。是。见似乎有点希望，林天道不敢卖关子，直截了当道：100年前
我和贱内还有10几个孩子穷困潦倒，迫不得已将小儿子卖到初圣宗来当杂役。今天我和贱内想把他赎回来，此等小事，大长老只需点点头即可。所以您看，原来2位是来赎杂役啊，那确实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事了。红月明知故问道：不知林城主要赎的杂役叫什么名字？我吩咐下人去查一下，尽快给你结果。闻言，林天道与罗素贞眼神皆是一亮，看上去似乎有希望。回大长老，他叫林默，应该是108年前被卖到贵宗的。罗素贞抢先说道。谁？红月似乎没听清。林默，树林的林，阡陌的陌。罗素贞强调了一下林默的名字组成。城主夫人，我想你大抵是说错了。红月带着几分戏谑的纠正道，不是阡陌的陌，而是陌生的陌。林天道、罗素贞一时面面相觑，显然他们都听出了红月大长老的话外之音。大长老，恕小人和贱内愚钝，不知您的意思是？林天道硬着头皮装懂听不懂的样子。听不懂吗？没关系，那就换个人来跟你们说吧。旋即红月起身走出接待厅，还不知前方等待他们的人是谁的林天道和罗素贞迟疑了片刻，只好连忙跟了上去。跟在红月后面，林天道、罗素贞2人来到了接待厅的侧殿。进来之后，红月衣袖轻轻一挥，侧殿的门被重重的关上。林天道与罗素贞顿时心肺骤停，一股不安的预感顿时萦绕上心头。他们下意识地看向侧殿的守卫，只见上面不知何时端坐着一名身穿紫色纱衣的冰冷女子，那张宛若冰山一般的绝美俏脸上散发着一股睥睨天下般的危险与压迫感。即便是身为初圣宗大长老的红月，也只能站在他身旁。参见掌门大人。当意识到此人也许就是初圣宗掌门，那个凶名赫赫的女魔头刘紫嫣之时，林天道、罗素贞顿时吓得浑身发抖，颤颤巍巍地跪伏而下。他们都想不通，自己只是来赎一个杂役而已，有必要惊动身为初圣宗掌门的刘紫嫣吗？红月，这2位的诉求是什么？禀掌门大人，林城主及其夫人似乎是想赎回杂役部的林默呢。跟红月演了一套双簧，刘紫嫣方才打量起了跪在地上的林天道夫妇。林天道、罗素贞深深地埋着头，身心紧绷，根本不敢和刘紫嫣对视。哼，世上从不缺少那些从小不重视，待儿子成长起来了，方才急着想要来攀关系的父母。你们2位便是活生生的例子。刘紫嫣一点情面也不留地挖苦道。掌门大人，不是这样的。是小人忙于修炼忘了而已。林天道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苍白无力地辩解道。罗素贞苦苦哀求道，掌门大人，我知道我们无论说什么都弥补不了林默这100年来所受的委屈，所以也恳请掌门大人给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弥补他的机会。弥补？刘紫嫣讥讽地笑了。破碎的心又该如何弥补？对父母的失望又该如何重拾信心？若你们真那么在乎林默，早在你们发迹之初就该想要来赎回他了，何必等到林默出现在你们面前才来假惺惺地说要弥补？林天道和罗素贞沉默，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们不知该如何回应刘紫嫣的这番话。发迹之初，他们确实没有想到过还在初圣宗受尽屈辱的林默，穷困潦倒了半生，一日得机缘原地飞升，是个人都不可能够拒绝得了荣华富贵的诱惑。抬头。许久，刘紫嫣那命令的口吻响起。林天道和罗素贞缓缓抬头，只见林默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们的正前方。默儿！林天道夫妇激动地想要上前拥抱林默，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袭来，犹如一座大山一般，将他们镇压得跪在地上动弹不得。本宫允许你们起来了吗？掌门大人，请让他们起来吧。刘紫嫣迟疑了片刻，这才收回施加在林天道2人身上的恐怖威压。旋即，林默伸出手打住了想要上前的林天道和罗素贞。林天道一脸懊悔地道：默儿，是爹对不起你，你跟爹回去，你想要什么，爹都会补偿你。林默摇了摇头，淡然道：不必了，若是放在80年前，你们来赎回我，也许我会跟你们回去，现在却是没这个必要了。默儿，我知道你恨我们。罗素贞泪眼婆娑地哀求道：我和你爹也确实对不起你，可你为什么连一个补偿的机会都不愿意给娘？补偿2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况且我也跟你说过了，我与你们2老互不相欠，因此你们无需补偿我什么。你们来赎回我的实际行动虽迟到了数十年，但终究还是来了。也许这其中存在一些人为因素，至少证明你们有这份心。我在初圣宗过得很好，无需挂念。今后若你们2老不再来打扰我，我还愿意认你们是我的父亲母亲。林默一次性把话给说明白了。世上哪有不挂念父母的孩子？林默心里也清楚，
当初林天道和罗素贞选择把他卖到出圣宗，也着实是无奈之举。如若不然，今天面对着当年亲手把他送进地狱的父母，就不会是这般态度了。只是他们发迹之后，却把自己忘了，让林默有些生气。他本该可以少遭受几十年的折磨，虽然那样一来，他未必可以再激活纯阳圣体，可如果有的选，他还是会愿意在80年前被林天道赎回，逃离出圣宗这座地狱。世上又哪有那么多如果呢？林天道和罗素贞对视了一眼，罗素贞最终说道：好，好，默儿，只要你肯原谅我们，娘和你爹不会再来打扰你。但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请你回来看看娘吗？娘真的有很多话想跟你说。林默这番话，也是让林天道夫妇看到了一丝关系破冰的希望。罗素贞也知道急不得，因此他没有逼得太紧。林默毕竟在出圣宗吃了100年的苦头，他有怨气是正常且合理的。罗素贞很了解自己的其他孩子们，若是换做其他的孩子，他们不会像林默这样好说话，甚至说不定杀他们的心都有。有机会再说吧。林默没有直接答应，但落在林天道和罗素贞耳中，其实就是已经有希望了。默儿，只要你回来，娘和你爹会永远为你敞开回家的大门。罗素贞抹了一把激动的热泪，哽咽道。林默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转头看向刘子嫣身旁的红月大长老。两位，请吧。红月随即下了逐客令。默儿，你一定要回来看娘，娘会一直等你的。踏出侧殿大门之前，罗素贞还不忘回头重复了一句。尽管再如何的不愿离开，林天道和罗素贞也知道，这已经是他们今天过来所取得的最好成果了。红月把林天道夫妇送出去之后，整个侧殿内就只剩林默和刘子嫣2人了。刘子嫣玉手撑着下巴说道，自己明明在出圣宗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却还是愿意原谅他们吗？过往的夜里，我时常会想起他们，那时的我觉得，如果再见到2老，我一定不会原谅他们。可当真正面对着他们的时候，说到这里，林默忽然停了下来，他苦笑一声，没有再接着往下说。哼，你倒是个孝子，本宫倒是能够理解，若他们态度恶劣还则罢了，但他们这般卑微的认错态度，换作世上任何一个孩子，只怕都会这么做，除非是一个冷血无情之人。刘子嫣说道，他阅人无数，自是理解林默此刻是怎样的心情。好了，本宫回去了，你自己一人静静吧。话音的瞬间，刘子嫣当即便消失在首座之上，给林默留下了一人独处的安静空间。一直到第2天，林默方才返回紫天宫的小木屋。喵喵喵！刚推开小木屋的门，林子便从床上跳了下来，朝着林默喵喵叫。林默目光微移，只见在他的屁股后面3条完整成型的黑色尾巴正随意摆动着。你这小家伙成长得挺快，也算是没白养你。林默祥和一笑，随即蹲了下来，揉了揉林子的脑袋。林子也是一个劲的在林默身上蹭，似乎已经认可了他这个饲养员。旋即，林默将林子放到茶桌上，问道：林子，能听得懂老夫的话吗？能听懂哦。林子嘴巴微张，口吐人言，其声音娇中带嗲，简直跟林默挠海中猫娘的声音一模一样。林默瞳孔瞪大，惊讶道：你会说话了？林子答道：从筑基期开始，我就会说人话了，只是以前一直不说而已了。嘶！林默倒吸了一口凉气，旋即一脸期待的坏笑道：林子啊，那你能化形变猫娘吗？嗷呜！林子当即朝林默哈了口气，没好气道：哼哼，你真是个色老头。林默理直气壮地纠正道：我承认我色，但是以修士的年龄来说，我真不老。哼，那不还是没差吗？林子如是说。那又怎么了？人之初性本色，传宗接代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事，饭可以不吃，但不能不色。林默正色道：基因？那是什么？林子歪了歪脑袋，似乎并不理解基因2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算了，反正你也听不懂。林默一本正经地教导道：总之，你只需要知道，如果没有色，你不会来到这个世上。林子当即用一种看待变态的眼神看着林默。好了，说正事。调戏够了林子，林默这才转回正题。林子啊，我为了你这么久，你也不能白吃干饭啊，我需要你帮我去办一件事。好啊，你说，要我做什么？林子双眼一亮，跃跃欲试道：近1年来，他在这屋里也待得够闷了，正想出去透透气呢。圣女苏雨，知道吧？以你现在的修为，应该可以做到暗中跟踪他不被发现了。你去暗中盯着他，如果他有什么异常的举动，随时回来向我汇报。林默笑盈盈道：只要你把此事办妥了，我再去给你买几枚万花丹。一听万花丹，林子的动力瞬间拉满，他原地翻了个跟斗，自信满满道：小事一桩，你先去把万花丹给我买回来，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放心好了，你这么聪明的地狱九尾猫，我能骗得了你？林默一本正经地说道。哼哼，倒是这么的道理。我去也。说罢，林子一溜烟的就没影了。林默嘿嘿一笑，满心欢喜道：没想到女魔头的宠物这么好用，这下我倒不必亲自冒险去跟踪苏雨了。就算林子真被苏雨发现了，那他大概率也不会有事，所以林默压根无需担心林子的安全问题。随即林默出门来到了万丹堂的方室，花了3000灵石，又买了3枚万花丹，接下来只需静待林子的好消息即可。回去的路上，林默总感觉似乎有好几个人在暗中盯着自己。圣女的人，还是龙凤堂？正当林默疑惑之时，那几个人演都不演了，直接包围了上来。你就是林默没错吧？我们师父想请你去坐坐，跟我们走一趟吧。说话的是一名叫做马坤的金丹期修为弟子，龙凤堂的人。从对方的服饰和着装打扮来看，林默也是认出了他们的身份。几位道友，老夫与你们龙凤堂堂主素不相识，何况老夫区区一介杂役，何能成为龙凤堂堂主的座上宾？请恕老夫今天恐怕不能跟你们走了。林默态度强硬道。开玩笑，这要是跟他们到了龙凤堂，自己还能活着出来，那可由不得你。今天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马坤大手一挥，几名龙凤堂的弟子一拥而上，架起林默便朝龙凤堂的方向而去。林默当即调动体内的灵力准备反抗，却又忽然意识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众目睽睽之下，我要是跟他们动手，岂不是坐实了我有杀死彩珍和云霞的实力？当初他摆脱自己的嫌疑，最大的理由便是自己修为太弱，不具备杀死彩珍和云霞的实力。真动起手来，林默可以保证自己今天能走。这样一来，无疑也暴露了自己的真实修为，上次为了摆脱嫌疑做出的努力也就白费了。可要是跟马坤他们回龙凤堂，林默几乎可以100%确定，他绝对不可能安然无恙地走出龙凤堂。更何况龙凤堂堂主至少也是一名元婴老怪，元婴老怪足以看穿他的脸悉数伪装，洞穿他的真实修为。一时间林默进退两难，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林默脑筋一转，很快又想到了一个办法，那便是动用超能力。林默相信以他现在的财力，不可能打不动马坤这几人。可他又想到上次云飞的情况，要是暴露了自己的财力，也难保马坤他们不会过河拆桥。如此不但损失了灵石，就连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行，哪怕暴露实力，老子绝不能跟他们回龙凤堂。下一息，林默内心又做出了决定。龙凤堂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无异于龙潭虎穴，一旦进去了，再想要活着出来可就难了。现在哪怕在马坤他们面前暴露实力，至少自己还有操作的空间。权衡利弊之后，林默虎躯一震，金丹中期的恐怖修为显露而出。那架着他的几名龙凤堂弟子当即被震飞。感受着从林默身上爆发出来的那股比自己更强的气息，马坤非但没有感到恐惧，反而是无比兴奋道：金丹中期，果真是你杀了彩珍和云霞师妹。这边的动静也引起了附近一些其他部堂弟子的注意。杂役部什么时候出了个金丹中期了？不是，我还不如一个杂役，我干脆一头斩死得了。卧槽，这老杂役是怎么做到的？诸多弟子们一脸震惊的指指点点，显然都是被林默那金丹中期的修为给震惊到了。若是某个部堂的亲传弟子，亦或是资历较老的内门弟子，那倒也还说得过去，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可一个金丹中期的杂役弟子，那种感觉就像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一样。哼，老夫是去是留，凭你们还无权决定。林默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浩瀚灵力，震得马坤几人连连后退。趁着他们地狱之际，林默身形一动，仿佛一个眨眼的功夫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马坤没有选择去追击林默，而是选择回去将情况禀报给他们的师傅。金丹中期的林默也不是他们能够应付得了的，只要他们的师傅出手，金丹中期又如何？林默同样插翅难逃。话分两头，摆脱了马坤一行人，林默没有直接返回紫天宫的小木屋。上次执法堂的铁手队长都敢在刘子嫣在的情况下带人去抓他，林默完全有理由相信龙凤堂堂主不可能比铁手怂。只要自己回紫天宫大门右侧的小木屋，龙凤堂堂主包上门逮捕他的。再加上无论是刘子嫣亦或是红月大长老都明确表示过，他们不会出手帮自己解决任何难题，所以刘子嫣和红月大长老也指望不上了。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那里，林默倒是可以去躲躲。问题就在于一旦龙凤堂堂主找上门来，以上官无情和独孤琉璃的实力和地位，显然也是挡不住龙凤堂堂主的。综上所述，眼下他唯一能指望得上的人，
有且只有一个，李欣然。论宗门地位，李欣然也许比不上龙凤堂堂主，好歹他也是元婴老怪，而且又是执法堂的人，指不定还能为自己主持公道呢。就是他会不会帮自己，林默就不是很确定了。但眼下他也没玲玲有更好的选择了，所以只能去找李欣然碰碰运气。按照上次在玉清池时李欣然给自己留的地址，林默一路来到了执法峰的其中一座紫峰，这里都是执法堂资历较老的弟子的住宅区。找我吗？来到李欣然的府邸前，林默刚欲敲门，李欣然的声音毫无征兆地从背后响起。林默猛然回头，这才发觉李欣然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身后了。林默一怔，错愕道：“李欣然前辈，我知道你为何而来，先进来再说吧。”府邸庭院的凉亭里，你来找我是为了寻求庇护吧？李欣然一针见血道：“是。”林默颔首道：“前辈既然知道，想来不用我向你过多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了。”我都知道。关于林默前不久涉及的彩针、云霞案一事，李欣然自然是知晓整件事，包括刚才他和龙凤堂那几名弟子之间发生的事，李欣然也一清二楚。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龙凤堂堂主不会轻易接过此事，我可以帮你应付龙凤堂堂主，但是你需要给我一个帮你的理由。李欣然正色道：“林默一时沉默，自己既不是执法堂的弟子，跟李欣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李欣然确实都没有帮他的理由和必要。因为我对你有价值，李欣然前辈。”良久，林默重新抬头。哦，李欣然黛眉微挑，饶有兴趣道：“什么价值？价值就是我能让你的修为提升更快，不知这样是否足够呢？”李欣然前辈，够。李欣然朱唇微掀，露出一抹风情万种的笑意，与林默对他初印象的那种可靠师姐和前辈的形象相去甚远。这对林默来说也并非很难理解。在初圣宗这种魔门宗派，特别是像李欣然这种能正得元婴之位之人，就不可能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但是你如何向我证明你能让我的修为提升更快呢？李欣然打量着林默，追问道。何修？林默淡淡的吐出两个字。对于林默的这个说法，李欣然并不感到意外，他只是说道：在宗门内修炼合修之法的弟子并不算罕见，但我所修炼的功法并非合修之法，因此合修于我的修为而言不会有任何的提升。李欣然前辈，我很难向你解释得清楚，但我可以拿我的性命向你保证，即使你修的并非合修之法，同样也有效果。你若不信，不妨可以先试试。林默信心满满道。呵呵，说到底你是馋我的身子吧？李欣然美眸一转，直白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对你的身体也稍微感点兴趣，那就先行试试，看看是否像你说的那样，和你合修是否真的能让我的修为提升更快。若不是对林默感兴趣，以他的身份根本不会跟身为杂役弟子的林默有这么多往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仙道门派的弟子们尚且不会跟杂役弟子有过多交集，更遑论是几乎不存在所谓的人情味亦或是善良仁慈这种高尚品格的魔门宗派。林默点头表示没意见，于是李欣然迫不及待地带着林默来到了府邸的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快开始修行吧。李欣然抓着林默的衣领，拖着他坐到了床榻上，迫不及待地道。好好好。林默就喜欢这么直接干脆的。然而就在他准备温柔地为李欣然解开衣带时，李欣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说道：不用这么温柔，你可以换一种你想要的方法。换一种？林默愣了愣神，旋即他按照自己猜测的伸手撕了李欣然身上的衣服，为气劲震碎，散落如叶片，曼妙柔线，秀风如云，很漂亮。林默由心夸赞。就是这样。李欣然俏脸微红，明眸闪亮。我喜欢被掌控的感觉，让我感受你更加阳刚的一面，可以吗？我靠！林默瞪大了瞳孔，惊呆了，没看出来平日里那个靠谱师姐形象的李欣然，原来也有小女人的一面。林默本是没有这种想法，但眼下李欣然想要做一个乖巧小女人，那他自然要满足。不得不说，这次的修行也不止修行，还有修心。好几次林默都以为自己已经表演得够狠了，可在李欣然眼中还是太柔和了。林默不得不让修行更加剧烈，各种林默自己都觉得不堪入耳的语言和称呼都用上了。李欣然反倒修行越加顺畅，一双美眸粉色光芒闪烁，这也让林默觉得李欣然这个女人让他更加喜爱了。持续数个时辰的修行完毕，李欣然一脸迷醉，似乎还意犹未尽。对林默来说，和李欣然的这次修行也算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妙，就是稍微有那么一丁点新奇。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林默有预感，
要是再跟李欣然多合修几次，自己迟早要被他给带坏了。不过嘛，李欣然也确实无愧于元婴老怪。这一战下来，林默吸收了不少来自李欣然的阴气，使得他的修为有了明显的提升。同时，在林默的纯阳之气的滋润下，李欣然的境界也出现了明显的松动。他能够感觉到，比起合修之前，丹田处元婴小人之上的光泽更加明亮了，这也使得他的力量有了明显的涨幅。如何，李欣然前辈，我没有骗你吧？见李欣然一脸惊讶和欣喜的模样，林默淡笑道：“确实有很明显的效果。”李欣然微微一笑，随即起身坐到林默大腿上，纤细雪白的玉臂挽着林默的脖颈，感受着那不断进入自己体内的纯阳之气。李欣然无比兴奋道：“你的阳气很特别，对女修有着极大的裨益，这是能让我的修为出现明显提升的主要因素吧？看来你的身体里藏着一个惊天秘密。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不会囚禁你，将你据为己有。但是今后在我需要你帮我提升修为的时候，你必须来。”李欣然大抵也知道一些林默和上官无情之间的关系。林默一旦失踪，上官无情怕是会满宗门的找，他没必要给自己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乐意为前辈效劳。林默淡淡一笑，询问道：“前辈，不知现在是否还继续？”现在继续不了了。尽管他的身体还很想要林默的纯阳之气，但李欣然已经感知到龙凤堂堂主正在过来的路上了。无奈，李欣然只能百般不舍地从林默身上起来，从衣柜里取出一套新衣穿上。林默大概也意识到了什么，随即也连忙穿好了衣服。而后两人回到府邸庭院的凉亭里。些许，一道仙风道骨的苍老身影从天而降，他双手背负，白发苍苍，苍白的胡须一直蔓延到腹部，威严稳重又充满危险。此人正是龙凤堂堂主血玄道人，晚辈李欣然见过血玄堂主。李欣然起身拱手作揖，林默也跟着起身抱了抱拳。血玄道人捋了捋胡须，慈祥和蔼的轻笑道：“美玉收了的好徒啊，几十年不见，你都挣到元婴了，着实让老夫艳羡。”李欣然跟着笑了笑，随即问道：“血玄堂主过奖，晚辈只是外出历练时受上天眷顾，恩赐了一次机缘，方才侥幸挣得元婴。不知堂主今日造访寒舍，所谓何事？”血玄道人目光微移，落到了李欣然身后一侧的林默身上，一股极端强烈的危险气息如涌泉般涌上心头。刹那间，林默浑身汗毛倒竖。“欣然，你就莫要再次和老夫装糊涂了。”血玄道人冷冷地注视着林默，以不容置喙的口吻说道：“老夫今日只为你身旁的那位杂役而来。彩珍、云霞都是老夫门下颇为出色的弟子，他们的香消玉殒，老夫着实感到心疼和惋惜。身为他们的师父，老夫必须要将残害他们的凶手正法，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李欣然说道：“血玄堂主，晚辈虽有许多年不曾参与执法堂的事务，但对于彩珍和云霞两位仙子一事，却也有所耳闻。没记错的话，玄武分队的铁手师弟此前已经给过堂主一个交代了。若堂主觉得铁手师弟的调查和审讯结果有蹊跷，可以派人上呈新的证据上来，我自会为彩珍、云霞两位仙子主持公道。”闻言，血玄堂主眼睛危险的眯起，语气中已是带有些许警告之意。“欣然，念在你是晚辈的份上，老夫方才给你一些面子，你可想好了，当真要为了区区一介杂役与老夫作对？”血玄堂主此话严重了。李欣然岿然不动道：“晚辈只是就事论事，即使您告到我师父那里，我仍然是这个说法。林默虽是杂役弟子，但与我也有一些交情，您失去两名爱徒的心情，晚辈理解。但如果堂主不能提交新的有力证据，证明是林默杀了彩珍、云霞两位仙子，也还请您理解。”在此之前，李欣然断然是不愿意为了林默去得罪血玄堂主的，眼下却是不一样了。林默的特殊阳气确实可以助他加速提升修为，因此李欣然无论如何都要保下林默。看来你今日是无论如何都要保他了。血玄道人威胁道。李欣然微微一笑道：“堂主，执法堂向来讲究证据，您可能会说对杂役弟子无需证据，但林默手持长老院亲自派发的内门弟子身份令牌，因此从实际角度出发，他完全可以称作是众多内门弟子的一员。”“好得很。”血玄道人脸上露出一抹人畜无害却又格外瘆人的笑容。“欣然，你是个有原则的人，老夫很欣赏你。但倘若你以为你挣的元婴便可与老夫抗衡的话，那你未免也太天真了。今日老夫就要带走这个杂役，且看你如何拦我。”血玄道人此话一出，林默身心顿时紧绷起来，他连忙调集体内的灵力，尽数汇聚于拳头之上。“血玄堂主！”李欣然娇喝道：“此乃执法堂的地盘，今日您若动手，也许您可以从我手里带走林默，
但我也可以向您保证，今后您龙凤堂的弟子最好不会在宗门内惹出任何事，否则自修自焚之塔便是他们的归宿。凭你也敢威胁老夫？老夫先前与你好声好气，既然你敬酒不吃罚酒，那就莫怪老夫以大欺小了。血玄道人还真不吃李欣然这一套，人争一口气，更何况是在一名晚辈面前，因此血玄道人必不可能被李欣然这番说辞震慑。旋即，血玄道人沧桑的手掌探出，对着林墨凌空一握，咔嚓咔嚓，空间坍塌。林墨惊恐地发现，在空间囚牢的压缩之下，他竟施展不出任何的灵力。现在他算是切身地体会到当初阴阳宗的苍鹰在李欣然手底下时是如何的绝望了。这便是降维打击，元婴和金丹真的不是一个量级的。李欣然玉手一挥，如渊四海般的浩瀚灵力涌动，那原本将林墨笼罩起来的空间囚牢开始迅速崩溃。噗嗤，紧接着李欣然忽然毫无征兆地喷出一口鲜血，其气息迅速变得萎靡起来。林墨一惊，很快也是理解了，想来是李欣然为了救他，被血玄道人在空间囚牢上所施加的反震之力给震伤了。哼，欣然，元婴之间亦有差距，想抗衡老夫，再多修炼个几百年吧。说罢，血玄道人大手再次探出，就欲带走林墨。咔嚓！就在这时，一道空间裂缝自林墨和李欣然二人前方被撕开，一名身穿一袭宫装的雍容美妇缓步踏出。执法堂堂主苏美玉。血玄，差不多得了。苏美玉黛眉微蹙，不悦道：你要来执法峰带走什么人，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你不能伤我爱徒。师父。李欣然强忍着胸口的气血翻滚，躬声道：见过苏堂主。林墨也赶忙拱手作揖。苏美玉摆了摆手，示意他们暂且退下。林墨二人一喜，直接无视了血玄道人那阴翳的目光，连忙退到了一边。面对着苏美玉，血玄道人也不再像刚才那般霸道，他只是不满地说道：方才的事你也听见了，老夫与你那爱徒好生商量，他却一直在阻碍老夫，他擅自破坏老夫的空间之力被震伤，这可怪不得老夫。苏美玉也是霸气道：我不管这些，你伤了欣然是不争的事实，看来多年同僚的份上，血玄，今日我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你的徒弟是心头肉，我的爱徒亦是，你那两位徒弟究竟是死于谁手，现在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但我可以姑且认定他们是被林墨所杀。今日欣然是为了保林墨方才被你所伤，便以此伤来抵你那两位徒弟之死，可否满意？血玄道人断然是不满意的，但他也确实不能跟苏美玉彻底撕破脸皮。无论怎么讲，苏美玉也是执法堂堂主，真跟他撕破脸皮，他的执法堂有的是手段对付他龙凤堂的那些弟子。沉吟片刻，血玄道人只得开口道：好，美玉，欣然毕竟是元婴期，他的伤抵我两位弟子的命，老夫认了。那么此事便就此接过，今后可莫要再拿此事来做文章了。血玄道人倒是没再说什么，只是冷冷地瞪了一眼林墨，旋即冷哼一声，挥挥袖袍转身离去了。苏美玉转身问道：欣然，伤势如何？多谢师父关心，我没什么大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李欣然挤出一抹勉强的微笑道：没事就好。苏美玉扫了一眼林墨，说道：血玄那边我已经帮你们打发走了，至于你们两位的事，我不过问，你们自己解决吧。苏美玉回去了，看着李欣然那张略显苍白虚弱的俏脸，林墨愧疚道：给你添麻烦了，李欣然前辈，今日这份人情是我欠你的，也许以我现在的修为无法偿还前辈的这份人情，但日后会有机会的。李欣然摇了摇头道：说什么人情，这不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吗？他帮林墨应付龙凤堂堂主，林墨帮他提升修为，是约定，但是让前辈因此负伤，我也过意不去。林墨莞尔笑道：好了，别婆婆妈妈的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今后血玄堂主又或是龙凤堂的人再敢找你麻烦，告诉我，我会让他们龙凤堂的弟子吃不了兜着走。李欣然神色一凛，刚才苏美玉虽说和血玄道人说好了接过此事，但无论是林墨亦或是李欣然，都不敢拍着胸脯保证血玄道人真的接过此事了。刚才他走的时候明显还很是不服，只是碍于苏美玉，今日他不敢再乱来了而已。来陪我养伤吧，你的阳气对我的伤势应该有很大的帮助。好的，前辈。接下来的几日，林墨都在陪李欣然合修疗伤。李欣然的伤势不算重，只是被当时那股反震之力给震得体内气血翻滚，经脉有些许紊乱。在林墨的纯阳之气的滋养下，仅仅几日便恢复得差不多了。几日的合修下来，
林默和李欣然的修为都有了明显的增长。前辈，还继续吗？一连几日的合修，林默倒是还精力满满。暂且到这吧，我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李欣然虽然还想继续，但这几日来提升的力量让他产生了几分虚浮的迹象。他得好好运转功法，巩固一下这几日所提升的力量才行。太过于急躁，说不定还会取得反效果。那前辈先静养一段时间，我就不打扰你了。去吧。穿好衣服，林默便离开了李欣然的府邸。林默，可算找到你了。刚离开执法峰，回到出圣宗山门，上官无情便找过来了。无情队长，许久不见，近来可好？林默轻松一笑，道：我是挺好的，倒是你没事吧？上官无情说道：我听说几日前你跟龙凤堂的人发生了冲突，然后就不见人了，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多大事。林默言简意赅道：那天我去找李欣然前辈寻求庇护，然后龙凤堂堂主就找上门来了，后面你师父也来了，这事算暂且告一段落。龙凤堂堂主都亲自出面了，这还没多大事。听闻上官无情都惊呆了。林默淡笑道：还行吧，至少现在没事了。没事就好，这几天可吓死我了。上官无情长长的松了口气，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哼，让无情队长为老夫受惊了。哼哼，那你得补偿我。上官无情说道：我最近修炼遇到了瓶颈，去陪我修炼修炼。也行。林默想了想，应承了下来。自己要不是身怀纯阳圣体的话，他是早就被榨干了。但若不是纯阳圣体，他也没有如此艳福。于是林默跟上官无情回到了他的住处。相较于李欣然，上官无情要逊色不少。仅仅3天他就有点顶不住了，但他的气息却隐隐间有着要突破至金丹后期的迹象了。相比之下，林默的修为却是没有多少的提升。以他现在的修为，在跟上官无情合修，更多的是还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亲爱的，你的阳气真棒。上官无情依偎在林默怀中，欢喜道：我正常修炼的话，要突破到金丹后期，至少得10年8载时间，跟你合修了几次，已经快要突破了。上官无情预计，他只要闭关一段时间，就能顺利突破到金丹后期了。那就恭喜无情队长了。搂着上官无情那如水蛇般的小蛮腰，林默笑盈盈道：无情队长。上官无情忽然撅起了小嘴，似是对这个称呼感到不满。嗨嗨，恭喜小晴晴。林默连忙改口：这还差不多。上官无情抬头注视着林默的侧脸，沉吟了许久，上官无情深吸了口气，正色道：亲爱的，我问你个事。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跟别人结成道侣了，你会怎么办？林默猛然一惊，他微微垂眸，只见上官无情神色严肃，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模样。一时间林默沉默了。你不会阻止我，对吗？见林默不语，上官无情眼神深处闪过一抹失望之色。非也。林默捧着上官无情的小脸蛋，强势道：你是我的人，谁也不能把你抢走。这还差不多。上官无情这才满意的笑了。旋即他也是将这么问的原因给林默说了。原来不久前他的父亲给他来了信，说是让他抽空回家族一趟，家族给他安排了一起联姻。不出意外的话，上官无情就要跟别人结成道侣了，所以如果你不想我跟别人结成道侣的话，就跟我回去一趟。好，什么时候？林默问。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林默可以感觉得出来，上官无情确实是真心喜欢自己，他必然也不能让上官无情失望。要不是上官无情的话，过去的这2年他在初圣宗将寸步难行。大概半年左右吧。没问题，到时候叫我一声即可。林默点头。上官无情开心的笑了笑，接着又问：亲爱的，到时候如果推掉了这起联姻，你愿意跟我结成道侣吗？林默想了想，没有正面回答上官无情的这个问题，而是反问道：你不介意？你是说琉璃师妹？上官无情摇了摇头，微笑道：介意的话，我就不会问你了。好，只要你愿意等我，将来我一定会跟你结成道侣。林默也是微微一笑，信誓旦旦道：放心，此生我只等你一人。两人深情地四目对视，房间内的气氛逐渐升温。片刻，林默微微俯首，含住了上官无情那娇艳欲滴的红唇。这一次，林默的动作很温柔，像是爱人的爱抚般。上官无情并非无情，至少此刻的他动了情。他迎合着林默的动作，沉醉于林默的温柔乡中，任由林默索取着他的甜蜜。吻到激情时，上官无情顺势躺了下去。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激战。上官无情直接飞越精神云端，只觉满满的幸福感萦绕在自己周围。
他已经离不开林默了。这般属于女人的快乐和满足感，也许只有林默能够给予她。两人躺着休息了许久，在对方耳边互诉衷肠，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林默方才告别上官无情，回紫天宫的小木屋了。不过在回去之前，林默还是按照惯例先去了一趟玉清池。紫天宫多长时间没打扫了，还不进来打扫？刚回到小木屋，女魔头冷冰冰的声音便自耳边响起。啊，这……林默细想了一下，确实有很长时间没打扫紫天宫了。不出林默所料，紫天宫的院子里早已堆满了落叶，盆景什么的也需要修剪了。于是林默重操旧业，认认真真的打扫起了紫天宫。有了强力的修为之后，林默打扫杂物也更加的干脆利落，效率更高了。不过半天时间，紫天宫的前院、后花园以及人工湖便已经被林默打扫得干干净净，看上去舒服多了。接着便是刘子嫣的寝宫，不出2个时辰，除了林默特地留出来的一个角落之外，其余地方皆已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就在林默收拾家伙事，准备离开之时，打扫干净了。刘子嫣的声音适时的自背后响起。干净了？你确定？刘子嫣美眸微微一凝。不确定。林默挠了挠头，战术干笑道：掌门大人，这不是为了让您出来一下吗？哼，还挺会用小心思。刘子嫣双手抱胸问道：让我出来有何事？直说。就是那个噬魂刀法的第2式，我已经完全参悟了，您看后续还有吗？林默搓了搓手掌，满心期待道。刘子嫣随手又丢出一本书籍道：这是最后一式了。谢掌门大人，我就知道掌门大人最好了。林默兴冲冲地收好书籍，兴高采烈道。刘子嫣不禁翻了个白眼，但不知为何他还挺受用的。本宫问你，苏雨那边你真的确定他是宗门的鬼吗？刘子嫣随即问道。林默想了想，还是给了一个较为保守的回答。通过这段时间和他的交锋，大概率是吧，但如果您让我确定他是不是鬼，我不敢下这个定论。在还没实锤之前，话不能说得太满，无论何时何地都得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才行。刘子嫣思索了片刻，转而又问，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了阴阳邪魔功吧，应该是。那就不奇怪了。听到阴阳邪魔功的刹那，刘子嫣恍然大悟。阴阳邪魔功的诱惑力太大了，他知道阴阳宗这些年来一直想要拿到阴阳邪魔功的修炼之法，只是可惜阴阳邪魔功的修炼之法落到了他的手里。掌门大人，如果我拿到了圣女是鬼的确凿证据怎么办？林默试探性地问道。把证据交给我，我会亲自审判他。刘子嫣语气淡漠，听不出一丝一毫的情感，但他的眼神深处却是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这抹复杂的神色转瞬即逝，但还是被林默给捕捉到了。看来女魔头的内心不像她嘴上说的那么冷酷无情。无论怎么讲，苏雨都是他数百年来的第一个徒弟，而且又是准9品灵脉，年仅20岁便进入金丹期的顶尖天才，甚至将来极有可能能够接替刘子嫣的位置，成为初圣宗的下一任掌门。如此优秀的徒弟，若非情非得已，即便是刘子嫣也不太愿意杀了他吧。随后打扫完特意留出来的一个角落，林默退出紫天宫，回到了小木屋。噬魂刀法最终是皈依。翻开刘子嫣给的书籍，几个玄奥晦涩的大字便是映入眼帘。林默快速地翻看了一遍，也算是初步了解这所谓的最终式了。简单来说，皈依的精髓便是勾魂与斩魄的结合。勾魂一刀具有勾魂夺魄、直斩元神的特殊威力，而斩魄一刀则是一招大范围的杀伤性招式。勾魂与斩魄的结合，那便是代表着皈依彻底弥补了勾魂的杀伤范围太小，导致命中率不高的短处。我靠，有点牛逼。当彻底理解了皈依的精髓所在时，林默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勾魂与斩魄单拎出来或许都不太亮眼，可当这两者结合成一刀时，那就有点恐怖了旋即。林默迫不及待地闭上眼睛，进入冥想修炼状态，开始参悟修炼噬魂刀法的最终式皈依。紫云宫，雨儿，救救娘！雨儿，爹和你娘还有我们苏家上下几百人的命都在你手里了。苏雨，那你应该清楚吧，拿不到阴阳邪魔功，他们所有人都得死。哀求、绝望以及犹如恶魔般的声音在苏雨的耳边徘徊萦绕。啊，这些声音将修炼状态的苏雨给惊得退出了修炼状态。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冷汗早已打湿了他额头和后背。他双手抱头，美眸中满是惶恐与恐惧，两行清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不要，不要！转眼间，半个月时间过去了。噬魂刀法的最终式比林默想象中的要更难参悟。最终式的皈依
听上去是勾魂与斩魄的结合，很简单，可实际领悟和修炼起来却又不是那么一回事。要想将勾魂的特殊杀伤力融合到斩魄里，并且还能跟着斩魄的杀伤力范围扩大，绝非易事。按照归一所讲述的施斩方法，林墨足足挥出了上万刀，也没能斩出一刀真正符合归一的一刀。很近了，又接连挥了上千刀，林墨心中一喜，刚才那一刀只差不足1%，勾魂的特殊杀伤力便覆盖那一刀长达数十里的刀芒了。然而就是这最后的1%，林墨再次苦修了足足7天7夜，即使是在冥想修炼状态下，林墨都感到有点手酸了。轰，又是一刀挥出，一道剧烈的能量爆炸自冥想修炼法的空间内响彻。某一刻，林墨陡然睁开了那紧闭了将近1个月的眼睛。哈哈，道爷我成了！感受着那回馈于脑海之中的修炼记忆与经验，林墨兴奋地大笑出声。近1个月的苦修，他终于彻底领悟了何为真正的归一。现在我应该可以随心所欲地斩出一刀是否具备勾魂能力的噬魂刀法了。喵！就在林墨为自己练成归一一刀而沾沾自喜时，出去了1个多月的林子回来了。快给我万花丹！林子跳上茶桌，以命令的口吻说道。事情办成了，林墨眼神一亮，这还真是双喜临门啊！办没办成先不论，我帮你盯了圣女那么久，难道不该给我1枚万花丹奖励奖励我吗？林子里不直气也壮，林墨竟无法反驳，当即取出1枚事先买好的万花丹丢了过去。林子轻轻一个跳跃，便将空中的万花丹给吞了下去。好了，快说，你盯了这么久，到底有没有成果？当然有啦，喵！吃了万花丹的林子心满意足道：我回来的时候，圣女从她的紫云宫出去了，不出我所料的话，她应该是要去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了。你确定？林墨眼睛微眯，他怎么觉得林子的情报有点不靠谱呢？哼哼，你会不会有点太看不起喵了？我观察了他这么多天，他这趟出门想去干嘛，我还不清楚吗？林子昂头道，看上去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行，暂且信你一次。圣女往哪个方向去了？无论如何，林墨也打算出去碰碰运气。万一呢？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总之他去的方向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林子如是说。我知道了。听林子这么一描述，林墨心里已经有数了。不出意外的话，大概率是上次他碰巧撞见苏雨在鬼鬼祟祟的地方，给林子留下几10颗灵石作为储备粮，林墨便急匆匆地出门了。乌云遮住了月光，使得今晚出圣宗的夜色格外的黑。脸悉数全开，林墨将自己的气息尽数掩藏。他行走于黑暗之中，直奔途经上官无情住处的那片树林而去。不多时，林墨果然发现了苏雨的身影。他正漫不经心地走在青石板路上，似乎是在漫无目的的散步。通过路灯余光的照射，林墨可以清楚地看到，苏雨似乎有点心不在焉的。他跟在苏雨身后许久，在绕了一大圈之后，苏雨最终还是来到了那条较为偏僻的林间小道。左右顾盼了一眼，确认没人发现自己，苏雨一个闪身便是消失在夜色之中。暗中的林墨眉头一皱，急忙跟了上去。由于没有月光，夜色本来就黑，进了树林之后更是伸手不见五指。四周除了稀稀疏疏的环境音之外，唯有苏雨那轻轻踩在树叶上响起的沙沙声。凭借着这细微的脚步声，林墨准确地定位到了苏雨的具体位置。深入树林之后，苏雨的脚步声忽然消失，藏于树上的林墨也紧跟着静止了下来。他屏住呼吸，甚至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那砰砰砰的心跳声。1个时辰，2个时辰，苏雨的脚步声始终没有再响起，林墨也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僵持到了深夜。沙，蓦地，一道极其轻微的脚步声再次响起。林墨竖起耳朵，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沙沙沙，这一次苏雨似乎只是走了几步便停了下来。几分钟之后，一阵翅膀扇动的声音打破了树林中的寂静，扑腾扑腾地飞出树林。来了！林墨瞅准时机，化作一道雷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下了那只飞出树林的鸽子。鸽子腿上绑着一根纸条，林墨取下纸条便将鸽子放飞了。说时迟，那时快，这一切几乎都发生在瞬息之间。林墨重新落回树林之中，他伸出手掌，一缕火红色的灵力照亮了方圆数米的空间。林老头，你……前方不远处，圣女苏雨正一脸错愕惊讶地盯着林墨。晚上好啊，圣女。林墨笑了笑，旋即摊开那张纸条，快速地阅读了一遍上面的内容。内容跟林墨预料之中的大差不差。简单概括一下，就是苏雨简单地描述了一下自己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然后要求那边给自己出一个办法。林老头，你什么时候来的？
苏雨肉眼可见的慌了。林默笑盈盈道：“从你出门不久，老夫就跟着你了。你对老夫出了这么多招，也该老夫出一次招了。只不过林默这一招，便是将军。”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苏雨还在装傻充愣。听不懂？那我让你听懂一下。林默如数家珍一般，一一盘点了一下苏雨对自己出过的招数。没记错的话，白虎分队的琉璃队长第一次来抓老夫的时候，是你在从中作梗吧？他第二次抓我的时候也是。第二次，你让阴阳宗的人大举进攻出圣宗的9号矿脉，吸引出圣宗的注意力。那天晚上刺杀我的人是你吧？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改了声线就是了。第三次，你让彩珍和云霞色诱我，再趁机对我下杀手。圣女，这些我可都记着呢。你都知道。苏雨脸色阴沉，眼中有着一抹肉眼可见的惊慌之色。圣女，老夫看上去像是傻子吗？林默一步步地朝苏雨逼近，只能说你太优柔寡断了，而且顾忌太多。若是你一开始就对老夫下狠手，你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一开始林默还只是炼气期修为，以苏雨当时筑基期圆满的修为，碾死自己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他还是太谨慎了，不敢自己出手。说好听点叫谨慎，说难听点那就是优柔寡断了。你想怎么样？面对着林默的步步逼近，苏雨一脸惊恐的不断后退着。他知道以他现在的修为，已经拿林默毫无办法了。林默噙着一抹玩味的弧度说道：“圣女，你也不想让掌门大人知道你是宗门的内鬼吧？”什么意思？苏雨没听懂林默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还有回旋的余地不成？对不起，林老头，对不起。林默的步步紧逼，彻底击溃了苏雨的心理防线。他双手抱头的蹲了下来，无比愧疚的抽泣道：“我真的不想这样对你，我没办法。”林默眼中弹出一个问号，这苏雨看上去不像是演的。再联想到那天苏雨从外面回来时那一脸低沉的模样，看上去苏雨确实有自己的苦衷。本来苏雨的苦衷也与自己无关，但考虑到刘子嫣不太想失去苏雨这个徒弟，就在林默犹豫要不要做个顺水人情时，苏雨似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抬起那张泪眼婆娑、满是惶恐的脸蛋，恳求道：“林老头，对不起，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怎么帮你？”林默皱了皱眉：“我是被逼的，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的家人……”林默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如实说来：“我听完你的苦衷，再决定要不要帮你。”“好，你听我说，我的家人一开始是把我送到阴阳宗的，但是在我进入阴阳宗后不久，他们就要我来出圣宗当卧底，帮他们从师尊那里拿到阴阳邪魔功的修炼之法。他们拿我父母还有我全家人的性命要挟我，我不能不做。我要是不来，他们就要杀了我全家。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害你的，林老头。你可能知道我的事，我一旦暴露，那就功亏一篑了。为了我的家人，我不得不这么做。”苏雨已是哭得梨花带雨，格外的惹人怜。林默默听上去，苏雨确实是身不由己，但他的话中还存在一些漏洞。以苏雨那准9品的逆天灵脉，阴阳宗怎么会这样对他？难道在阴阳宗眼中，苏雨这位顶尖天才还不如阴阳邪魔功的修炼之法吗？林默想不通，于是便将这个问题说了。听完之后，苏雨解释道：“那是因为除了我之外，阴阳宗还有一位真正的9品灵脉的天骄，我只是牺牲品。”听罢，林默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恍然大悟：好家伙，这些顶尖天才怎么都一个劲的往阴阳宗跑？林老头，求求你不要告诉师尊好不好？他会杀了我的。苏雨抱着林默的大腿，无比绝望的恳求道：“现在不只是他的命，甚至包括他家人的命，几乎全都握在林默的手里了。”然而林默却是摇了摇头：“喂，为什么？”苏雨几乎快要崩溃了：“只要林老头帮我保守秘密，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求求你了。”林默说道：“很简单，因为掌门大人已经对你有戒心了，就算我帮你保守秘密，你也不可能再拿得到阴阳邪魔功的修炼之法了，拖下去毫无意义。想要救你的家人，你必须跟掌门大人坦白，他会将你的情况如实跟他说明，他若是愿意宽恕你，也许你和你的家人还有活下去的希望。”“不会的，师尊不会饶恕我的。”苏雨脸上、眼中甚至是语气中满是对刘子嫣的恐惧。他来到出圣宗虽然没几年时间，但多少也听说过关于过去出圣宗处理卧底的方法。那些曾经卧底出圣宗最后被揪出来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再加上刘子嫣是出了名的女魔头，所以苏雨不敢赌。
你冷静一下，好好的想一想吧。林默知道，以苏雨现在的状态，跟他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不知道。苏雨脸上满是彷徨与迷茫，好似不知自己的未来何去何从。林默轻叹了口气，现在再对比一下，苏雨的命运似乎比自己还要惨。凭借准九品的逆天灵脉品阶，他本该是无比耀眼的天才，但他的父母为他选错了人生道路，但凡苏雨去的不是阴阳宗，他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本以为初圣宗已经足够逆天，没想到阴阳宗更加不是人，连自愿拜入其门下的顶尖天才都拿来的牺牲品，甚至以苏雨全家人的性命为要挟，只是为了区一个阴阳邪魔功的修炼之法。由此也可管中窥豹，阴阳邪魔功确实无愧于顶尖邪修功法之名。阴阳宗甚至不惜牺牲一个准九品灵脉的顶尖天才，也要搞到其修炼之法。师尊真的会宽恕我吗？苏雨独自想了一个多时辰，方才重新抬眸。他似乎已经想通了，我不会向你下掌门大人一定会宽恕你的承诺，但至少在他2次和我说关于你的事时，我能够看得出来，他其实不太愿意失去你这么一位出色的徒弟。况且你目前不是也还没给宗门造成损失吗？只要你回去好好的跟他认错，说明你的苦衷，并发誓今后一定忠诚于他，忠诚于初圣宗，我相信多少还是有一些回旋余地的。林默如是说道。苏雨沉默了一会儿，有些没底气道，其实我已经给宗门造成损失了。林默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不是姐们，你给宗门造成什么损失了？旋即苏雨缓缓道来，原来在他筑基期圆满更换功法时，刘子嫣曾给过他一部名为万血符突厥的功法。这部万血符突厥论品阶虽不如阴阳邪魔功，却也称得上是顶尖功法了。苏雨在修成万血符突厥之后，便复制了一份万血符突厥的修炼之法交给了阴阳宗，以换取其家人的平安。恭喜你，圣女，掌门大人宽恕你的概率又低了几分。林默是又好气又好笑。那怎么办？苏雨心里忽然又没底了。还能怎么办？你难道还有其他选择吗？你现在只能祈祷掌门大人不会为此责备于你了。苏雨一时无言，方才他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他当下唯一的选择便是向刘子嫣坦白，只要刘子嫣愿意宽恕他，那他和他的家人还有一线生机。除了这条路之外，苏雨无论怎么走，前方等待着他的都是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在初圣宗和阴阳宗这等庞然大物面前，他这位顶尖天才显得还是太渺小了。也许他未来可以成长起来，但这需要时间。显然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他成长了。好吧，那林老头，苏雨低声下气地恳求道，你跟师尊的关系应该还不错吧，帮我跟他求求情可以吗？苏雨也知道现在唯一能帮他说话的人只有林默了。刘子嫣或许看在他的修炼天赋格外出色的份上想原谅他，但刘子嫣身为一宗之主，需要一个台阶下，林默显然就是这个台阶。可以，林默答应了。真的吗？谢谢你林老头，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绝情的。苏雨激动地抹了抹眼角的泪水，他仿佛又看到了一缕希望的曙光。然而林默话锋忽然一转。什么？苏雨微微一怔。我可以帮你向掌门大人求情，但是圣女，此前你3番2次欲置我于死地的账又该怎么算？你可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力气才勉强成功的从你的暗算中活下来？这些事老夫不可能当作没发生过。苏雨的命运确实很曲折，也很可怜。难道林默自己就不可怜吗？若非自己身怀纯阳圣体，他连苏雨的第一招都躲不过去。所以这笔账林默一定是要清算一下的。林老头，对不起。苏雨郑重其事，诚恳地致歉道。你说吧，要我怎么补偿你？那我可说了。圣女，你应该知道我修炼的功法是阴阳邪魔功，上次你问我的时候我也跟你说过，这是一种合修功法。所以圣女，我要你助我修行，你曾暗算过我3次，那便以3次合修来偿还。林默语气很坚决，不容置喙。也许苏雨会在心里腹诽他趁人之危，但林默并不在乎，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最开始的刘子嫣不就是被他趁虚而入了吗？苏雨当场一愣，林默的这个补偿要求似乎不在他的预料范围之内，但不知为何，对于林默的这个补偿要求，他内心竟没有丝毫的抗拒。可你不是也说过阴阳邪魔功有弊端吗？苏雨贝齿轻咬红唇，声细如银道。我是说过。林默说道。坏消息是阴阳邪魔功的确有弊端，他只认第一次合修之人的阴气或阳气。好消息是凭借努力与汗水，我克服了这个弊端。若非如此，林默也不可能对苏雨提出合修的补偿要求。苏雨有些委屈巴巴地道。林老头，
我可以答应你的补偿要求，可这样一来，我的贞洁就没了。今后我如何找道侣？这是苏雨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林默却是说道：圣女，你眼下应该考虑的问题，难道不是如何活下去吗？找道侣的问题，于你而言还太过遥远了。实在不行，老夫也可以勉为其难做你的道侣。当然了，前提是掌门大人愿意宽恕你。林默这话说的，都差点把苏雨给气笑了。以他的修炼资质、颜值和身段，只要他开口，愿意跟他结交道侣的人，怕不是能排除千里开外。怎么说的，好像还是他占了林默的便宜一样。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林默的条件也确实不差。也许过去林默只是一个路边一个无人在意的杂役弟子，现在却是今非昔比了。练成了阴阳邪魔功的他，修为突飞猛进，谁知道今后他还会成长到什么地步呢？关键是不知从何时起，苏雨便觉得林默身上有一股独特的魅力在吸引着他，若不是此前，他和林默处于你死我亡的敌对状态。苏雨扪心自问，也许他会有意无意的跟林默交好吧。好吧，苏雨也知道他眼下没有别的选择了，要想活下去和保全自己的家人，他眼下只能选择相信林默。他卧底的身份已经引起刘子嫣的戒心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拿不到阴阳邪魔功修炼之法的他，绝对保护不了自己父母和他苏家上下几百人的命，唯有选择投靠刘子嫣，投靠出圣宗，方才是他唯一的出路。等苏雨准备好了之后，林默便是散去了掌心的火红色灵力，周围的一切再次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啊！光线散去的瞬间，苏雨便是感觉到一双强有力的臂膀将他搂入怀中。不知不觉，早晨的太阳已是自东方的地平线冒头，将第一缕晨阳投射大地。万物复苏，新的一天开始了。林默和苏雨的一番战，也在此刻宣告落下帷幕。好了吗，林老头？苏雨浑身疲软地瘫在林默怀中，说道：这次就先到这里吧。对林默来说，这种程度还远远不够，但是没办法，位置太差了。这片树林虽说偏僻，但如果是白天的话，未必不会有人来。宗门内的一些情侣就喜欢在大白天的来树林里寻找刺激，也许那些人觉得被人撞见也无所谓，相反被撞见的人还可能成为那些小情侣 play 中的一环。但林默可不想被人撞见，反正林默也不急，他对自己的实力也有着绝对的自信，剩下的2次足够他征服苏雨了，因此不必急于这一时。各自穿好衣服，林默还不忘提醒道：圣女莫要忘了，你还欠我2次合修。我知道了。苏雨娇羞地垂着眸，不知为何他内心深处居然开始期待下一次合修了。随即林默便让苏雨先行回紫云宫了，他则是先去紫天宫跟刘子嫣先交涉一番，把苏雨的情况说明白了，如此比直接带苏雨去紫天宫面圣更好一些。跟苏雨分别后，林默倒也不急着回去，他先是去了一趟玉清池，这才回紫天宫。掌门大人。站在紫天宫大厅，林默轻轻地呼唤了一声：本宫在3楼。片刻，林默耳边便是传来了刘子嫣的回应。于是林默沿着楼梯直上3楼，只见刘子嫣盘腿坐在光滑的地板上，似乎是在清修。掌门大人，圣女那边已经得出结论了，呈上来。刘子嫣陡然睁开美眸，命令道。林默不敢迟疑，连忙将截获的纸条呈给了刘子嫣，快速地阅读了一遍纸条中的内容。刘子嫣美眸中当即闪过一抹冰冷的肃杀之意，整座紫天宫的气温在顷刻间骤降。苏雨，你辜负了为师对你寄予的厚望。嗨，眼见刘子嫣就要发飙，林默战术干咳一声，连忙说道：掌门大人，您且先冷静，老奴还有话没说完。说。刘子嫣语气冰冷，似乎的确是对苏雨感到失望了。圣女原先的确是拜入阴阳宗之人，但据她自己交代，她卧底到我宗是不得已而为之。林默事无巨细地将苏雨的情况一一道来。说完苏雨的情况，林默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说道：所以掌门大人，您看，去把苏雨给本宫带来。是。林默赶忙前往紫云宫。虽然刚才刘子嫣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林默觉得应该是有机会的。约莫10分钟后，林默带着苏雨回来了。一见到刘子嫣，苏雨便双膝跪了下去，根本不敢跟刘子嫣对视。在刘子嫣的威压下，他的娇躯都在颤抖。刘子嫣那几乎要杀人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苏雨，冷声道：苏雨，方才林默所言是否属实？是，师尊。苏雨声音微微颤抖，声泪俱下地道：对不起师尊，弟子辜负了您的栽培，但弟子真的是迫不得已。阴阳宗宗主挟持了我的父母和家人，弟子真的没办法。然而苏雨话音刚落，却见刘子嫣衣袖轻轻一挥，
恐怖的力量当场将苏雨拍飞，一抹鲜血也随之喷薄而出。旋即，刘子嫣起身，迈着冷若冰霜的步伐朝苏雨逼近。你以为你跟本宫说这些，本宫便会可怜你、原谅你吗？紧接着，刘子嫣玉手凌空探出，苏雨当即飞入其手中，犹如一只小鸡一般，被刘子嫣掐住了命运的脖梗。师尊，弟子对不起您，弟子罪该万死。若您觉得杀了我会让您好受一些，弟子愿意赴死。苏雨紧紧地抓着刘子嫣的手腕，那不断滑落的清泪打湿了刘子嫣的玉手。哼，对待卧底，本宫从不心慈手软，我这就送你解脱。掌门大人，且慢啊！林默适时的出声打断了刘子嫣的施法。他算是听出来了，刘子嫣若真想杀了苏雨，倒也不必如此废话了。他在等一个台阶下。林默，你最好有事。刘子嫣眼角余光一瞥，林默连忙上前，苦口婆心地劝说道：掌门大人，在您决定是否要杀了圣女之前，还请您听老奴说几句。如方才老奴和您所说，圣女到我宗当卧底，属实是身不由己，她是受阴阳宗宗主所胁迫。您若杀了圣女，事情是解决了，可您不也中了阴阳宗宗主的计吗？而且老奴觉得圣女自愿认错且脱出实情，说明她有悔改之心。再说阴阳宗宗主如此对待她，换作是任何人都会对阴阳宗这个宗派失望透顶了。更何况阴阳宗宗主给您送来圣女这么一个优秀的弟子，您若是不收下，岂不是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番好意？加上圣女尚且年轻，也还算是个可塑之才，何不给她一次机会？林默游说的同时，苏雨亦是一脸祈求地看着刘子嫣。哼！思索了片刻，刘子嫣一声冷哼，松开了那掐着苏雨脖梗的手。嗨！刘子嫣双手背负，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瘫坐在地上剧烈咳嗽的苏雨，将一枚丹药丢到他面前，冷声道：苏雨，本宫便给你一次机会，这是一枚万重氏心丹，服下它。苏雨不敢怠慢，连忙捡起地板上的万重氏心丹，一口吞了下去。这枚丹药平时会藏在你体内，不会有任何的不适。若你再有任何不利于出圣宗之举动，你便会体会到万重噬心之痛，那种死法绝对是世上最美的艺术。是，师尊。苏雨连磕了几个响头，感激涕零道：感谢师尊给弟子的机会，也感谢林老头，弟子向天道起誓，我苏雨今后绝对忠诚于师尊，忠诚于出圣宗。若有任何背叛之意，苏雨愿遭五雷轰顶，堕入无边地狱，饱受万载又万载之折磨。哼！刘子嫣冷眼一瞥，质问道：且说说吧，你都透露了宗门的哪些秘密给阴阳宗？禀师尊，弟子没有透露过任何宗门的秘密，只是什么？刘子嫣的声音陡然一沉。苏雨暗暗地咽了口唾沫，战战兢兢地如实道来：只是您上次给我的万血符突厥，弟子抄了一份复制品给出去了。咔嚓咔嚓，苏雨话音刚落，刺骨的寒意陡然自刘子嫣身上爆发开来，地板、墙壁以及天花板上随之附上了一层厚厚的玄冰。林默也是吓得不敢动弹。据苏雨所说，万血符突厥是一部顶级的功法，其价值根本无法用灵石来衡量。刘子嫣没有立即杀了苏雨，都算是克制的了。对不起，师尊。知道刘子嫣气在头上，苏雨也不得不诚恳地认错道：弟子愿意一辈子为奴为婢来偿还。刘子嫣收回眼中的杀意，寒声道：你已经不配喊本宫师尊了，苏雨，你被逐出师门了，但圣女之头衔，本宫仍然为你保留。是。苏雨低着头，根本不敢有意见。至此，林默这才长长的松了口气。看样子苏雨是躲过这一劫了。他也知道刘子嫣之所以保留苏雨的圣女头衔意欲何为。不出意外的话，刘子嫣保留苏雨的圣女头衔，应该是不想让阴阳宗发现苏雨已经暴露了。看来女魔头有自己的想法。阴阳宗把苏雨当成卧底安插在他身边，他又何尝不能反过来利用苏雨对付阴阳宗呢？今后没有本宫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宗门半步。至于你的家人那边，本宫会亲自去确认你之所言是否属实。刘子嫣随即转过身，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苏雨，领声道：记住，本宫饶你一命，并非本宫仁慈，而是你还有利用价值。你是否能弥补罪过，以及想让本宫帮你救出你的家人的话，就看你给本宫创造的价值够不够了。是，弟。苏雨知道了，掌门大人。深深地低着头的苏雨，眼泪如涌泉般滑落，这是激动的泪水，以及劫后余生之后如释重负的泪水。这个结果于他而言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刘子嫣的话说的也许有点难听，但苏雨也庆幸自己还有利用价值，否则刘子嫣根本没必要再留他存活于世。林默，掌门大人，老奴在，今后由你负责看着苏雨，若他有任何异常举动，
随时可将他拿下，交给本宫处置。刘子嫣吩咐道：“是，掌门大人，老奴领命。”林默一听，竟还有这种好事，当即一口应承了下来。随即，刘子嫣亲摆玉手，下了逐客令。林默连忙带着苏雨离开了紫天宫。圣女怎么还愁眉苦脸的，不开心吗？踏出紫天宫大门，林默调侃道。苏雨沉声道：“也没有了，只是这种时候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吧。”刘子嫣是宽恕了他的罪过，但对苏雨来说，今天所发生的事算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了。呵呵，你倒也不用那么在意掌门大人的话。林默轻笑道：“掌门大人很多时候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他的话你听一半即可，用人话来讲就是傲娇。”真的吗？苏雨半信半疑。那是自然。林默自信满满道：“老夫好歹也陪伴了掌门100余年，他的性格我多少还是有点了解的。日后你表现好点，说不定还能重回他的门下。”今天谢谢你了，林老头。苏雨这才扬起一抹微笑，郑重其事道：“谢谢你愿意帮我，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可能已经死了吧。亏我以前还那么对你，对不起啊。”刘子嫣今天给他的惩罚听上去是挺严重的，可如果仔细琢磨下来，刘子嫣对他真的很手下留情了。苏雨那本暗淡无光的人生前路又照射进来了一缕希望的曙光，他又有了重新走下去的动力。要真觉得对不起老夫，今后多补偿我一下就好。林默咧嘴一笑：“讨厌了。”苏雨顿时红了脸颊。到了现在，林默基本可以确定苏雨确实没什么心计，他以前对付自己的那些手段，说不定都是阴阳宗的人给他出谋划策的。仔细想想到也不难理解，苏雨12、13岁就来出圣宗了，这个年纪的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心机和算计？若是抛开苏雨是阴阳宗卧底的身份，他应该称得上是整个出圣宗里最单纯的人了。嗷呜！苏雨跟着林默回到他的小木屋，趴伏在茶桌上的林子立即弓起了身子，不停地朝苏雨哈气，他似乎把苏雨当成敌人了。这是掌门大人的宠物。苏雨黛眉微挑，询问道：“林默随手又将奖励了林子一枚万花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脑壳，示意他无需紧张。圣女，想知道老夫是怎么发现你的吗？”苏雨轻手轻点。关于这一点，他确实没想明白。昨晚晚上出门前，他是知道林默近期都待在自己的小木屋里的，可他又是怎么发现自己出门的呢？林默眼神示意了一下林子，说道：“老夫派了这只小家伙去监视你，所以才得知你的一举一动。”苏雨一时语塞，感情他千防万防，愣是没防到刘子嫣的这只小宠物。挺好的，干得不错哦，小家伙。片刻，苏雨释怀地笑了。说起来，他还得感谢林子呢。如若不然，在阴阳宗与林默的双重压力下，他的精神和心理防线迟早的崩溃，从而染上心魔。真到了这一步，他这位耀眼的天才，这辈子恐怕也就这样了。林子一脸疑惑地眨了眨眼睛，似乎还没搞清楚林默和苏雨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了，林老头，掌门大人让你看着我，你要怎么看呢？搬到紫云宫和我一起住吗？这就不必了，圣女。林默战术干咳道。说到底，老夫现如今也还是紫天宫的御用杂役，况且这间小屋老夫已居住100年有余，这里的环境固然是没法跟紫云宫相比较，可若是让老夫搬到一个新地方居住，老夫反倒还不适应。考虑到刘子嫣极有可能在偷听他们聊天，林默颇为委婉地拒绝了。好吧，对此苏雨倒是不强求，圣女且先行回去吧，老夫要打算闭关一阵，距离和上官无情约定的时间就剩5个月了。在此之前，林默还是想尽量提升自己的修为。苏雨的事情也已告一段落，接下来的时候他倒是可以安心修炼，无需考虑其他事情了。那我走了。临出门前，苏雨回眸补充道：“林老头，想看我的话，直接来紫云宫找我就行了。”林默微笑着点了点头，目送苏雨离开。苏雨走后，林默没有立即修炼，而是先去了一趟长老院，找红月大长老领取一下尾款。尾款的2万灵石，在如今的林默看来倒是没当初那么多了，主要还是红月大长老允诺给他的下品天阶刀具法宝。随着修为的提升，仅有中品临阶品级的黑刀已经满足不了林默的需求了，他需要一把品阶更高的刀具法宝作为自己的新武器。磨合新武器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很重要。哎呀，小奴才，你今天可真是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长老院的后花园里，红月接见了林默。听完林默的汇报，他这才知道林默已经把苏雨给揪出来了，所以掌门大人是如何处置圣女的。惊讶过后，红月又问。林默言简意赅地将刘子嫣的处置方案给红月大长老叙述了一遍。听罢，红月大长老似乎并没有感到很惊讶，意料之外，倒也在情理之中。好了，既然事情已经办妥，
那么事先允诺给你的报酬自然要兑现。红月玉手一招，一枚储物戒闪现而出，2万灵石和一把下品天阶刀具法宝都在里面了。感谢大长老，这1年多以来的努力总算是得到了回报。林墨颇为激动道。回想过去的1年多以来，他曾数次身处险境，险象环生，现如今也算是拨开云雾见天明了。告别红月大长老，林墨便迫不及地回到了自己的小木屋，取出储物戒中的中品天阶刀具法宝，掏出来研究了一番。这是一柄长约5尺，通体呈现赤红色的长刀，那犹如淬血一般的刀锋，看得人头皮发麻，不寒而栗。长约1尺的刀柄雕刻着密密麻麻的骷髅头，骷髅头面目狰狞，犹如一只被囚禁于地狱的恶鬼，在痛苦的挣扎。刀的名字简单粗暴，又不失霸气，唤作煞血。红月大长老还很贴心地放了一张关于煞血的介绍。简单来说，煞血是一柄可以通过不断汲取敌人的血液，从而不断强化自身威能，甚至提升自身品阶的刀具法宝，最高可提升至极品天阶法宝的地步。除此之外，煞血还有一特性，只要刀锋触碰到血肉，刀便会释放出恐怖的吸力，抽取敌人体内的血液，强化自身。反应不及时之人，短短数息即可被炸成人干。我靠，能自提升品阶，居然只是下品天阶法宝。看完关于煞血的介绍，林墨惊呆了。煞血能够快速抽取敌人血液的特性本身就很恐怖了，甚至还能通过这个特性来强化自身。即使这只是一柄下品天阶法宝的刀，其价格绝对不会低于那些上品天阶法宝。林墨保守估计，这柄煞血没有1800万灵石根本买不下来。这个价格对林墨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可对于初圣宗所拥有的资源和财力来说，却只是9牛1毛。呵，这红月大长老有点意思。林墨又惊又喜，红月大长老给他这么一柄能自提升品阶的法宝，看来是别有用意。这个用意林墨大致也能猜到了，不出意外的话，也许是刘子嫣和红月大长老意识到了他本身的价值，想借此机会来收买他的人心。林墨倒没想那么多，他的纯阳圣体的确有着无穷的价值，前提是自己得成长起来才行，成长不起来，一切都是空谈。所以自从激活纯阳圣体以来，林墨一直都很低调行事，从来不张扬。作为穿越者，他深知锋芒毕露易夭折的道理。好，该开始修炼了。收回心神，林墨稍作调整，便是再度进入了冥想修炼法状态。反正短短5个月时间，他也不可能突破得到金丹后期，还不如利用这点时间来磨合一下煞血这把新刀。通过3个月的冥想修炼，林墨已经跟煞血磨合的差不多了。余下的2个月时间里，林墨倒是好好的给自己放松了一下，每天基本上都是在逗猫跟溜猫之间度过的。龙凤堂的人似乎也偃旗息鼓了，没有再来找林墨的麻烦。林墨倒是图了个清静。林子，你先自己回去，老夫要去办点事。出发的前几天，在溜了一遍林子之后，林墨便让他先回去了。那我走了喵。林子双脚一蹬，瞬间便消失了。经过林墨这段时间的调教，林子已经很听话了。严格来说，林墨现在才是他的衣食父母。曾有几次林子跟林墨闹脾气，林墨直接断了他几天的粮。自那之后，林子就老实了。好久没见独孤琉璃那小妮子了，去找她玩玩。随后林墨来到了执法堂白虎分队办事处。由于独孤琉璃事先交代过，林墨很顺利地进入了独孤琉璃的办公室。只见独孤琉璃慵懒地躺在椅子上，双脚架在桌面，一阵轻飘飘的鼾声不断地传来。看着独孤琉璃那有点憨憨的摸鱼样，林墨差点没绷住笑出声。小妮子这鱼摸得挺舒服。林墨咧嘴一笑，玩心大起。他蹑手蹑脚地绕到独孤琉璃身后，抓起他那垂落在地板上的尾巴，缓缓地放到独孤琉璃的鼻息间，轻轻地上下扰动。哈啾！一个喷嚏惊醒了昏睡之中的独孤琉璃，他苏醒时的剧烈动作导致其一个不慎从椅子上跌落在地。谁啊？谁这么缺德？独孤琉璃有点急眼了，骂骂咧咧道：噗！哈哈！林墨最终还是没忍住，很不厚道地笑出了声。听到林墨的笑声，独孤琉璃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哼哼，小老头，都是你干的好事，对吧？重新起身的独孤琉璃双手叉腰，气哼哼地道：那要不我补偿你一下。林墨止住笑声，忽然变得严肃了下来。哼，当然要补偿了。问题是，我也不知道要你怎么补偿我呀。说到补偿，独孤琉璃却又犯难了。他当然知道这是林墨跟他开的一个玩笑，真要认真问林墨要赔偿，似乎有点不太好吧？这还不简单吗？林墨从身后搂住了独孤琉璃，在其耳边笑眯眯道：今天我就勉为其难，肉偿你一下好了。嘿嘿，也不是不行。
说到这里，独孤琉璃可就不困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跟林墨合修了，他好几次想主动去紫天宫找林墨，但又怕打扰林墨修炼。小老头，我们走，去我那里。何必这么麻烦？就在这里吧。说着，林墨一个公主抱将独孤琉璃抱起，坐到了他的办公椅上。啊，这里吗？不太好吧？万一被我的师弟师妹们听到，岂不是很尴尬？独孤琉璃似乎有点担心。没事的，你忍着点不就好了？林墨坏笑道。我和无情队长在朱雀分队的办事处战斗过哦，你不想也体验一下？什么？那我也要体验一下。林墨此话一出，顿时坚定了独孤琉璃的决心。其实仔细想想，在办公室里的话，好像还蛮刺激的，有一种偷腥一般的紧张和刺激感。一番酣战下来，独孤琉璃已是香汗淋漓。好了，小老头，我真的要撑不住了。独孤琉璃脸蛋通红，气喘吁吁道。林墨道也没有得寸进尺，他看得出来，要是再来一次的话，怕是整个白虎分队办事处都知道他们在办公室里干啥了。不过无论是林墨亦或是独孤琉璃都还没有尽兴，于是他们转移战场，来到了独孤琉璃的住处，酣战3天3夜，直到独孤琉璃求饶，林墨这才暂且放过他。琉璃队长，老夫先走了。完事之后，林墨估摸着时间也差不多了，该去找上官无情会合了。啊，小老头怎么这么急着走呀？哼，真是个无情的男人呢。独孤琉璃耍起了小脾气。嗨嗨，琉璃队长，并非你想的那样。那你干嘛那么急着走呀？又不是赶着去投胎。独孤琉璃才不信林墨鬼话。无奈之下，林墨只好将原因如实道来。啊，你说什么？独孤琉璃一听，一个弹射起步坐了起来，惊讶道：无情师姐要劫道侣了？那你干嘛不让她回去劫道侣？这样就没人跟我抢你了。林墨无奈地笑道：琉璃队长别闹，在我心里，你和无情队长都是一样的，如果换作是你，我也会做一样的选择。好吧好吧，我也不是要让你难做了。独孤琉璃说道。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快去吧，回来记得补偿我就好。一定。最后狠狠地亲了一口独孤琉璃那吹弹可破的娇艳红唇，林墨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刚回到出圣宗山门，林墨就遇到了上官无情，他似乎也在找自己。小老头，正好，我刚打算去找你呢。远远的，上官无情便朝林墨挥手打招呼了。呵呵，我可一直记着呢。林墨上前呵呵笑道。差不多可以出发了。再不回去的话，我爹怕是要亲自找过来了。上官无情问道。小老头，你还有事没处理完吗？林墨摇了摇头。事不宜迟，那我们这就走。于是林墨二人不再迟疑，结伴离开了出圣宗山门。从山门出来之后，两人一边赶路，上官无情一边给林墨介绍关于他家族的一些基础信息。上官无情来自于天渊大陆的东域，他所在的上官家族扎根于天渊大陆东域大秦皇朝的首都秦阳城。放眼整座秦阳城，上官无情的家族其实并不算多么耀眼。即使抛开大秦皇朝的皇室不谈，秦阳城里也还有诸多的王公贵族。这些王公贵族大多都与大秦皇室有关系，家世显赫。上官家族也算是诸多王公贵族的一支，只不过在诸多的王公贵族当中，上官家族属于比较示威的，所以他们才要跟那些和大秦皇室关系匪浅的王公贵族进行联姻，以壮大上官家族的影响力和权势。此次上官无情要联姻的对象是大秦皇朝兵部尚书的公子穆雨来。由于常年都在出圣宗，上官无情也不知那穆雨来是何种修为，但在他离开家族前往出圣宗拜师学艺之际，曾听说过这位穆雨来。据说穆雨来身怀8品灵脉，天赋卓绝，如此灵脉品阶，纵使放眼整个大秦皇朝，那也绝对称得上是第一梯队的绝顶天才了。按照正常逻辑，上官无情能跟穆雨来联姻，无论是从家族层面亦或是修炼天赋层面，都是他高攀穆雨来的高枝了。与此同时，出圣宗龙凤堂，师父，那林墨跟着执法堂的上官无情离开宗门了。一名龙凤堂的弟子来报。甚好。血玄道人睁开眼眸，眼中迸发出一抹杀意。死在宗门外，可就怪不到我龙凤堂的头上来了。去通知你们的大师兄，让他带人跟上去，找机会将那林墨打杀了。稍作停顿，血玄道人又补充道：那上官无情若是阻拦，便连他一同打杀。是，弟子这就去办。大秦皇朝秦阳城，经过将近10天时间的赶路，恢宏壮阔，犹如一条匍匐于地底的巨龙般望不到尽头的秦阳城终是出现在视线之中。密密麻麻的建筑之中，其中有数十栋气势磅礴的高大建筑鹤立鸡群，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着璀璨的金色光芒。
显然，那里应该就是大秦皇朝的皇宫所在了。在初圣宗几乎待了一辈子的林默，也算是第一次开了眼界了。天渊大陆很大，也很精彩。林默过去的110多年人生所活动的区域，连天渊大陆的冰山一角都称不上。有上官无情引路，林默这个外地人也是很顺利的通过了城门的官兵盘查。行走于秦阳城的街道，给林默最大的既视感便是这里的一切都很干净、整洁、有条不紊，跟青州城那种混乱、摊贩随地摆摊吆喝完全不同。每走几步，林默都能看到身穿甲胄、手持长枪、面向威严的官兵在沿街巡逻。小老头，你应该是第一次来这种大城池吧？有没有感觉很新鲜？上官无情有点骄傲地问道。确实是开眼界了。林默抚须轻笑。从街道的干净整洁以及四处可见的巡逻官兵，即可一窥大秦皇朝的繁荣昌盛。上官无情嘿嘿一笑，说道：“其实这都不算什么了，等以后你离开宗门出去历练了，那才是真正的开眼界。”林默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其实在来秦阳城的路上，林默就大致能推测出天渊大陆究竟有多大了。若把天渊大陆比作一颗星球，那它的表面积不会亚于一颗太阳的表面积，甚至更大也不一定。上官无情家位于秦阳城的南边，从秦阳城东门进去也有很长一段路程，主要是秦阳城上空不允许飞行，所以林默二人只能用脚下的步伐一步步丈量。一直到傍晚时分，林默二人方才来到上官府邸附近的街道。按照上官无情的意思，他要先回去跟他父母打一声招呼，可能要明天或者后天，林默才能以客人的身份入住上官府。林默倒是无所谓。和上官无情分别后，林默在附近找了一间旅馆作为落脚点暂住了下来。稍作休整，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夜晚的秦阳城灯火通明，热闹非凡。林默就犹如初到大城市的打工仔一般，在旅馆里肯定是待不住的。于是林默孤身一人开始探索秦阳城。林默不打算在秦阳城外围瞎逛，一般像这种皇朝的首都城池，好玩的基本上都在靠近皇宫那一带，也就是俗称的一环、二环。所以林默的目标很明确，从旅馆出来之后便直奔秦阳城二环。由于林默目标明确，再加上又是一个人赶路，仅用了1个时辰，林默便从秦阳城4环开外进入了二环。果不其然，二环的街道比上官府的4环开外要热闹得多了。各种高档茶楼、餐馆、服装、药方以及饰品店随处可见，眼花缭乱。即便是走在街道上的人，一个个都珠光宝气，非富即贵。林默走在其中，反倒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不过林默身上隐隐散发的那种仙风道骨的气息，倒也没人敢小觑他。闲逛之余，林默来到了一栋恢宏壮观、灯光十分花里胡哨的大楼脚下。门口处，几名打扮的花枝招展、妖娆妩媚的美妇正笑容灿烂的接待以及欢送客人。这种地方，林默一眼就能看出其性质。旋即，林默目光向上位移，只见大楼的牌匾上雕刻着几个大字：温柔乡。道长，上来玩啊！就在这时，温柔乡2楼窗台处传来一阵莺莺燕燕的声音。只见几名穿着5颜6色霓裳纱衣、浓妆淡抹的勾栏美人正朝林默挥着青葱玉手。呵呵，今日无事，勾栏听取。踌躇片刻，林默决定还是先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万里迢迢从初圣宗来到秦阳城，不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那岂不是白来了吗？于是林默大步流星地迈上台阶。哟，道长您可算来了，您可知道我等您等得好辛苦，道长快快里面请。一名接客的美妇满面春光地迎了上来，还很热情地挽着林默的手臂，带他进入了大堂。道长可有熟悉的姑娘？老身给你安排。美妇热情的就像是林默的老熟人一般。林默二话不说，先是将100颗灵石塞给了美妇，慢条斯理道：贫道初来乍到，劳烦宝安排一下。哎呦，收下100灵石，美妇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道长您放心，你就说喜欢什么类型的，老身一定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我们这里有温柔恬静的，有热情火辣的，有异域风情的，总之啊，各种类型的应有尽有。虽然姑娘们的风格有所不同，但是道长您请放心，老身向您保证，这些姑娘琴棋书画全都会。若道长想和姑娘们促膝长谈，她们也可以陪道长谈天说地。美妇一边介绍，一边带着林默踏上了左边的楼梯。穆公子，您来了，妾儿等您很久了。就在这时，一道谄媚的声音从后方传来。捕捉到关键词的林默回头一看，只见一名风度翩翩、温文儒雅的公子手持一柄纸扇，在另外一名美妇的陪同下进入了温柔乡大堂。只不过跟林默不同的是，他们走的是右边的楼梯。林默观察了一看，发现左边和右边楼梯上去是完全不相通的。宝儿，
为何那位公子走的是另一边？询问的同时，林默又给美妇塞了500灵石。拿了好处，美妇也是无比仔细的给林默介绍道：道长您有所不知，我们温柔乡呀是分2个不同的经营区的。我带您走的这边是专门接待来自大陆各地的江湖人士，那一边呢，主要接待的是咱们秦阳城的达官显贵。说到这里，美妇稍微压低了声音：道长您也别介意，那边的姑娘基本上都是有主的，除了固定的那些达官显贵们，他们是不接其他客人的。原来如此。林默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接着继续问：刚刚那位穆公子一身正气，气宇轩昂，想来在这秦阳城的地位不会低。道长好眼光，那位穆公子可是大秦皇朝兵部尚书的公子爷，可不是我们这些小民能惹得起的。美妇也不敢在这个话题上说太多，赶忙又转回了正题：道长，我们还是说回来吧，不知道长您喜欢什么类型的姑娘呢？善解人意的，而且还要够风骚，越风骚越好。美妇会心一笑：老身明白，道长您且先去房间稍作等候，老身这就去给您安排。美妇领着林默进了一间客房，给林默倒了一杯热茶，便退出去了。林默没有喝茶，而是环顾了一圈房间。房间的陈设比较简单，唯一值得注意的，也许就是隐藏在帘布后面的一口3平米左右的小浴池了。嘿，看上去服务项目还挺齐全。林默咧嘴一笑，也不愧是秦阳城2环内的青楼，房间里面还带浴池的青楼确实不多见。不一会儿，房间被敲响了，请进。在得到林默的许可后，一名身姿妖娆、穿着一袭性感青色纱裙、裸露着嫩滑香肩的女子进来了。她微微欠身，躬声道：小青见过道长，不知道长可否满意？林默上下打量了一眼小青，身材前凸后翘，脸长得也还算精致，主要是她半透明纱裙裙摆下那双修长洁白的玉腿格外的勾人。不错，就你了，多谢道长。小青风情万种一笑，旋即说道：那么劳烦道长先结一下账，小青这就开始给您服务。多少？林默挑了挑眉，根据前世的经验，确实有这种先结账再服务的。如果要细问，他们会说这是上面定下来的规矩，他们也只是按规矩办事而已。事实上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玩完不给钱，或者说没钱给。3000灵石包所有服务哦。小青伸出3根青葱玉指，笑盈盈道。林默干脆利落地接了3000灵石，他倒要看看3000灵石的服务究竟能玩出什么花样。收下灵石，小青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妖娆。他搬来一张椅子，让林默坐上去，接着便是环绕着林默跳起了一支和林默有着诸多互动的舞蹈，时不时还向林默展示他那傲人的身段。小青明显是老员工了，深知对于男人而言，若隐若现才是最能勾起男人的兴趣和视觉神经的。林默每次想动手动脚，都被小青给温柔地推开了，似乎完全拿捏了林默的心理。这点小套路，林默早已心知肚明，但他也乐意配合。他毕竟是来享受的，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懂得拿捏心理的姑娘。一支舞蹈过后，小青又搬来一架琴，玉指轻拨琴弦，弹奏起了一曲轻柔静谧的曲子。在琴音的作用下，林默的身心不知不觉地放松了下来。一曲毕，小青询问道：道长，要不要先去泡个澡呢？跟上官无情赶了近10天的路，正好可以洗洗身上的灰尘。旋即，小青带着林默来到浴池边，她示意林默抬起双手，而后主动地为林默宽衣解带。下了浴池，小青则是斜躺在浴池边上，一边往浴池里撒花瓣，一边跟林默聊天。还不知道长尊姓大名呢？免尊姓林。原来是林道长呀。小青风情万种地谄媚道：我见过不少的修仙人士，但像林道长这种仙风道骨、气质沉稳而内敛的，还是头一次哦。呵呵，林默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闲聊之余，小青很快将浴池的水面铺满了红色的花瓣。随后，她趴到林默身后的浴池边，一双玉手探入水面。林道长，有没有人说过，你身上的阳气很雄厚？小青附在林默耳边，吐气如兰道：呵呵，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林默轻笑：确实呢，我可以感受得出来哦。清洗完胸膛，小青随即起身，身上的纱裙也不脱，直接进入了浴池。在其进入浴池的瞬间，林默抓着他的小手一拉，将其拥入怀中。林道长莫心急嘛，我先帮你把身子洗洗干净。小青青葱玉指勾了勾林默的下巴，妖艳红唇勾起一抹风情万种、妖娆妩媚的弧度。林默笑了笑，随即闭上眼睛，全身心地享受着这令人身心愉悦的温柔香。怎么说呢？对于这项鸳鸯浴服务，满分10分的话，林默可以打上8分。小青的服务很到位，再加上他把握的恰到好处的尺度，让此次体验感直线飙升。光是这项服务，林默就觉得值1000灵石了。接下来更是多达10几项的调情服务，不断地刷新着林默对这一行业的认知。床榻上，
就在小青准备进入正题时，林默把他给打住了。林道长怎么了？小青微微歪了歪脑袋。这一步就免了。林默正色道：小青姑娘，你换个方式吧。小青一听也是懂了，林默大概是嫌他脏吧。这种事情对于小青来说倒也算是习以为常了。确实有一些客人花了大价钱却不跟勾栏美人们办正事的，他们倒也知道这些客人享受是服务过程，至于正事办不办是无所谓的。于是小青按照林默说的那般换了一种方式。约莫3个时辰后，小青长长的松了口气，虽然没办正事，但她仍然感觉浑身都快要虚脱了。林道徜徉气比我预想中的更甚，谁若是当你的道侣，想来不知该有多幸福呢。趴在林默胸膛，小青有气无力地道：哼，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挡得住老夫的攻势，至少在这一方面林默还是很有实力和信心的。看出来了，并非是小青迎合和谄媚林默，而是实话实说。道长，不过夜了吗？您要是还不尽兴的话，小女子还可以再帮你解决一次哦。稍作休息，见林默起身要走了，小青出口挽留：多谢小青姑娘的好意，贫道还有事，就不打扰你的时间了。林默婉拒了小青的挽留。林默确实还没尽兴，他是怕再继续留在这里，自己会忍不住家中。零食他倒是付得起，林默就怕耽误了正事。所以穿好衣服之后，林默便从温柔乡出来了。此时已是深夜，但秦阳城2环的夜生活依旧丰富。刚放松完毕的林默也是有了闲情雅致，沿着街道慢悠悠地往回走。那是秦阳大道，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当林默经过一座富贵人家的府邸时，宅邸里面忽然传来了一阵骚动，紧接着一道身姿轻盈的黑色身影自宅邸上方掠出。林默下意识地抬头，刚好与半空中的黑色身影进行了对视，然后一缕光亮自黑色身影的手中掷出，直接朝林默扔了过来。林默条件反射般地接住了那一缕光亮，摊开掌心，里面赫然是一枚储物戒。而这一幕正好被宅邸里追出来的守卫们全程目睹，居然还有同伙，把这老道士也一并抓了。上！刹那间，10几名手持大刀长枪的守卫一拥而上。林默满头黑线，瞬间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孤身寡人身处秦阳城中心地段，林默也不想跟这群人纠缠，索性施展身形，紧跟上了那高速逃离的黑色身影。对方的速度很快，林默也不遑多让，两人犹如影视剧中的大侠一般，低空掠过一片黑压压的建筑。面对着林默两人的这等身手，府邸的守卫们也只能目送他们两人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望洋兴叹。不一会儿，林默便跟着黑色身影远离了秦阳城中心，来到了秦阳城外围的偏僻街道。踏！双双落地之后，对方似乎并不打算再继续逃跑。林默这才问道：阁下何故拖老夫下水？黑色身影转过身来，摘下头上的夜行伪装，露出一张英姿飒爽、国色天香般的面容。他浅浅一笑，清澈动听，如清泉般的话音传出：见你修为不错，本想让你帮我吸引一些火力，倒是那群人太过无能了。说罢，对方朝林默伸出玉手，示意他把储物戒还给他。思索片刻，林默还是将储物戒还了回去。刚才他已经查探过了，储物戒里大约有4万左右的灵石，倒没必要为了这点灵石给自己招惹麻烦，而且还是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道长倒是个爽快人。见林默如此干脆利落，对方爽朗笑道：不错，在下向来喜欢结交天下侠义之士，叫我秦阳即可。道长你呢？李寻欢。林默知道对方给他的是一个假名字，所以林默也不打算暴露自己的真名。李寻欢，好名字。自称为秦阳的仙子笑盈盈道：我观道长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第一次来秦阳城吧？林默点头。那我就有必要解释一下了，在下并非什么作恶多端的大盗，我盗的这些灵石没有一颗会落入我自己的口袋，道长若不信，可以随我来。说罢，秦阳便自顾自地往前走，继续走向偏僻街道的更深处。想了想，林默还是紧跟上了秦阳的步伐。约莫10分钟后，林默跟着秦阳来到了一片彻底远离居民区的阴暗街道。刚过来，一股令人身心不适的邋遢臭味便是扑鼻而来。秦阳似乎早已习惯了这里的气味，眉头都不曾皱一下。路边随处可见躺在一张破烂草席上的乞丐，流浪者有的是孤身寡人，有的则是拖家带口。秦阳按照人头算，每人给了他们50颗灵石。这些乞丐们居然出奇的不争不抢，静静地待在原地，等着秦阳上前给他们分发灵石。拿到灵石之后，乞丐们无不向秦阳磕头致谢。分完之后，灵石仍有剩余，秦阳索性将剩下的灵石打包发给了秦阳城里的那些贫困人家。劫富济贫，仙子乃真侠是也。等秦阳发完了灵石，
林默这才朝他竖起一根大拇指，由衷的赞扬道。不仅如此，刚才这一路过来，林默也观察了秦阳的言谈举止，他绝非那些武侠小说中的自身穷困潦倒却仍要劫富济贫的侠士。秦阳的言谈举止都极具涵养，眉宇间也透露着一股非富即贵的优雅气质。想来他在这秦阳城中的身份地位绝对不会低。自身穷困的侠士劫富济贫不难理解，毕竟属于同一阶级，知晓那些底层人们的穷苦生活。可秦阳明明跟那些乞丐、流浪者以及穷困人家不属于同一阶级，却仍然行这般侠义之事，便足以看出这位秦阳仙子的觉悟有多高了。道长谬赞，在下不过是见不得人间疾苦，想尽可能地帮帮他们而已。秦阳正色道，也许我个人的能力微薄有限，帮不了天下所有的人间疾苦，至少能帮一些是一些，不是吗？林默点头附和道，人是一种极其自私的动物，仙子能有这般胸怀和觉悟，便已经超越天下99%的人了。跟上官无情出来一趟，林默总算见到一个正常人了。一开始林默还感觉不太真实来着，也包括你吗？秦阳调侃道。自然，林默并没有把自己捧得多么高大上，他深知自己并非什么君子和侠士，甚至以他近2-3年来的所作所为，称他一句小人也丝毫不为过，所以他更加敬佩秦阳这般无私奉献之人。哈哈，道长的为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爽快，我见过太多伪君子，明明烂人一个，却还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仁慈、和善、亲民的清高人士，在下生平最看不起的便是这类人。秦阳如是说，这一点贫道与仙子倒是志同道合。林默淡然笑道，君子即君子，小人即小人。林默最看不起的也是那些为自己冠以正义之名却行不义之事之人。看得出来。秦阳轻笑道，所以今日能与道长相识也算是缘分一场，道长在秦阳城期间若是遇到什么困难，报我的名字即可。我的名字或许不能帮你解决所有事，至少能解决一大部分。林默点头道，那贫道便在此先行谢过仙子了。虽然林默觉得可能不太用得上，但秦阳的这份好意他接下了。相逢何必曾相识，道长日后有缘再会。撂下一句话，秦阳玉足轻点，眨眼间便消失在夜色之中。回过神的林默也没有在此做过多逗留。回到旅馆的时候，天色已经渐亮。天大亮之后，上官无情便找过来了。小老头，搞定了，我父亲说要见见你。上官无情满面春风，看上去他昨晚取得的成果甚好。是吗？那我们且走着。于是上官无情领着林默正式踏入了上官府。会客厅里，一名锦衣玉袍，看上去和林默年纪相仿的中老年男子高坐于首位之上。中老年男子老成持重，略显沧桑的眼眸睿智深邃，正是上官无情的父亲，亦是上官家现任家主上官成君。爹，他就是我跟您说的林默。上官无情率先开口道。林默随即拱手作揖，不卑不亢道，贫道林默见过上官老爷。呵呵。上官成君粗略地打量了一眼林默，道，林道长来自初圣宗，倒无需和老夫如此客气，请入座吧。林默眉头微挑，他似是从上官成君的话中听出了一些话外之音，不过林默倒也没有立即说出来，随即按照上官成君的招呼，在一旁的椅子坐了下来。无情啊，你且先退下去，爹要和林道长单独聊聊。爹，你干嘛呢？上官无情黛眉微蹙，似乎不是很情愿。怎么，你这丫头难道连爹都不信了？上官成君不急不慢道。上官无情看向林默，只见林默点了点头，表示没问题。上官无情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退出了会客厅。林道长，不知你在初圣宗是何职位？上官成君直白明了地问道。在这里，林默并没有用脸悉数隐藏自己的真实气息，他此行是陪同上官无情回来，推掉和兵部尚书的穆羽来公子联姻的，所以隐藏气息对此行没有任何的帮助。回上官老爷，贫道是初圣宗内门弟子。林默不假思索地答道。严格意义上来说，林默仍然属于杂役弟子，但他毕竟持有长老院颁发的内门弟子身份令牌，因此说自己是内门弟子倒也没毛病。内门弟子啊？沉吟片刻，上官成君又问，可否问一下道长今年贵庚？没记错的话，应当是118。闻言，上官成君心里大概也有点数了。118岁的金丹中期，也算是很出色的天才了。可惜的是，连他的女儿上官无情都比之不上。上官成君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那不知林道长，无情可有和你说过我上官家的情况？道也说了。林默如实道。据他所说，上官家在这秦阳城较为示威。上官成君语重心长地叹气道。
林道长既然清楚，那想来无需老夫多言。老夫本不反对无情和你在一起，但你显然无法为我上官家提供任何的帮助，这一点还请林道长见谅。哎，林道长也许有所不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生来便是身不由己，像我们这种家族就是这样。无情的幸福固然很重要，但这在我上官家数千人面前不值一提。林默不可名状地笑了。上官成军这番话基本上在林默的预料之中。其实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若上官无情是一般人家的孩子，那他完全有权决定自己要和谁结道侣。可惜他不是。上官家是秦阳城诸多权贵家族之中的一支，作为上官家主，上官成军不能不为家族考虑。相较于林默，显然跟兵部尚书的公子爷穆雨来联姻，对上官家来说才是最好的。大秦公主秦涟依，兵部尚书公子穆雨来到。就在气氛较为尴尬之时，一道清脆、响亮又极具气势的通报声响起。上官成军也顾不得林默了，赶忙起身出门迎接。林默目光瞥向门外，只见两道尊贵奢华、气场凌人的身影在一群下人和侍从的簇拥下缓缓而来。其中一人林默道是有些眼熟，正是昨夜在温柔乡偶遇的那位穆雨来公子。他手持纸扇，面带一抹温和的笑意，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似乎没有一点身为兵部尚书公子的架势。而当林默的视线从穆雨来转到其身旁那道倩影时，林默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当场愣在了原地。秦阳，是的，穆雨来身旁的那位大秦公主秦涟依，正是昨晚那位劫富济贫的女侠士秦阳。与昨夜不同，此时的秦阳，不对，应该是秦涟依。秦涟依身着一袭锦绣霓裳，肌肤如雪，仪态端庄，气质非凡，清澈的眸间仿若有星辉流转。饶是如此，林默仍然能够从她身上感受到那股英姿飒爽的侠义气息。下一息，林默释然地笑了。白天是高高在上，身份显赫，万人敬仰的大秦皇朝公主秦涟依，夜晚是劫富济贫的女侠士秦阳吗？有点意思。昨晚他就知道秦阳并非他真名，只是没想到今天居然会在上官府遇到。小老头。就在这时，上官无情的声音将林默的思绪给拉了回来。刚才我爹和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上官无情面带愁容，有些气馁道，看来还是我太乐观了。昨晚我和我爹说的时候，他的态度明明很好来着，这下可如何是好？那位穆雨来公子居然这么快就上门来了。不一会儿，上官成军便陪同秦涟依以及穆雨来一同返回了会客厅。林默也不好再继续坐着，随即站起身来。穆雨来和上官无情打了声招呼，随即转头看向林默，风度翩翩的轻笑道，这位道长想必便是无情仙子在出圣宗的同门了。在下林默，幸会。林默不卑不亢地拱手作揖，而后看向一旁的秦涟依，两人四目对视，气氛明显有点尴尬。贫道林默见过大秦公主秦涟依片刻，林默不着痕迹地微微一笑，道：呵呵，林道长无需多礼，我大秦公主的身份于道长而言不过空谈。秦涟依也是装作和林默素不相识的模样。等大家都打过招呼了，上官成军这才招呼大家入座。穆雨来率先开口，成军叔父，既然无情回来了，那我们可以谈谈联姻一事了。我听说无情似乎打算和这位林道长结道侣，成军叔父可有此事？上官成军一怔，露出一抹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此事昨晚上官无情才和他说的，今天穆雨来就知道了。确有此事。被穆雨来亲口点破，上官成军也不得不点头承认。他现在就担心穆雨来以顺水人情的名义推掉这一桩联姻，那就麻烦了。若真是如此，今后他上官家在这秦阳城恐怕是再也抬不起头了。得到上官成军的亲口承认，穆雨来意味深长一笑，旋即对上官无情说道：无情仙子，我对这桩联姻的态度是持开放态度的，不过我却是比较好奇，你是看上了这位林道长哪一点？论修炼资质，他这般年纪方才金丹中期，论身世背景，林道长请恕我冒昧一问，你的身世背景是？穆雨来语气平淡，但言语却格外的尖锐，这是明摆着在羞辱林默。一时间，首座之上的上官成军坐如针毡，冷汗不知不觉已打湿了他的后背。这种情况，秦涟依也不好插嘴。倒是上官无情刚欲有所动作，却被林默摆了摆手，哼，贫道出身低微，自是不如穆雨来公子这般拥有着显赫的身世背景。闻言，穆雨来略感惊讶地挑了挑眉，他还以为这会儿林默要把脸打肿充胖子呢，没想到他倒是挺诚实，这倒也在穆雨来的掌控之内。于是他继续说道：感谢林道长的回答。无情仙子，想来你也听到了，在下只是不知
你看上了这位林道长哪一点？我……上官无情张了张嘴，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反驳穆雨来所提出的这2点。于是上官无情转说道：穆雨来公子，莫要把天下所有女子都想得如此肤浅。修炼资质不算特别出色，没有身世背景又如何？喜欢一个人并不需要任何理由。若是因为一个人修炼资质冠绝天下，又或是他拥有着无人可及的身世背景方才喜欢上他，我想这并不能称作是真正的爱情，这不过是建立在某些硬性条件基础上的喜欢罢了。倘若失去这些，他也可以转头就爱上别人。穆雨来却是摇头笑道：无情仙子，我很赞同你的说法，真正的爱情也许是不掺杂任何外在硬件因素的，可惜你的这个说法不适合我们这些人。身处大秦皇朝，我们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倘若你所爱之人亦是秦阳城的名门世家，我非常乐意成人之美。听闻林默算是听明白了，这位穆雨来确实不是很固执于这一桩联姻，毕竟以他的修炼天赋、身世背景，在这大秦皇朝，不知多少女子挤破脑袋想进他穆家，还没这个资格呢。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父亲去跟大秦帝王稍作商量，他当个大秦皇朝的驸马爷也并非什么稀奇事。唯一让他不能接受的是，上官无情是因为自己这么一位修炼天赋不算特别出色，又没有身世背景的人而拒绝这一桩联姻。甚至从长相来说，林默和上官无情一同出门，说他们是一对父女，不认识他们的人还真挑不出毛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激发了穆雨来内心深处的好胜心。对于这桩联姻，我是无所谓的。穆雨来似是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眼首座之上的上官成君，说道：倒是无情仙子，你为自己考虑，难道就不为你的父亲，不为上官家考虑吗？你可知你父亲做了多少的努力，我父亲才应下这门亲事？穆雨来一字一句如洪荒猛兽，逼得上官无情都快急眼了。他转头看向上官成君，上官成君只是轻叹了口气，便是垂下了眸，其态度已经不言而喻。他父亲自然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履行和穆雨来的这一桩联姻。穆雨来公子，可否听贫道说2句？就在上官无情几乎束手无策之际，林默开口了。哦，林道长但说无妨，在下洗耳恭听。穆雨来摊开纸扇，谈笑风生道。林默不急不慢，有条不紊地道：关于你刚才的说法，贫道十分认同。生在名门世家，门当户对很重要。在这大秦皇朝，你的身世背景的确是很显赫，家尊已是这大秦皇朝兵部尚书，也许还有继续往上爬的机会，可一眼也就看到头了。在这天渊大陆，大秦皇朝也不过是大海上的一叶孤舟，并非惊涛骇浪。贫道并非是在贬低大秦皇朝，而是如实诉说。另外，你方才对贫道的修炼资质提出了质疑，对吧？穆雨来眉头微挑，眼中浮上一抹饶有兴致之色。难道说林默还想跟他比一比修炼资质问题？敢问穆雨来公子今年贵庚？距今修行多少载？在下8岁开始练气，距今已有68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穆雨来也不好把自己往大了说。别人或许不清楚，可他身旁的秦涟衣却是再清楚不过了。更何况凭他这般修炼速度，足以碾压林默了，又何须弄虚作假？林默抚须轻笑道：也就是说，穆雨来公子今年76，以你8品灵脉的资质，贫道可以给你粗略估算一番。不出意外，你应当是14岁突破筑基，28岁突破金丹，45岁金丹中期，70岁左右金丹后期，然后一直维持至今，对吗？虽有所出入，但也区别不大。穆雨来微微颔首，自傲道：这般修炼速度已是十分出色，纵使放眼整个天渊大陆，或许算不上顶尖，但也足以称得上是佼佼者了。按照他这般修炼速度下去，不出意外的话，200-300岁左右即可进入元婴，正式成为受万人敬仰的元婴老怪。至于元婴之后，靠的可就不仅仅是灵脉品阶了，悟性、机缘、心性、意志、韧性，缺一不可。首座之上，上官成君赞许地点了点头。该说不说，这穆雨来确实是天赋异禀，上官无情跟他一比，都显得相形见绌了。哼，穆雨来公子这般修炼速度，着实令人艳羡和惊叹。放眼整个大秦皇朝，能与你一较高下者，只怕不出10指之数吧。林默似笑非笑道：这是自然。这一点，穆雨来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他本身灵脉品阶就足够高，再加上家中的资源倾斜，所以在这般年纪便已是金丹后期修为。林默接着说道：贫道本不想以此来炫耀，但既然穆雨来公子拿修炼资质一事来质疑贫道，那么贫道自然也要为自己证明。贫道今年118，方才上官老爷已经问过了。首座之上的上官成君点了点头，表示确有此事。
当林默说到这里的时候，无论是穆雨来，亦或是一旁的秦涟衣，都开始隐隐的察觉到不对劲了。一般来说，只要在50-60岁之前进入筑基，哪怕没有突破至金丹，再次提升寿命，至少在150岁之前都可以使青春常驻。穆雨来公子，你可知贫道118岁的金丹中期，为何会是这般模样？林默问。穆雨来摇了摇头。林默这番话说的确实没毛病，就算林默不是金丹中期，只要他进入筑基了，在150岁之前，按照常理来说都不会明显变老才对。可眼下的林默却是和上官成军相仿的中老年人模样，这就很令人费解了。穆雨来和秦涟衣都意识到了不对劲，可他们一时间又解释不上来。上官成军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啊，以林默118岁金丹中期算，他顶多也就是30岁左右就进入筑基了，他的容颜又为何是一副中老年人的模样呢？唯有上官无情最是清楚林默是如何过来的。呵呵，说出来也许你们不信，但实不相瞒，贫道在大约2年半以前，也就是115岁左右时，仍是炼气2重的修为。穆雨来公子，你的修炼资质确实很出色，但在老夫面前，不过皓月之下的一缕萤火，萤火也妄想与皓月争辉，呵，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林默语气平淡，可落在穆雨来、秦涟衣以及上官成军耳中，却是如同一道晴天惊雷在耳边炸响，将他们震撼得无以复加。这如何可能？上官成军率先惊骇出声。你的意思是，你从炼气2重突破至金丹中期，仅用了2年半时间？穆雨来瞪大着眼睛，难以置信道。如果是真的话，这未免也太……秦涟衣被震撼的说话都不太利索了。准确来说是2年。林默纠正道。老夫进入金丹中期已半年有余。哈哈哈哈！片刻，穆雨来忽然捂脸大笑，讽刺道：“林道长，方才我还以为你是一个诚实之人，看来是我太早下定论了。现在来看，你更像是一个张口就来、信口雌黄之人。2年时间从炼气2重突破到金丹中期，你怎么不说你要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你这话说出去，你觉得会有人信吗？只怕是连3岁小孩都不信。林默要说是10年时间从炼气2重突破到金丹中期，那穆雨来还稍微觉得有点可信度。这种程度的话，那些9品灵脉的绝世天才还真能做得到。2年，可能吗？真当修仙是喝水吃饭？上官成军也觉得穆雨来言之有理。2年时间从炼气2重到金丹中期，确实太变态了，变态的让人感觉不真实。不过他倒是没有像穆雨来那般出言反驳林默。秦涟衣也选择持保留态度，既不反驳也不承认。林默的修炼速度确实很惊人，但我可以作证，他说的都是真的。这时上官无情站出来了。哦，上官无情小姐，请细说。秦涟衣摆手示意。大概就是2年半以前，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他的确是炼气3重左右的修为。然后因为我和他不在同一个部堂的原因，之后我每隔一段时间见他，他的修为都在突飞猛进。直到1年多以前，我和他第一次出去执行宗门任务，那时我才知道他已经是金丹期修为了。上官无情言简意赅地道来。无情，你所言可属实，这种事可做不得儿戏。上官成军语气凝重道。这件事听上去毕竟是实在太离谱了，上官成军活了这么多年，还真是头一次见，所以他也不敢保证他的女儿是不是在帮林默做伪证。爹，我敢拿我的人头担保。上官无情信誓旦旦道。既是如此，莫说这上官家。秦涟衣深吸了口气，率先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说道：凭你这般冠绝天下的修炼速度，只要林道长愿意，我父皇会很乐意招你当我大秦皇朝驸马爷的。上官无情父女还有穆雨来都被秦涟衣这番话给惊到了。不是，你咋还当面挖人呢？这倒也不能怪秦涟衣，2年从炼气期一路突飞猛进，直入金丹，这般修炼速度着实骇人。莫说大秦皇朝了，纵使是天渊大陆上那些真正的庞然大物，恐怕也很难不心动。林默的将来能走多远，尚且不清楚，至少元婴肯定是没跑了，化神的可能性也很大。单凭这2点就足以让秦涟衣乃至整个大秦皇室拉拢林默了。若是林默能当大秦皇朝的驸马爷，那自是最好不过。涟衣公主，你这是作甚？他说2年就2年，这也不过是他们的一面之词，在下认为可信度不高。穆雨来脸色阴沉，嘴硬道：信与不信在个人的一念之间，穆公子不信那是你的事，我信就够了。秦涟衣说道。穆雨来脸色一阵变幻，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又被咽了回去。成军叔父，在下还有事，先行告辞。
最终，穆雨来一拱手，不甘地瞪了林默一眼，便大步流星地离开了。雨来侄子，你这是……上官成军还想挽留，却给秦涟衣给打断了。成军叔不必挽留他了，他最引以为傲的修炼天赋被林道长给比下去了，自尊心受损，自是没脸再继续留在这里。哎，这……好吧。上官成军叹了口气，也只好作罢。在此之前，他还不是很赞同上官无情选择跟林默结为道侣，可现在不同了。2年的金丹着实太离谱了，离谱的让他感觉不太真实。但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女儿，如此大事，他绝不会拿整个上官家跟自己开玩笑。那也就是说，林默2年金丹中期一事，确实极有可能是真的。倘若真是如此，那他就无话可说了。穆雨来在大秦皇朝确实拥有着显赫的背景，然正如林默所说的那样，他的身世背景再怎么显赫，一眼也看到头了。一名2年金丹期的绝世天才，其所拥有的潜在能量，远不是区区一个大秦皇朝的兵部尚书可以比拟的。没看身为大秦公主的秦涟衣都亲自向林默抛出橄榄枝了吗？在目前已知的信息下，穆雨来还是林默，但凡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该怎么选。林道长，我方才所言，你觉得如何？秦涟衣重新看向林默，面对着秦涟衣这般赤裸裸的抢人行为，上官成军也是敢怒不敢言。在大秦皇室面前，他上官家无异于地上的一只蚂蚁，大秦皇室的车轱辘碾过去，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把上官家这只蚂蚁给碾死了。林默，上官无情也是有点着急了，他也怕林默看上了大秦皇室，跟秦涟衣走了，那他岂不是相当于千里送驸马，礼重情义轻了？林默压了压手掌，示意上官无情稍安勿躁。贫道并非薄情寡义之人，在贫道修为尚弱时，无情仙子曾给予过贫道诸多帮助，一点也不夸张地说，若无他的帮助，贫道走不到今天。再退1万步来讲，我现在也还是初圣宗弟子，只怕是无法离开宗门来当大秦皇朝的驸马爷，所以还望涟衣公主见谅。听闻，上官无情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上官成军亦是满心欣慰地笑了笑，看来他的女儿眼光还是挺不错的。对于林默的回答，秦涟衣似乎一点也不意外，轻笑道：林道长的回答基本在我的预料之中，不过林道长能借一步说话吗？可以。林默想了想，点头道：林默。上官无情又开始急了，从秦涟衣的回答来看，他明显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放手。莫急，安抚了一下上官无情，林默便和秦涟衣来到了屋外。林道长真不打算考虑一下吗？秦涟衣也不拐弯抹角，直奔主题。可以考虑，但我不会抛弃无情仙子。林默也是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闻言，秦涟衣也大概明白林默的意思了。不如这样，我们可以先定下这门亲事，将来举行婚事时，我们可以一起举行，如何？沉吟片刻，秦涟衣给出了他的方案，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只是，林默询问道：不知涟衣公主，贫道是要和你们大秦皇室的哪一位公主完婚？你想和哪位公主完婚？秦涟衣笑盈盈道：我们大秦啊，共有15位公主，你可以自行挑选。当然了，你要选我也可以，我本人也希望你选我。秦涟衣当然不想自己忙活半天，给其他公主做了嫁衣。哼，既是如此的话，那便涟衣公主吧。林默不假思索道：其他公主贫道尚不了解，至少对于你，涟衣公主，贫道有些许了解。仅凭秦涟衣晚上化身劫富济贫的秦阳大盗行径，林默就觉得这位秦涟衣公主的人品不会差到哪里去。确定吗？确定的话，你挑个时间和我进宫去面见一下父皇。秦涟衣是肉眼可见的开心。嗨嗨，林默战术干咳道：涟衣公主进宫面见大秦帝王的话就不必了。为何？秦涟衣不解。林默解释道：也许是我对每一位帝王的固有印象吧。一般来说，一国之君的性格都极具霸道，不容许任何人的忤逆。我是怕进了宫就出不来了。不过涟衣公主还请放心，下次见面我的修为就远不是现在的金丹中期了，届时我再与你进宫也不迟，不是吗？虽然这么说有点对不住父皇，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你的担忧似乎不无道理。秦涟衣恍然大悟道：确实，他的父皇向来都是说一不二的，从不允许任何人忤逆他的意思。若是让他知道林默有如此惊人的天赋，难保不会强行将林默留下来，届时即便他出面也不好使。林默呵呵笑道：涟衣公主理解就好，我倒是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涟衣公主。林道长请讲。秦涟衣摆手示意：你和那位穆雨来公子是何关系？你说穆雨来公子？秦涟衣莞尔一笑问道：不知林道长可知天心会？林默摇头。于是秦涟衣给林默言简意赅地介绍了一番。天心会，
即秦阳城诸多王公权贵的年轻一辈们所聚集的一个组织，由大秦帝王授权创立，旨在加深大秦皇朝修炼天赋出色的年轻一辈们交流切磋的一个平台。同时，若有人想外出历练，亦可在天星会中寻找队友。能加入天星会之人，基本上都可视作是大秦皇朝未来的中流砥柱。秦涟衣和穆雨来都是天星会的成员之一，他们二人本来约好了今日切磋较量一番，只是穆雨来收到了关于上官无情返回上官府的消息，于是秦涟衣索性跟穆雨来前来看一番热闹。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林默居然也在这里。我说涟衣公主怎会和穆雨来公子一同出现在这上官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林默恍然大悟，秦涟衣掩嘴轻笑，调侃道：林道长是不是以为我和穆雨来有何亲密的关系？我若真与他有亲密关系，今日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哈哈，涟衣公主此话在理，倒是贫道多虑了。林默尴尬而又不失礼貌地笑道：我能理解你的想法。秦涟衣说道：那穆雨来表面谦谦君子，实际上他是何为人，我一清二楚。一个时常光顾温柔乡的伪君子，可入不了我的眼。林默一阵语塞，好像他昨晚刚去过温柔乡来着。只不过和穆雨来的时常光顾不同，林默昨晚是去批判性的领略一下秦阳城当地的风土人情的。对，就是这样。林道长还有什么要说或者要问的吗？倒是还有一事。林默调整了一下思绪，正色道：我和无情仙子回宗之后，不知涟衣公主可否帮忙照看一下上官家？穆家和上官家的联姻黄了之后，难保他们今后不会故意为难上官家。秦涟衣琴手轻点道：哼，我已经料到了，就算林道长不说，我也会帮忙照看上官家的。那老夫便在此先行谢过涟衣公主了。林默当即一拱手，郑重其事道：林道长无需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秦涟衣温婉一笑，随即问道：林道长今晚可有时间？要不要和我再去当一回秦阳大盗？哈哈，自然是可以。不过，林默说道，我最近几天可能暂时没时间，不如3天后吧。体验一下当武侠小说中那些劫富济贫的侠士大盗，对林默来说还挺新奇的。体验一回倒也无妨，也算是给自己积一些阴德了。那就依林道长所说，3天后我们在南门见。之后，秦涟衣让林默帮他向上官成军道别一声，便先行离开了。秦涟衣走后，林默重新回到了会客厅。上官无情父女赶忙迎了上来：小老头，那秦涟衣公主和你说什么了？林默倒也不隐瞒，将刚才和秦涟衣的谈话言简意赅地说了一遍。我就知道那秦涟衣公主不死心。上官无情撅了撅小嘴，明显有点吃醋了。无情啊，你是不明白林道长的用心良苦啊。上官成军却是表示理解林默为何会答应秦涟衣，他言简意赅地给上官无情解释道：你以为林道长是看上了那秦涟衣公主吗？他是为了我们上官家着想。今日林道长若是不答应涟衣公主，今后我上官家如何应对穆家的怒火？只怕不出3年，上官家便会被扫出秦阳城啊！上官无情一怔，瞬间恍然大悟，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道理。林默颔首笑道：要不然你也不放心回宗不是吗？没事，为了上官家，我吃点苦倒也不算什么。上官成军差点没绷住，上官无情更是直翻白眼：你管这叫吃苦？齐人之福还差不多吧。也亏得秦涟衣公主能答应这么荒唐的事情。不过嘛，仔细想想倒也不算稀奇。2年金丹的绝世狠人，放话出去，怕是不知多少底蕴雄厚的大宗派挤破了脑袋都想要。只是享受一些齐人之福算什么？爹，这下您没意见了吧？上官无情随即看向其父亲，骄傲道：没意见，当然没意见。上官成军一改最初的态度，眉飞色舞道：林道长不仅修炼资质一绝，更是一位重情义之人。如此乘龙快婿，可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这会儿上官成军已经乐得合不拢嘴了。刚才他还在说林默给予不了上官家任何的帮助，结果林默转眼就解决了上官家在秦阳城示威的问题。有秦涟衣公主帮忙照看，即使是兵部尚书又能如何？回旋镖来得太快，以至于上官成军都差点反应不过来。林默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没有为难上官成军。换位思考一下，他并不是不能理解上官成军的做法。上官家并非一般的普通家庭，倘若上官无情真能自由恋爱的话，他又何须费尽心思去搞什么所谓的联姻？联姻的本质就是家族利益最大化。无情啊，和穆家的亲事那边爹会去推掉，就不用劳烦你和林道长再继续操心了。上官成军笑盈盈道。旋即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连忙说道：是了，似乎还没给林道长安排房间吧？无情啊，还不快去给林道长挑个上好的房间住下来。你再多陪陪林道长，
争取早日让爹抱上外孙。爹，你胡说什么呢？上官无情俏脸一红，虽说他和林墨河休过不少次了，可这种事当着他爹的面，上官无情多少也会感到羞涩难当。爹可没有胡说。上官成军正色道：林道长，也还得麻烦你多努力，我实在是太想抱外孙了。3天后，上官无情终于和林墨从客房里出来了。上官无情面带微笑，满面红光，就连其气息都比这3天前都要强横了几分。想来这3天时间里得到了不少阳气的滋润。大小姐。这时一名早已在外面等候多时的侍女迎了上来，躬声道：老爷在大堂等您，说是让您和林道长一起去一趟。林墨二人对视了一眼，随即一同前往上官府大堂内。上官成军面色凝重，眼神深处似乎还带着一抹哀伤。爹，您找我们？见林墨和上官无情来了，上官成军这才回过神来，淡笑道：无情啊，爹本不想打扰你和林道长的2人世界，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上官无情脑袋微微一歪，林墨也是挑了挑眉。从上官成军的语气来判断，这件事似乎还不小。唉，上官成军轻叹了口气，这才娓娓道来：知道爹为何一定要你在近期回家一趟吗？不仅仅是为了联姻一事，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老祖他大限将至了。您说什么？上官无情顿时两眼一黑，感觉天都要塌了。上官家祖上也是阔过的，上官家老祖是一名真正的元婴老怪，否则上官家也不可能在这竞争极为激烈的秦阳城混到王公贵族的行列。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官老祖再也不能突破这更高的境界，因此上官老祖逐渐变得郁郁不得志，从而失去了心气。直至今日，他仍然停留在元婴中期的境界，这也是上官家为何在秦阳城比较示威的主要原因。仅仅一位元婴老怪能在秦阳城把家族带到王公贵族的行列，已是极限。你没听错，无情。上官成军叹气道：你是我们上官家数百年来在修仙意图上最出色的人，老祖临终前说要见你一面。林道长，老祖他老人家知道你了，你也和无情一起去一趟吧。林墨颔首道：没问题。上官伯父，元婴老怪大限将至，那是真的已经没有奇迹发生的余地了。修仙意图便是如此残酷，要么迈向更高的长阶，要么抱憾终身。旋即在上官成军的带领下，林墨、上官无情2人来到了上官府的禁地养生殿，这里也是上官老祖清修之地。嘎吱，厚重的大门被推开，一股仿佛尘封了许久的洪荒气息扑面而来。大殿中央的高台上，一名满历岁月沧桑的迟暮老人盘膝坐于蒲团之上，双目紧闭。若不是他鼻息间那一缕微弱的气息，林墨等人怕是都以为他已经驾鹤西去了。晚辈成军携小女无情参见老祖。晚辈林墨见过上官老祖。林墨也是一拱手，微微欠身道，给予了这位上官老祖足够的尊重。寂静，死一般的寂静。良久，蒲团之上的上官老祖方才缓缓睁开了那双浑浊的眼眸。无情，成军的孩子都和你说了吧？上官老祖声音沧桑嘶哑道：老祖我时日无多，已经无力回天了，与其就这样作画，倒不如为我上官家贡献出最后一份力。上官老祖此话一出，林墨等人都知道他要干什么了。上官老祖这是打算把自己的毕生修为尽数传授给上官无情，如此一来，上官无情的修为会暴涨，但同时原本还有一些时日的上官老祖也会因为自身修为散尽而当场作画。老祖，这万万不可啊！上官成军惊慌失措道：您是我们上官家的精神支柱所在。行了，上官老祖打断了上官成军的话，不容置喙道：老祖我的名字在如今的秦阳城还有多少分量可言？无情，你是我上官家最出色的后辈，老祖我将毕生修为传授于你，希望你能够扛起上官家的大旗，将它继续发扬光大。再退1万步来讲，以你的资质，要修炼到元婴期还不知要多少时日呢。没有元婴期修为，你可配不上你身旁的那位林墨小友啊。林墨连忙拱手诚惶诚恐道：老祖莫要取笑晚辈了，是晚辈高攀了无情仙子才是，更何况晚辈与无情仙子两情相悦，无论我们双方是何种修为，都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上官老祖不置可否地轻笑道：呵呵，拥有如此惊人的修炼速度，却还能如此谦逊，实属难得。无情，你确实寻得了一个好道侣。老祖，此时的上官无情已是哭得梨花带雨。也许他和这位上官老祖没见过几面，但对于每一位上官家之人来说，老祖都是他们心中最为敬重的长辈。老祖即将与世长辞，作为晚辈的，如何不心痛？
好了，成君还有林墨小友，你们二位且先出去吧。老祖我时日无多，必须要分秒必争了。传授修为并非一个短暂的过程，而是需要一定的时日。敢问老祖需要多少时日？上官成君最后询问了一句。嘿嘿，谁知道呢？就看无情这小丫头的承受能力，还有领悟能力如何了。说罢，上官老祖袖袍一挥，林墨和上官成君当即被送出了大殿。当他们回过神来之时，养生殿的大门已经重新关上。想来时日应该不会短，不知林道长是打算在这里等候，还是打算先行回宗？上官成君转头看向一旁的林墨，问道：呵呵，贫道倒是不急着回宗。林墨笑道：我先等个1年半载吧，届时如果无情仙子还没动静的话，我就先行回宗。正好，林墨也打算看看能不能在这段时间里尝试冲击一下金丹后期。如此也好，林道长就暂且在我上官府住下吧，有什么需要的找我就好。上官成君说道。好，那就麻烦成君伯父了。林墨接受了上官成君的好意。当天晚上，依照3天前和秦涟衣的约定，林墨来到了秦阳城的南门。南门一带属于是秦阳城的贫民区，因此即便是晚上，这里的街道也不算热闹。啪嗒，蓦地有人在身后悄无声息地拍了拍林墨的肩膀。林墨猛然转身，只见一道身姿飘逸的倩影迎着淡淡的月光掠上了屋顶。林道长，上来。林墨笑了笑，旋即脚尖轻点，也是掠上了屋顶。秦涟衣俏脸上挂着一抹灿烂的笑容。林道长，我已经和父皇提起过你了，你猜父皇怎么说？怎么说？林墨挑眉。父皇很高兴，也同意了，他想让我们尽快完婚。不过我跟他说你已经回宗门了，等日后再说。秦涟衣言简意赅道。如此最好。林墨点头，他现在确实没时间在大秦皇朝当驸马爷，他要真不回宗了，刘子嫣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杀过来了，届时可不好收场。那我们开始吧。秦涟衣随即取出了2套夜行衣，两人迅速换上。今天目标是谁？换上夜行衣的林墨开始期待起来了。跟我来就知道了，目标我早就确定了。这一夜，林墨和秦涟衣二人到了3个秦阳城富商的家，在绝对的实力碾压之下，林墨二人犹如无人之境，来去自如。这一趟下来，他们共收获了10来万灵石。这些灵石他们一颗都没有拿，全部散出去了。还别说，看着那些拿了灵石的穷苦人家脸上洋溢出的灿烂笑容，一股满满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林墨这才切身的体会到，原来当武侠小说中的侠士大盗是一件这么爽的事情。散完灵石已是深夜，第一次当侠士大盗的林墨格外的兴奋。林道长，你既是初圣宗弟子，为何我感觉不出来你身上有邪修的气息？见林墨如此兴奋，秦涟衣不由说道。那是你还没见过我邪修的一面。林墨做出一脸阴邪的表情，吓唬道。只是在这大秦皇朝，我孤身寡人的，不敢太张扬而已。真的，我怎么一点都感觉不出来？秦涟衣半信半疑，他不是没有见过邪修，那些邪修身上都有一股阴冷的气质，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此人绝非善类。可林墨却不同，他出自魔门宗派初圣宗，却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既视感。哼，那你就这么保留对我的印象吧，我猜测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邪修。林墨耸了耸肩，是，从我做的事应该就很显而易见了。这一点秦涟衣并不否认，她一个干劫富济贫这种大侠义之事的公主，怎么可能会喜欢邪修？有人在盯着我们。下一息，秦涟衣黛眉微蹙，美眸中闪过一抹危险之色。我注意到了。林墨眼角余光瞥向斜后方，从一开始林墨就感觉不太对劲了，直到刚刚总算是可以确认，确实有人在暗中盯着他们。嘘，别声张。林墨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小声道：他们可能是冲我来的。在这大秦皇朝的都城，应该还没人敢对秦涟衣抱有不轨之心。那么答案就很明显了，身处暗中之人是冲他来的，是你的仇家。大概吧，他们应该也是我出圣宗之人。怎么回事？秦涟衣脸上闪过一抹疑惑之色。说来话长，你明天回去调查一下，除了我和无情仙子之外，最近秦阳城还有没有来过出圣宗的弟子？如果有，那就是了。现在林墨在出圣宗的仇家大概也就是龙凤堂了。他早就知道龙凤堂堂主血玄道人不死心，自己和上官无情外出的这么好机会，他们岂会放过？秦涟衣点了点琴手，随即林墨二人装作没有发现暗中之人，各回个家，各找个妈了。另一边，秦阳城某间客栈房间里，共有5人聚集于此。为首的是一名修为达到金丹期圆满的中年男子，他正是龙凤堂堂主的亲传大弟子，亦是龙凤堂的大师兄叶海峰。大师兄，在秦阳城里我们不好动手啊，难道我们要一直盯着他吗？
一名弟子有点急不可耐地道：“你看，又急。”叶海峰面无波澜，从容道：“我已经跟穆雨来、穆公子取得了联系，他很乐意帮我们除掉林默。”穆雨来就是大秦皇朝兵部尚书的公子。正是。叶海峰阴森一笑，眼中闪过一抹冰冷的肃杀之意。彩珍和云霞师妹的命，他必须偿还。对，必须偿还。哼，等他落到我们手里，老子不把他手脚筋挑断，挂在悬崖边上，让他自己亲眼看着自己的血肉一点一点的被阴蚕食，老子的名字倒过来念。其余4位弟子同仇敌忾道：“彩珍、云霞不仅姿色出彩，修炼天赋也很出色。他们这些人当中，除了大师兄叶海峰之外，其余人或多或少都对彩珍、云霞2人有好感。眼下彩珍和云霞被林默杀了，他们岂能咽得下这口气？大师兄有具体计划了吗？”有人问道。自然，叶海峰信心满满道：“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了他今晚到了3家宅邸的灵石，只要把这些信息告诉穆雨来公子，他死定了。在宗门有执法堂的人保他，我倒要看看在这里又有谁来保他。”妙啊！大师兄！众人一听，顿时眼神一亮。秦阳城的官兵不敢抓秦涟衣公主，还不敢抓他区区一个林默吗？到时候证据确凿，秦涟衣公主也保不了他。他们不仅知道林默和秦涟衣今晚到了3家宅邸的灵石，同时还知道他们到底把这些灵石散给了谁。到时候只要把林默和秦涟衣散出去的灵石一收集，证据这不就齐了吗？入室盗窃在大秦皇朝可是死罪，特别是在以秩序安定而闻名的秦阳城。于是在第2天一早，叶海峰一行人便出门了。然而他们刚走出客栈大门，一群全副武装的秦阳城官兵便包围了上来。为首的官兵队长取出几张画像，对着叶海峰几人一一对照了一下，而后大手一挥，一声令下：“没错，就是他们，带走！”且慢！叶海峰一声暴喝，打断了官兵的动作。他看向官兵队长，问道：“这位军爷，请问我们犯了什么事？”“犯了什么事？”官兵队长一声冷笑道：“你们几个魔门邪修胆子不小，到秦阳城来，还敢问我你们犯了什么事？我劝你们最好老实点，敢反抗的话，你们的下场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带走！”闻言，叶海峰几人脸色随之一沉，这他们还真无法反驳。再加上身处秦阳城，他们要是敢乱来的话，待大秦皇朝的元婴老怪一出手，他们几人怕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叶海峰深知这个道理，因此只能任由官兵将他们给控制了起来。叶海峰几人被官兵压着走过秦阳城的街道，引来了许多人的驻足围观。某一刻，叶海峰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侧边一间茶楼的2楼，只见窗台边林默和秦涟衣并肩而战，林默嘴边噙着一抹玩味的弧度，微笑着朝他挥了挥手：“林默，你给我等着。”叶海峰神色阴翳地咬牙切齿道：“我就在这里，你在等什么？”林默气死人不偿命的戏谑道：“嘟嘟囔囔什么？赶紧走！”叶海峰还想说点什么，负责押送他的2名官兵一推搡，叶海峰只能恶狠狠地瞪了林默一眼。目送叶海峰几人远去，林默问道：“涟衣公主，他们几个的下场会是什么？”林默也不了解大秦皇朝的律法，只能询问秦涟衣，只能将他们遣送出境。秦涟衣略感惋惜道：“初圣宗毕竟不是一般的小宗派，无缘无故杀了他们的弟子，会给我们惹来不少麻烦，没这个必要。要是叶海峰几人在大秦皇朝境内犯了什么事，那处置他们还算名正言顺。既然他们没犯事，遣送出境已经算是顶格处理了。也罢，把他们遣送出境，至少我在秦阳城的这段时间可以安静一点了。”林默摸了摸鼻子：“但是你终归要离开秦阳城回宗，他们势必会在必经之路上堵截你们，届时又当如何？”秦涟衣有点担忧道：“那叶海峰毕竟是金丹期圆满的修为，以林默和上官无情的金丹中期修为，在他手底下应该是没多少反抗之力的。无需担心，只要他们敢来堵我和无情仙子，该考虑如何逃命的人应该是他们。”林默淡定自若道：“以他现在的修为，也许拿金丹期圆满的叶海峰没有办法，可如果说上官无情在接受了上官老祖的毕生修为之后突破到元婴期呢？叶海峰又当如何应对？元婴之下，皆为蝼蚁。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进入元婴，即可初步掌控规则之力，例如空间之力、时间之力。即使元婴老怪对规则之力的掌控不算深，但也绝不是金丹期的蝼蚁可以碰瓷的。就算撇开上官无情不谈，即使孤身一人面对着金丹期圆满的叶海峰，林默也并不觉得自己就一定会输。如此甚好。秦涟衣不知林默的自信从何而来，但他既然都这么说了，他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喝过早茶，林默便告别了秦涟衣，返回了上官府。在上官无情没出关之前，
他也要闭关修炼了。然而，林默刚闭关没几天，房间外的嘈杂声将林默给惊醒。推门走出房间，只见几名手持长枪的官兵径直朝他而来。上官成军还在跟对方拉扯。林默挑了挑眉，看上去这几名官兵是冲自己来的。于是林默上前问道：成军伯父，这是怎么回事？上官成军还没来得及解释，只见为首的官兵取出一张画像跟林默对比了一下，而后下令：就是他，魔门妖孽，把他抓起来。林默傻眼了，这不是他前几天和秦涟衣用来对付叶海峰几人的手段吗？我看谁敢动！上官成军厉喝道：林道长乃我上官家贵客，你们想干什么？然而官兵队长还是让手下的人把林默给控制了起来，旋即向上官成军出示一纸逮捕令，说道：上官老爷，我们也只是按命令行事而已，有意见的话去跟我们的中尉大人说吧。上官成军一张脸顿时黑了下来。成军伯父，莫要冲动。林默说道：我和他们走一趟倒也无妨。官兵能来到上官府抓他，肯定是背后有什么大人物在发力。上官家在秦阳城本就示威，林默自然不想把他们牵扯进来，自己大不了就是被遣送出境嘛。哼，还算你识趣，带走。林默被2名官兵压着来到门口时，上官成军郑重其事道：林道长，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成军伯父有心了。林默微微一笑，这会儿无论是林默亦或是上官成军其实都很清楚，以上官成军的能量估计是捞不出来的。干什么？给我把人放开！而就在这时，一道霸气绝伦的交喝声响起，几名官兵猛然抬头，来者正是大秦皇朝公主秦涟衣。虽然有逮捕令，但面对着秦涟衣那压着林默手臂的2名官兵，还是下意识地松开了林默。参见涟衣公主。几名官兵纷纷下跪，毕恭毕敬道。林默和上官成军顿时面露喜色，救星出现了。秦涟衣朝林默投来一记无需担心的眼神，而后命令道：还不快把人给我松开！禀公主，小的们是奉中尉大人之命前来捉拿魔门妖孽，小的们也只是奉命行事，还望公主莫要让我们难做。为首的官兵唯唯诺诺道：而且这位魔门妖孽还涉嫌入室盗窃，若不把人带回去，小的们无法向中尉大人交代啊。入室盗窃？这怎么会呢？上官成军不理解，林默什么时候入室盗窃了？林默和秦涟衣一听，顿时恍然大悟了，肯定是叶海峰他们把这些事告诉某个人了。不出意外的话，涟衣公主，一位入室盗窃的魔门妖孽，你保他作甚？一道带着一抹玩味之意的声音适时地响起。此事若是捅到陛下那里，你也恐难逃罪责啊。顺着声音的来源望去，只见手持纸扇的穆雨来缓缓而来，他脸上挂着如沐春风般的笑意，幸灾乐祸道。秦涟衣美眸一凝，沉声道：果然是你，穆雨来。